他若是再争气的多滚几步，他都不必走过去迎候了。在场迎亲的宫妃大臣、奴才婢女都看笑了。凤清浅有些压力山大，虽然有几分嫌弃，可还是将他从地上捡起来。敢嘲笑明幽者，皆以杖毙论处。众人便鸦雀无声了。明幽回过神来，看着凤清浅，长得真好看。他居然被一个3岁大的奶娃娃调戏了。回禀陛下，吉时已到，走吧，朕牵着你上太华殿告昭天下。明幽小，腿也短，太华殿的阶梯太长，上得格外费力。哼，腿短，太耽搁时间了。明幽嘟嘴，气呼呼地看着他。在百官眼里，3岁的小皇后像是一只挂在腰间的酒葫芦带上去的。这10岁的皇帝已经是够无奈的了，这还来了个3岁的小皇后，这不成了小儿国了吗？登上最后一步台阶，凤清浅站在高台上，一身烈烈红袍迎风而起。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太阳有些大，明幽站着站着就打起瞌睡来，像小鸡啄米，一点一点的。凤清浅斜视了他一眼，以免他掉在地上。大婚的第1晚，虽然按照道理帝后要同房的，可因2人的年纪太小，所以都象征性的走了个过程，便准备草草的提前将一系列东西收了。明幽站在软榻边上，嘴里嚼着花生。殿下，这东西吃不得，有毒吗？宫女没想到他的脑回路这么奇怪，一时接不上话来。凤清浅进来的时候正好听见了，有些忍俊不禁。没见过比你更有出息的了。我一个小孩懂什么？大婚礼仪一结束，明幽坐在屋子里，看着一干伺候的人，没一个是他认识的，嘴巴一憋，哒哒哒的自己跑到软榻边，使劲一翻上去了。紧接着就钻在被子里一声不吭，忍住哭意。陛下还没来呢，殿下怎么能先睡呢？旁边的宫女使了一个眼色，他便跟着退了下去了。凤清浅沐浴完回来时，瞧见软榻被中突出了一个小团子，要不是他知道今天娶了个奶娃娃回来，指不定以为是只小猫小狗呢。挑开被子躺下去，凤清浅闭眼准备入睡，不曾想明幽却转过身子来盯着他看。凤清浅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是饿了要喝奶吗？我想回家。别瞎想了，睡觉。凤清浅看他磨蹭半天就来这么一句废话，内心忍不住闪过一个白眼。听话说男女授受不亲，那你不要在床上睡。那意思是间接告诉他去打地铺。你嫁给我了，我是你的夫君，并没有什么男女之别。明幽不太理解嫁给是什么意思。夫君是什么东西呀？他什么时候成了东西了？就是你什么都要听我的，不许反抗，以后你都要跟我住在这里。我以后不可以回家了吗？爹爹骗人，说我过几天就可以回家的。别哭了。你个大混蛋，欺负我！奶娃娃就是事情多。凤清浅觉得一个头两个大。殿外守夜的宫女听到了哭声了。陛下，可是有事？不用，你别哭了。你要什么告诉朕，朕答应你便是。你不骗人，我们拉勾勾。幼稚。
朕怎么能跟一个奶团子玩这么幼稚的东西呢？真是的，哼！你说吧。我要清华。他还以为这奶团子要借机敲诈多少东西呢。哎，一个奶娃娃能有多大的心思呢？明幽亮晶晶的眼神，原来当皇帝这么好啊！明幽内心燃烧出一丝丝小火苗，他要做。现在可以睡了吧？那我不想学规矩，不想读书，不想做你的春秋大梦吧。谁说奶团子没心机的？哼，懒得理他。凤清浅自己先睡了，要是再被折腾一会儿，等会儿可以直接上朝了。睡就睡，等明天我就回家去。趴下去闭着眼睛没多久，明幽拽了拽被子，发现自己的被子只有那么一小块，大部分都被这个叫皇帝的占去了。灵巧的一翻，正面对着凤清浅的背，咬牙狠狠一踹。叫你抢我的被子！咕咚一声，四周陷入诡异的沉静。明幽像是一只小乌龟似的背朝天，缩着四肢趴在榻上装睡。凤清浅的脸色巨黑无比，明幽年纪小，可却很机灵。弱小的小身板发出很强的求生直觉。冷飕飕的，我想回家。等了一会儿，发现什么动静都没有，明幽忍不住悄悄地扭头去看，正好对上他怒气冲冲的脸。明幽像只做贼心虚的小老鼠，默默地打算将头拧回去的，可凤清浅一把将他提过来，然后手掌用力朝着他的屁股便是狠狠揍了几下。你胆子肥了，还敢踹朕？明幽感觉屁股火辣辣的疼，吓得守夜的宫女太监在殿外徘徊。这陛下和殿下在闹什么呢？殿下怎么哭得撕心裂肺的？混蛋！我明天告诉爹爹，你欺负小孩子。你又再敢哭一下，朕今晚就把你的屁股打开花！明幽倔倔地看着他，一张嘴用力，鼻涕泡突然从鼻子里鼓起来。反倒是凤清浅扑哧笑出声来，这是在嘲笑自己，嘲笑自己呢。凤清浅似乎意识到明幽又准备哭了，你敢嚎一声，你屁股就开花了。滚烫的眼泪像是冰冷坚硬的心，被一滴滴热水迅速地灼了一下。凤清浅心肠软了一下。还哭吗？不哭，别打屁股。以后还敢不听话吗？对待奶团子还是得以暴制暴。明幽缩成一小团的睡着，眼里含着泪，背对着凤清浅。哼，他明儿告诉爹爹，他也要做皇帝，比他还大的，好打他屁股。乱了一整夜，凤清浅几乎是没怎么睡着的。到了早晨上朝堂的时辰，便先起了身。小顺子在外殿还思虑要不要叫醒陛下，凤清浅便吩咐送水进来。明幽对床有依赖，这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床榻，也没人哄他睡觉，他根本没睡好，起床气越发大了。自己一小只的默默从床榻上爬起来。如意看着他不开心，殿下怎么了？我想回家。这儿以后啊，就是殿下的家了，这满宫院的奴才都是殿下的，都可以陪殿下玩。可我今天就想回家。家里不会有人打他屁股，更不会被凶。最重要的是，他是去告状去的。明将军今儿应该去早朝了，若殿下实在想，等会儿让小顺子带你过去，远远的看看。去了可就不是随便看看了。好，
小顺子都忍不住想摸摸她可爱软糯的小脸蛋儿。亵渎皇后，那可是灭九族的大罪，车裂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等会儿找到了爹爹，还听你话干什么？清华说了，遇到大坏蛋要先哄着，不能硬来。大坏蛋的跟班也是坏蛋。其实清华教授他的是不能以卵击石，可他年纪小不识字，在他理解下就成这样了。明优乖乖地坐在石凳子上，看着小顺子反复地交代2个宫女跟好他，走出去时还1步3回头地看明优。明优嘟嘟的小脸上挂着无害似的小白兔的笑容，朝着他挥挥手，拜拜了您嘞。2个宫女原本是看着他的，可看他老半天也不动一动，就开始随意地聊起天来。明优看着他们松了神儿，默默地从石凳子上下来，猫着腰一步一步地悄悄溜出去了。我是老六。我才不会傻傻听你们的话呢，我马上就可以找爹爹去了。明优想，如果去了，他是不是可以正大光明地举报那个打他的大坏蛋了呢？他机灵的小脑袋瓜忽略了一件事，这不公平的事儿是向谁举报的。好不容易溜到长安宫正殿门附近，可却看到一队侍卫分成2拨，远远地守在外面。明优伸着脑袋瓜子看了一眼，这离着里面10万8千里呢。明优咬唇看着侍卫，如果他说有坏人，他们会去抓坏人吗？最前面的侍卫看见他的个头和衣着，懂了他的身份。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这算允许他们免礼了？娘娘是在此等陛下的吗？对呀，刚才小顺子带我过来的，可我玩了一会儿，他就没了。属下刚才看见顺公公了，早已经去了长安殿。那等我去里面等他吧。明优一溜烟小跑的便要进去，王王不敢阻拦，反而是看着他小跑进去的侍卫甲说了一声：队长，不拦住吗？殿下既然是时顺公公带来的，说明就是陛下的旨意。再说她是皇后，整个皇宫里还有哪个地方不得去啊？你敢拦？属下不敢，队长英明。凤清浅听着下面的臣子洋洋洒洒地说着话，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有心事。陛下是罚了吗？这诸事都还等着陛下决断呢。皇叔说笑了，这朝中大事有诸位肱骨大臣，有皇叔能有什么大事？这个皇叔，无时无刻不想着找他的麻烦。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爹爹！明丽听到熟悉的声音，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了。她闺女怎么会出现在大殿里呢？只看见大殿门口伸着一颗毛茸茸的小脑袋，明优哒哒哒地冲了进来。明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的小闺女冲到自己面前。哎呦，你怎么来这儿了？我来找爹爹回家的。凤清浅眼里只是初见明优时有一刻的惊讶，内心里却恨不得将这奶团子抓上来揍一顿。揍奶团子实在是不方便的很，重点是这奶团子的爹在。爹爹，凤七七揍我，他故意打我屁股，他还说要打死阿优。明优不太知道凤清浅的名字，对于他来说有些复杂，所以继承了凤七七。众大臣的眼神突然多了一丝亮，八卦的气息蔓延着整个朝堂。陛下打小皇后，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哼，好好说，不许假哭掉眼泪博取同情。哦，爹爹，可是凤七七真是打我了，我没有撒谎。
他们还说以后要把我关在这里，永远见不到爹爹，见不到清华了。这奶团子不就是揍了他2下吗？人小心眼更小，至于左一边右一边的告状吗？而且最不能忍的是谁告诉他我叫凤七七的？他们只是和阿优开玩笑呢，爹爹怎么会舍得不要阿优呢？爹爹只是有事出去，让阿优跟着陛下住一段时间。我是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哎呦我的妈！我不要。哦，看来陛下是不太满意自己的小妻子，瞧瞧咱这小皇后委屈成什么样子了。皇叔说笑了，不习惯新地方，有些怯生，所以朕昨晚才稍微教育了几句。皇叔没见过阿优几次，不了解阿优的性子也不足为奇。阿优要听话，不是昨儿跟清华说好做皇后不哭鼻子的吗？清华骗人，皇后一点也不好，还要读书，还要挨揍。我要做皇帝，做皇帝好，可以欺负凤七七。他也要把凤七七朝死里揍。这奶团子皮得紧，不打不行，都敢蹬鼻子上眼。昨儿打他几下，都要造反做皇帝打他了。陛下，阿优年纪小，不懂是非轻重，请陛下见谅。看来明家确实是英雄辈出啊！明家小姐年纪小，这雄心壮志却不小啊。不过你这得问问我们陛下同意不？哎呦，你想做皇帝？明优咬着粉粉嫩嫩的唇，瞪了他一眼，扭头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哼，他才不要去大坏蛋的地方。阿优，陛下和你说话呢，不许耍小性子。凤清浅勾了勾手指，过来，我给你糖果吃。誓死不低头的小脑袋动了一下，忍不住转回头对上凤清浅。你骗人，你手里没有糖果。凤清浅起身走下殿来，生怕当众凤清浅又狠狠地揍他一顿。凤清浅抱着他一路走上去，将他放在龙椅上站着，嘴角勾起一丝笑。哼哼，这下满足你的愿望啦？就这么大的出息，做皇帝就为了打我板子？明优看呆了一下。要想不被打屁股，最好老实些，不然屁股开花，你爹可救不了你。明优撅嘴，奶凶奶凶地看着他。哼，他就知道凤七七是个大坏蛋。明优，你要记着，朕叫凤清浅。糖果呢？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呀？被我藏起来了。你若表现得好，等会儿给你一盒子；表现不好，一颗也没有。那可以让我跟爹爹回家吗？这奶团子不傻呀，还知道趁机提条件。等会儿等着你爹爹一起吃饭。明优也没多想，以为是同意了，欢喜起来。平时与名利有仇的，即刻开始发难了。陛下，皇后娘娘坐在您旁边，实在是与理不合，这是其一。其二，不知道是明大人教管不力，还是故意纵容，导致皇后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请陛下治罪。啊，李爱卿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你倒是给朕说说，这当以什么罪论处？陛下，明家说轻一些，就是对陛下有不臣之心；说重了，就是叛国。不错，只是叛国罪行该如何处？当然是诛九族。哦，只是李爱卿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儿，这明优是何身份，明丽又是何身份？李爱卿，这九族恐怕要诛在朕身上了。
求陛下饶恕，求陛下饶恕，臣绝不该有此意，臣有误，求陛下饶恕。知错就好，只是有功必赏，有错必罚。贾谊思考了一下，转头去问明幽：阿优说说，如果有人要打阿优怎么办？这坏蛋不是想变着法儿的打他屁股吧？于是肉嘟嘟的小手悄悄地捂着屁股，要不就算了吧。这万一是他出的主意，却打到他身上，这可怎么办呢？这娶了个奶团子，有时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听到皇后娘娘的话了没？谢娘娘仁慈，谢陛下大恩。你们都要记着，明幽是皇后，一国之母，也要时刻敬着。若有人敢随意动什么歪心思、坏念头，别怪天下容不得他。臣等遵旨。刚才说了，有错皆要罚。皇后年纪小，所以童言无忌，可明家也得有教育的责任。明丽身为父亲，教导不正，当罚早朝结束后去长乐宫跪一日。谢陛下，臣领旨。早朝散了，凤清浅带着明幽先走。明幽一路眼巴巴地看着他，委屈的不行，想张口，可却又不敢。等会儿就给你糖果。我不要糖果了。怎么了？你打我屁股吧，以后我不故意踹你了，不要罚我爹爹。我骗他们的，刚才不是你吵着要见你爹的吗？等会儿我带着你，和你爹爹一起用膳。用膳是干什么？好玩吗？凤清浅眼皮子抽了抽，就是吃饭的意思。吃饭就吃饭，为什么要说那么复杂呀？凤清浅看了他一眼，未动言语，只是向前走着。他不想和一个小文盲解释这么多，别人家的小孩3岁至少会背几句诗了，可他连用膳是什么都不知道。令明幽欢喜的是，明丽还真的出现了。爹爹，这个小白眼狼刚才还在他旁边缠着吃糖果呢，这救人来了，马上就忘记他这个新人了。跑慢些，要是跌倒了，有你哭鼻子的时候。见过陛下。免礼了，怎么算你也是朕的国丈，一家人不用如此客气。虚话还是要说一说的，毕竟昨晚他是真的揍了人家的闺女的。爹爹，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回去呀？等阿优学会规矩，听话的时候就可以回去了。那什么时候才算规矩学好了呢？这就要看阿优努力不努力了。若是像在家里一样偷懒耍性子的话，估计好几年都回不了家。若是听话规矩些，说不定过几个月就可以回家。哦，哇，好多好吃的，好香！我开始有点喜欢这里了。想吃吗？过来。明幽立刻很没骨气的将尊严丢在一边，立刻哒哒的过去了。凤清浅将他抱在自己旁边的椅子上，明幽拿着筷子扒拉了好几下，也没塞进嘴里。陛下，皇后还小，未曾学过用筷子，在家里都是臣或者清华给她喂饭的，可以跟她更换一把调羹。勺子，我自己拿。这香喷喷的食物在他面前，嗷嗷待哺的肚子可着急了呢。凤清浅无奈地抽了抽嘴角，夹起一筷子水晶扣肉放在他的嘴里。去给他换一把小的调羹过来。调羹是拿过来了，可明幽手里的调羹似乎长了脑子一般，非跟他唱反调。他鼓捣好久也吃不了一口。明丽是出了名的疼女儿，
若不是现在有规矩顾着，他怕是早已经冲过去自己喂了。凤清浅没办法，总不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饿着人家闺女吧，只好自己吃2口，喂她1口。宫里的膳食虽然豪奢精致，但是份额也很小。明优觉着自己没吃几口就没了，眼巴巴地望着，我还没吃够呢。殿下，没有了，赶明儿才有呢。宫里的规矩不许添菜的，要不奴才给您加一些肉酿团子尝尝。明优不说话，只是仰着头，死死地盯着凤清浅。凤清浅的心竟然生出一丝不忍来。去给朕重新再做一盘，皇后是吃过了，可朕还未尝过呢。还有，顺公公说刚才看到玉心湖里有一只白色的锦鲤，长着红色的尾巴，好看得很，你要去瞧瞧吗？要。哎，明将军真是坑人不带眨眼，这待会小祖宗没见到这鱼。看着明优跟着小顺子走远了，凤清浅开口：明将军是有话要与朕交托。陛下，明优年纪小，还不懂事，若是有得罪陛下，得罪这宫里的事，还请陛下海涵。臣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一个指望，本不想送进宫来，希望在阿优及前，陛下过些年肃清了这些残余孽事，请恩准阿优出宫。殿下，这不是朝臣的请求，而是一个父亲的请求。明将军是有些健忘了，她是皇后，一国之母，不是那些宫女奴才，怎么可轻易出宫？陛下也应该明白，阿优不适合宫里，她从来不是凤凰，而是一只翱翔天际的鹰。这宫里的人要消失是有办法，陛下应该比臣清楚。明将军放心便是，朕会照顾好她，无论何时何地。明优回来的时候满头的大汗。殿下是去哪里玩了？满头的大汗。本来是去看鱼的，可是小顺子说今天大白鱼出去玩了，没在家，便带我去抓了一只小兔子回来。那殿下的小兔子呢？小顺子去给它做窝了，说一会儿送来给我。我爹爹呢？殿下还想得起明将军呢？明将军在宫里左等右等都不见殿下回来，有事先回去了。那凤七七呢？谁？朕可不叫什么七七。殿下不能直呼陛下的名字，您得叫陛下。名字不就是让人叫的吗？随他吧，叫什么都行，别捣乱就行。这奶团子年纪小，道理听不进去，打不得骂不得，只好哄着些。我有一只小兔子作伴了，它还有一对黑耳朵呢。小顺子说一会儿就可以拿来给我。不许养在长乐宫里。可是我的小兔子要和我在一起。小兔子那么可爱，他怎么舍得让它独自待着呢？它一个待着多可怜呢，黑漆漆的，它会害怕的。他可不会像你这么胆小。那我自己去别的地方住。如意说我有很大的一座房子。明优说的是封赐时修给皇后住的未央殿，这奶团子竟然为了一只兔子抛弃他，他堂堂帝王比不过一只牲畜。那你就带着你的兔子去未央殿吧，不过可不许闹，要听如意的话。好。转身就催促着如意去接他的兔子回来，连脑袋都没往回拧一下。凤清浅莫名生出不高兴来，哼，小白眼狼。月色朦胧，凤清浅在软榻上侧身躺着，不经意嗅到奶团子身上淡淡的甜香，脑子里想起那个小奶团子来。也不知道睡得如何。这个丫头肯定有无数的主意闹着呢，像是昨晚一样，不折腾半宿根本不能安静。
这万一哭狠了，他要不要去看看呢？闭眼却又想起了明幽奶声奶气的哭声，低皱了一声，爬了起来。凤清浅是悄然进去的，他进去时，守在宫门口的小宫女还在打瞌睡呢。内殿也很静，难道这小奶团子躲在被窝里偷偷哭？借着月色走过去，瞧见明幽缩在小被子里呼呼大睡呢。奶团子的行为无一不告诉他一个现实，是他自作多情，啪啪打脸了。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明幽自己睡是很乖的，而跟着自己却哭闹，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根本不想和他在一起。凤清浅是忍着想将他恶意摇醒的冲动回去的，一路上脸都是丧着的。刚好听到小顺子换班时洋洋得意地说着话。哼，笑话，还有我搞不定的事情吗？殿下不是认床吗？我今儿下午特意派人跑了一趟冥府，这吃穿睡的都是按照冥府准备的，殿下当然能早早的睡觉了。很好。第二天一早，小顺子来到门口伺候的时候，发现凤清浅看他的脸色不太好，心里想到，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惹到了陛下了？朕怎么以前没发现你有这么贴心的时候？小顺子愣了一下，要赏他了，嘿嘿，想不到他也有转好运的时候。为殿下操心是奴才的本分。很好，朕想想该好好奖励你些什么。小顺子的心都开始飞扬起来了，白珍珠、金元宝、青玉、翡翠，哇，那么多好东西，发财了发财了！小顺子觉得自己即将在15岁的时候走上人生巅峰了。就奖励你将御花园的杂草除了吧。啥？这就是他的奖励？有问题？没有，奴才谢陛下赏。到底是哪里得罪了陛下，才惹得陛下这般收拾他呢？明幽一直在长乐宫附近眼巴巴地等着，凤清浅远远的便瞧见了他那身水青色的荷花绣衣裙。喂，你在东张西望干什么呢？我来找你呀，我一个人好无聊啊。哼，你小小年纪还知道无聊是什么？忽然他怀里的小兔子伸出脑袋来，那模样还真有几分像它的主人。凤清浅本来不许他带兔子来的，可瞧见兔子这神情便忍了。算了，也没什么影响。明幽手被他牵着，一步一步地走着，随意地问：你说我的小兔子该叫什么名字呢？就叫明幽吧。明幽撅嘴，不如叫它凤七七吧。这奶团子看着蠢萌蠢萌的，还知道怼人呢。朕觉得你这细皮嫩肉的小脖子倒是很适合砍头。我觉得凤七七不适合他。看吧，还是当皇帝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也想做霸王，这是明幽的愿望。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它能实现小。明幽很多时候都是在未央殿住着了，宫里派来了人教他学习后宫的礼仪。殿下，奴婢们是奉命来教导殿下学习宫中规矩的。我不想学这些奇怪的规矩，我过段时间就回家了。明幽总觉得很快父亲便会来接他回家的。殿下，您贵为皇后，这中宫礼仪岂有不会之理？明幽低着头不说话。殿下不是答应过明将军吗？说学好了礼仪，明将军才能早日来接你的。明幽动了动嘴，却不知道要说什么，听着是这么一个理儿。好吧。明幽顶着银碗，在悱恻的注视下一步一步地缓慢走着。双肩平齐，腰板直起来，眼睛不要朝下看。明幽被他左一句右一句的弄懵了，然后一慌，碗就掉了下来。悱恻姑姑，我不是故意的。殿下是皇后，就是故意的，奴婢也不敢怎么着，只是这规矩学不好，丢的是陛下，是整个南幽的脸。明幽低着头，捏着手指不说话。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也想快点学好，可以回家的。哼，陛下说了，要是学不好，殿下就在这儿跪着。哼，我就不学了，有本事你把我赶出宫去。明幽的倔脾气也来了，像一头发怒的小牛，哒哒哒的转身就跑了。淝玉，殿下年纪小，性子贪玩是正常的，也不必过于严苛。他始终觉得淝玉有时候是故意针对皇后的，可却想不出他故意针对一个小孩子干什么。皇后年幼先不说，你即便不看她的身份，也该看看明家的面子。若明家知道这个情况，明将军恐怕也不会饶过你。明幽回到未央殿，如意还未来得及行礼，他便气冲冲地进去了。殿下怎么了？奴婢也不知道，刚才在那边跟着姑姑们学礼仪，突然殿下就走了。明幽将自己的玩具一股脑地搬到地上，还特意将小兔子的笼子也提了过来。如意一看大事不妙，殿下这是要干什么？如意，你帮我把黑儿找回来。殿下，现在黑儿去玩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要不等一会儿？你要干什么？奴婢帮着您。我要收拾东西回去了，我要回家。嫩嘟嘟的小脸上十分纠结，他的玩具好多呀，他好像一个人搬不动。殿下，这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回去呢？昨儿不是还说好了晚上让小顺子带着您去捉蛐蛐的吗？哼，冯七七这个大坏蛋还想罚我跪着。陛下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旨意了？莫不是有人传错了？立即吩咐了宫女去请陛下。好，殿下说什么就是什么，东西又多又杂的，奴婢帮您收拾可好？想到这1个月以来，如意对自己也挺好的。虽然他是大坏蛋的人，姚晨妥协了。眼看就要用午膳了，您看着厨房都准备好您爱吃的菜了，我们吃了午膳，免得等会儿收拾的时候肚子饿。那你先帮我收拾东西。好，奴婢给您收拾好。凤清浅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软糯的小身影坐在地上，阳光照耀进店里，更加显得她侧颜清透白皙，似一块来自仙山的美玉。陛下，明幽耳朵动了一下，索性再扭了一下身子的方向。哼，他才不要理这个大坏蛋。最近新来个厨子，做的那道红烧鱼倒是绝了，红润明艳的汤汁，那鱼处理的恰到好处，嫩而不腥。哎，可惜了，看来有些人走了，朕只能独自吃了。某人的耳朵不争气地动了一下，却没有转过来。气氛沉默了一刻，凤清浅不动。我可以吃了再回去吗？期待的眼神闪闪发亮。凤清浅没有直接回答他，转身去叫御膳房备鱼吧。凤清浅将他提起来。淝玉欺负你了吗？朕这就叫人把他拖下去，砍了他的脑袋。明幽眼巴巴地盯着他，眼神里都是哀怨。是不是欺负我的都要砍头？当然。那先把你的头砍了吧。那淝玉说了是他下的旨，小顺子刚迈步进来，吓得一跌。哎呀，我的个乖乖，皇后娘娘可真敢说，还敢企图砍陛下的脑袋呢。朕脑袋没了，谁给你好吃好喝的？凤清浅有些恼，却没有怒。欺负你的人是淝玉，你倒是算计到我身上来了。可是你说让我罚跪的，让我滚回去的，我可滚不回去。路那么长，怎么能滚回去呢？我可没说，是你记错了吧？怎么会？我记得清清楚楚，淝玉还说我丢脸，就是昨儿说的。凤清浅看了一眼小顺子，小顺子立刻明白了，躬身便出去了。膳食刚好到，凤清浅便哄着他去吃饭了。今天天气真好，我的意思是，你是人间的4月天。
抱他坐下去的时候，却瞧见他手臂上一层浅红浅红的印子。这是怎么弄的？看着这印子，该是那种烫水，却不滚烫。奴婢有错，娘娘有伤，奴婢们都没有发现。是昨天水洒到身上了，我没站稳。如意即刻拿了药膏过来，凤清浅又小心翼翼地给他擦了药。去告诉斐玉，殿下累了，这几天就不用学了。他有些怀疑是有人刻意而为。长乐宫里，凤清浅站在院里的树下。怎么样了？只是有些眉目。殿下2次受委屈，都正好是斐玉姑姑在，其他宫女只是说隔着远，看不到什么。不过那日，斐玉姑姑确实是让娘娘顶着碗学礼仪。按理来说，一般姑姑们都是用空的银碗的，可那日不知道是奴才粗笨，还是有人刻意换了水。可斐玉姑姑是老人了，按理来说，查查斐玉最近和哪些人接触，家里可有什么异常？斐玉和明幽没仇没怨的，怎么想着不动声色地为难他呢？明幽跟着小顺子拿着蛐蛐笼，蛐蛐没抓到，倒是弄得一身脏兮兮的。小顺子，你可快点哦，要是抓不到，等你回去就打你板子。小祖宗，您才入宫这么些时候，都学会打人板子了。明幽手都有些提酸了，于是想把竹篾编的蛐蛐笼找个地方放着。哪里来的小乞丐，敢把这脏东西放在我凳子上？你再乱说，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哟。仿佛一只年幼的大猫。小顺子听到动静，一看是醉心。奴才见过公主。醉心走过去踢了小顺子一脚，故意将明幽装蛐蛐的小笼子扔在地上。这是本宫的地盘，敢闯本宫的地盘，你找死啊！醉心只有7岁，可却十足十的公主做派。哎呀，使不得呀！公主，殿下是皇后娘娘。哼，本宫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宫里有了皇后，还是个奶娃娃。哼！话音刚落，脸上就被东西砸了一下。哎呦！是明幽扔来的蛐蛐笼。小顺子也没想到明幽年纪小，胆子可不小。我要叫父王来割了你的脑袋！这是闹什么？今儿出门不利啊，都是遇上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主。见过王爷。父王，他都害得女儿的脸毁容了。这不是那小子养的奶娃娃吗？明幽倒是不惧怕他，对上他的目光直勾勾的。倒是个不错的，模样清秀，眉眼伶俐，看着是有几分像他娘的样子。哼，敢和我对视，脾气估摸着也像他爹。你脸这不是好好的吗？再说了，谁说是我打的你了？明明是风吹过去的。你胡说，小顺子还在着呢。王爷，当时奴才在劝着公主呢，确实没看见这东西是怎么过来的。我是皇后，年纪又小，怎么能欺负得了姐姐呢？刚才姐姐说我是小乞丐，我都没生气，怎么会想着打姐姐呢？对吧，皇叔？哼，是个狡猾的小狐狸，遇见还知道自己想法子。最新，这是皇后娘娘，辱骂娘娘可是大罪，还不道歉？父王，没事，姐姐不想道歉就算了，我可不会去告状的。明家的闺女果真是古灵精怪，讨喜得很，皇叔也是这么觉得。皇叔，快把我撵扯。其实他本来的话是，皇叔，你快把我的脸扯坏了，可脸被掐着，口齿就更加不清楚了。顶撞皇后乃大不敬，殿下不怪罪，但不能不罚，罚你在这站1个时辰。可父王，若不服，
就多加1个时辰。明幽走的时候还特意吩咐小顺子，把我的笼子捡回来吧，一会儿又被风吹走了。殿下，你可真腹黑，明明是你自己扔的，刚才哪里来的风？不过他提着的心可以放下来了，生怕惹怒了南宣王，罚了殿下。南宣王走着，贴身侍卫忍不住道：王爷，您明知道这肯定是皇后砸的公主。南宣王今年30，在南幽这个年纪该是儿女成群了，可偏偏他连个女儿都没有。最新原本是南宣王嫡妻姐姐的女儿，因南宣王妃过世，便接到府里抚养了。一个7岁的丫头被一个3岁多的奶娃娃打了，谁信？传出去也不嫌丢人。再者，你也知道她是皇后。殿下，你胆子可真大，这南宣王还是少得罪。你们不是说我是皇后，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吗？明幽眨眨眼，小顺子愣住了。理儿是这么一个理儿，可南宣王连殿下现在也要忌惮几分的。可南宣王乃是殿下的皇叔，您这样公然得罪他们不好。南宣王是长辈。明幽做了个鬼脸，得意：哼，我才不怕呢！我爹爹说了，谁欺负我，就让我往死里打，打不过他，提着剑来。小顺子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他怎么忘了明大将军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听说之前明幽1岁的时候，某家的小世子将他吓哭了。明幽提着长剑追了2条街。明幽回来的时候，凤清浅正在和长风说着话，低眸瞧见明幽脸上脏兮兮的，皱了一下眉。如意立刻差人去准备水了。古树下，一身薄纱锦衣的少年郎，时不时低头用帕子沾水，闭着眼睛擦脸。洗得差不多了，凤清浅提着他腰间的腰带，一股脑的进去放在软榻上。明幽爬起来，严重抗议：你能不能不要像提小猫小狗的一样提着我啊？谁叫你和小猫没什么差别，个子像也就罢了，性子更像。明幽白了他一眼，卷着自己的被子缩在窝里。凤七七，你福气真好，我刚出生就被你捡了这么大的便宜。凤清浅在看着书，明幽则是在案桌上抚着。长风进来的时候，明幽正在举着双手受罚晒乌龟，趴在正中央，连乌龟背的轮廓都是扭来扭去的。虽然说画得很丑，可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是乌龟来，毕竟明幽还是很准确地抓住了细节部分。何事？长风忍不住盯着这只有魔性的乌龟看了许久，看着明幽刚才还举得高高的手，正在偷偷摸摸地往下挪。凤清浅只是目光略微扫了一眼：举好了，不然你今晚晚上就可没着落了。明幽气得不行，皱着小脸，心里画了无数的圈圈，诅咒凤七七。哼，明幽年纪小，心思可不小，这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后宫一霸了。今日难得见这混世小魔头被收拾。凤清浅打量了他一眼：怎么，你也想试试？属下不敢，只是脸有些抽抽了。长风，你得羊癫疯了吗？瞧见凤清浅的眼神杀过来，明幽猛地将嘴巴一闭，老老实实的举着纸罚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若不是陛下在，他定得想法子好好收拾收拾这个小魔王不可。明幽不怕，反倒是大大的回了他一个白眼儿。长风气却无可奈何，这两人的争斗被凤清浅看在眼里。哼，都敢当着他和别人眉来眼去，火花四射了。狠不下心来收拾这个丫头，还狠不下心来收拾皮厚的长风吗？殿下，陛下体恤您天热，怕晒得您中暑，所以您到树下举着吧。明幽欢快不过1分钟，4双打的茄子蔫了吧唧了。
乌龟才举起没2分钟，明幽就直呼手酸，举不动了。许是乌龟觉得被晃动的晕头转向的，一直伸头出来抗议。哎呦呦呦，我的小祖宗啊，照着您这法子，乌龟呀都得被您给折腾死了。要不您还是别举了，歇着吧。明幽一听，嗖嗖的立刻放了下来。那你不许告状，就说本宫一直乖乖的举着呢。小顺子哭笑不得。若不是那位正主吩咐的，我这一小太监哪儿还有这大胆子敢自作主张啊？撤销了惩罚，明幽的精神头立马就足了，让小顺子打了井水过来，细心地洒了些水在乌龟的壳上，给你降降温。咱们也算是一起同甘共苦过了，以后就是朋友了。既然是朋友，那就该有个名字的，不如就叫七七还没说完，明幽顿时住了嘴。想到凤清浅黑着脸的样子，他决定还是怂一点比较好。要是真叫七了，估计明早他屁股得开花。有了，都说乌龟可以活1000年，那就叫长寿好了。小顺子一个头2个大，往前推3000年，他也未曾听说过这哪任皇后和一只乌龟做朋友的呀。小顺子将太湖里的乌龟引出来，可却没有这么好送回去，因为明幽趁着他不注意，悄悄地把乌龟搬回去了。凤清浅进来的时候，便瞧见一身乳白色锦衣，青丝用黑色的丝带束着，丹凤眼里带着隐隐的期待。怎么不见我泱泱大国最贵的皇后娘娘？凤清浅坐下来，眼皮轻抬。怎么，现在没人束着你，你倒是更加肆无忌惮了？哎呦，好不容易出趟远门，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别指望拿我师傅来压我。陛下，南风这声陛下叫得格外重，只要稍微一想起凤清浅娶了个童养媳不说，还是比自己小7、8岁的奶娃娃，他就觉得有趣。凤清浅以前是不是还得给他喂奶换尿布啊？你干脆给这小丫头做奶娘得了。在笑出声的时候，凤清浅手一扬，小小的饮酒杯就塞进了南风的嘴。朕看你这嘴长得也没什么用了。南风伸手将酒杯拿出来，一脸的淡定，还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2句玩笑话而已，怎么就恼上了？听说你的童养媳虽然年纪小，可模样倒是出落得十足漂亮。谁跟你说的？满大街都这么说。将酒水饮尽，凤清浅没回答他。这毒你可知是什么？南风说起毒来，立刻眉飞色舞起来。这天下还有我查不出的毒来吗？哎呦，我这早上啊，早早的就翻了医术要点，耽误了我2、3个时辰呢。说重点，这毒就是由白染花、金丹草2种剧毒互相压制，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随后再加一些普通的草药进去，使其变得无色无味，看似无毒而已。凤清浅蹙眉，却有些疑惑。可太医署查了3、4次也没有检验出什么来，这便是他们的高明之处了。2者毒药压抑时自然验不出来呀，可一旦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平衡将会打破。不管是白染花还是丹金草，这谁先毒性出来，渗透到5脏6腑，都是药石无医呀。南风表情很轻松。这倒是像他的心思。你知道是哪个龟孙子？除了凤九心还会有谁？想起了前段时间史晨宴的时候，明幽说他听到凤九心在和一个女人说在史晨酒中下毒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神秘的女人是谁呢？凤清浅越不让南天看明幽，南天越发好奇。哎呦，这家伙臭脾气，得养出一个什么童养媳来。胆子小的吧不禁下，
胆子大的吧，无法无天太皮。依着凤清浅的性子的话，估计活不过2天。凤清浅不让他看，他还不会偷摸着去吗？等我回去了，找到这小东西，一定要用最毒最烈的毒药，让这小东西求死不能，求生不得。平生17年，头一次这么被耍。南天怒吼：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明幽躲在被窝里吃着冰葡萄，听着如意给他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好不惬意。只是一个冰冷的声音吓得他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声音就是化成灰，他也认识。眼看着人就要进来了，明幽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将被子一蹬，整个人坐在被子里装睡，只留下一个背影给凤清浅。纵然如意跟着他的时间也不短了，可还是大吃一惊。凤清浅进来，看到软榻上那瘦弱的小背影，见过陛下，殿下他早睡了。凤清浅也不戳破他，于是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句，盯着他的背影看了许久。躲在被子下装睡的小人只听得见自己砰砰的心跳声，反而是让自己睡如针毡，心底越发的虚了起来。紧接着打了个冷嗝，明幽催眠自己，没听到，道字没默念出来，反倒是又打了一个冷嗝。明幽气得想捶床，他怎么这么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装不下去了，弱弱的爬起来，嘿嘿的傻笑了2声。凤七七，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凤清浅未言语，只是上前到软榻边，一把将被子掀开。如果说这是我特意给你捂热的，你感动吗？如意忍不住想扶墙的冲动。殿下，墙都不敢扶，就扶您呢，这瞎话您也能说得出口？凤清浅将葡萄端起来，明幽爬过来，立刻塞了2个在嘴里，飞快地嚼吧嚼吧就给咽下去了。拿走就是，反正本宫吃够了，不稀罕。扭头在一旁做事生气，可眼神却忍不住偷偷地瞟葡萄，看着明幽馋巴巴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葡萄。不喜欢吃，不好吃。不喜欢吃还像馋猫一样的盯着看，说话也不先打脸。我就随便看看，哼。那地上的葡萄皮是谁吃的？看着地上盘子里大半盘的葡萄皮儿，就知道明幽对于吃战斗力不可小觑了，估计得一人吃饱，祖宗18代挨饿的。难怪说他是天生的富贵命，这吃量，不富贵还能活？长寿，黑儿，反正不是我。说着眼睛不经意地看向如意去，这可是上等御贡，奴婢可没胆吃的。凤清浅捏了他的脸一下，朕还有事问你，南天是你将他引诱挂在树上的？明幽摇头，真不是我啊，你看我个子这么点儿，树干都够不到，这一看便是长风做的，要么就是长生。长风说了，绳子是他做的不假，可是好几天前的事了。绳子是长风做的没错呀，可圈套是那人自己钻进去的呀，那么多路他偏巧走那条小路，走小路吧偏巧踩到绳子，只能怪他自己蠢。若不是天色前晚，伺候他的奴才没见着人影，来找朕岂不是要挂一夜？不会，晚上有侍卫会过来巡夜，你忘记了吗？上次我们还碰见来着呀，还是你告诉我的。这话说的倒是让凤清浅不好训他了。谁让他说我丑来着？要不是我打不过他，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说着很愤愤地挥着小拳头。这小丫头，人小心眼更小，从出生还未懵懂无知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是听不得别人说她丑是丑八怪，还在襁褓时
只要拍着他说丑八怪，一定嚎啕大哭不止，怎么都哄不乖。说话时，爹娘没学会，先学会了美。南天一边恨得磨牙，一边让漂亮的小宫女给自己擦药。这缺德小丫头，果真应了那一句最毒妇人心呐，越小年纪的女人越毒啊！故意给自己指错路不说，还特意给自己下了西洋粉，又让自己进了圈套。这凤清浅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药，这年纪的小宫女儿在宫里恐怕挑不出几个，她一个用毒高手，却吃了一个小小的西洋粉的亏，哼，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南天在皇宫里转了2圈，愣是没找到什么条件相符的小丫头，直到问到修剪花草的宫女。贵人怕是误会了，这6、7岁的孩子呀，咱们满宫上下就皇后一个小孩子呀。南天总算是知道自己被这夫妻俩耍了。你还能再怂一点吗？快去找凤七七呀！然后小宫女们一拥而出，就是找他祖宗都没用了。说着就往明幽嘴巴里塞药丸。明幽满脸拒绝，可嘴巴碰到药丸的时候，率先尝出了甜味儿，甜甜的。随后反应过来自己吃的是什么，脸白如青霜。他真的把毒药吞下去了？南天也懵了，他只是想吓唬吓唬这个小丫头，没想到阴差阳错给吞下去了。这要是凤清浅知道了还了得呀！南天手一松，立刻没出息的逃跑了。凤清浅去未央殿的时候，明幽坐在树上哭得绝望。大坏蛋，给我吃了毒药，我要变丑了。看你以后还敢皮。凤清浅又心疼了。不是，他给你吃的是糖果，没毒。明幽的哭声戛然而止。那糖果你吃的时候不是甜的吗？凤清浅伸手将他的泪珠给擦了。那我不是白哭了吗？明幽脑回路之大，在宫里是无人能及的。早知道那就多吃2颗好了，还不枉费我哭这么久。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未央殿里传出一声惊叫，紧接着是嚎啕大哭。内殿里粉色衣裳的小宫女们端着水，惶恐地站在一旁。南风这个王八蛋，这根本不是糖果。白嫩的脚丫子此时与脸上的大片青红斑交错对比。怎么回事？一个两个的不服殿下，站着看热闹啊！如意去扶的时候，只瞧见一只没獠牙的青面妖怪。殿下，如意，我的脸这么吓人吗？如意咬牙艰难地适应了一下，没有，依稀中还是能辨别出您可爱的容貌的。你这笑比哭还难看，还愣着干什么？该请太医的请太医，该找陛下的请陛下。宫女们这才慌乱地退出去。如意用热水拧了帕子给明幽擦脸。你还是不要碰我了，我脸上有毒，他们说会传染。殿下没事的啊，奴婢不怕。明幽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如意，还是你对我最好。凤清浅进来就听到明幽的话，这个小白眼狼，前不久刚说他是天下最好的人，这没2天就转了风向了。抬脚迈过去的时候，正好瞧见明幽转过来的小脸。凤七七，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现在丑得像妖怪？明幽不想活的心都有了。谁说像了？妖怪可不一定有这么丑的。明幽觉得万箭穿心，心顿时被捅成了大型马蜂窝，将自己的小枕头扔向了凤清浅。
色盲目，一声凄烈的嚎叫响起，惊得外面休憩的鸟群四处乱窜。长风身体比脑子还快了一步，冲了进来。殿下，是有刺客吗？回来。长风顿住脚步，难道不是刺杀？那是什么？中毒吗？能让陛下疼成这样？明幽，我不知道，我就做梦见烤鸡咬了一口。凤清浅要不是清楚他的身份，简直怀疑是有人派他来搞死他的。这奶团子一口好巧不巧地咬在他胸口的红果果上。好吧，就一大口。长风右手握着药，脸色绷得老红了，像是生猪肝一般。殿下这牙长得还挺齐的。滚！长风溜得比兔子还快，外院里爆发出一阵长短不一的爆笑声，抑扬顿挫，有节奏的很。明幽心虚，知道自己错了，缩在墙角。好可怕！明幽牙齿虽然利了一些，可年纪小，只是有一条很深的牙印儿。你不会揍我的屁股吧？看你表现，如果你好好的给我包扎好，我就饶了你这次。粉嫩的小脸离着他很近，谨慎地将药一点点地抹在他的胸口处，还十分讨好地吹了吹。我给你呼呼就不疼了，心里竟然还生出了一丝丝的暖意。哼，朕又不是奶娃娃，还拿这个来哄朕。我爹说你也才不过10岁。明幽盯着他看，突然沉默了。凤清浅伸出一丝凉凉的感觉来。哇，我们差好多岁呀！等我长大了，你都老了。凤清浅内心喷出一股老血来，瞪了明幽一眼。凤清浅扯过被子就睡觉。明幽怕一不小心又惹怒他，所以也不敢吱声，默默地睡了。绯玉的事情提醒了他一件事儿，现在有人会利用明幽挑拨他和明家的关系，来达到毁坏明家和他的目的。他答应过明丽，护明幽一生周全，一生安乐的。终于有勇气和你的情明丞相府里，客房也是按照人数早早的备下来了，一府上下都高兴得很，不是因为陛下的到来，而是他们家小主子今儿回来了。清华更是，天未亮便催促着厨房炖着乌鸡汤了，估计眼一睁开，迫不及待的便会先回来，哪里会顾忌等陛下呢？清华听到婢女们的动静，也着急忙慌地出去了。请小姐安。清华呢？奴婢在后面呢。这府里的丫头们太闹腾了，连奴婢的位置都挤不下了。清华笑着走过来。清华。清华未像往常一样去抱她，越发没规矩了。现在小主子是皇后，该换殿下才是。奴婢清华叩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后面的小厮婢女都赶紧跟着清华行了大礼。起身吧。谢殿下。明幽闻到熟悉的气息，瞧见府里一切熟悉的摆设，心思马上就活了起来，小跑着去了，交代如意。看好我的小兔鸡。是。今儿我再说一遍，我们都是明府的人，就该遵着府里的规矩。现在殿下是皇后，礼仪用度都须得跟着规矩来，不然咱们都不当一回事儿，外面的人该如何戳殿下的脊梁骨呢？是。以后谁敢叫错了，行错了礼，罚半个月的利银。狠就得狠在刀刃上。在清华看来，自己都不敬主子，别人更是有样学样的，更加不会尊主。我曾在雾中迷路，爱上了凤七七，你太过分了！还迅速地冒了个鼻涕泡。凤清浅清透的笑声
连如意都忍不住破功笑了出来。明优差点没给气晕过去，又气恼又伤心又尴尬的背身过去不理两个人了，太过分了。特别是凤七七居然还嘲笑他。我不会一辈子都这样吧？没事儿，朕觉得看多了也就顺眼了。倒头躺在软榻上，一脸死气沉沉的样子。凤清浅只好拿食物做诱饵。今天早上的御膳房有麻辣肚丝、万福炭烧里脊，还特意给你预着炖来的1夜的酸萝卜老鸭汤。明优摇头，我没胃口，一副心如死灰的样子。命人传膳。我不想吃，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现在丑恶的嘴脸。让朕多瞧几遍，以后治不好也能看习惯了。明优气得抬脚便是踢了他一下。我这拳头都是怪南天，等我抓到他，非得把他脚心用羽毛给挠破不可，然后让长寿把他的肉一口一口咬掉。以往配上他的小脸蛋儿，那就是又凶又萌的，可如今倒是成了丑凶的了。午膳端进来，食物的香气便随着四周蔓延了。明优忍不住动了动鼻子，鸭汤里混着酸萝卜的气息。明优忍不住咕叽咽了下口水，可想到自己脸，顿时又泱泱的了。你快给我瞧瞧长寿。张元接过来，仔细端详了许久。这乌龟……什么？生怕他下一刻说没救了，烤了吃算了。这乌龟呀，这龟龄至少得有100来年了。凤清浅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草民该死！哎呦，这乌龟没死，只是受到了惊吓，这缩在龟壳里。什么惊吓？不，应该是这2日晒不到足够的阳光，有些失落。明优这才信了，将长寿放回池子里。长寿，我会记得给你多晒太阳的啊。凤清浅命人给了赏，让小顺子送人出去了。张大夫，还好你没说漏嘴，不然这个不是给你赏赐，而是人头了。哎呦，多谢公公原先提点，只是偷偷问了句，殿下这是怎么了？脸上中毒了，不该问的不许多问。草民是瞧着殿下这脸上的毒有些眼熟，草民见过一位17、18岁的姑娘，模样也如这般。送了张大夫过去，小顺子还是将张元的话转述给了凤清浅。我要去看凤凰，《山海经》里说了有凤凰，还有长幼。有凤凰的是丹穴山，有长幼的是长幼山。《山海经》里的神话信不得真的。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那都有天鱼山，为什么没有丹穴山、长幼山啊？说不定是你孤陋寡闻呢。凤清浅捏了他惨不忍睹的小脸一下。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4洲4海之土，南有全有，朕自是知道。都这样了，你还下得去手？朕倒是觉得，你这样挺好看的。凤清浅细细看了一眼，毕竟是自己家养的，即使是猪都会觉得比别人家的眉清目秀几分。小顺子觉得辣眼睛的很。陛下呀，您越发口味重了，而且变态。那谁去天鱼山？长生去。那我跟着长生去就行，反正长生武功高，人又靠谱。他武功就不好，人就不靠谱。长生瞧见你这模样，得吓出内伤不可，谈何保护你？你刚才不是还说我这样挺好看的吗？明优撅着嘴争辩道。哦，朕的审美不正常。明优急得直跺脚。凤七七，你太欺负人了。凤清浅单手抵着他的头，明优的手就够不到他了。
瞧你这小短腿短手的。明优差点没给气炸了，有没有除暴安良的收了这个讨厌的凤七七？没有，凤清浅就是王法。小顺子不忍直视两人的幼稚，长生的马儿还未上，明优已经拽着他的衣裳不放手了。我不管，我就要去，不放手。长生并未说话，只是皱着眉与他僵持。小顺子，把殿下抓回去。不走，死也不走。长风无法了，明优感觉自己被提起来，心里多了一丝小忐忑。等他睁开眼睛时，已经被甩上了马背了。走吧，我准备好了。长生轻轻拍了一下马屁股，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开始小步跑起来，长风紧跟其后。明优在他怀里突然皱眉：长生，你身上的味道好奇怪哦，像是凤七七的。一路上都是明优瞎嘀咕，长生却半句也没有。长生，若不是我早上让如意偷偷去看了凤七七还在宫里，我准会以为她此刻就在旁边监视着我。不过他可没有这么好说话，现在知道我偷偷跟着你出来了，还指不定想着法把我的屁股做开花呢。现在寄个信儿回去，服个软，道个歉，撒个娇，不知道凤清浅能不能手下留情一些。明优一路上都在纠结，算了，小命重要，骨气是神马鬼东西啊！我要纸和笔。站在门口招呼的小二瞧见明优的脸，吓崩溃了，张着口不动，片刻后晕倒在地。他在说我吗？没，他是鬼附身了，所以才这样。明优怕吓到其他人，索性将脑袋埋在长生的腿上。没事儿，他许是得了什么羊癫疯，不关你的事儿。2间上好的套房，准备些精致的热菜送上来。明优在屋子里没有陌生人，总是自在多了，还刻意地凑到长生眼前晃了几圈。虽然说明优不太想和他们玩，可清华也不能表现得太过了。听说宫里的2位公主也来了，2位公主的年纪和2位小姐差不多，性子肯定更和一些。既然公主来了，她去多走动走动也是好的。殿下，陛下有事和将军们商量，您是跟这2位小姐去找公主，还是去小憩一会儿？明优咬唇想了想，我要睡觉觉。命人送明月他们过去，自己则是将明优送回原先他在明府待的院子。还好你没有让我去玩，不然我都无聊了。您这性子呀，差点就写在脸上了，奴婢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也不怪我，他们根本不是诚心来找我玩的。以前见到他们，见到我都是不太说话的。是这个脸儿不错，不过您知道就行了，别说出来，这往后多的是这种人。明优闹腾了一会儿就睡着了。凤清浅在明府后厅转悠了很久，长风默默蹲在暗处，但经过他许久的观察，发现凤清浅逛得毫无目的，像一只四处乱窜的苍蝇。看到清华的身影出现后，凤清浅直奔明优的住处。长风总算是明白了，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儿。这陛下年纪不大，性子可是够傲娇的，明明就是想去找小皇后，还不想给人发现。明月，陛下铁定从这2条路其中的一条走的。陛下生性不爱热闹，多半走小路的机会要多一些。你从这边走，我走另一边，咱们姐妹总有一个能遇到。谢谢大姐，那我就学小道吧。谢什么？你是我妹妹，我怎么能不让着你呢？哼，蠢。明月从窗子外看去，果真瞧见一身暗红色云纹的身影。凤清浅的手拍着软榻上流光浮云的蚕丝软被，似清泉涓涓流淌的声音在给明优说着故事，说的还是他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心里越发恨，手不由得紧紧地攥着。
听到附近好像有婢女说话的声音，明月只得先走了。清华跟着明丽站在门口迎接众位贵人的到来。最先来的是凤九心。明将军今天气色格外好。哦，见过大王爷，王爷取笑了，里边请。咱们的殿下可来了。哈哈哈，许是一会儿就到，请大王爷先喝些茶水。凤九心刚准备进去，就听到明鹤的声音：哼，明大将军福气好，女儿才3岁便轻而易举地做了皇后。哈哈哈，谁说不是呢？儿女各有自己的造化，福气好的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挡住的。他知道在帝后大婚前，明鹤暗中想了多少见不得人的法子拆穿这亲事的。明鹤没站得好，也不太好明显的针对他，便转身和凤九心一起进去了。多注意明鹤的一举一动，照顾好阿优。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南宣王过来了。片刻之后，凤清浅也牵着明幽的手出来。今日只是家宴，都是亲近之人，就不用顾忌这些虚礼了。明月跟着明鹤和明理事坐在右席上，看着明幽拿着勺子笨拙地喝着汤，越发有些鄙视了，连汤勺都拿不稳，哪里有一点皇后的样子？大姐你看，这小屁孩果真是没法和你比，不像大姐你诗书礼仪样样都是从小按着皇后的规矩教的。嘿，今日还真巧得很，这明家2姐妹穿的都是正红色，是心生默契，还是明家大小姐觉得自己比皇后尊贵，敢与皇后穿一样的？明鹤脸色有一些不好，这不知死活的，是没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吗？臣女不敢，臣女只是喜欢这热烈活泼的颜色，许是臣女与殿下心有灵犀，才会这般。明月千算万算，算不到会有如此没眼色的敢这般戳破事实。可他想的是，一个是皇后，一个是丞相府的贵女，没人敢自讨无趣。凤清浅当然知道他的用意。既然明家喜欢，那就穿着吧，想必阿优也不会介意的。对吧？明幽似懂非懂，他穿着关我什么事啊？不过皇叔是不是也喜欢红色呀？喜欢皇叔也可以穿的，本宫不介意。呆萌的小脸上硬生生地憋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我是皇后，不会小肚鸡肠的。皇后倒是有长进了，连小肚鸡肠都会用了，只怕有些人喜欢的不只是红色，比如还有别人背后的东西。明明南宣王是没有看向明月的，可明月心却虚得很。既然明家都这样喜欢正红，那朕就许明家以后办白事专红吧。明鹤脸都白了，这不荒唐吗？殿下，这……明鹤有些结巴，想着该怎么分辨。怎么不喜欢殿下的赏赐？臣不敢。明鹤看着凤清浅那张脸，终于是没敢说出半个不字。明明是一张少年郎的脸，可眼中尽数是威严和冷漠。从什么时候起，那个曾经在人后不动声色的少年，已经开始蜕变为一个帝王了？哎呀，凤清浅这小子手段还是挺狠厉的，杀人不见血，诛人先诛心。在座的除了年纪小的没眼色的，怎么会看不出明月的故意？这明月知道消息，可却还故意与皇后穿一样的，唯一区别便是明幽的是皇后装，凤清浅看破却未说破，只是将就着就把罚当做了赏。晚宴还未结束，明幽已经哈欠连天了。凤清浅瞟了一眼，却未多说。看太妃的样子还是有些累，不如就先散了吧。
还以为可以多玩一会儿呢。起身最先跑出去了。明幽出去的时候，凤清浅正在和明丽说话，他觉得无趣，所以先跑出来。反正是自己家，他轻车熟路得很，不用像在皇宫里还担心迷路。小团子，过来。小团子，过来。明幽听到声音，扭头看去，月色下的假山下，有个穿着金色衣裙的女孩子坐在旁边，去逗弄水里的鱼。明幽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自顾自地往前去。哎，你别走啊，过来，我们玩会儿。我可不叫小团子，嘟着脸，一脸认真地说。明皎月快要被他萌死了，冲过来捏了捏他的脸。好好，小皇后，年纪这么小，哼，脾气可不小。明幽脸被扯得有些疼，挣扎着从他的魔掌中出来。哎，我带你偷偷出去玩吧，外面有好吃的糖葫芦。不要。为什么啊？这小屁孩居然不馋东西吃，居然不对外面好奇。糖葫芦我已经吃腻了，你枣糕、炒栗子、山楂水、糖人我都吃了不下800次了。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没出过宫？她堂堂一个12岁的公主，居然被一个3岁的奶娃娃鄙视了。哼，你小孩子家的懂什么？知道什么是世面吗？李太芳。明幽觉着自己口水都被他扯出来了。知道错了吗？快给姐姐道歉。明幽选择宁死不屈，正在挣扎中解救了他。他惊呼：凤七七！怎么看到朕都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凤清浅看着他，意味深长。陛下，你怎么亲自来了？糟了，刚才不应该那么恶意地报复他的小皇后的。这凤清浅从小看着性子冷，可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超级小气记仇，超级护短。不亲自来，怎么知道四皇姐有这娴静雅致，喜欢逗弄朕的妻子呢？妻子2个字咬得格外的重，意在提醒凤皎月，明幽小，可却是皇后。我跟小皇后开个玩笑呢，我可喜欢她了。嫩嘟嘟的小脸儿似乎都掐得出水来。喜欢掐她的脸？凤皎月脸上堆着无辜的笑，这小滑头怎么知道的？陛下怎么会这么想我呢？我可是单纯的很喜欢小皇后呢。哼，这点心思他能看不出来吗？皇姐，天色晚了，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朕派人送你回去吧。小顺子叫了人，就直接将凤皎月送回去了。不是，陛下，你听我说，陛下。明幽直愣愣地看着凤清浅，凤清浅忍不住地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脸。疼吗？明幽摇头，然后下一秒，凤清浅也恶趣味地捏了捏他的脸蛋。确实很好摸。姓凤的都是大变态，喜欢捏小孩子的脸。他还以为凤七七会给他吹吹呢。明幽的小眉头皱的都快要夹死苍蝇了。捏了几下，凤清浅的心情好了很多，看着明幽敢怒不敢言，愤怒委屈的像是只炸毛的小猫咪，娶个奶娃娃作伴儿，没什么不好。走吧。明幽看了他一眼，忽然掉头哒哒哒地跑了。凤清浅有些莫名其妙，真委屈成这样？平日也不这样啊。我什么都没听见。凤清浅一脸黑线。陛下，殿下许是听到您说回宫，所以才跑的。最后明幽还是被凤清浅提回去的。小样，这蠢团子不知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吗？终于有勇气和你比起。我不要回去，我要和爹爹在一起。清华，救命啊！你的小心肝要没了。陛下，你这样和屠夫杀猪的时候猪被宰没什么区别。意思告诉他，
别哭了，这是在假哭，博同情呢。清华，你变了！眨眼，你是说凤七七是屠夫？清华似乎感受到了来自凤清浅的杀气啊，奴婢没有这样的意思，殿下，您可不能平白甩锅给奴婢。爹！明幽挥着小手，你难道不要你的乖宝宝了吗？去吧，去吧，早些回去吧，别折腾老爹的身子骨了。恭送殿下。明幽没得逞，只好抗议。你别提着我，你放我下来。腿短，走得慢。你说谁呢？我是小孩子，矮一点是正常的。凤清浅抬眸，将他放下来。你好像是不太了解3岁孩子的正常高度，而且你马上就快4岁了，赶明儿让朝中家臣的幼子带进宫来给你看看，2岁多的都有你高。明幽握着萌萌的小拳头，捶了一下凤清浅的腿。凤七七，你个大坏蛋！可凤清浅的腿硬邦邦的，在他看来就是简单的挠痒痒。哼，你这是在给朕挠痒痒？明幽立刻像一只被气疯的小白兔。凤清浅不顾3七21，提着他上了马车。你再敢淘气，朕就打你屁股。你刚才说过让我今天乖乖听话，不说你的坏话，以后不再打我屁股啦。哦，有吗？我说的以后是今天的。明幽哇的一声嚎哭出来，嘴里哭诉着凤七七是个大坏蛋、大骗子。他怎么会那么苦？小小年纪就要受大坏蛋的虐待。如意在宫门口接他的时候，他眼泪巴巴的自己爬下车的，挠死也不让人抱他下来。哼，是针对凤清浅的。照顾好殿下。还没等如意点头，明幽忽然擦了一下眼泪，蹭蹭蹭地跑过去凤清浅的身边，糯糯的小手拍了一下凤清浅，然后一股脑儿地朝着自己的宫里跑去了。如意不解，追了上去。明幽个头小，跑得也慢，没一会儿就停下了。殿下，不哭了啊？等等，这哭声里怎么透着幸灾乐祸的兴奋劲儿啊？低头看下去，原来明幽是在忍着笑，可能是兴奋的有些剧烈，连带着小肩膀都抖动着。难道殿下被气懵了，哭笑不分？明幽抬起明亮的双眼，谁说我在哭的？如意不太了解小孩子的心思，更加不了解这位小殿下的心思。刚才还委屈可怜，现在怎么就一片晴朗艳阳天了？明幽拉了拉自己的袖子，我想睡觉了，我们赶紧回去吧。如意摸不着头脑，可也不敢多说什么，立即让其他的宫女先回去准备了。终于有勇气和你比起。明幽在洗澡的时候，嘴角一直在偷偷的笑，眼里怎么也藏不住的得意。如意觉得这笑容怎么像是刚偷鸡回来的小狐狸，可爱，可却觉得藏着狡诈呢。如意只得自我安慰，小殿下就是比寻常小孩子古灵精怪了些。凤清浅睡眠本就浅，能和明幽待在一起时还会莫名好些。睡梦中觉得自己身上有些痒，睁眼瞧去，只见手臂上出现了一些红疹子。坐起来，借着淡淡的月色看了一眼，眸子半眯着，似乎想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起身来到外殿的窗外。长风，传太医。窗外的树影稍微动了一下，便沉寂了下去。约莫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响起来。殿下，臣受诏来给您请脉。进来。听到凤清浅的指示，太医这才跟着长风进来。长风眼尖地瞧见凤清浅手臂上细细小小的红疙瘩，也大概知道了凤清浅是为什么而中了这7羊粉。殿下放心，这红疹子只是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导致的，看着像是过敏，却不是。少废话，
你直接配7阳粉的解药便是。虽然不是什么要紧的，可却让人坐立不安。这心里是一知半解的。这7阳粉虽不是剧毒，可却不是寻常能找到的东西。这殿下是在何处沾染的？又是何人下的手？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捉弄了殿下，还没让殿下震怒的？殿下，是属下给您擦，还是给您找小顺子来？凤清浅盯着白瓷瓶，脸色却极度不好看。许久，去将那奶团子抓过来。殿下。长风有些为难。殿下怕都休息了。哼，他还有脸睡？没醒来给朕拖过来，自己闯的祸自己来收拾。长风躬身便出去了。如意看到长风过来的时候一脸懵。长风侍卫，是有事吗？殿下已经睡了。陛下说睡了也要拖过去的。如意更懵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意隐约感觉这小主子又闯祸了，睫毛动了动，还在梦中，只是觉得冷，四处透着风，忍不住缩了缩脑袋，拉扯了一下被子，继续睡过去。长风如意看着凤清浅坐在软榻上，怒瞪着明幽，明幽依旧酣睡，还不怕死的扯着凤清浅的衣服盖在自己身上。这明幽心可真太大了。长风觉得陛下说明幽是小猪变的，确实十分有道理。这平时能吃能喝也就算了，可途中他抱过来的时候愣是没醒一下，这挪了地方，依旧在睡梦里。凤清浅依旧死死地盯着明幽。下去。等两人退出去后，凤清浅伸脚踢了踢他的小身板，明幽扭身又继续侧睡。凤清浅一脸的黑线，身上痒得难受，这货还睡。于是伸手捏住明幽的鼻子，明幽呼吸受阻，眨眼的功夫就醒了。这老六我真……你别碰我，我要睡觉觉。你心思倒是宽，还敢睡？幽冷的声音传到明幽耳朵里，明幽觉得有些熟悉，还有些可怕，迷迷糊糊的睁眼，瞧见凤清浅那张放大版的帅脸，啊了一声，立马慌张地坐起来，准备跑路。奈何凤清浅手长眼快，将逃跑的明幽提了过来。我一定是梦游了，陛下，我得赶快回去。几个月的相处，凤清浅和明幽都大致明白了双方的一些性子，比如明幽很认真地叫陛下的时候，那么一定是他心虚做错事情的时候，一般他都是直呼凤七七的。你敢挪一下，朕就把你的小狗腿打断。明幽咬着唇，僵硬地看着凤清浅，一副我是乖宝宝，为什么还要欺负我的委屈样。凤清浅指着手上的红疹子，明幽，你倒是越发长本事了，敢算计到朕的头上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打死他也不要说，说了岂不是屁股要被打开花了？这是什么？红点点，这是被蚊子咬的吗？明幽睁着眼睛说瞎话，凤清浅差点没被他气死，身上痒的难受，他一直忍着没下手抓。哼，这7阳粉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不知道。凤清浅提着他提过来放在自己的腿上，做事就要揍他屁股。明幽慌了，想爬起来却被按着动弹不得。不要打我，我知道错了。凤清浅无奈，他这都还没下手呢，怎么还先哭上了？想好了再说。这7阳粉是哪里来的？家里拿的。明幽眼里含着泪，小声道：长本事了是不是？敢拿7阳粉来对付朕了？凤清浅最终还是力度适当的拍了他的小屁股2下，以示惩戒。
是你先欺负我，我才下手的。小猫咪也是有脾气的，会生气。我在家，你非要把我抓回来。小猫咪也是有脾气的。这钥匙谁给你的？凤清浅想着，这小小年纪就用这些乱七八糟的，长大了性子还不得学坏吗？此刻他倒是不像是11、12岁的少年，仿佛是他爹一般。他这遭的是什么罪呀？我以前就有的，我用过，不会有毒。清华说只是会痒痒难受而已。凤清浅实在没性子和他一句一句的来。你自己犯的错，自己来弥补，把药给朕擦好了，不然当心你的小狗腿。一连3日，凤清浅上朝都是隔着纱帘的，对外只说偶感风寒，见不得风。明丽隐约觉得不对劲儿，特意等在最后问了小顺子：顺公公，陛下这是怎么了？回将军，这事儿您得问问殿下，都是殿下调皮惹的祸，好好的偏生给殿下用了7阳粉，殿下这满身满脸的红疹子。一说这7阳粉，他就都确定无疑是明幽这熊丫头做的了。2岁多的时候，他便拿这个折腾过好多人。明丽虽然平时是宠着他，可做错事情的时候也罚得厉害。明幽还在未央殿的花园里荡秋千，突然听到一声怒气冲冲的声音，哎呦！吓得他从秋千上跌下来。明丽一脸疾言厉色，顾不得跌下来衣裙脏了，迅速爬起来，哒哒哒就跑了。父亲这表情一看就是来找他算账的，他要是不跑，等会儿指不定还有罪受呢。只是驰骋疆场的大将军呢，怎么会连小毛孩子都抓不住呢？片刻的功夫，明丽已经提着他过来石桌旁了。明幽戳着白嫩嫩的手指，爹爹，你干嘛这么凶？我看几个月没人恕着你，你胆子倒是越发大了。7阳粉是从哪里来的？还没等明幽开口，哼，若不说实话，小心爹把你耳朵揪下来。爹爹，我只是袖子上不小心碰到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抹上去的。啊，疼！爹，你快要把我耳朵给拧掉了！我看你是不打不听话。嘴上凶着，一双沉稳的手将他从明丽的手中解救出来。他仰着头看去，是凤清浅，那双深沉中带着孤傲的眸子。明将军要真把朕的皇后耳朵拧下来，朕以后岂不是要遭天下人嘲笑？明幽怕遭爹爹毒手，手死死地拉着凤清浅的长衫，只是伸出一只小脑袋朝着他爹看过去，活脱脱像一只有了依靠、底气十足的小宠。在凤清浅看来，这无一不说明明幽依赖他可比他爹重得多，瞬间让他的占有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明幽想的是，凤七七是皇帝，爹不敢打他，还要听他的话，所以躲在他身后就不用挨罚了。啊，陛下，殿下年纪小，可胆子却不小，不智者岂不是这胆子变得比天下还大？明将军多虑了，朕和他只是闹着玩，故意吓唬他呢。7阳粉的事情根本不关他的事，碰巧朕碰了东西起了疹子而已。明丽知道是凤清浅故意这么说，可他是天子，既然陛下都这么说了，臣照遵旨意便是。爹爹，你生气了？你是皇后，陛下都发了话，爹怎么还敢生气？明幽像一只小猪崽儿，在他怀里拱来拱去的。阿优是爹爹的宝贝，爹爹也是阿优的宝
贝，阿优也心疼爹爹。明优的嘴甜，哄得明丽哪里还有脾气，可看在凤清浅眼里却不是那么顺畅了。这奶团子就是一棵墙头草，哪边风大就往哪边走，这转眼就投入别人的怀抱了。回去的时候，小顺子瞧着凤清浅那阴沉的目光，顿时就给下跪了。奴才知错，是奴才多嘴。哼，你倒是有自知之明。是奴才脑子笨，一心给陛下办了坏事。奴才原先想着殿下的身份尊贵聪明，陛下新人又舍不得责罚，这才打算请将军去说道说道。若不是念着你心向着朕，你脑袋早就搬家了。你要记着，她是朕的皇后，也是朕的嫡妻，就是你的主子。别说在朕这儿，即使朕不在，你也得掏心窝对她，事事为她着想，事事为她周全。你既然是朕的人，就该如此。小顺子大气儿不敢出，去领罚吧，20大板。你自个儿清楚，敢有偷懒徇私的。小顺子擦擦冷汗，退了出去。这20板子打的，除了明优，整个皇宫里的人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于是伺候明优的人更加担心了，而不是似从前那般将他看作一个贵家的小孩了。我的意思是，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吃饭的时候，明优张着嘴看着凤清浅送到嘴边的肉肉，转手迅速送到自己嘴巴里，差点没把明优气死。凤清浅悠悠地瞟了他一眼，继续提着筷子吃饭，手底下的奴才也不敢吱声，只得当作没看见。很明显，凤清浅就是故意气明优的。明优气得不行，索性拿起勺子自力更生，将脑袋搭在碗边，用勺子滚着米饭塞到嘴里，然后抬头气鼓鼓地嚼了几下，一副挑衅的样子。凤清浅看他这萌样子，也就没了气儿。盛夏来得快，去得也快，离着中秋佳节还有2日的时候，宫外的礼物已经陆陆续续送进宫里了。明优每天都要去偏殿看看礼物堆得有多高了，看着满屋子的东西。如意，你说等我过生日那天，礼物会堆满屋子吗？殿下，您年纪小，财迷心思却不小，这东西再富贵也比不上咱们未央殿里的呀。皇帝年纪小，皇后的年纪更小，所以宫里面就只有皇后这么一位正妻。明优将盒子掀开，抱着一个成人拳头大的夜明珠。宝贝当然是越多越好啦。这夜明珠有些大，他抱着都有些吃力。殿下小心砸到脚。放在我屋子里，晚上发光肯定好看。一副小狐狸的狡猾样。中秋节那天，各个宫依照旧例发了赏银，宫里贴身伺候的或者受主子重视的，还特意给了探亲假。一大早的，明优就被凤清浅提起来，让如意拉着洗漱一番，找了一件明黄色的小凤袍给他穿上。明优睡眼惺忪的哼哼唧唧的拒绝着：“等会儿去敦煌太妃处一趟，朕就带你回冥府。”明优的睡意全无，十分高兴地配合着如意穿衣服了。明优还在歪着头看着镜子里的鹿角。快走，小小年纪的倒是爱臭美。福月宫内今天是中秋佳节，太后走得早，除了太后，位分最高的便当属敦煌太妃了。凤清浅到的时候，正殿里已经坐满了人。太妃宫里今日倒是很热闹。陛下来了。众人也起身相迎。明优跟着进来，悄悄打量了大家一眼。小不点儿！凤皎月看见他，忍不住冲过去想捏捏他的脸。你真是太可爱了，快给姐姐捏捏。明优瞧见他的魔掌，心有灵犀地将脸藏在凤清浅的袖子后面。我有那么可怕吗？明优露出脸来，朝着他做了一个鬼脸。皇后年纪小，可不许这么和皇后开玩笑。凤皎月也不是生气，
回了一个鬼脸。今日还是我们的皇后漂亮，瞧这模样，这日后长开了，一定是个十足的倾国倾城的模样。谢谢太妃。随后，小顺子带着一干的奴才捧着东西进来。各位太妃、公主，这是陛下给各位太妃、各位公主的中秋贺礼。各位王爷的奴才们已经命人送出宫了。劳烦陛下有心了，我那身牡丹百绣裙正好缺套合适的首饰。呵呵，太妃喜欢就好。在座的各自都有自己的心思，可面上都很和善。敦煌太妃见明幽坐在旁边，一脸神游发呆。皇后是有些不习惯宫里的生活，还是宫里的奴才伺候不尽心呢？明幽回过神来，没有，凤七七对我可好了，如意他们对我也很好。若是皇后被陛下或者其他人欺负了，受了委屈，就来找我，我呀定会为皇后出气的。谢谢太妃娘娘。大多数到福月宫来的不过是走个礼数，先帝的子女也不太多，就3子2女，因此结束的也很快。娘娘一定是受苦了，撑着做了这么久，奴婢还想着这次中秋佳节陛下会不会颁下旨意来。哼，你还真当他是个不懂事的少年吗？要是有谕旨，早在他登基的时候就下了。他和那个可不是什么好糊弄的主，不然这10-20年怎么会数次都没要了他的命呢？所幸娘娘还有大王爷这个指望，揪心计划着。可咱们再怎么说也得做2手准备，过几年陛下就15、16岁了，是该做些计划了。娘娘放心，早就吩咐备着了。这皇后年纪小，陛下成年，谁能抢先生下皇子，恐怕就是一辈子的福气了。怎么样，我说的好吧？是不错。那你答应给我1盒子的糖果。别急，若去了冥府，你表现也能这么好，晚上回去就给你。明幽眨眨眼，想起那满满的一大盒子糖果，眼神发亮。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如意在后面痛心疾首，殿下呀，您能不能长点心呢？前儿个您还哭着说陛下揍了您，您要去告状呢，怎么今儿为了1盒糖果就变卦了呢？凤清浅嘴角带着笑，他是答应过给奶团子1盒糖不错，可没说让他一口气吃了。明丽虽然嘴上没说，可心里到底是念得紧。还未到时辰，先自个儿在前院张望着了。院子里的奴才心思都明白着呢，只是惧怕他的长剑和威严，无一敢出声。爹爹！冲了出去，立马将明幽高高的抱起来。小丫头，几个月不见，倒是长重了不少。爹爹，不可以说女孩子胖，说重也不行。你倒是越发能说了。随后，参见陛下。凤清浅点头，抬脚迈了进去。小顺子和如意只得跟上了。明丽刻意带着明幽走得慢，稍微远了那么几步。阿幼在宫里可还好？可有人欺负？虽然说他相信凤清浅会看顾，可毕竟是自己的掌上明珠，生怕哪里受到一点委屈。很好，只有我欺负别人。除了凤七七这个大坏蛋，明幽在心里脑补了一句，正在犹豫要不要告凤七七的状，听到凤清浅咳嗽的声音，想到那满满的糖果，愣是把凤七七的罪恶埋藏在了心里。算了，
等他拿到糖果的时候再回去告状。凤清浅虽然站得远，可隐约能听见他们的对话。还是小孩子最好哄骗了。8月15的习俗，家家户户都是早吃了晚饭，然后一家出去城里城外放河灯。明优吃饭的时候就有些迫不及待了。我们快点吃，吃好了出去玩。你把碗里的米饭都吃完，把汤喝了我们就出去。凤清浅年少，虽然做事格外的老成有主见，可始终年纪不大，但他却像是自己哄女儿一般的哄明优。吃完饭的时候，清华给他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一身的清淡水烟裙，真如皎月一般皎洁明亮。哇，清华绣的月亮真好看。如意瞧着那弯月祥云，该是用白月光线织就的，一针一线，心思通透，却又充满情意。清华姑娘不只是有玲珑心，这绣活也是出了名的好，竟然连玉绣坊顶好的绣娘都黯然失色了如意姑姑谬赞了，这雕虫小技岂能和宫里的绣娘攀比？不过是原先有人指点一二，不辜负所学罢了。说到有人指点时，眼里不禁生出一丝感叹，连着名利都生出伤感来。如意隐约觉得有事儿，不敢多问。明又不知道，只是拉着裙子一个劲儿地看。这天上的月亮是圆圆的，我的是瘦瘦的。那你知道为什么天上的是圆的吗？明优眨眨眼，一脸的机灵相。当然啦，这奶团子大字不识2个，还认识这个。月亮吃饱的时候就是圆圆的，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弯的呗。凤清浅无言以对，就知道这货说不出来什么有用的。周围的人竟忍不住笑出声来。明优撅嘴，我说的不对吗？对，说的都对。他这话要记着，等着奶团子知事的时候再拿出来嘲笑他才好。这夜幕刚降临，大街小巷的行人便多了起来，不到半个时辰，街头已经熙熙攘攘了。明优本就矮，被人推来推去的有些手足无措，突然一阵力道将他从地上举起来放入怀里。小孩子，这一句短暂可却又扎心窝子的吐槽，让明优刚才的感激如大江东去。我才不是小矮子，凤七七，你欺负人！昌风跟在他们后面，心里略微鄙视了凤清浅一下。陛下，您的英明神武，不近生人的气势去哪里了？怎么斗起奶娃子来了？哼，我说的是事实。明优看着他一脸坦然淡定的，越发气急了，脑袋一懵，张嘴就朝着他的下巴一口。凤清浅身体呆滞了一下，这触感蔓延到四肢。放开，不然我就把你的牙给拔了。明优听到他的话，迅速地松开来。太好吃啦！你不会真的拔了我的牙吧？长风恍若看见凤清浅的耳朵红了一下。哎，莫不是我看错了？我们去买河灯。几人走进小摊贩的摊位前。公子，小姐们看看，这是本店最精致最漂亮的河灯，30文一盏，可不是那些3、5文的河灯能比的。明优对他手里的河灯有兴趣，挣扎了下来，看了半天。你哄小孩子的吗？我看就是一样的。哎，怎么会一样呢？这纸料都是极有讲究的，最好的纸张，最好的染料。您瞧这成色，若不是几位看着都是有缘人，这河灯给我30文一盏，我都是不卖的。纸张是略有差别，可色料都是一样的，真当他们眼瞎吗？我看他们长得就一样的，同样是荷花灯，你卖这个30文，不是看不起其他的荷花灯吗？小摊贩被他的脑回路惊呆了，这瞎说什么大实话？
没事瞎捣乱。我说小哥，你这么做生意有些不实诚，这也就用了稍微贵1两文的纸张而已，怎么就要了天价了？我们去那边看看。兔子灯，老虎灯，兔子灯，老虎灯，走过路过都来瞧瞧。哎呦，别急着走啊！15文，怎么样？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我听到旁边有说1文钱一个，小贩差点没气得吐血。这熊孩子听谁说的呀？行，1文钱一个就一个。最后，明优心满意足的拿了2个荷花灯走了。殿下，您是从哪里听到2文钱一个的？对面，但是他没有买到。凤清浅忍笑，他听力很好，自然是早就听见了。但是小摊贩没卖。凤清浅的肩膀被撞了一下，一抹玫红色撞入眼中。公子抱歉，是否有伤到你？凤清浅冷清的脸上无多余的表情，发现他并未习武。无碍。我实在担心公子有何不妥，还是请公子一步，我请大夫看看，无恙我也放心。或者公子的家在何处，我请大夫上门。女子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凤清浅，下一刻恨不得抱上去。明优被挤在2人中间，明优使出吃奶的劲儿推着他，以防他将自己压扁。你快要压到我啦！他虽然个子小了些，可还不至于被忽略吧？女子低头一惊，不好意思公子，我没有看到令妹。女子觉得凤清浅看样子也就是12、13岁的少年，这4、5岁的奶娃娃应该是她的妹妹之类的。我可不是她妹妹，你看我们长得像吗？抓了抓凤清浅的袖子，抱我。公子，你妹妹好可爱，公子实在是太有爱心了，照顾令妹这么细心。玫红裙裳的女子似乎没有听进去明优的话，一直在找机会跟凤清浅搭话。明优对上他那如狼似虎的眼神，瞬间觉得自己的东西要被抢走了。我不是他的妹妹，我是他花了很多钱娶的媳妇。那气吼吼的样子，仿佛女子碰一下凤清浅，明优都会冲上去咬她。那公子一定很不容易了，要照顾这么小的妻子，公子可考虑过娶另外的妻妾？在明优看来，娶就是要让凤清浅花很多钱去给别人买好吃的好玩的，这怎么可以呢？他没钱，而且你长得丑，他不喜欢你。你说我长得丑？明优点了点头。关键是凤清浅也认真的点头。凤清浅这一动作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大树。女子哭着便跑了。我闯祸了吗？其实她长得挺好看的，她就是故意说气她一下的，万一真把她的金饭碗抢走了怎么办？没有，你做得很好。明优的举动让她心情愉快。再说他也讨厌这些没眼力劲儿的阿猫阿狗。长风嘴角疯狂抽搐。殿下，你是魔鬼吗？长风意识到一个问题，按着凤清浅的教导，以后皇宫里面可能有2个魔鬼。人生前途一片黑暗呐。明优抱着荷花灯，看着满湖面大大小小、颜色形状不一的河灯，脸都愁在一起了。这么多灯，那河神要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的愿望呢？我们往下游走走，下游人少，河灯少。转身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长风，眼神指向河里满满当当的河灯。主子叫他解决了河灯，可这满河密密麻麻的，好想仰望天空怒吼一声，属下做不到啊！我带你去高处赏月吧。那儿吗？凤清浅看了一眼月亮，提着它一跃。明优吓得啊了一声，
紧紧地抱着凤清浅。凤清浅踩在上面，发出轻轻的咯吱声来，看了一眼闭着眼睛怂得要死的明幽。你打算闭着眼睛赏月？明幽偷开一丝缝，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在瓦片上了，伸着头看四处。哇，好高啊！明幽虽然个子小，可踩在上面也会发出咯吱声。凤清浅抓着他的手，你这么重，若是漏下去，我可不捡你。你这么大只都掉不下去，我怕什么啊？凤清浅半坐着，享受着秋风凉凉拂过。明幽则是望着月亮，咕叽咽了下口水。你说月亮是什么味儿的呢？凤清浅黑线，这话说的非得这么杀风景吗？要是可以舔一下就好了。真不知道月亮什么味道，但可以让你尝尝皇天后土的味道。他这娶的什么皇后啊？活脱脱一只饿鸡眼的小猪崽儿啊！土的味道不好吃。啊，你还真吃过？凤清浅惊呆了，他养了一个吃土的皇后，那以后一定是可以省下大笔的银子的。没有，荡秋千的时候摔在草地上啃过一口，好难吃啊。哇，河灯真的是少啦！明幽欢喜地将自己的荷花灯放在水里，有模有样的双手合十，小声嘀咕道：河神伯伯，我想我娘快点回来。还有，我今年想尝尝月亮是什么味道的。附近的树上树枝不住地颤抖，长风蹲在树上。皇后娘娘的愿望太可爱了，这么认真的许愿，想尝尝月亮的味道。周围莎莎在想的是什么东西啊？里面有妖怪吗？河神听到你的愿望了。凤清浅忽悠道，结果明幽还真信了。谢谢河神伯伯。凤清浅无语了，看着荷花灯越飘越远，明幽才心满意足地牵着凤清浅的手回去了。藏在上游桥洞附近的人这才小心翼翼地将隔离的网打开，满河道的荷花灯顺着水流而下。凤清浅回到宫里的时候，小声地交代了如意几句。你们在说什么呢？你不是想尝尝月亮吗？朕有法子。不一会儿便听到如意的声音：殿下，快来尝月亮。明幽哒哒哒地跑过去，瞧见院中央放着一个金盆，盆里面盛满水，月亮倒影在里面，隐隐欲动的。明幽瞪大眼睛看了看天上，再看了看水里。这是月亮的影子吗？谁跟你说的？这就是月亮，不信你尝尝。凤清浅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白瓷汤匙，在水中的月亮里舀了一下，递到了明月的嘴边。你闻闻。哪里？有一点甜甜的味道，咕叽咕叽地喝了两口，凉凉的，还有一点点梨子的味道。看着盆中的月亮，明幽欢喜。哇，还真是月亮的味道啊！4岁的时候，中秋佳节，逢明幽生日，他生平第一次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的，是凤清浅送他的礼物。凤清浅14岁的时候，明幽才6岁，足以闹得整个皇宫人仰马翻的。明丽的身体越发不好，常常数月的出远门治病。如此一来，治得住他的就只有凤清浅了。群臣听闻，纷纷上奏，将明幽送去国学院。一个成日里灵活的跟一只猴子似的皇后，不是南幽国想要的。这几年来，凤清浅长大，势力越来越多的回入到他手里。明幽在喂着鱼食，
听到如意的消息，立马窜了起来。什么？凤七七同意啦？不是说好可以不让我读书的吗？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谁答应的你？要是不读书，没人约束着你，只怕越发无法无天了。凤清浅穿了一身金黄色的帝王龙袍，发色如墨，颜如冷玉。我还小。朕已经给你决定了，后天一早如意会送你过去。明幽气鼓鼓地愣在原地。怎么，午膳不用了？得亏朕还吩咐特别做了糖醋鱼。明幽本来想狠狠地拒绝他的，可下一秒腿不由得跟着过去。吃。他太清楚明幽这性子了，在吃的面前，他哪里还有什么气呀？你若好好听太傅的话，好好学，想吃什么朕都答应。咕噜肉、红烧凤鲈鱼、蜜汁鸡腿，我通通要。小顺子跟在后面，心里嘀咕了一声，照着殿下这个吃法，本就珍惜的东西越发要灭绝喽。明幽去的时候，国学院的学生已经三三两两的到了。学院里大大小小，不过只有10几个学生，年纪大的未超过18，最小的也就是他。他来得晚，所以位置被安排在了最末尾。殿下，这慕容太傅是出了名的脾气倔，您可少惹他。好。如意看着他这样，也不确定他听进去了没有。凤皎月过来拍了一下如意的肩膀。你放心吧，这不还有我罩着他吗？还有4公主也在国学院，顿时更加不放心了。会不会和殿下闹起来，闹得学院鸡飞狗跳啊？那就劳烦殿下了。明幽看看他，生怕他下一刻冲过来，又捏自己的脸。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6岁也是小屁孩。上课的时候，明幽发现慕容太傅讲的那些东西，他一概都听不懂，只好拖着脑袋神游发呆。瞧见明幽发呆，轻轻咳嗽了一声。明幽回神看见他，立马换上一副小无辜的表情。太傅，我还小，听不懂。依旧是你别管我了，你瞎忙活你的吧。那些对你而言确实是太高深了。明幽眼睛里期待他的下一句话。所以我会教殿下一些简单的字。啥？明幽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嘿，殿下不必忧心，欠缺的知识我都有信心给您补上。明幽虽然年纪小，可此时此刻觉得他胸口隐约浮动着一口老血，稍不注意就要喷出来了。喵喵的，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殿下，您就看着这些练习吧。散学的时候一共交20张过来。我不会写。慕容拿起笔来让他握着，明幽故意一把的抓起来。明幽的耐心极好，一个字连着教他练习了10几遍。没事，殿下学得慢不要紧，我有耐心教会您。不劳烦太傅了。10张，那他努力把字画大一些，1张1个字儿，岂不就是？殿下不要松懈取巧，每张纸至少要写20个字，写得要规矩整齐。你是我肚子里的虫虫吗？慕容监督着其他学生，时不时的过来瞟一眼。殿下可以慢慢的写，反正这些课业写不完是不许回去的。谢谢太傅提醒。明幽上午磨磨蹭蹭的写了6、7张，午休小憩后不得不抓紧时间写，回去晚了那些咕噜肉可就没有了。你瞧他写的字，比狗爬的还是丑3分呢。周围响起低低的嘲笑声，明幽皱眉看过去，一个个头略微比他高一些的小少年，眼里还流露着赤裸裸的鄙视。哎呀，你推我干什么？我说的不对吗？他不就是关系户进来的？
他现在不想和这猪头计较，等以后找到机会非揍死他不可。小少年真以为他有些怕自己，这皇后也就是个纸老虎，没什么好怕的。明幽还是赶在下学之前完成了任务。慕容太傅看着他这歪歪斜斜的字，还凑合，希望殿下接下来不要松懈啊，勤加练习，一定会有所成。明幽觉得要么这慕容太傅就是有眼疾，要么就是真的很能说瞎话。要是凤清浅看到他这字，估计屁股得被揍开花。不过明幽也不介意，欢快地跑着出去了，反正能回去就行了。今天在学院表现怎么样？很好，慕容太傅说我的字写得很好。凤清浅目光一动，夹了一筷子肉到他的嘴里。哦，是吗？当明幽说慕容太傅格外夸他的字好看的时候，凤清浅便知道了慕容的意思了。看着凤清浅诡异的笑容，明幽觉得怪怪的。夸他，凤清浅好像不是那么激动高兴嘛。一连着练习了5、6天的字，慕容太傅终于改让他读书了。可半天早上，明幽愣是没背下什么来。慕容太傅的戒尺晃悠晃悠的，明幽的小心肝忍不住颤了那么一下。慕容太傅，你打的是皇后的手心哦。殿下，我知道，整个天下都知道的事情，我还没有那么孤陋寡闻。哼，这个小丫头年纪这么点大，倒是精灵得很，知道用身份来压人了。太傅，可我年纪太小，而且要是手板心打坏了，我怎么出去见人呢？殿下放心，我的力道拿捏得很好，毕竟打过那么多的人，只会疼不会肿的。这慕容太傅软硬不吃，只得咬牙心一横，啪，戒尺的声音落下，明幽的手心泛红。明幽眼睛睁开一条缝隙，看了一眼，瞧见戒尺又扬起来，立马又闭上了，一副壮士慷慨赴死的气势。虽然戒尺的力度已经放轻了很多，慕容手里的戒尺怎么也落不下去了。明幽等了很久，心里越发惧怕了，这种感觉就像是要上断头台的死刑犯。睁开眼来，慕容太傅已经拿着戒尺过去了。下学的时候背不出，就留下来背出为止。小脸垂了下去，那还不如一次性把手板心打完，放他回去呢。明幽手里拿着书，整个人的心思都不在上面。看这个样子，他估计得被关到明天。约么半个时辰，明幽已经开始打瞌睡了。浅浅的睡梦中，他似乎听到有人说话，声音特别熟悉。睁眼瞧去，是凤七七。明幽的意识顿时清醒了许多，将书扔在桌子上，冲到了凤清浅的跟前，抓着她的袖子，努力地眨了眨眼睛，一副没人要的小可怜样。凤七七，你终于来接我了。我的手板心好可怜呐，都被太傅打哭了。凤清浅看去，只是一片白嫩嫩的手心儿。慕容太傅，快到宫里晚膳时辰了，要是皇后未回去，耽误了用膳的时辰，御膳房还得重做，这劳民伤财，1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恭送陛下。凤清浅抓着他的手便出去了。明幽刚才的眼泪一去不复返。凤七七，还是你厉害，要不以后下学的时候你都来接我吧。凤清浅勾唇并不出声。得了，这下养的不是童养媳了，是闺女。晚膳的时候，菜品格外的丰盛。明幽激动地拿着勺子，等待凤清浅给他夹菜。由于明幽小的时候没学会用筷子，凤清浅又喜欢投喂他，
于是6岁的明优还是一如既往的用筷子夹不起东西来，都是用勺子的。凤清浅没动筷子，只看了一眼菜。我听太傅说今儿没认真背书。明优暗道不好，凤七七打算秋后算账。凤七七，我饿了，我们先吃饭吧。吃了饭，他立马跑回未央店里睡觉。小顺子，把这道荷叶手撕鸡撤下去。小顺子不解，只得照办。明优眼睁睁看着肉肉被撤走了。凤清浅看了一眼，还有这道凤尾鱼翅，玛瑙糕也撤下。不许不许，都是我爱吃的。那把这个菜换下。小顺子愣着，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长本事了，真的话也没用了是吗？小顺子立刻让人端走了，躬身站在一旁，大气儿不敢出。人之初，性本善。后续大多数的字都是不认识的，凤清浅将他不认识的字都挑了出来，一遍一遍地教他。狗，我记得狗不是这么写的呀。哎呀，你说的那是旺财来福，不是这个狗。这个狗是指如果，大致便是如果从幼时便不好好教导，人性的善良会变成邪恶。长风坐在外面打盹儿。殿下的性子都给这小丫头磨好了，这真不是养媳妇，是养闺女。殿下的漫漫养妻路才开始第一步。明优为了吃肉，只得认认真真地学着。在慕容太傅的耐心严厉教授下，凤清浅每天给他开小灶，明优终于是断断续续地学会背三字经了。明优给凤清浅抽查了一段，期待地看着凤清浅。还行。明优闪亮亮的小眼神盯着他。这就完了？没有肉肉，没有奖励？不是说我学好了，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像以前一样有很多肉肉吗？朕可没这么说过，偶尔加个鸡翅鸡腿的还是可以的。乖，你在长身体，多吃些青菜白菜对身体好。你个大坏蛋！明优气得跺脚转圈。明优气了半天，发现他真的奈何不了凤七七这个大坏蛋。他终于理解了如意那句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他可以欺负任何人，但是除了凤七七。果真做皇帝还是最好的。明优小脑袋里的唯一能想到的是抗议这个大暴君的恶行，所以他偷偷地密谋了一个计划，他要跑路，逃离大暴君的暴政。明优在店里转悠了2圈，便借着散步的名义出去踩点了。等他看好路线，他就收拾东西跑路，远离暴君大坏蛋。以前便听长风说，这僻静荒废的宫院里常有野狗野猫打的洞，他完全可以钻出去的。见过殿下。参见殿下。路过的工人一路给他行跪拜礼过来的，转悠了许久都没找到印象中的狗洞，仰着头看着高高的宫墙，他也没法子像是长风凤七七那样飞过去呀。殿下怎么独自一人？如意姑姑呢？明优听到声音转头看去，正是巡逻的侍卫队。没有，我和如意在玩捉迷藏呢，你们看见他藏在哪里了吗？属下等没有见过姑姑。那你们轻声点儿，快点过去，不然等如意发现了我就打你们板子。看明优的样子，侍卫队长便不以为奇了。嘘，都小声点，别碰到什么东西了。明优看着他们缩着脑袋的猥琐样，乐不可支。这群笨蛋，哼！找到狗洞后，明优便急匆匆地回去了。要是晚了，可就惹来凤七七这个老狐狸的怀疑了。明优异常的乖觉，吃了晚饭洗白白后就准备睡觉了。殿下看了看已经高高挂着的太阳，只好先推门进去。
寝殿里寂静无声，并未发现明幽的身影，心里一紧，立刻出去召集了一干奴才问话。凤清浅正在看着奏折，听到小顺子的回禀，一闪的功夫就出去了。等小顺子回神儿，已经没有了凤清浅的影子了。明幽还是坐在座位上，继续发着呆，任凭张太傅说着什么。李红素以为他吓呆了。太傅，殿下不是故意的，只是太生气了，是安言姐姐说话太过分了，殿下一怒之下才会的。哎呀，再怎么闹也不该动手伤人，殿下。明幽则是像没事人一样坐在椅子上，两人的不同行为倒是显得有几分滑稽，好像犯错的是张太傅一样。凤清浅迈步进来的时候，就听到张太傅的呵斥声：“参见陛下。”少年天子的俊逸威严在不经意间缓缓泄出，身后几步跟着过来的是安侯爷。可有事？陛下，是殿下出手拿砚台砸的安郡主。言下之意便是他扔砚台的能有什么事儿啊？凤清浅却未和他多说，似乎是没听见一般，就差点没把明幽衣裳给脱了，仔细检查了一番了。手扔砚台疼了没有？那砚台可不轻，手酸不酸？张太傅无言以对了。砚台可重了，凤七七，你都不知道那安言是怎么奚落你的，说你依靠我爹才让你当皇帝的，等我爹不行了，你就当不成皇帝啦。难道香味不够重，引诱不了他？紧接着就把烤鸡离的炭火盆近了一段距离，让烤鸡的香味散发的淋漓尽致。我能吃一小口吗？凤清浅侧身看去，穿着白色睡裙，青丝散落，白嫩嫩的小脸耸动着鼻子，使劲地吸着烤鸡的香气。要是凤七七真不让他吃，他就多吸几口再回去，因为这个烤鸡真的是太香了，吸引的他都走不动道了。凤清浅故意傲娇了一刻，出息。这小馋猫终于是上钩了，我手都举酸了。明幽看着，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恨不得将自己的鼻子贴到烤鸡上。坐下吧。生怕慢了一丢丢，这小丫头就真走了。明幽坐下来，又开始恶趣味地逗弄起他来。你真的只是吃一口？明幽眨眼，一副鬼灵精的样子。如果你吃不完，我可以帮你吃一点。我爹爹说了，浪费食物不好，可你刚才吃了晚膳，一定吃不下这么多的。凤清浅看着他机灵的小眼神，伸手捏了捏他软嘟嘟的脸。你倒是长进了，还知道用话来堵人。撕下一只鸡腿递给他，吃吧。明幽嗖地接了过来，立马往嘴里塞，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凤清浅转身看去，就瞧见他举着烤鸡腿，嘴里都是血，哇哇大哭。凤七七，你个大坏蛋！凤清浅懵了一刻，难道这鸡里有毒？这鸡腿把我的牙齿割掉了，我没有牙齿了。明幽掉了一颗大门牙，说话是不是得有些漏风了？凤清浅黑脸，他凑过去仔细看，鸡腿上卡着一颗白色的乳牙。鸡腿上还有你的牙印呢。明幽看到凤清浅居然还嘲笑他，哭得更加伤心了。凤清浅无奈掏出帕子，这是到了换牙期了，这牙松动了，刚好卡在鸡腿上，这可不是朕故意捉弄你的，每个小孩子都会换牙的。
那能粘上去吗？我没有牙齿吃东西会被人嘲笑的。他以后在外面都不能张口，也不能笑了，去国学院不得遭人笑死啊！凤清浅又气又好笑，气的是每次有什么坏事儿，这个丫头总认为是自己故意欺负她的。好笑的是，她居然认为长不出牙来了。好了，过段时间就长出来了，会长出新的牙齿的。凤清浅将她带回去，打了热水给她擦干净，又吩咐了太医来看了半天。回陛下，殿下这之前这牙齿就有一些松动了，只是没发觉而已，不碍事。5、6岁的年纪正是换门牙的时候，以后殿下的饭食呢要多注意些，尽量吃些松软的，少吃甜食。以后臣每隔几日都会给殿下看一看其他牙齿的生长情况。下去吧。外面在干什么呢？明幽看不到外面，想出去又想起自己的门牙，泱泱地坐在软榻上。殿下，奴婢也不知道，不如您起身偷偷去门口看一眼吧。明幽最终还是忍不住，偷偷摸摸地出去了。去了外殿，瞧见7、8个小孩子在互相追逐嬉闹，明幽有些心生向往，不由得多看了一下。明幽发现其中一个穿着粉色衣裙的小姑娘，她也没了门牙，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站在柱子旁发呆。臣妇见过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起身吧。明幽是捂着嘴回答他的。殿下可是在看臣妇的小女？女子看到明幽的眼神，素素，过来给殿下请安。粉红色的身影跑得很快，过来恭敬地站在女子的身边。快给殿下请安。臣女李红素见过殿下，殿下万安。你也没有门牙？明幽的注意力都在她的门牙上。对呀，我在换牙呢，只是我换牙有些晚，我已经7岁了才开始换第2颗门牙。在回廊处说话的各家陈眷听到明幽的声音，立刻眼热了，叫了自己家的孩子一同过去请安。明幽看着7、8个与他差不多大的，都是掉了牙齿的，中规中矩的给他行了礼。明幽看着，虽然没有融入进去和他们嬉闹，但是眼里有了浅浅的笑意，不似之前那般颓废了。李红素怯生生地靠近明幽。殿下也是因为换了乳牙不开心吗？明幽点点头，又摇了摇头。换牙也不是那么丑的事情，虽然说话总感觉漏风。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哥哥都嘲笑我，可过段时间就长出来了，所有的牙齿都要换一遍才能长大的。我已经换了第2颗门牙了。明幽仔细看了看，确实换得很好，点了点头，陆陆续续地和李红素说起了话。如意见了也跟着高兴。李夫人有心了，培养出如此通透的女儿来。殿下这几日都是因为换牙的事情闷闷不乐的，有李小姐和诸位公子小姐作伴，心情好了很多啊。如意姑姑说的是哪里话，小女不才，能哄着皇后2句便是我们李家的福气了。糕点送过来了，小孩子围着糕点一拥而上，唯有李红素站在明幽的旁边。李小姐怎么不吃啊？是否糕点不合心意呀？奴婢给您重新换一些来。大娘说了，皇后娘娘吃，我们才能吃的。虽然红素这丫头是庶女，可也还算争气，小小年纪懂得规矩。明幽听了，从盘子里拿过糕点递给她。你吃吧，殿下去那边和李小姐一同坐着吃吧。明幽吃的都是如意精心掰成小块递给她的。李红素看着说不出的羡慕来。看时辰差不多了，小顺子送各家陈眷出宫。
李红素走的时候看了明幽一眼，殿下要开心点哦，以后我会来看你的。明幽的小门牙总算是浅浅的露出一点白花花的痕迹来，每天明幽起床总得仔细盯着看好久，看着它一点点长出来，心里的小火苗一点点的兴奋起来。可还没兴奋几天，这火苗便熄灭了，因为明幽的另一颗门牙又掉了。明幽呆滞地看着凤清浅手指尖上握着他血淋淋的白牙，凤清浅也呆住了，一脸懵，他手就轻轻撸了一下，小丫头门牙就掉了。明幽看着看着，冷不丁地哭起来。凤七七，你还说不是故意的，我2颗门牙都是被你故意弄掉的。这巧合中的巧合，让凤清浅也懵了一下。明明是你牙齿松动要脱落了，这是巧合啊。虽然这也太巧了，凤清浅约莫觉得他和明幽这小丫头片子八字不合，跟在周围伺候的人也都蒙圈了。刚才还晴空万里呢，怎么瞬间就暴风雨了？爱来的太突然了。愣着干什么？还不去打热水来？我的牙齿呢？让我最后再看他一眼。扔了。你还打算给他做个葬礼，哀悼一下他的在天之灵？我的牙齿还不是你这个坏人给弄掉的，你还好意思说？凤清浅觉得他被赖上了，这能怪他吗？这不是巧合吗？谁敢说不是，他立马拖出去砍头，打死你个龟孙儿！我不管，我不管，上次就是你故意给我啃鸡腿，牙齿才磕掉的，这次要不是你手掰到我牙齿，能掉吗？不管是不是，反正都是他惹的祸，他借的刀。凤清浅直视他的目光，提出你的要求吧。我要清华，我要清华来陪我。凤清浅觉得清华进宫可不是什么好事情，还指不定将这小丫头片子如何呢。这一个没身份没背景的柔弱女子，能撑着一个将军府，还要提防着丞相明家的明枪暗箭，岂是吃素的？不要不要不要，牙齿可是你打掉的。什么时候又成他打掉的了？为了让他暂时性的消停，进宫陪你是可以，不过只能短暂的进宫陪你一段时间。明丽出远门了，清华还要照看明将军府。好啊好啊，一副十分配合的样子。凤清浅看他答应的痛快，不过这学你可还是要上的。不去，去了别人嘲笑我没牙怎么办？明幽的硬伤还一直存在。朕会让那个李红素也跟着一起去，有人陪着你缺牙，总不至于闹别扭了吧？你若是不同意，清华也就别想进宫来了。凤清浅知道他的软肋，明幽挣扎再三，挥泪答应了，心里对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负面评价又多上了一分。李府内众人一派喜气洋洋的，李夫人在饭桌上也免不得耳提面命地交代几句。红素啊，这是陛下皇后娘娘看重你，你可不要辜负李家的期望。是大娘。终于有勇气和你比起。我不听王八念经。哼！啊，姐姐，你别这样说殿下，殿下只是不喜欢热闹。李红素虽然也惧怕安言，可想起大娘的交代，我让你去跟皇后做朋友，不是让你去巴结其他人。你应该考虑的是，不得不帮明幽出头。看到明幽不敢出声，便以为他是纸老虎。哼，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你也就是仗着你爹。等过2年你爹不行了，我看你还能傲气什么？明幽的眼睛里已经泛着怒气了。姐姐，别说了。言语里已经带着几分不耐烦了。
这安言虽然比自己大3岁，可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要是皇后不高兴，连带着嫌弃自己了，回去大娘还能给自己好果子吃吗？怎么？哼，你想帮着他？李红素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明幽一眼，无论出声不出声，都得得罪人。怎么？说你2句还不高兴了？你再说我爹一句不是，我就打死你！虽然个头矮着安言半截，可气势丝毫不输安言。看着瘦瘦弱弱的一个小东西，我说了又怎么？我说的是实话，你本来就是依靠你爹啊！只见一只巴掌大的砚台就直接飞在了安言的脑袋上，安言跌倒在地，捂着脑袋叫唤不止，鲜红色的血不住地从发间往外冒。看你还说不说？明幽站着，奶凶奶凶的道，又朝着3、5成群的小姑娘们道：你们是不是也想被砸？只有红烧肉啊，有没有鸡汤？有没有糖醋排骨？糖醋鲤鱼？凤清浅声音里带着宠溺。今天惹的祸，朕还没找你算账呢。你不是说滴水之仇当以永仇相报吗？而且他说我是山鸡，还说我爹爹的坏话。那叫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说的是你一个人势单力薄的，就不能叫人吗？凤清浅担心的是，若是安言失去了理智，或者当时没很巧地砸中安言的头，这小东西还能全身而退吗？2人走远了，李红素还站在原地，眼里心里满是艳羡。陛下对明幽可不是一般的包容，今天讥讽明幽是安言的错不假，可明幽下手那么狠，把安言脑袋都砸破了，陛下半点怒气都没有，只担心他手受伤了没有。明幽还在和凤清浅吃饭的时候，小顺子来禀报：陛下，安侯爷正在宫外面负荆请罪呢。他想好了？是。凤清浅将汤盛满，放在明幽的手边。少吃一点肉不容易消化，把汤喝了。你不吃了吗？朕吃饱了，处理一些事情。明幽也没多想，之后凤清浅在书房和安泰谈了1个多时辰。安泰出去的时候脸色满是轻松，却又带着不安，一路摇头叹气。小顺子看着奇怪，这也不见有什么伤口，也不知道陛下和这安侯爷说了些什么，是不是渗透支了？4日圣旨下，安侯爷之女安言郡主被剥夺郡主之名，驱逐皇城，被安侯爷送回老家教养。安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将婢女收拾起来的东西逐一扔散了。我不去，凭什么让我回去？安泰前脚刚进来的时候，就听到他在撒泼，顿时怒火中烧。婢女，难不成你想连带着我们安家失去侯爵之位？安言从未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他狼狈不堪地跌倒在地，脸迅速地红肿了起来。爹，我若是去了老家那地方，这不明摆着我是被遗弃的吗？以后名门望族谁家还肯娶我？即使娶也只是妾室了。若是安家没有了侯爵，别说妾，丫鬟人家也未必肯要你。即使是貌若天仙，若在这名门大家中没有靠山，你也要活得战战兢兢的。安泰还是分得清轻重的，衡量利弊，当然是舍弃安言了。安言如今得罪了陛下和皇后，以后定是连进宫的机会都没有。安言被吓得不敢回话，只得捂脸哭。安泰心生烦躁无奈，去将小姐的东西准备好，衣食用行都不许短缺。安泰坐在凳子上，彷徨无助。他这是舍了身家性命去赌来的暂时的安稳。明幽回去的时候，刚进店内就隐约闻到熟悉的淡香，整个人兴奋起来，
撒开凤清浅的手，冲过去道：“清华，清华！”凤清浅淡淡的瞟了一眼自己空荡荡的手，清华穿着一件淡青色的束腰长裙，青丝半挽着未带半点的珠翠首饰。小主子，你可慢点儿！仔细看了一圈，长高了不少啊！看见玄色华贵的衣衫，奴婢清华见过陛下，陛下万安。凤清浅略点头，边走边道：“起身。”凤清浅的闯入，清华拘束了很多，没和明幽说贴心话了。明幽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叽叽喳喳地说着宫里的事儿。他的小兔子又长大了很多，栽种的桃树今年又开花了。虽然是不值钱的，可明幽却沾沾自喜，开心得很。清华看着他，心里不由得对凤清浅感激了很多。对明幽来说，凤清浅还是很负责、守承诺的。长乐宫里，凤清浅沐浴汤泉完毕，进来便瞧见软榻上空荡荡的。皇后呢？陛下，皇后说清华姑娘来了，今晚就不需要陛下陪着了。小顺子头低得死死的，大气儿不敢出一声。凤清浅摊着脸，小顺子飞快地撤出去了。陛下这脸色就像是失宠了的嫔妃，独守空闺呀。小白眼狼，这简直是有了新欢忘了旧爱。他忘记了是谁大晚上的给他拍背说故事的，是谁一口一口给他喂饭的。凤清浅只得不断地安慰自己：没事没事，他不在了，自己睡得更安稳。未央宫里，明幽坐在软榻上，穿了一件暗红色的睡衣，青丝散披着。这么说来，殿下是很喜欢陛下的。虽然这6、7岁的小丫头或许还不太懂什么是喜欢。才不是他故事讲得好呢，主要是他会催眠，一讲故事我就困得睁不开眼睛，立马就能睡了。房顶上的瓦咔嚓动了一声，什么声音？哦，大概是夜猫子吧，以前也会来的。也是，这宫里重重守卫，若是有人在屋顶上，早就发现了。长风从树上钻出脑袋，看到凤清浅手心里握着碎成几片的瓦片，脸比月色还黑，索性又将头伸回去了。陛下这大晚上的，猥琐的去未央殿的屋顶上干什么呀？正要开口问时，却听到陛下将瓦片给捏碎了。若他眼神不行，此刻过去，估计碎的不是瓦片，就是他了。不过他总算是明白了，陛下为什么猥琐地躲在屋顶上了，因为他在监听小皇后的一举一动。想不到年少英武的陛下竟然有这么变态的嗜好。长风的脑洞越发大了，陛下会不会也这么监听他？长风立刻溜烟跑了。去问问这素素姑娘刚刚去哪儿了？清华姑娘，奴婢刚才打听了，素素姑娘前脚才刚出去呢。方才喝茶的时候，听说陛下在听涛湖那边练剑呢。素素姑娘好奇，便跟着去看了。清华皱眉，这7、8岁丫头性子活泼，一时好奇也是有的。清华是历练过的，也有手段的，但都是小孩子，他不想抱着最大的恶意去怀疑一个小丫头。在他看来，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如明幽之般单纯活泼、调皮却讨喜的。宫女也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多问，只好先去端了茶过来给她。姑娘先喝着茶，要不奴婢去找找素素小姐。没事儿，所幸我也没什么急事儿。许是素素姑娘年纪小贪玩，我多等一会儿，你下去便是。凤清浅照例只是草草随意捋了一会儿，招式虽然流畅，可却几次被长风逼得躲闪无路。长风心里那个气呀！这整个天下最戏精、最会演戏的，便属当今陛下了。明明剑法出神入化，早在2年前就已经能和自己打成平手，可这些年
依旧隔三差五的演戏。哎呦，偏偏苦了我这个对手啊，要装得很像，也要很卖力。长风，朕的剑法可有长进？陛下的剑法日益精进，相信过些年一定会所向披靡的。哼，很好。周围的人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李红素远远看见凤清浅，惊为天人，眼里绽放出神往，脚步不由自主地靠近，直到与他相差数十步的时候才停住，痴痴相望。凤清浅一身淡紫色锦衣，衣衫上的龙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李红素的心跳了一下，凤清浅犹如皎月的光辉，却令人痴迷。凤清浅收起来，正准备走的时候，瞥见一抹明媚的红色，遥遥望去，他以为是那蠢丫头呢，只是粗略一看便知道不是，很快地收回了视线。李红素有片刻的呆愣，陛下这是看着自己？内心的忐忑激动全部化作失落，犹豫了小半刻，内心生出一个不安分的想法来。既然陛下瞧见了他是不是可以去请安？这么一想，李红素多了一分勇气，漫步走过去。这名字倒是有些熟悉。你来宫里找阿优的？去找皇后吧，以后别穿红色了，不适合你。素素姑娘终于回来了，清华姑娘等了许久呢。清华是谁？就是明将军府的女管家，从小照顾殿下长大的。李红素点头，进去瞧见一身淡蓝色的裙裳，衣料上等却简单。瞧见她，李红素立刻想起了自己的大娘，隐约觉得他们便是一种人。抱歉，清华姑娘，我刚才在外面走了一圈，迷路，所以耽搁了。见过李小姐。李小姐客气了，奴婢只是担心您孤身一人找不到路而已。对她来说，只要品行不坏，不要对他们家小姐别有用心就可以了。清华，手好酸啊，阿优好可怜呐，我感觉手都肿了，要是爹爹知道了，可要心疼坏了。清华是谁呀？对他性子知根知底的，当然知道这些苦肉计卖可怜的。你才夹了一炷香的，少装可怜，我不信。明优垂头丧气地趴在桌子上，哼，清华也是大坏蛋。你是皇后，都6岁了还不会用筷子，若传出去，别人还指不定怎么笑话呢。哼，谁敢笑话本宫，本宫打他板子。明优就是纸老虎，就会喊喊口号。哦，你打过谁板子吗？明优噎住了，他还真没打过谁的板子，不像凤七七这个大暴君。我好像真没有，倒是凤七七经常打我屁股。清华无语了。长乐宫里，小顺子刚前脚迈进殿内。怎么样？陛下神机妙算，清华姑娘果真是平推了宫人，再悄悄让殿下练习用筷子呢。凤清浅嘴角一闪，她知道清华的秉性，更加知道明优这个小丫头的性子。若是清华知道这个小丫头连筷子都不会用，指不定私下偷偷怎么锻炼约束她呢。如此来上几天，明优还会死扒着清华不放？凤清浅对于这个特殊的情敌有的是法子，不多体现清华的严厉，小丫头怎么能意识到自己的好呢？清华，你怎么能这么虐待小孩子呢？有没有人性啦？没有，殿下，你可是偷懒半个时辰了。清华，你有时候和凤七七一样讨厌。殿下，你不要光说不动啊。明优单手托着脸，一只手拿着筷子，拨弄着盒子里的翡翠、玛瑙、苦恼。还是清华没进宫来好，只要凤七七没空，
就没人管自己了。第二天早起去国学院的时候，明优比往常都积极。如意快点，等会儿迟到了。奇怪，殿下今日上学倒是头一遭这么积极呀。小宫女小声道：如意姑姑不知，昨儿我看见清华姑娘让殿下练习了半个下午用筷子。难怪了，这天底下能约束他2分的，除了陛下就是明将军和清华姑娘了。清华在宫里待了4、5天，说府里一堆大事小事等着他决定呢，只得收拾东西先回去了。明优津津有味地啃着鸡腿，清华看着他，这时间过得真快。殿下要多学习规矩，少吃糖，奴婢得空了就请旨来看您。明优没有以往的哭唧唧，去吧去吧，我会在这里好吃好喝的。清华回去了，他就不用筷子学加玛瑙了。清华觉得他没哭，是因为他长大了，懂事儿了，根本不知道这小丫头在打心底里庆贺。算了，不坏了，我本宫要去找凤七七了。这么一来，凤九星越发相信他手里的鸡骨头有什么秘密。我这有的是好东西，赶明儿我让人送一棵糖葫芦树进来给你，怎么样？明优小眼神噌地亮了一下。不，要是凤七七知道他吃了一棵糖葫芦树，那还不揍死他？凤九心还和他杠上了，就不信了，他还拿捏不住一个小丫头。哼，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凤九心气出内伤来，价值连城的红珊瑚树，宫里都没有的东西，还被他嫌弃了。要不我那有一套7彩琉璃杯，送给你了。明优眼神一动，要不你再加我一盒珍珠，要这么大的。小孩子家的，要那么多珍珠干什么？你管我？要不我给你换换其他的，那么大颗粒的珍珠可不好找。你是听谁诓你呢？哪里有那么大的珍珠啊？那本宫就走了吧。回来，成交。凤九心急了，那糖葫芦也给我烧上啊，悄悄的给我送啊，别让凤七七知道了。明优最终还是没有抵住糖葫芦的诱惑，坑了凤九心。将鸡骨头交给凤九心手里的时候，明优怕他反悔，你要是敢骗我，等我爹回来，我就去朝堂上告状。太妃，你们在说什么呢？我在这儿站了很久啦。哎呦，是皇后来了呀！宫里的奴才是怎么办事的？皇后来了也不通传。明优迈着步子进来，到了凤清浅的跟前儿。是我没让他们说的，我来找凤七七的。敦煌太妃心计颇深，为人也很谨慎。明优年纪小是不错，保不准有人套他的话呢。也差不多到午膳的时辰了，陛下和皇后可要在福月宫用膳。御膳房那边准备的午膳一向是根据阿优的口味来的，太妃喜欢偏淡，阿优却喜欢酸辣的，朕怕他吃不惯，就不留了。那就不留陛下了，还望陛下念念我这老人家盼望儿孙的心思，早日全了我们母子的心思。那贵妃挑着，若是有其他顺眼的，差人来报便是。凤清浅带着明优出去，一刻也不想多留。春俏，去把今日当差的奴才都各责罚10板子。隔天，凤九心真的很守诚信地送了一束糖葫芦过来。明优欢喜得不像话，只是手才接到糖葫芦，就听到凤清浅的威胁声：你敢吃，朕就把你其他牙齿给撅了。明优苦巴巴地看着糖葫芦，伸出小舌头舔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看向凤清浅。
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用牙齿吃，只是舔了一下，尝尝味道。凤清浅无奈，哎，他怎么会娶了这么一个吃货呢？是凤九九非要给我的，我也没办法。嘴长你身上，别人还能拿着刀逼着你就范。凤清浅是收到消息过来问凤九心怎么好好的会给明幽送糖葫芦过来，若按他的性子，巴不得给明幽喝毒药吧，还想吃糖葫芦。明幽绞着手指，心虚不敢出声。把糖葫芦拿去未央殿分了，叫他们过来在皇后面前吃。长风看着大家齐排排地站着，人手一串糖葫芦，脸色又惶恐又不安。怎么，你们都没长牙齿吗？明幽看着他们吃，委屈涌上心头，哇的一声就嚎啕大哭了。凤七七，你个讨厌鬼，你怎么这么狠心啊？让他看着别人吃糖葫芦，他眼巴巴的看着流口水。真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啊！陛下这招真是又损又高，我跪服。明幽还在一个劲儿的擦眼泪，凤清浅将他拉过来，他还死倔的不过去。凤清浅直接像是老鹰提小鸡仔一般提过来，用手指腹给他把眼泪擦干净。还哭吗？一次哭个够，我一次把眼泪给你擦了，免得将衣服弄脏。凤七七，你欺负人！等你老了，看我不打死你，天天给你吃白菜。在明幽看来，这是最好的报复了。这不是我喜欢的东西吗？七彩琉璃盏呢？长风将匣子打开，满当当的一盒珍珠。哇，这么大的珍珠，怕是100年难遇了。殿下，仔细看看，看完了属下就送回陛下那边去了。感情这东西就是让他过个眼。这是我的，凤九九送我的。殿下忘记了，天下的东西都是陛下的。长风将东西收起来，晃晃悠悠地回去了。对了，殿下，7彩琉璃盏已经被陛下用着了。明幽翻了一个白眼儿，若不是他年纪小身体好，只怕要被凤七七这个混蛋气死了。整个宫在场的人都是忍着笑呢，他们知道这是陛下故意欺负皇后娘娘呢。明幽觉得凤清浅太恶劣了，他以后不要跟凤七七说话了，永远都不要。可下一刻想，永远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呢？那万一要吃凤尾鱼呢？要不改一改？从心里默默地将永远擦掉，记上10年。等等，10年是不是有点稍微长啊？算了，那就3天吧。小祖宗，您可真有骨气。这10年眨眼就变成3天，别说3天，依着他这个性子，估计3个时辰也难。果不其然，小顺子来叫他吃鱼的时候，明幽跑得比兔子还欢快。殿下，您刚才可还发誓呢，说至少3天不理陛下呢。明幽眨眼，是吗？管他呢，反正是刚才的我说出去的，又不是现在的我说的。然后撒欢去了。很有道理的样子。只是殿下，你能不能争点气呀？想想漫漫余生，他们的皇后娘娘都被陛下吃得死死的。昨天已经试了3次了，今天怎么还要试啊？以往不都是绣好了放着吗？宫里就明幽一个后主，并未有嫔妃。殿下，这可马虎不得啊！帝后的衣裳都是南幽国的体面，若帝后不体面，影响的便是整个南幽国的脸面，面子又不能当饭吃。
那是谁平时当众被陛下打了屁股就气得闹别扭好几天啦？那是疼的。这话堵得明优心虚。好麻烦呐，我可不可以装病啊？这样他们就不用来看我了。南轩王看见明优在荷花池边一遍一遍地走来走去，还未开口就听到明优的话，忍不住笑了一声。这天下追求至尊的皇权，泼天的富贵，在一个孩童眼里不过是一场不必要的麻烦。哼，可笑。想当年他娘多渴望有一个正正经经天下人认可的名分呢。是否天下事都有这样的因果循环？你所厌弃的都是别人可望而不可求的。这天下梦寐以求都得不到的好事，你倒是嫌弃了。明优转身看去，瞧见紫衣玉冠的南轩王看着他。皇叔，他的那个宝贝干女儿最心一向是跟他不对付的，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殿下，您别招惹南轩王，小心他把你的脑袋割了当球踢。他穷的买不起藤球了吗？非得踢我脑袋？南轩王勾唇一笑，显然是听到了主仆两人的对话了。殿下，您走慢些，可别摔了。您一摔，估计整个天下要笑到明年了。谁让你们弄的衣服又重又长的？陛下，皇后娘娘到。凤清浅迈步过来，牵着他的手一路从太和殿走出来。长长的台阶下列着文武百官，使臣按照先后次序一一有规矩地进入。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起身。明优跟着他的声音几乎同时开口。明优站在高处，人又小，自然不引人注目。你说他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呀？瞧你那点出息。我这不是干站着没事儿干吗？你可得站老实了，等三跪九叩完就可以回去了。好。站了好一会儿，明优都有些瞌睡了。不许瞌睡。谁知道他们三跪九叩还一批一批的来呀？如此慢悠悠的磕头，那得磕到什么时候啊？阿那国进贡1000年人参2颗，红蓝宝石各1箱，天蚕冰丝1匹。明优听着小顺子的吆喝声，还在研究着天蚕冰丝是什么鬼东西。这还有送人的呢！哼，百色部落的算盘打得真好。这话倒是让凤清浅一惊。没想到这小丫头现如今也这番聪明了吗？知道百色部落的深意。这要是收了，还得公吃公住的，别人还得倒贴银子。哼！凤清浅觉得自己胸口有气血在翻涌，还是高看这吃货了。要是人人都像你这般聪明就好了。明优单纯的以为是夸奖。那当然。浩浩荡荡的近半个时辰，总算是结束了。明优拖着腿回去的。殿下，您要注意仪态。明优走路都有些腿软了，一想到下午还有接受朝拜，整个人都不好了。殿下，多休息一会儿吧，下午的时候还有使臣家眷参拜呢。令明优还有一点安慰的是，下午可以坐着，可一坐几个时辰也是不易呀。没事儿，殿下，奴婢们会把垫子准备得软软的，保证舒舒服服的啊。明优换了一身正红色的金丝凤袍，坐在主位上，看着跪拜在地的人。参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起身赐座。原来南优喜欢让小孩子做皇后啊！娘娘的父亲一定很厉害吧？
听说娘娘出生的时候有火烧云化作凤凰。本宫的爹是当朝将军。哦，只是将军呢。我也想当女君，天天打某些人的屁股。凤清浅扯着他的耳朵道：朕看你是皮痒了，你能不能当女君朕不知道，但你这屁股肯定是要挨揍的。明幽一惊，生怕他真下狠手，溜烟跑了。百媚的到来让明幽提起了对女尊王朝的极大兴趣。听百媚说，女尊王朝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了，百妖走了，小姑百饶变成了女君。那百妖女君没有儿女吗？有是有的，但还不如不有。大姑姑有一个女儿，只是从小便体弱多病，缠绵于病榻，20多年来也未出过几次宫院门口。这是什么怪病？无从得知。天下顶有名的神医都请了，药也喝了，针也扎了，只是一直未见什么效果。这些年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百媚年纪长明幽许多，倒是跟明幽很聊得来。2天后的宫宴是定在长歌台，明幽比凤清浅来得早。参见皇后娘娘。明幽点头。你们继续。明幽年纪小，又是皇后，在场的无一敢与之交谈。倒是明鹤的嫡亲妻子明李氏先开了口：殿下现如今贵为皇后，果然不一般了。这凤凰步摇果真是华贵无双啊！只说凤凰步摇华贵无双，却丝毫没有提皇后自身半字。按理说，即使要夸步摇，那也是得先夸皇后的。明幽不太喜欢自己家族里这个大伯母。夫人是喜欢凤凰步摇？明幽看着他的眼，叫的不是大伯母，而是夫人。众人陷入沉默。明李氏一愣：殿下说笑了，臣妇怎敢有僭越之心？只是觉得这凤凰步摇甚好，甚合殿下的身份。是呢，夫人是丞相的嫡妻，丞相又是陛下的肱骨之臣，夫人自当与丞相大人为一体，忠君不二。清脆的声音不卑不亢，可却带着十足十的嘲讽。清华，奴婢参见皇后娘娘。陛下说，为了防止某些小人故意暗地里耍些见不得人的心思，故而叫奴婢来伺候皇后娘娘。明李氏的脸色很难看，却只得隐忍不发。殿下，那人嘴拙不识得大体，定是想着明家的亲眷关系，才言不答意。意思就是指明幽成了皇后，便不敬重长辈了。丞相忘记了，明将军府和明丞相府不是一家，这是整个天下都知道的事情。明鹤脸一白，这话说的好像他强行沾亲带故似的。明幽没和明家人见识，瞧见清华到了，小声的和他说着话，眼睛滴溜溜的观察了四周一圈，有些无聊。清华，你在这里替我看着，我要出宫。清华一脸怀疑的看着他，怎么都不像是人有3急的态度。所幸明幽机灵，就跟着去了。我才不上当呢！哼！北明然气急，恨不得敲诈他的小脑袋。这小皇后怎么这么惹人讨厌呢？一点都不可爱。可想到她那粉嘟嘟的小脸，吹弹可破的肌肤，还有那水汪汪的眼睛，北明然忍下了。就是性子什么的太讨厌了，他可不是因为她是什么皇后才有所顾忌的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打起来的？明幽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瞧。为什么？因为本世子那个蠢公主一直跟着我转，我实在烦心，就故意夸奖了那个什么圣女一番，然后醉心就炸了。明幽顿时更加鄙视他这种恶趣味了。虽然他也很讨厌这2个人，两人从吵架开始互掐。明幽看着北明然，
忽然起了捉弄他的心思。打得有些激烈了，我们不如偷偷去前面看看。好啊，好啊。他还想知道这醉心是不是真能打得过那个什么圣女。两人悄悄摸摸地从树丛后靠近。这下是不错了。明幽身子小，主动给北冥然挪了一个地方。我怎么觉得阿离洛要赢了？不可能。明幽的眼睛一弯，突然转身一脚将北冥然踢了出去，然后嗖嗖的直接躲进树丛后方逃走了。北冥然武功不错不假，可刚才没设防，实打实的一脚，北冥然往前一倾，摔了个狗啃屎。小祖宗，去哪里了？如意派了好多人去找你。我镯子找回来了吗？明幽怕被骂，先关心起他的镯子来。镯子早就找回来了，陛下都已经去里面了。明幽道：我肚子疼，出宫以后路过看到有人打架，就围观了一会儿。明幽倒是说的煞有其事，仿佛他围观真只是路过的。清华也顾不得和他计较那么多，把他送入了宴席。明幽坐在凤清浅的旁边，众人起身跪拜道：参见陛下，参见皇后娘娘。起身，入席。看了一眼四周，凤清浅瞧见童颜鹤发的齐恩王旁边位置是空的。怎么不见北冥世子？孙儿有些身体不适，臣命他去太医院瞧瞧。多谢陛下关心。明幽却心虚了一下。明幽用筷子笨拙地夹着菜，那金黄的蟹黄愣是半天也没有夹起来。明幽嘟嘟嘴，愣是和他杠上了。凤清浅看了一眼，将筷子提起来：好好吃，不许淘气。小顺子在一旁操碎了心：陛下呀，您这都快成殿下的老妈子了，您是天子，下面这么多人看着呢。陛下，王上听闻陛下喜欢美酒，特命人将有100多年的琼浆进贡给陛下亲尝。剩余的2大坛子已经送至内务府了，请陛下笑纳。有些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凤九九说的，可是后来我就看见他，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明幽有些纠结，有些不确定，他只是依稀听见什么使节进献的酒有毒，更巧的是今晚夏荷真的送了酒来。凤清浅只是眸色暗了一下：没事，不怕，他们不知道。长风从外殿进来：等宴席散了，你去一旁看着，悄悄地去拿了碎裂的酒盏、酒壶过来，连带着剩下的酒一块取来，记着别让人发现，想法子将凤九心支开。王爷给了他一个眼神，凤九心大致便明白了，是有要紧话不方便说。凤清浅起初还担心他受了惊吓，现如今看来哪里有半分被吓到的样子啊。你倒是胆大，方才为何还哭鼻子？凤清浅的语气中带着浅浅的宠溺，将脑袋伸出：那是我拧大腿才哭出来的。凤清浅无奈，看着他迅速地从被子里伸出腿来，细嫩如白玉无瑕的腿上有一道浅浅的印子。那我怕被凤九九真的发现了，要真是他岂不是要找空杀了我灭口吗？他可没那么傻。你倒是个机灵的。凤清浅又气又好笑，起身去拿了药过来，里面盛着透明的脂膏，在手心温热后才涂到他的腿上。明幽一嗅，我在等着你出来，等着沙漠有海北极，我在等着你，也在等你随风降落时。凤清浅正欲开口，不曾想敲门声响起，是长风的声音。陛下。凤清浅将他腿塞回去，将被子盖好。进来吧。
长风一身玄衣进来便拱手道：拿去找人仔细查了，姜太医说无毒，一切正常。知道了。长风退下的时候，听到明幽叹了一口气，唉，早知道就不费功夫了。然后扭着脑袋看了一眼凤清浅，我这可是为你好，凤七七不许罚我。凤清浅侧身看向他，真像是这样的人吗？明幽摇摇头，还未等凤清浅有一丝的欣喜，不像，你就是。凤清浅抬手故意吓唬他，明幽奸笑着钻进被窝里了。次日一早，明幽已经在吃午膳了，凤清浅还未回来。明幽拿着鸡腿啃，怎么凤七七不回来吃饭了吗？寻常只要没有特殊事情，他都是和凤清浅一起吃饭的。凤清浅美其名曰为了省柴或材料，索性凑一起吃了。明幽年纪小，还不太懂这些隐藏太深的心思，想着也有道理。陛下在和齐恩王说话呢，听说北冥世子好像是过敏了，全身起小疙瘩呢。如意给他夹着菜，明幽端着汤碗的手一抖，心越发虚了。若是凤七七知道他故意在树上放了西洋粉，故意捉弄北冥世子，凤七七会不会揍他屁股啊？有人吗？救命啊！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用。我为什么要喊破喉咙？破喉咙是谁？明幽不太理解，北冥然一个趔趄，算他没说，不怕皇后有心计，就怕皇后是文盲啊！和这个小丫头多说无益，他今儿还非得好好治治她不可。凤清浅听到明幽没在的时候，明丽才刚进宫，如意低着头捏着裙角，不敢吭声。还看朕干什么？不去找人，找不到皇后，统统杖毙。凤清浅也是急了，上次的狗洞找了没有？陛下，早早的就填了，用青砖和泥填的，就是10个6岁孩子也挖不动啊。小顺子捏着手，战战兢兢。愣着干什么？明丽比任何人都急，说着就冲出去了。他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出点事儿，他也没活下去的指望了。还是明幽睡醒了，听到几个宫婢在附近寻人，才出了声。陛下，你最近这武功长进呢，能窜上去这么高？明丽黑着个脸，提着他的小耳朵。哼，多久没管教，你越发没规矩了，还上树，咋不上天？明幽使劲地伸着脖子，巴不得秒变长颈鹿，好让自己的耳朵没那么受罪，一个劲儿的苦巴巴的求饶。爹，耳朵要掉了，我就是在上面睡着了。凤清浅看着自己亲手养的小媳妇被这么可怜巴巴的揪着，顿时不乐意了，不动声色地将她提到自己的跟前来。明幽也十分默契地躲在他的大腿后。哎呀，你呀你这心可真大！依照我看，要是人贩子把你卖了，也能睡着。我下不来，我也很绝望的，爹。这时众人这才想起一个重点，明幽这小胳膊小腿的，又不会轻功，是怎么上去的呢？明幽眼泪顿时就上来了。爹呀，你都不知道那个北冥世子有多坏，他将女儿挂在树上，要饿死女儿啊！女儿一个人在树上，又害怕又饿，女儿才6岁呀，多可怜呢！长风不太懂明幽的逻辑，这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这一人在树上担心受怕，所以睡着了，骗鬼呢。可明丽是个女儿奴，自己的女儿是掌中宝啊，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这么一听，气从扒出来。
北冥然这小子，嗖的瞬间，眨眼就没了人影。陛下要拦吗？凤清浅当然不会拦呢，反正揍死这个小子也不是他出手的。再说了，明丽这个倔脾气，这放眼整个南幽，谁敢拦呢？凤七七，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凤清浅对于他夸奖自己的这个词儿不太满意。老谋深算。凤清浅无奈，最可怕的不是皇后年纪小，而是皇后根本是文盲。你再说一个关于朕老的私语，朕就把你牙给拔了。明幽捂嘴不吭声了，凤清浅却始终耿耿于怀。朕才14、15，正是少年之气，怎么就老了？你比我大7岁多。明幽松开嘴巴分辨了一句，立刻将嘴捂上了。朕瞧你这牙齿也没用了。明幽立刻怂了，摇头。不要，我知道错了。凤清浅准备起身，正想起身询问一下茶水为何还没到，明幽以为他是真的要来把自己的牙齿给拔了，整个人如同一个球扑腾冲过去。凤清浅本就没做防，被他这么没头没脑的一撞，小顺子端着水进来。陛下受罪，这茶水太烫，奴才在外面晾了一会儿。小顺子以为两个人还在说话，便也没多想，岂料进来就瞧见凤清浅躺在软榻上，让南下。小顺子立刻转身，闭眼惊恐道：哎呦，奴才有罪，奴才什么都没看见。凤清浅对着他清澈的目光，听到小顺子的话，竟然不自觉的耳根子一红。这么诡异的姿势，毫无营养的成分，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怪异和奇怪。他一个6岁的奶娃娃，能发生什么事儿？凤清浅轻咳了一声。怎么，打算等朕提你起来？你不生气，不拔我牙齿，我就起来。然后凤清浅的睡衣很不争气，很巧合的就松开了。明幽发现他胸口处还有一个浅浅的牙印儿。哇，你的胎记很奇怪呀，似乎是被小狗咬到的牙印儿。小顺子的肩膀抖得如筛子，飞奔着跑出去了。这再下去，他估计要被陛下毒成聋哑人了。凤清浅黑着脸，哼，那就是你咬的。胡说，你可别赖我，我记得可清楚呢。明幽嘟嘴，凤清浅将他提到一边，爬起来，指着自己的胸口的牙印儿。这还真不是狗咬的，更不是什么胎记，是你1岁多的时候咬的。明幽捂着眼睛道：你耍流氓，脱衣服。这衣服是你自己给我扯开的。凤清浅咬牙。真是咬的，你还认识我小时候？何止，从你出生就认识。凤清浅年幼时见到刚出生的明幽，就知道这个小丫头一定是个爱闯祸惹事的麻烦。凤清浅和明幽天作之合的缘分，是从明幽出生时候的背景开始的。5州4海，属南幽皇朝疆土最为辽阔，周围的附属小国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儿。正是8月15，才傍晚，皇城里热闹得不像话。明丽，该死了啊！我不生了，好疼啊！明丽擦了擦额头的大汗，狠狠地踢了一脚旁边的小厮。没听见夫人喊疼吗？屋外的大夫是不是豆腐做的？没半点用啊！将军，这生孩子都是这样，这产妇都找了10几个了，这大夫他也没什么大用啊，只能给夫人配些提精气神的药。明丽皱眉，这就要冲进去。将军去不得，去不得，去了不只是对将军晦气，对夫人和小主子也不好。明丽一听，这才收回了脚步。哼，如月，你再坚持坚持，我这就给你想法子。去告诉里面那些不中用的人，这夫人疼得不行了，快给本将军想法子，要不然这些赏银
就给他买棺材。哎呀，将军，不可提这些不吉利的。您坐会儿，这也快了，夫人进去2个多时辰了。哎呀，天上飞着火凤凰。这带着红霞的天空中，竟然有一片红光似火、光芒万丈的红云，看过去竟然是一只凤凰的样子。你想起凤清浅7岁以前一直都是读书习字，现在多了一件事儿，养奶娃娃。每3天，凤清浅都得去一趟冥府，美其名曰促进感情，其实就是去带孩子。还没到明家的清河院，便已经听到了婴儿嚎啕大哭的声音。凤清浅皱眉，迈着步子进去，就看见乳母抱着明优转来转去。哦，小姐不哭啊！哦，奶娘抱着呢啊！凤清浅看了一眼，她是不是饿了？要不是父皇逼着，她才不来看这个小东西呢。软乎乎一团的，稍不注意就折断了。啊，回殿下的话，刚刚已经喂过了，只是今日将军去宫里了，夫人也受邀出去了，小姐可能有些不习惯。小婴儿不停地挣扎着小手，哭声嚎亮。哼，没用，哄个小孩都哄不好。奶娘一皱，是奴婢无能，请殿下息怒。这小孩子不习惯，偶尔哭闹也是正常的。凤清浅僵硬地拍了拍他的背。哎呀，别哭了。也不知道明优是哭累了，还是他的话有用，哭声真的开始小了下来。不一会儿，已经转变为抽抽搭搭的了。这奶东西也没那么讨厌，至少很给他面子，不是吗？过了一会儿，凤清浅觉得无聊，又不好把他扔下。我带他进宫去，一会儿让明大人给带出来。这奶娘觉得有些不妥，可又不太敢反驳。这武殿下是出了名的混世小魔王。本殿下只是通知你，不是和你商量。觉得抱着手会酸，将明优放在篮子里，便出了冥府。快去找将军的侍从，告诉将军，这小殿下将小姐带进宫去了。外面已经入了深秋，枯叶飘零，秋风瑟瑟。凤清浅看着躺在篮子里吐泡泡的明优，哼，便宜你了，可别往本殿下衣衫上吐口水。殿下，你嘴上说着明家小姐不好，可还不是担心她受凉了？哼，本殿下不是怕她受凉了再传给本殿下吗？阿言偷偷一笑，嘿嘿，是，殿下说的是，殿下一向是个冷面热心的人。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小姐还在武殿下手上呢。魏郎爷，我说你急什么？你这样子活像是绑走你家小姐那是个土匪，你们家的小姐是被他未婚夫接进去了，不是被土匪。我巴不得是被土匪绑走的，这样带着人杀过去就是，简直明了。你说什么？哦，我说大哥说的对，大哥说的好，是小弟我瞎担心了。凤清浅提着篮子满宫里转悠，油然而生出一种遛宠物的感觉。正好遇上了在花园里投壶的凤昭敏和凤皎月。五皇帝，你手里提着的篮子是装小兔子的吗？立刻跑过去围观了。哎呀，五皇帝，你居然见到一个奶娃娃，你要养它吗？你是来拉屎的吧？长乐宫里，凤清浅将奶娃娃明优放在软榻上，怕他滚下来，特意用枕头挡在床边。已经快2个月的明优其实根本还不会翻身，只能躺着吃吃手指，吐吐泡泡而已。长风跟在他面前，殿下，你就指着他长得好看些，千万别长残了，不然以后你的嫡妻可就是个
丑八怪了。谁说本殿下以后要娶她了？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巧合，明幽突然哇的大哭起来。殿下，你刺激到她了。凤清浅皱眉，哼，蠢货，他还听不懂人话呢。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企图安慰正在大哭的明幽。长风摸了摸鼻子，他一个14、15岁的少年，居然被7岁的殿下嫌弃了。别哭了，长大了以后没人要你，我娶你了便是。反正他也不缺那点银子。明幽在这番话的安慰下，还真的没哭了。陛下，这明小姐不会真听得懂我们说的话吧？难道她是灵胎转世，或者上一辈子没喝孟婆汤？凤清浅目光疑惑了一下。本殿下以后可不会娶你。明幽泪花还没散去，握着小拳头呆呆地看着他。哼，居然会信长风这些没根据的话。你最好不要长成丑八怪。然后明幽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个丫头听不得丑八怪3个字。为了证明脑海中大胆的猜测，凤清浅又拍着他的肩膀，将他哄好了。我太难了，明明就是个丑八怪。屏气凝神地看着明幽的下一步反应，明幽啃着手指，哼哼唧唧的不说话。凤清浅无语了，怎么这下又正常了呢？忽然想到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前几次都是拍着明幽的肩膀，莫非……他又伸手拍了明幽的肩膀。明幽是个丑八怪。果真，明幽在凤清浅的预料之内，开始嚎啕大哭。哼，真是有趣。长风在他们后面站着，低着头，内心鄙视凤清浅。嘿呀，幼稚！平时说他不长脑子，他也不这样啊。这多大人了，居然欺负一奶娃娃！傍晚的时候，明丽过来将明幽带走。3皇子凤昭敏与5皇子凤清浅，兄不友，弟不恭，互相滋事挑衅，罚3皇子禁足于琉璃宫2日，5皇子凤清浅禁足长乐宫3日。殿下慢慢抄，臣带着悠悠回去吃晚饭了。明大人慢走。等明幽一走，他潇洒地去软榻上躺着了。殿下，您刚才是没听见明大人的话吗？陛下罚你抄金刚经呢。哎呀，凤清浅懒洋洋地半眯着眼，怡然自得。那殿下还不快一些，属下这就给您准备笔墨纸砚。哎呦，真难得，殿下也有被罚吃瘪的时候。别看殿下年纪小，可属于那种人小鬼大的，宫里这1个2个揣着心思的，他都愣是没吃到半点亏。且慢，明幽一直跟着凤清浅待到傍晚时，凤清浅命如意去通知小厨房做些小孩子能吃的膳食来，阿言则是打听冷如月行程去了。约莫半个时辰，殿下，不好了，奴才听闻冷夫人好像是毒发了，太医诊治了一番，明丽大人接出去了。那他闺女呢？凤清浅瞥了一眼正在地上用小树枝逗蚂蚁的小东西。他女儿总归不能不要了吧？这白天还好一些，晚上谁带呢？陛下说了，总归将来是您的嫡妻，就您先暂时带着吧，别人明大人也不放心。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劈得凤清浅头皮发麻。你让本殿下当奶娘，照顾这奶娃娃，这殿下可别朝我发火啊！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呀。再说了，这明幽小姐未来是您的媳妇儿，又不是我的媳妇儿，这您的媳妇儿当然您自己照顾了。凤清浅气得够呛，这么大点的奶娃娃她怎么照顾啊？夜里要吃奶找谁呀？殿下，别生气了，这不还有如意吗？
您就这明面上看着照顾一下嘛。月头高照，凤清浅躺在床上，看着软榻旁边的奶娃娃，明优脸上还挂着泪珠未干，可怜巴巴地看着凤清浅。哼，该死的长风，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不用操心，你还不把他给我放下去？他怎么可能带一个奶娃娃睡觉呢？长风没动。哎呦，殿下呀，这您就让他在身边呗。这明优小姐一直哭，这嬷嬷换了3、4个了，也没用啊。凤清浅恨不得拍死长风。那长天试了没有？哎呦，殿下呀，这您忘了长天哥出去办事已经半个月有余了。哼，那你说怎么办？一副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你就死定了。这明柔小姐已经被如意给洗漱好了。哎，您就勉强和她待一晚。长风是一阵风似的刮出了长乐宫的主殿，跑出好远，气喘吁吁地站在院子里。长风，后面有妖魔鬼怪在追你吗？哎呀，这是要是完了，可比妖魔鬼怪更可怕。长风拍着胸脯道：你这要跑路啊？这皇宫守卫森严，我能长翅膀飞了不成啊？我呀，这是去守夜呢。殿下还小，明优小姐还在牙牙学语，我怕殿下应付不来。哎呦，活菩萨，快去！哎呦，快去呀！您去了，有人帮忙，这殿下这火啊，估计能散得早些。明优乖乖地躺在软榻上，一个8岁的和一个1岁的孩子躺在上面，绰绰有余。夜里，凤清浅隐约感觉到有东西移动，迷迷糊糊睁眼的时候，突然发出了一声剧烈的惨叫，然后伴随着一声哇哇大哭。你跟我说说我娘吧。爹爹说娘出远门了，可我都6岁了，娘还没有回来。你说她是不是忘记我了呀？血浓于水，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仍然分外想念。明优嘴上不说，可却无比的渴望母爱。凤清浅听着心软，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不会，哪里有娘会忘记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感同身受，他的母后在他出生后便咽了气，梁生在他年幼的时候总是一遍一遍地给他讲述他母后的琐碎故事。殿下，皇后娘娘为了你不要命，你不只要好好的为自己活着，更是要对得起皇后娘娘的期盼。幼时午夜梦回，他总能看见一方朱红色的宫墙下，一个身着素纱的女子纤纤细手抚摸着宫墙，一步一步来回走动。你娘生得很好看，性子温婉如水，朕见到她的时候，她总是一身青衣，似月下的湖水，说话很柔，总是轻声慢语的。可你爹却出奇的怕她，他只要做出一个稍稍不高兴的眼神来，你爹再大的原则立刻就没了。你刚满月的时候，父皇总是喜欢隔3差5的将你送未央宫里来，每次你爹来接你的时候，要发好大一通火，你娘就轻瞟他一眼，你爹就老实了。明优年纪小，还不能体会这些复杂的情感。我娘武功很厉害吗？你娘不会武功。那我爹怎么会怕我娘啊？他可是征战沙场的将军，杀人不眨眼的。听到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词儿时，眼皮抽了一下。他从哪里学会的贬义包用啊？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一个明优又能懂的解释。许是你娘弱不禁风，怕把你娘打伤了。明优点点头。许是聊天聊得太久了，明优从未这么晚睡过，说着话竟然眼皮开始往下垂，没一会儿就睡着了。还真是猪。可眼里尽数是宠溺，并没有半分的嫌弃。明丽刚回来就马不停蹄地教训了欺负自己家小女儿的小子，今早一早便抽空请旨入宫陪明优吃饭了。秦王听说了此事，倒也未怒。你这不争气的臭小子，别说她是皇后，
你把一小丫头放在那么高的树上，要是摔下来，这胳膊腿摔断了，你如何交代？北冥然鼻青脸肿的，做出一副可怜样。爷爷，你这拐杖下来，孙儿真成废人了。哼，你若是以后再敢这么目无王法，我先打断你的腿儿。训了几句，气也出了，秦王又心疼起自家孙子来，怎么也不请个御医过来瞧瞧？哎呦，可别，爷爷，这都是看着重却死不了的轻伤。您若是去找了那有经验的太医，我这估摸着我这命就真没了。那宫里的另一个凤七七是谁呀？长生，滚到里面去。你不是说你不来的吗？说着还捧着他的脸。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呀？你性子野，指不定怎么祸害长生呢。朕不在，你岂不是无法无天了？他有什么好舍不得的？没这小丫头跟着，他倒是还清静了。第二天启程的时候，长风看到凤清浅没戴人皮面具，一惊，看来是被某人发现了。小夫人，你是怎么发现的？凤清浅牵着马走过来的时候，长风已经化身一阵风，迅速翻身上马。凤清浅将明幽提到马背上，坐好了，上马就开始赶路。明幽实在是屁股有些受不了了。哼，没出息的。长风，去雇一辆宽敞的马车来。然后长风就荣升成了马车夫，另外两人则是在马车里打情骂俏的。马车外面挺好的，可以赏赏风景，听听鸟鸣。连着10几日的路程，总算是赶到了天鱼山附近。明幽吸着鼻子道：这里的气息都是甜甜的。走了1个多时辰的路，总算是步入了天鱼村。天鱼村在这里上千年，祖祖辈辈的人都在此安居乐业，暂时找了一户人家的空房子租住。村里闲的妇女小孩都赶来看热闹，瞧见凤清浅的模样，啊，这哪里是凡夫俗子啊，这明明是天上的仙君呐！明幽看着小院外面围满了人，嘀咕道：他们这是把我们当肉了，还有馋的流口水的。嘿嘿，小夫人，你不懂食色性也吗？什么意思啊？长风便哎呦一声，一个趔趄摔倒了。没错，是凤清浅踢的。没什么意思，就是我肚子有点饿。长风龇牙咧嘴的从地上爬起来。我马上去做饭。真的有那么吓人吗？索性门也不关了，哒哒哒的冲到屋子里叫人。凤七七，我把人吓晕在门口了。无碍，你关门回来便是。哦，老实的将门关上了。等媒婆醒过来，已经是正午了，犹如3魂丢了1魂，慌忙往家里逃了。不到半天功夫，村里便有新的八卦出来了。这新来的仙君真不是普通人，还养着一只小鬼，还是小妖怪来着，长得青面獠牙，极其丑陋猥琐。这一下想去提亲的也不敢了。明幽在院子里玩，听得外面路过的3、5成群的小孩在说河里有鱼的事儿，转身想叫凤清浅一起去抓鱼的，走了2步却停住了。他估计要是叫了凤七七，连出门的机会也没了吧。明幽退了回去，凤清浅不知道在屋子里鼓捣什么，不让他发现就行了。明幽四周转了一下，天鱼村附近的小溪水流虽不急，但溪流却是连绵好几座山头的。明幽瞧见村里4、5个孩子在下游互相嬉戏打闹，明幽心生羡慕，可又不敢过去，默默地去了上游，学着那些小孩的样子，将裙子卷起来，脱了鞋子便趟入小溪里。好凉快！水里的鱼虾很小，游动得很迅速。快看，那小丫头是谁家的？二丫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衣裳。那是新来那家养的丑八怪吧？
瞧他那身衣裳，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新衣裳，一个劲儿的显摆什么呀？切！呵，一个丑陋无比的丫头，居然还穿着那么好的料子。村里一个叫铁蛋儿的皮孩子先开口了：“一个新来的，还敢去上游抢我们的鱼，看我不得好好教训他！”他娘翠花是村里出了名的悍妇，家里也只有这么一个宝贝。街坊邻居告状，翠花不叫一铁蛋儿，反而是纵容。铁蛋儿的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总觉得自己家儿子胆子大，有能耐的很。喂，臭八怪，谁允许你动我们的鱼？懂不懂规矩？明优扭头看见刚才在下游的几个孩子，一个虎头虎脑的二傻子站在最前面。明优又转身过去，专心致志地抓鱼了。明优屁股习惯性的一哆嗦，糟了，凤七七来了！明优立刻老实了，撒着脚丫子冲过去。凤清浅碰到明优的时候，发现他手脚冰冷，将自己的外衫一脱，裹在他身上，发现他没有什么明显的伤口，怒意才减了一些。三婶见他家大人来了：“五公子，你家养的这小丫头也忒狠了，差点将铁蛋打死。一个小姑娘能狠成这样，以后……”凤清浅冷漠的眼神扫过，三婶的话便哽在喉咙里了。3天不打上房揭瓦，你胆子真是越发大了，敢一个人偷偷出来玩水，这若是被水卷走了，看你怎么回去。长风看了一眼，这点水冲不走他，还敢滋事打架了，这若胳膊腿断了，成了瘸子，他这凶残样，恐怕是他要别人的命。长风也想不到明优发起狠来还有这能耐，他有些明白了什么是虎父无犬子的道理。凤清浅转身，长风识相地闭起了嘴。三人正要回家，铁蛋的父母带着村长赶来了。好啊，你这个小妖怪，一个外村的敢欺负到我儿子头上了啊！这猪蹄不想要了？翠花力气大如牛，可也挣脱不开。你再动手动脚，我就拧断你的手。翠花手一被松开，就扑到村长面前。哎呦，村长啊，50两！村长被他这大嗓门震得头晕眼花。好好说，别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他们家打铁牛下手狠了是不对，可关键你们家铁牛做事本就有错，这是一个孩子能干的吗？对，我也觉得铁蛋不对，平时就爱欺负年纪小的弟妹，还叫他们下跪学狗叫。他为了争取在凤清浅面前的好印象，当然要帮那丑八怪了。村里的人早就对翠花家的做法不满，只是平时他凶悍不要脸，村里的都是些老实巴交胆小的人，只得任凭他欺负。那孩子大夫在医治啊？是，流血过多。那别医治了，我给你们家500两银子，买你儿子的狗命。你们欺人太甚！铁大的爹气得发抖。有人冒声道：“可以呀，翠花，你生10个8个的也不值这些钱。”开口说话的是过来看热闹的瘸子三。闭嘴，死瘸子！那我倒是要问问，你们家儿子先想溺死我们家小姐，这账怎么算的？我们家小姐不过是正当反抗，若说失手砸死你们家铁蛋儿也是该的，谁叫他小小年纪就作恶多端？你们若是不服，咱们可以去县城告官呢。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再盲踹还能大于王法。可你们家的不是没事儿吗？哼，老天爷眷顾我们家小姐没事儿，有事儿你们贱命可难抵。长风将剑一扔，插在对面的树干上。我警告你们，以后还敢对我们家小姐生事儿，别怪我剑不留情。众人皆被吓得胆战心惊的，不敢吭声。五公子，这确实是翠花家不对，可铁蛋毕竟也是个孩子，这伤了脑子，翠花家日子也不宽裕，这医药费……若他有命受着，尽管狮子大开口，本公子给得起。可我家阿优身上这蹭破的伤，受的惊吓，
可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的。不就点擦伤吗？我们家可没什么钱，更没什么人参鹿茸。本公子不缺这些散碎银子，只要你们家铁蛋有命受着。哼，只是我家阿优受的终究是要讨回来的。等铁蛋好了，每隔5天，阿优便会动手揍一次铁蛋，医药费我全包了，揍到他死为止。抱着明优扬长而去。凤七七，这里面有蛇，它会不会咬到我呀？咬到我，会不会马上就死了？不会，长风在前面看着。那会有狼突然窜出来把我叼走吗？我觉得我个子小，目标大，这样不安全。凤清浅看他，明优笑嘻嘻地抓着他袖子。要不你背我吧，这样蛇咬不到我，狼也抓不着我。小殿下套路可真多，这就是走不动道，想让殿下背着他吧。凤清浅弯腰下来，明优欢呼着爬上去了，搂住凤清浅的脖子道：凤七七，你真是整个天下最好的人啦。不说朕是暴君、坏蛋、老流氓了？那可不是我说的，开玩笑，这惹恼了凤七七，谁背他呀？那估计是猪讲的吧。凤清浅也吃定他不敢乱说，故意嘲讽他是猪。明优张口朝着他的肩膀狠狠咬了一口，隔着衣裳流下一滩口水。凤清浅只感觉肩膀微微有些痒，转了傍晚也没见有什么长得相似的药草，三人只得先找了一个破旧的山洞休息。凤清浅便带着明优在周围找些柴火。从未出过皇城的明优在野外像是撒了欢的小动物。凤七七，你快来！凤清浅转身，明优趴在不远处，似在俯身看什么东西。跟着他过来一瞧，原来是他发现了陷阱。哇，凤七七，里面竟然有一只小狗。那是狼。要是能带回去做宠物就好了，不如我们把它救上来吧。若它长2年，你就是它的食物了。凤清浅可不想救一只狼上来。那我们不带它回去，它一定有父母，我们救上来，它可以回家去。明优就是想把小狼救上来。陷阱太高，轻功下去上不来。那你把绳子拴在我身上，把我放下去，我把小狼拉住了，你就拉我上来。不行。谁知道这小畜生会不会咬人？明优抓着凤清浅的袖子。凤七七，我知道你最好了，你看他年纪那么小，就和我一样，如果我掉陷阱里没人救我怎么办呢？朕不会让你有危险。可是想不到什么说服他。你不让我救他，我就在这等着不走了。猎人来看见他，一定会将他抓去剥皮抽筋的，还会被饿死。说着没感动凤清浅，倒是自己想着想着心酸的哭了。他娘知道了，一定很着急。明优声音里透着无助和哽咽。凤清浅沉默了一下。你扔个东西下去，若是他攻击，就不许下去。明优含着眼泪点点头。好。从地上捡了一个小土块，试探了一下，扔到小狼崽的旁边。小狼崽动了动尾巴，更加缩作一团。你看，它没有攻击性。凤清浅将匕首拿给他。你要是下去了，他发狂突然咬人，你敢用匕首割了他的咽喉吗？明优咬唇，想摇头的，可摇头凤清浅就不会让他下去救小狼崽了。敢！凤清浅看在眼里，将绳子绑在他腰杆上，反复检查了，这才将他缓缓放了下去。放了一半。可以吗？凤清浅将他放到陷阱底，明优站在陷阱里，没急着过去碰小狼，
而是掏了一块小肉干丢在小狼崽的旁边。小狼崽嗅了嗅，却没动。小狼，你别怕，我抱你上去。凤清浅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虽然他清楚知道这小狼崽还在吃奶的阶段，可还是怕明优出什么意外。这是狼，我从山里的陷阱捡到的。小狼累了，低着头就冲过来蹭明优的裙子。小天胆怯地往后退了2步。阿优，他会不会咬人呢？反正他不咬我。小天又连着后退几步，可又想和阿优多玩一会儿。阿优和他认识的小孩子大人都不一样，他勇敢善良，不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叽叽喳喳还爱哭。一连着好几天，小天来找明优来的比吃饭都勤快。芍药故意跟着小天进来的，凤清浅也没拒绝，只是不太与他说话，看着两人在院子里和小狼崽玩。小天该不会是喜欢小丫头吧？这样瞧着倒是蛮般配的。虽然五公子家条件好，可这小丫头长得这么丑，像是恶鬼一般，能有人要就不错了。这丑八怪没了，自己又能嫁给五公子，那真就是完美了。凤清浅看了一眼蹲在地上逗蚂蚁，小狼崽在旁边跑来跑去的，大有一副青梅竹马的架势。凤清浅本就脸黑了，芍药还继续添油加醋的。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滚！要吃人的脸色。芍药有些懵，五公子这是让他滚？刚才看的方向不是那丑八怪和小天吗？五公子，你别生气，小孩。不要让我再说一遍。凤清浅眼里的怒意压抑不住，芍药白着脸不说话。芍药姑娘，我们家主子心情不好，还请您回去吧。他自然知道凤清浅为什么恼怒，这芍药姑娘说话没分寸，陛下是念着她给自己报过消息，看着明优的面子，这才给她几分脸面。芍药灰溜溜地走了，凤清浅看了一眼还在说话的梁小芝，扭头转身便进去了。收拾东西，提前回去。长风觉得主子这醋吃的莫名其妙，小孩子喜欢跟同龄的小孩子玩很正常，而且小天整日一个小迷弟的样子，都说3岁一个鸿沟，这陛下和小殿下差着7岁多，那就是2座不可逾越的鸿沟了。阿优，你病一定会好的，要是不好，将来没人要你，我会娶你的。阿优，你还会回来吗？不知道，可是你以后可以去皇城看我。想了想，从腰间翻出一块小牌子，这个给你，以后你去了皇城，拿着这个去明将军府找我。还有，这个是送你的礼物，这样你就有钱去念书了。明优之前嫌弃过小天不识字，后来知道小天家里穷，还有2个弟妹，没法给他念书。明优一直心里有些愧疚，他爹说过的，男子汉不许轻易拿别人给的东西的，可犹豫了许久，还是接下了。谢谢你，阿优，我以后一定去看你。凤清浅催促着上了马车，小天跟着马车小跑起来。阿优，你病一定会好的，要是不好，将来没人要你，我会娶你的。村里的人都在说阿优丑得像是鬼一样，可小天觉得阿优是这天下最好的姑娘了。哎呀，这皇帝的媳妇儿你也敢抢，活得不耐烦了。明优还是很感动的，一直伸头看着越来越远的小山村。你若是不老实，我就把你的狗丢出去。你说
该给他取一个什么名字呢？不如就叫战神吧，多威风凛凛呐！那等你爹进宫来，估计要把你的狗腿给打断。他爹可是闻名天下的战神。不叫就不叫，那么凶干嘛？哼！小殿下，取个名字而已，哪是这么麻烦呢？什么旺财来福，这元宝，这多的是。可他是狼，又不是小狗，取个这些个名字，以后若是遇到同类，听到了岂不是要被耻笑？真是坑爹的好闺女啊！所以你就忍心你爹被嘲笑？虽说这小崽子是狼，可是狼狗不分家，若是被传了出去，明将军的一世英名也就算是被毁了，以后还如何威震四方？明幽把生平所学的都用上了，终于取了一个普通而又像样的名字——韩月。堂堂一毒王啊，居然还要受一个小丫头的气了。他还有脸混吗？可他也不敢轻易动手，若是凤清浅这个小心眼的知道了，指不定怎么揍死他。夜色撩人，未央殿的烛火却依旧通明，里面突然传来了娇嫩的抗议声：“老流氓，扒光我衣服干什么？”里面在干什么好事儿？凤清浅，我要告诉我爹，你占我便宜，摸我屁股。哎呀，这殿下这是在……小顺子白了他一眼：“长风侍卫怎么这么猥琐呀？是我猥琐吗？那里面让人浮想联翩，好不好？说不定咱们陛下就有恋童癖。”然后就被长生从树上踹下来了，扑哧一声落在地上。哎呀，你该换一脑子了，这不只是猥琐，是龌龊。陛下在给娘娘洗澡。哎，洗澡？你怎么知道的？你不会去偷偷去看了吧？就是刚才如意送进去的，想定下当时闹得凶，不肯沐浴。哦，哎，原来如此。明幽被凤清浅提在浴桶里坐着，嘟嘴，一脸不快。嫌疼的话你自己擦。明幽接过帕子，随意地擦了两下肩膀。好了，不敢朝着凤清浅去出气，只得抓着一把漂浮的花瓣，哼哼唧唧地撕碎泄愤。你要朕帮你擦？不要，男女授受不亲，我可不能让你这老色狼占我的便宜。明幽，你皮痒了？老？他哪里老了？年少14。你大我7岁多，按虚岁算就是8岁，14差不多马上就20了，我才6岁。凤清浅差点没被他气死。我洗好了，你转身过去。凤清浅径直将他从浴桶里提起来，在明幽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一块帕子已经将他裹住了。凤清浅就像提着一个巨大的蚕宝宝扔在软榻上的。明幽看着他俯身过来：“你想对我耍流氓？”凤清浅白了他一眼：“我警告你，你别想威胁我占我便宜，我会宁死不屈的。”坐下来给他擦头发上的水。原来你是要给我擦头发呀？不然你以为朕要干什么？非礼一小孩子，长得比猪还磕碜就算了，胸脯上还没2两肉。明幽果真低头瞧了瞧自己平躺的小胸脯，想起宫女们胸前肉嘟嘟的，嘟嘴不吭声。凤清浅瞧见，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明幽连着敷了7、8天的洗颜草，脸终于有些起色。想起许久都未出去走走，明幽决定去太湖附近转转。明幽见荷塘边的荷花开得正好，想去伸手将最上边的粉嫩的荷花摘了带回去，只是手有些短，明幽总是抓不到。哈哈，看到你还真是变成丑八怪了，难怪最近不敢出来晃悠了。闭上你的狗嘴，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也不知怎么的，这个醉心总是遇上自己。你是属疯狗的吗？张口就要咬人。你敢说本宫是疯狗？我父亲可是南宣王，那可不是你亲爹。本宫是皇后，一人之上，万人之上的皇后。明里说过，凤清浅是整个天下之主，
那是因为我义父不想当这个破皇帝，这天下都掌握在我义父手里，凤清浅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不该说的这么嚣张的，这若是传了出去，是要惹大祸的。这话你倒是有本事当着南宣王去说呀，平时怂的跟一只过街老鼠似的。哼！明幽翻了个白眼，你再胡说八道，你试试！醉心恨恨地跺脚，忽然去推搡明幽，突然窜出一只黑影，朝着醉心扑过来。醉心没看清，被韩月吓一跳，所幸醉心歪了一下，还是稳住了。明幽默默地离着荷花池远了几步，韩月站在明幽跟前，嚎叫了一声，龇牙咧嘴地看着醉心。只要醉心一动，他就发动进攻。以为韩月是狗，在宫里养了近1个月，个子是长大了些，可不出声看着还是像只狗。可韩月嚎叫的时候，醉心才发现这畜生是狼。今日警告诸位，有胆子冲着我来，敢拿一个小孩大做文章，算什么人？连畜生都不如。说到畜生2字，明丽看向明鹤，你骂人就骂人，说畜生的时候看向我干什么？明丞相要对号入座，我也没办法。明丽扬长而去，明鹤被气得七窍生烟。未央宫内上下一片和乐，明幽对着铜镜里的自己左看右看的，太好了，终于好了，以后想去哪就去哪。奴婢这就去禀报陛下。凤清浅进来的时候，明幽还盯着自己的脸，一个劲儿的猛看。还是我这如花似玉的小脸好看，多招人喜欢呐。是好看，脸皮这么厚一层，能不好看吗？嘿嘿，朕倒是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没人夸自己，索性自己夸起来了。明幽听到他的声音，哒哒的飞奔到他的怀里，整个人挂在他的身上。凤七七，你看你看，我脸好啦。哎，朕不瞎，不用凑那么近。他整个脸都恨不得贴到凤清浅的脸上了，那通透细腻的肌肤如剥了鸡蛋壳的鸡蛋，偏生他的睫毛似一把浓密的小扇子，他眼里带着欣喜若狂的笑意。你都不认真看，有没有觉得我比以前更好看啦？猪就是猪，长得再好看也是一只小笨猪。快去洗脸。你给我洗。明幽得寸进尺，是你自己说的，猪可不会自己洗脸。凤清浅被他的懒给打败了，脸刚洗完没多久，北冥然便冲了进来。哎呦，听说你脸好。瞧见凤清浅剩下的话，也就通通含进嘴里了。参见陛下。他便将目光转向了明幽。哎呦，你真的变回来了，而且更好看了。明幽笑了2声，凤清浅的脸立刻臭了。这小丫头长得真是猪脑子，别人随便说2句花言巧语就信了，还乐成这样。北冥然这小子也不老实，阿优生的好看还用他说吗？你脸好了也就能出去玩了。御花园的古树上，老鸟生了一窝小鸟，都快要学会飞了，吃了我带你去看。凤清浅一听，蹙眉，故意将粥一点点地舀起来，再慢慢地放进明幽嘴里。明幽啊了半天没喝到，急了，索性端起桌子上的玉碗，一口气咕叽咕叽地喝了下去。我们走吧。然后北冥然拉着明幽的手跑了。凤清浅眼尖地瞧见北冥然那双不安分的手拉着明幽去把鸟窝挪了，看他们怎么看。长风当然知道这是醋坛子翻了。陛下，鸟窝挪了，他们可以去看兔子窝呀；兔子窝挪了，可以去看狗窝。这明显治标不治本呢。凤清浅蹙着眉头没松开。朕觉得北冥世子年纪也不小了，该出去历练历练了，不妨去女尊国瞧瞧，长长历练也好。长风惊呆了，陛下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啊！为了一己私欲，把人家北冥世子送得背井离乡的。哎呦，陛下英明！长风侍卫，你还要脸吗？北冥然将鸟窝拿下来，2人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又送回去了。什么时候他们可以飞呀？
很快的，等它们羽毛全部长出来的，就可以跟着老鸟一起飞了。北冥然盯着明优的脸一直看，看着看着，脸上便出现了可疑的红晕。哎呦，你喜欢？喜欢呢。虽然他总是欺负我，经常打我屁股，还不给我吃肉，动不动就让我抄三字经，还总是臭着个脸。不远处的树枝忍不住颤动了一下。凤清浅呆在树上，方才还一脸老父亲猥琐兴奋的笑容，下一秒听到明优如数家珍地说着他的缺点。他这么不好，你还喜欢？那我爹也揍我，我也喜欢他呀。还有清华、如意、长风、长寿、黑耳、如意。北冥然懵了。哎，打住，别数了。当然还有你。一如既往的滑嫩。眸子不经意间瞟到他那生生的嫩粉色的唇上，带着浅浅的呼吸，喷散着热气。凤清浅的思想便开始有些邪恶起来，想起他当时亲自己的时候的触感，忍不住盯着他的唇看了许久。哎呀，忽然忘记了方才他亲朕的感觉，要不再试试？可万一自己一下嘴，他突然醒了怎么办？用手指碰了碰他的唇，这种感觉不赖。手指碰了一下明优的唇，更加想亲一下他的唇，回味一下刚才的感觉了。凤清浅的心竟然是七上八下，砰砰直跳。小丫头的唇竟如刚才一样，又香又暖又嫩。凤清浅似乎感觉到小丫头的睫毛动了动，立刻退了回来，侧身躺下来装睡。明优睫毛动了动，扭了一下头，缓缓地睁开眼睛来，眼里尽是迷糊，眼皮儿都是半睁着。奇怪，我梦见大灰狼咬我的嘴。说着还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以为是做梦，又躺下沉沉地睡去了。凤清浅瞧见他又睡着了，这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在接下来的数个夜晚，明优梦里总是梦见同一只熟悉的大灰狼在咬他的唇，而且有时候还要咬好几口。凤清浅吃饭的时候听到他的话，免不得心虚的要死。小殿下经常做同一个梦也不奇怪，这不晚上有陛下看着你呢，你还怕什么大灰狼啊？凤清浅想，要是这偷亲小丫头的事情被发现，他还有何颜面呢？他想，若是谁不睁眼的瞧见了，他就灭了他的口好了。明优点点头，接受了凤清浅投食喂过来的丸子。我知道了，让韩月晚上去看着我，这不就好了？反正韩月也是狼，梦里的大灰狼肯定怕他的。凤清浅蹙眉，韩月不会说话吧？反正不知道是他就行。难得凤清浅事儿少，便拖了明优一起泡温泉。温泉水只不过到凤清浅的腰间，可早已能淹没明优的头。明优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裙子，坐在温泉边泡脚。凤清浅瞧着她那白嫩的小脚丫子，她脚也生得这般白净小巧，不知道摸上去是否也像脸一样细腻温暖呢？水太深，我不会游泳，我会把我淹死的。凤清浅走过来，伸手道：没事儿，朕抱着你就是。看着热气腾腾的水面，明优说不动心是假的。对于他这个小不点来说，水真的太深了。里面的水可是比普通热水舒服，要不是这2日你乖巧，朕可不会少你过来泡温泉。这汤泉宫的温泉是为御用的，从古至今也只有当今天子能享用。那你要抱好我呀！明优像是长在凤清浅身上似的，死死地抱着凤清浅。凤清浅单手拍了拍他的背：放轻松，朕这不好好守着你呢吗？明优低头看了一眼：不，我得紧紧地拽着你，万一你放手，想故意把我淹死怎么办？哼，小小年纪，这想法倒是不少。朕若真要你这个讨厌的脑袋，直接砍了就是，还细心的养着做什么？说不定你想养肥了再杀。
你肉可没猪肉好吃。凤清浅打趣他，明幽气恼，想伸手打他一下，结果他恶意的手松了一下。凤清浅，你想把我丢水里淹死？明幽气呼呼道：“我要上去了。”没事儿，朕就是吓唬你一下，不会将你丢在水里的。即使掉下去了，朕也能一把把你捞上来。小丫头安全感太少了，许是从小没娘在身边。不行，我要上去了，你快把我送上去。你亲朕一口，朕就送你上去。我也要吃，我也要。陛下尝尝。太妃挑人果真是一等一的好，就连伺候的人都是万种挑一。端给殿下吃吧，殿下喜欢。绿梅一愣，随后低眉顺眼地端了过去。殿下请。明幽塞了2口，点头。好吃。陛下若是不嫌笨，不如就拨去陛下宫里伺候着。太妃年岁大了，免不得需要这些贴心的人伺候着。入戏心灵手巧的，还是伺候着太妃吧。殿下喜欢白糖藕粉糕，可要绿梅过去给你常做。凤清浅淡淡地瞧了明幽一眼，拍了拍他的头。仔细噎着，吃慢些。谢谢太妃好意，我若馋了来找太妃便是，不必这么麻烦。皇后长大了，确实懂事了。白糖藕粉糕明幽也吃得差不多了，陛下一定是知道我此行来的目的。太妃苦心，朕自然懂，只是朕早些前便和明丞相说了，2位王爷，2位太妃都是蜀心与明家的嫡女，朕实乃难办。可我前段时间还听说昭敏这孩子还打算求娶南宣王的养女最心呢。哎呀，如此，那朕就让凤丞相进宫，2位太妃就各凭本事吧。敦煌太妃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随意地敷衍了2句，带着绿梅走了。本宫瞧着你也是有2分本事的，怎么连让陛下多瞧你一眼的能力也没有呢？是奴婢没有。原曾想着，即使陛下没答应了和明家的婚事，若看你顺眼了，留在身边跟着，哀家也能多双眼睛。是，奴婢没有这天大的福气。明幽摸着鼓囊囊的肚子，问他：为什么凤九九和那个凤老三为什么一定要娶明月呢？是因为他长得很好看吗？或许吧。那你呢？其实他想问他会不会也喜欢明月。朕不喜欢娇柔做作的女人。那你是喜欢我？自作多情。凤清浅留下一句鄙夷就走了。喂，你去哪里？明幽跟在他身后。用午膳。明幽哒哒哒地冲着过来，一路追撵他。凤清浅走得并不快，所以他很轻松地追上了，拉着凤清浅的手。我都能追上你啦！你吃了这么多，还吃得下午膳吗？凤清浅看着他圆鼓鼓的肚子。小看我！明幽莫名生出一股得意来。明幽真的还能吃下饭，而且胃口很好，鸡汤、竹笋炒肉。凤清浅看着他，犹如一只吃饱的猫咪，懒散地躺在凳子上。朕看你就是一只饭桶，哼，这么能吃，若生在贫苦人家，岂不是要饿死？我在长身体，当然吃得多。哼，朕瞧着你这个子没长，倒是胖了不少起来。别家小孩都是纵向长，你呀，倒是横向发展了。明幽觉得凤清浅这老流氓上辈子一定是和他有仇的。明幽好想摔碗不吃了，本宫不吃了，宁死不吃。然后看着凤清浅递过来的鸡汤，明幽控制不住地张口咽下去。哇，好喝，吃饱喝足，太满足了。北明然去得急，没来得及进宫和他打招呼，只是叫人送了一包小孩子的小玩意儿。北明幽怎么走得这么急呀？前几天还说进宫来找我玩的，可没听说游学的事儿。许是游学的事儿有些着急，怕赶不上。哎，
那以后不就没人陪我抓蛐蛐了？殿下，这满宫的奴才不是都可以陪着您抓吗？北游世子游学了，不只是您一个人惋惜。他难道还许诺了给其他人抓蛐蛐？奴才不是这个意思。早上奴才听说这醉心公主听说北冥世子今早就走了，一路骑马哭着追出城外3里多。那北冥然岂不是跑得更快了？可不是，醉心公主愣是人影都没瞧见一个。前段日子爹爹在边关，听闻你脸中了毒，可如今瞧着倒是没什么。那都是胡说八道吓唬人的。阿优这不是好好的吗？爹爹也坏，都听见女儿变成丑八怪了，也不回来瞧瞧。即使你变成猪，那也是我明丽的闺女，更别说这丑不丑的。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猪吗？对于凤七七这个大坏蛋，说他像猪也就算了，怎么还连他爹也说上了呢？凤清浅侧身倚着凉亭的柱子，瞧着那明朗的天空晃神儿。什么时辰了？回皇上，卯时了。明幽回去了，整个宫里似乎静了许多。明幽去了多久了？殿下昨天才去的。凤清浅起身径直去了，才去了1天，他以为是去了好几个月。小丫头回去了，宫里寂静的像是一滩死水。明将军府里家里的饭菜比不得宫里的精致，但到底是家的味道，免不得胡吃海塞一通。床把我封印了，我起不来了，清华。凤清浅进来就瞧见一只肉乎乎的团子躺在榻上，听到脚步声，他并未起来，直到他喊着清华的名字，凤清浅才知道这小丫头是将他当作清华了。坐在软榻旁，直勾勾地看着他，许是吃多了有些困，说话都有些迷迷糊糊的。你在学猪叫？明幽眼皮动了动，觉得声音有点耳熟，调整了一下睡姿，忽然意识到不对，他梦见凤七七的声音，还是出现幻听了？明幽揉了揉眼睛，睁开便对上那熟悉又清冷的目光。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凤七七扑入他怀里，真的是你呀！凤清浅顿时生出一种满足感。你怎么来的呀？朕就来看你老实不老实。既然你这么喜欢抱着朕，朕就勉强让你多抱一会儿。长臂一勾，又将他提入怀里。你手劲儿太大了，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凤清浅手不自然地松了一下，明幽从他怀里钻出来。你也是偷偷跑出来的？朕去哪里何须偷偷摸摸的？朕是正大光明进来的。打死凤清浅也不会告诉他自己是如何进来的。那爹爹怎么没让清华来叫我呢？朕从后门进来的，门口的侍卫告诉朕明将军在忙，朕就自个儿过来了。明幽也挑不出错来，将军府里的都是些老人了，会放他进来也不足为奇。你想不想出去逛逛夜市？想。明幽迅速将小脑袋围过来。好。清华端水进来的时候，明幽重新换了一件素净的衣裳。清华，你再不来我就要睡着了。小姐，这衣裳怎么换了呀？我刚才水翻了，衣服湿了，我只能重新找了一个。清华过去瞧了瞧，果真衣裳上有些水渍。你泡着脚，我将你衣服拿过去啊。明幽乖巧的点头。清华走到门口，转身，不到时间，不许偷懒起来。迅速洗漱完，躲在被子里窝了一小会儿，明幽便瞧见一个黑影翻身而入。凤清浅借着月色来到他床前。困了？刚才为了骗清华哈欠打过来，导致现在缓不过来，一直想打。凤清浅挑眉，还未见过这般入戏太深的人，没催眠到别人，倒是先把自己催眠了。
夜色茫茫中，只见一身轻影。凤清浅避开巡夜的侍卫，跃上屋顶。凤清浅将他放在软榻上，明幽蹬掉鞋子，准备睡觉。可瞧见凤清浅看着自己，你还不回去吗？小白眼狼，好吃好喝的带他玩了，这会儿就开始撵人了。回去他岂不是要孤枕难眠，独守空床？朕忘记了，时辰太晚，宫门都落锁了，进不去了。那你可以翻墙回去，你轻功这么厉害，哪里都挡不住你的。凤清浅咬牙，哎呀，你太重了，刚才朕扛你回来的时候闪到了腰，哎呦，这翻墙估计不行了。说着还故意扶腰，装作有几分隐隐作痛的样子。没事，那你和我一起睡吧，反正我的床大。凤清浅等的不就是这句话吗？将外衫脱了，躺下。明幽坐着，还抱着被子，呆滞地看着他。以后你还是要少吃些。明幽躺下来，不服气。哼，那是你老了。凤清浅不太理解他的想法，因为我爹扭到胳膊闪到腰，总是说老啦老啦。你腰闪了，明明是老的原因，非要赖我身上，我可不会背锅。凤清浅不想理会他，心里默念：这是冥府，不是宫里。要是在宫里，非得给这小丫头屁股揍开花不可。明幽认识凤清浅4年，被打屁股的次数数以千万，怜爱记仇的他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了。等明幽醒来的时候，清华已经将洗漱的水准备好了。凤七七，你怎么没回去呀？小姐，是我。清华也只当他睡懵了，习惯了就自然而然地开口了。明幽惊醒过来，发现凤清浅许是已经走了很久了，还好清华没发现。要知道凤七七刚带自己出去，那他爹指不定怎么收拾他呢。明幽真心实意地觉得还是当皇帝好，因为凤七七是皇帝，所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他。哎呦，小殿下被你坑惨了啊！我还以为炸了呢。明丽放大的瞳孔微微回收了一下，不由分说的就将从锅下面窜出来的明幽提起来。爹，你提着我干什么？放我下来！明丽又气又怒的在厨房外巡视了2圈，找不到趁手的东西，索性从灌木丛里折下一根枝条，接着枝条便是狠狠地落在他的屁股上。明幽挨了一下，突然窜起来：爹，疼！疼你才知道长记性，哼，不然怎么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明幽跳脚，可却又被明丽按着，逃也逃不开，只得上蹿下跳。明丽，我是皇后，你打我要挨板子的。他向来是这么吓唬人的。你是天王老子，我也得教训你。明幽见皇后的身份唬不到人，爹爹，我错了，疼，不打了。哼，错？你还知道错？今天若不是好好管教你，你还指不定捅出多大的篓子来。明幽捂着屁股，明丽就用竖条抽他的腿。小孙子说打死皇后要株连9族的，你就打死我好了。明丽脸都绿了。这小丫头知道株连9族的意思吗？你这个不孝女！清华刚回到府门口，听到丫鬟的话，东西一扔就往后院冲。给我去祠堂跪着，跪到知道错了为止。不去，我不跪，你要打死就打死我。明幽倔起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你个大坏蛋，比凤七七还坏！不要我就算了，你还要打我！我要去找我娘，告诉娘亲你虐待我。明丽听到他说到娘时，举着的竖条的手忍不住颤抖了一下，眼底里尽数是悲凉。
明优抓着自己的小包袱，在皇城里游荡了小半圈，屁股和大腿热辣辣的疼，疼得他走不动道。明优只好去买了2个馒头和1包糖炒栗子，寻了个阴凉的角落坐着休息一会儿。他等会儿得去找几个经常出入的商旅，问问他们腾云山是在何处。凤七七说，有些东西是人瞎编乱造出来的。都说古人诚不欺我也，看来也是骗人的。可爹爹说过，清华也说过，他娘是来自于腾云村的，他娘怎么会骗自己的夫君和朋友呢？或许是村子太小了，明优觉得自己爹不疼了，总不能娘不爱了吧？清华说，娘是最心疼自己的。明丽听到明优不知所踪的时候，踉跄了一下，幸好被小厮扶住了。将军，门口的守卫说没。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将军，将军！清华神色凝重，手伸到明丽脖子上。将军只是晕厥了，送回去，我去请大夫。清华出了门，交代腿脚利索的守卫去城里请了大夫，自己则是雇了马车进宫了。小顺子远远地瞧见清华的身影，是小跑着过来的。清华姑娘，是小殿下待不住想回来了吗？将事与他一路细说了。你去请2位有经验的太医，马车送出宫去。若有人问，便说是给小殿下去请平安脉的。明优抱着自己的小包袱，在街上打听了好几道，又饿又累的，正寻思着怎么办。小娃，你在找腾云村？你是谁？我呀，我是听到你说找腾云村，恰好我有个姨娘就是腾云村出来的。你姨娘和你很像吗？像，当然像，我们一家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明优翻了一个白眼，这和他娘哪里像是一个村的人呢？他见过他娘的画像，美得像是仙女儿似的。清华说，腾云村里的都是仙女儿，仙女儿哪里有长得虎背熊腰的呀？好吧，只是我还有些东西在这儿，要不你跟我过去对面前面2条街拿一下？好，大婶跟你去。说着就要来拿明优手里的包袱。大婶，你干什么呢？我瞧着你的东西重，寻思你这么小一个，想帮你拿。不用了，我东西自己拿。那双明亮的眼睛似乎能看穿他一般。大婶儿，你叫什么呀？家住哪里呀？我叫牛翠花，就住在四方街。明优点点头，领着他胡乱地穿过街道。明优在周围转了2圈，瞧见一个大傻子坐在门口玩。明优立马有了主意。翠花大婶儿，你在这等等，我去拿东西。牛翠花也不敢进去。翠花大婶儿，等会儿我就跟人说你是跟我娘的奴婢，你别介意呀。牛翠花瞧了瞧自己的衣裳和明优身上的料子，好嘞，只要让他能赚到钱，当牛做马无所谓。明优过去拍了拍正在自己玩的大傻子。大个子，想吃糖葫芦吗？大傻子笑嘻嘻的点点头。那叫你家人出来，我等会儿给你买糖葫芦。兴高采烈的去叫人了。嫂子，哥哥，糖葫芦回来了，糖葫芦回来了。明优听到傻子给自己起的绰号，他哪里像个糖葫芦了呀？嫂子手中的刀都没扔，就冲了出来。大憨，谁又欺负你了？大憨指了指明优。大憨嫂子瞧见瘦弱白净的小丫头站在门口。小丫头，谁家的呀？是找不到路了吗？没有，嫂子，我给大憨送媳妇来了。大憨前2日帮我赶跑了欺负我的大鹅，他说他没有媳妇，我就给他送一个来了。大憨嫂子转头问大憨，大憨只认得明优要给他糖葫芦。哎呀，都知道大憨的名字，还不知道大憨没媳妇儿，肯定是认识大憨的。老许啊，你要老婆不要？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凤清浅坐在茶楼上，却没有喝茶的心情，手指扣了扣桌子，心里彷徨又压抑。殿下，
3趟的人出去都没找到小殿下，只是有个卖糖炒栗子的大娘说，这中午些的时候吧，小丫头去买过糖炒栗子，还向她打听腾云村来着。这小丫头要去找她娘？再下去问，这么大个人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长风也是心急如焚，找了大半个下午，眼看着天色开始暗了起来。若是还是找不到，就让官府衙役挨家挨户的搜。不许，若是有心人知道了，这个时候无疑是对付他最好的时机。凤清浅显然已经有些坐不住了，强迫自己稳着心性，只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长生终于是回来了。陛下，有消息了，快说。听啊，今日晌午些，有人瞧见一位这年近30的大婶和小殿下一块走的，都说那人是皇城中拐卖孩子的老手。那人贩子呢？凤清浅声音里透着紧张和不安。长生还在摸着线索找，这时辰也差不多该寻到了。凤清浅即刻起身跟着去了，两人一路穿街走巷，终于在一家小户停了下来。这里小院里并不大，有2、3间屋子，一个简陋的厨房。凤清浅瞧见里屋的灯火下，迈步过去开了门，伸脚将门踢开，长风一耳光过去。你胆子倒挺大，连他也敢拐？不是，我哪里拐到他了？大人，分明是他将我拐卖了呀！大憨一家子缩在一起，瑟瑟发抖。没找到人吗？长风怒气冲冲地踢了牛翠花一下。大人，不信你们可以问问他们家呀，就是他们家将我绑了的。是这样的，那位小丫头，那位小姐，这说是他家遭嫌弃的奴婢，这送与我们家大憨做媳妇的。是啊，大人，我们哪里能想到一个5、6岁的小丫头能把人贩子拐来我们家。大憨似乎听懂了哥哥嫂子在说明优，突然窜起来。这糖葫芦。你们先顺着这院子周围的路仔细找找，问问附近的客栈商铺可有他的踪影。凤清浅听清华说，出门的时候他是带了换洗的衣服和一些值钱的物件的。那他们呢？既然他将人贩子送与了他们当做牛马，你去和官府知会一声，打牛翠花20大板，脸上刺字，发配到他们家来，任凭他们处置。嘿嘿，明早呢，人就给你抬回来啊！以后有什么粗活累活都给他干啊，给我好好照顾好了，不必留情。哎呀，吓死我了，还以为得去蹲大牢呢。要不我们连夜搬走吧。你傻呀，若是官府的人明早过来瞧见我们跑了，岂不成了通缉犯？那人贩子我们还要不？大憨可不喜欢他。他一个傻子，知道什么？他可比牛马牲口有用多了，起码脏活累活都能干。可咱们不是又多了一个人养活吗？以后还得给大憨寻门亲事儿。大憨嫂子对他耳朵低声说了2句。这好吗？有什么不好？等我过段时间买点那药，将他们关在一个屋子里，傻子也是有本能的。折腾了一晚，还是没有明优的消息。凤清浅索性早朝也不去了。大清早的，凤清浅便悄声地出了门，将大憨家周围的路都细细走了一遍，这城中该找的店铺都问了一圈，这人就是在这断了消息的。寻常的小心思可拐不走这小丫头，被人强行带走的可能性大些。若要避人耳目，那人须得武功上乘，飞檐走壁才行。凤清浅仰头瞧了一眼柳树，正好柳树叶子落在凤清浅的肩头。凤清浅伸手扫去，却无意间瞥见枯死的树皮上钉着一枚极小的簪花。哦，那我干嘛要讨他喜欢？背对着他坐，眼不见为净。你这小丫头，你桃夭。阁主掀开帐幔出来，青丝如雪，媚眼如冰。
明幽扭头正好对上他。啊，白发魔女！两人的神色都不太好看。你这小丫头胡说什么呢？凑到他身边捏着他的嘴，不要命了，快给阁主道歉。无妨，我倒是对这胆大的小丫头极有兴趣。俯身伸手碰了她的皮肤，冰冷刺骨。明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小丫头叫什么名字啊？明幽屁股往后挪了2步，不喜欢她的触碰。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啊，哈哈，许久未有人问我名字了，我都快忘记了。许久前他们都叫我相思。相思？相思红豆的相思吗？你不会胡说骗我的吧？看着相思的脸色不大好。我信。你说你叫猪八戒我都信，管你叫什么呢，反正不干我的事儿。不是相思无涯的相思。相思盯着他看，忍不住又摸了摸他。真暖呐。明幽总觉得他碰自己的时候像是蛇一般，忍不住往后退。现在轮到我告诉你我叫什么了，我叫满月。明幽胡乱诌了一个。满月？对，我满月生的，所以就叫满月。你似乎很怕我。不，我只是不喜欢陌生人碰我。阁主，这个总合你意了吧？长得可爱又漂亮，不会武功，人又机灵，我亲眼看着他反将人贩子拐卖了。桃夭，你就这么想离开吗？相思听到桃夭的话，似乎有些伤心。桃夭低着头，不敢看相思。我也有爹娘和夫君等着我回去呢，他们一定很着急。桃夭感激阁主养育之恩，只是桃夭和玉郎是真心相爱的。阁主说，若桃夭能寻到合适的接任人选，就全了桃夭和玉郎的心愿。红颜易老，恩先断。倘若那玉公子与你只是一时情好，你又有几年的快活日子呢？相思对所有男人都是充满敌意的。亦或者说，你觉得这美貌你能维持一辈子吗？阁主，玉郎不是这样的人。原来这无忧阁阁主要挑选桃夭做继承人，可桃夭一心喜欢上了玉郎，而这个相思熬死了数十个弟子，只剩下年纪最小的桃夭。可偏偏桃夭为了玉郎寻死觅活的，相思无法，只得跟他约定，若2年内能找到符合要求的，就放了桃夭，成全他们。所以你就是强行将我绑来做徒弟的？桃夭唏嘘不吭声。哼，你不愿意，难道我还愿意了不成？就你有心上人，你不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吗？人是你绑来的？桃夭跪在地上不吭声。不是绑来的，难道是说我是坐在麻袋里享福的？这个桃夭可真缺德。那么如果他不配合不愿意，是不是就会放了他呢？相思阁主，你放我回去吧，是桃夭姐姐强行将我捉来的，我也有爹娘和夫君等着我回去呢，他们一定很着急。桃夭姐姐是坏人，说好一会儿就送我回去的。小丫头，你少胡说八道，我绑你来，什么时候跟你说了送你回去的？还有，你一个奶娃娃，哪里有什么夫君？突然意识到什么，不敢吭声了。相思起身瞧了他一眼，果真是我的好徒弟呀。阁主，师父养你10几年，你就是这么回报师父的吗？阁主，好像不到退路。我早已经过门了，没这个机会啦。怎么可能？你才5、6岁，
我3岁就娶了夫君啦。明幽不太懂嫁和娶的关系，平时只听他们开玩笑说凤清前娶了一个童养媳。我3岁就娶了童养夫了，不骗你。小孩子懂什么爱情？你那就是被骗了，以后他准保不要你。哼！桃夭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心，活生生想拆散人家自小定下的缘分。明幽皱眉，不信。他比我大7、8岁，那老也是他老了，只有我不要他的份儿，可没他不要我的份儿。而你就不一样了，长得不太好看，不会做饭，脾气还不好。等过2年，你人老珠黄了，那个什么玉郎一定会找个比你小、比你好看的。到时候你就被人家关在家里当牛做马，洗菜煮饭。玉郎心情不好就打你屁股，不给饭吃，罚你抄佛经，洗马桶，洗衣裳。桃夭听着画面感满满。你胡说，玉郎不是这样的人。明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不知道人心隔肚皮吗？桃夭气恼。谁让你做人的？去给富贵帮忙。我不会做饭。不会还不会学吗？桃夭将他推进去，过了一会儿便浓烟滚滚。明幽欢快地抖了大半罐子进去，然后放糖的时候噼里啪啦打碎了一碟白瓷盘子和碗。哎呦啊，小丫头啊，你可别来添乱了，你出去外面站着就好。可桃夭不让我出去。明幽无辜，是他非要让自己来的。富贵挤出一个艰难的笑容。哎呀，没事儿啊，你出去来，我给你兜着。你再帮会儿忙，今晚真的就没饭吃了。哦。明幽从小到大都深刻地明白什么叫人在屋檐下必须要低头，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路过亭子的时候，瞧见相思阁主正在远眺，明幽怕他恼怒对付自己，阁中有4、5个师姐都是死于他手。虎毒不食子啊，脾气这么暴躁的吗？相思阁主一定是走火入魔，或者是中毒太深了。明幽挪着小步子，似小老鼠一般的往后退。千万别看见我，千万别看见我。来都来了，不想和我说说话吗？明幽顿住脚步。我怕打扰到你。桃夭姐姐说相思阁主讨厌不相关的人。过来陪我说说话吧，我已经有很多年未见生人了。明幽不敢拒绝，万一白发魔女一怒。我是小孩子，不大懂你们大人，说错了你可不许杀我。相思瞧了他一眼，哼，桃夭说的对，你确实很机灵。若你不想走，本阁主可以考虑收你做关门弟子。明幽迅速摇头，转移话题。这湖里会有鱼吗？相思并没有回答他，细细算来，该是有5、6年未和生人说话了。你5、6年都只和桃夭待在一起？不是，见过我的人都死了，所以这5、6年我未见过生人。明幽小肩膀吓得一颤一颤的。我现在捂眼睛来得及吗？若你做了我的关门弟子，便不算生人了。不，我眼睛不好，没看见阁主，而且我成亲了，3岁成亲的，都娶了童养夫了。明幽可不想和这么一个性情大变的女魔头待在一起，这情爱犹如毒药，你不懂，桃夭更不懂，世人皆不懂。我会很乖的，你可别把我扔在荒山野岭的，不然我被狼叼走了可怎么办？当然，只是才摸着出了门，桃夭就被人堵住了。10几把长剑夜里闪着寒光，桃夭有一点腿软，再好的轻功也使不出了。姑娘，这么大晚上了去哪儿？长风拦住了他。晚上吃撑了，出去散散步，消化消化。哎呦，这姑娘力气还真不小啊，扛着这么一大袋儿。哎，
可帮忙的。长风还颇有几分怜香惜玉。陶氏姑娘啊，这不知道这无忧阁的阁主在不在？长风，长风，凤七七来了吗？明幽听到长风的声音，使劲的挣扎。桃夭，快放我下来，我自己能回去了。这小丫头存心捣乱吗？这不明摆着告诉众人，此地无银300两，她就在袋子里吗？桃夭只得默默地将她抱出来。我就是请她来做客的，别误会。明幽瞧见凤七七，一股脑扎进她的怀里。凤七七，你终于找到我了，我还想着你们会不会看见我留的珠花。凤七七提着她，目光清扫。明幽条件反射的屁股一抽，捂着屁股转头向桃夭道：我就出来散散步，是他用麻袋将我绑来的。喂，小丫头，你要不要这么翻脸不认人啊？明明是你自己抱着包袱偷跑出来的，我看你可怜才收留你的。凤清浅冷眸瞧着桃夭，哼，那既然如此，朕还要谢谢无忧阁阁主的热情好客了。眼里哪有半分谢意？不用，举手之劳。后面一个身影扑了过去，拉着桃夭的手，立刻向凤清浅求饶。陛下，您说过，我要是带了路，就放我和桃师的。玉郎。陛下呀，这全是无忧阁阁主一人所为，和我们无关。陛下一定是要灭了无忧阁阁主，他生性残暴，杀人如麻。桃夭推了他一把，桃夭又有些心疼。玉郎，你胡说什么呢？阁主什么时候干过这事儿？那小丫头，皇后是我绑过来的，阁主不知道。桃夭是万万不能将自己的罪推到他师父身上的。玉郎握着他的手。你傻呀啊！只要阁主死了，我们不就能在一起了吗？再也没人能阻止我们了。明幽也是惊呆了。玉郎打算弄死相思阁主，然后带着桃夭远走高飞？不可以！桃夭死活不答应，反倒是玉郎一直想置相思于死地。明幽冷眼看着，之前还觉得相思有些不近人情，现在觉得相思看人眼光果真是比他徒弟好，一眼便看出玉郎不是个好东西。全部抓起来！桃夭没急着反抗。小丫头，你知道的，是我强行将你绑来此处，我师父是半分不知。你若是真要砍头，那就砍我的头吧，不关师父和玉郎他们的事。玉郎哪里想到凤清浅会这么不要脸，说翻脸就翻脸了。哼，陛下是九五之尊，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凤清浅似笑非笑。朕食言了，你又当如何？狡猾老狐狸的话都能信，果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要是凤七七真是说到做到的人，恐怕当皇帝的就不是他了。明幽走过去，伸脚踢了踢他。你这么蠢的人，居然还能差点找到媳妇？哼，是你狗屎运太好，还是老天爷的脑袋笨门挤啦？你这么蠢的人，居然还能差点找到媳妇？陛下，里面又找到个烧火做饭的厨子，并未寻找到无忧阁阁主的踪迹。桃夭听着，心才落了下来。没找到就好，是自己不争气，没给师父争光不说，还扰了师父清静。凤清浅似是已经预料到了一般。先将两个人带回去。等一下。桃夭的眼里出现了一丝亮光。带回去多麻烦呀，要不先在这杀一个？自己说着就去拿长风的剑。明幽个子小，约莫才和长风的剑差不多高，摇摇欲坠地拖着长剑，先凑到玉郎的旁边。我瞧着你最不顺眼，要不就先拿你来开刀吧。明幽鼓着腮帮子，努力地举起剑，剑还没放上玉郎的脑袋，先坠落在地了。呀，好重啊，这剑！玉郎看着摔在自己面前的剑，腿都吓软了。这要是他能把剑举起来，岂不是真没命了？
长风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原则，立刻殷勤地递上了一把匕首。哎，没事儿，我这有小的，精致小巧，玄铁所制，锋利无比，保准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人不眨眼儿。哎呀，这不关我的事，都是陶师做的。我是救驾有功的人，这皇后要杀也应该对陶师动手啊。你虽然玉郎没什么武功，胆子是小些，可桃夭死也想不到他贪生怕死到这般。玉郎，你竟这般狠心吗？陶师啊，别怪我呀。俗话说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呀。这本就是你自寻死路。我原本是想着你师傅死了，我们可以带走无忧阁的财宝，和和美美的过一生，岂料你闭嘴！小丫头，要杀要剐你就冲我来吧，反正我皮厚，是我得罪你，你怎么折磨我都没有怨言。你们两个谁死谁活，你们自己决定。这话一出，玉郎立刻来了精神。我是无辜的。桃夭也死心了，一脸生无可恋。放了他吧，不关他的事。凤清浅朝着长风使了个眼色，长风点头，一剑将玉郎身上的绳子挑断了。玉郎顾不得腿伤，几下将身上破损的绳子解开。哎，这可是你自己选的啊！做鬼别来缠着我。明幽忍不住嫌弃，要不是在凤七七背上，他真忍不住踹他两脚。玉郎连滚带爬地跑了。桃夭吸了吸鼻子，来吧。长风将他身上的绳子挑开，嗖的又收回了剑。桃夭睁开眼睛来，这是……哎呀，人念你心也不坏，还狗带我们殿下，就放过你了。长风此时说话的阵势还带着几分义薄云天的豪气。桃夭姐姐，你快回去找相思吧。你不记恨我啦？生怕他走了就连累了他师傅。不会，你顶多就是把我背进麻袋里，我也让人绑了你半路，我们算扯平了。明幽难得大方不记仇。谢谢你，小丫头。可我没脸去见师傅了。怎么会？相思阁主之前还说他相信你一定不会背叛他的，现在你也看清玉郎这个小人了，你回去了，相思阁主一定会很高兴的。小丫头，谢谢你，咱们就此别过。桃夭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其实他也挺善良的。凤清浅不吭声，将他放下来。你们散开回去，朕先带他回冥府。是。捞在怀里，跃身去了。桃夭回去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的时候，打算去相思的屋子里瞧瞧。推门进去，轻纱下一女子侧坐着抚琴。阁主，你不是走了吗？我在等着你回来收东西。看见桃夭站着不动，怎么是看我老了，说话不管用了？谢谢阁主。立刻去他的床榻上收整了。相思继续抚琴。对不起阁主，是我不好，鬼迷了心窍了。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不是我一个将死之人。相思脸上没半分表情，手却停下来了。桃夭啊，你说我是不是过于心狠手辣了？什么？桃夭专注于收拾东西，不是听得太清，许是他真的老了，总是能想起数十年前的事情。倘若他当时能有一丝手下留情，他的那些弟子是不是还活着，亦或者是儿孙满堂了？看着一身轻伤的相思站在风口处，手里抱着一把长琴，白发随着风起，竟然有些悲凉。其实有时候我倒是希望
他真心对你好，这样总比我好。他仿佛又想起模糊的岁月里那个桃花林里一见倾心的男子。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桃夭从不敢多问相思的事，相思也从不与他多说。他不敢问相思的由来，更不敢问为什么南幽国皇帝派人进去搜了，明明阁主却未离开，可南幽国的侍卫却回禀阁主已经走了。很多年后，他成了新一任的阁主，看着寥寥无几的门中人在叩拜，终于明白了他师父的苦心。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你们就是欺负我年纪小，等我长大了，你们老了，我就把你们拐杖给扔掉，看你们怎么走路。哼！明幽暗暗记仇，凤清浅无奈，我只是大你7岁多8岁不到，就算你长大了，朕还是翩翩青年才俊。提起这个话题来，凤清浅倒是有些迫不及待地看她长大了。这小丫头小时候便生得这般好模样，水灵通透，眉眼如画。明幽还没来得及穿裤子便睡着了。晚上小丫头娇嫩的皮肤碰到她时，凤清浅的心底总是忍不住触动一下，悄悄地伸手碰了她滑腻的脸一下，又偷亲了她一下，这才入睡了。小丫头的脸又甜又软的，倒是像一道道甜品，惹人喜爱。早上照例等明幽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能晒到屁股了，凤清浅早朝都上一半了。明幽撑着眼皮醒来，睡意朦胧的，瞧了一眼四周无人，只好自己穿了衣裳先起来。小殿下起床了，奴婢这就给您端热水。等温热的水敷到脸上时，明幽的迷糊才退散去。原来是在家里呀！他还奇怪怎么院子变小了。洗漱干净，丫鬟给他抹了厚厚的面霜。这时辰刚好能赶上午饭。青花姐姐说小殿下许久未回来了，吃了饭带小殿下出去逛逛，买些新奇的小玩意儿。那怎么不早叫我？我们快去。小孩子总是喜欢热闹。明幽出了府，欢快地跟一只刚出笼的小鸟一样，跑慢些，免得走散了。我认识回家的路。言外之意是他不怕走丢了。我才不会生这个笨蛋的气，我只是生气，怎么谁都打算进宫来抢凤七七呀？唉，明幽叹气，一脸忧愁。你这是吃醋呢？算是吧。要是他们进来宫里了，岂不是要把我现在吃的用的都得分给他们？因为后宫里就他这么一个主子，所以呀，宝贝吃穿用度都塞他宫里来了。明幽真想大呼一句：我的大小姐啊，你能不能争气一点啊？皇后是主子，妃嫔是奴婢，他们自然在你之下，什么好吃好用的都要紧着你来，你放心就是。反正就是要护食的意思呗，和韩月一样，谁也不能抢走他的肉。明幽回来了7天，凤清浅愣是翻5、6天的墙，剩余的便是明幽跑出去的那天夜里没翻过。长生偶然发现这个大秘密，愣是守口如瓶在心里。要是天下人知道，堂堂一个帝王翻墙去臣子家偷看自己的童养媳，那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八卦。长风都忍不住道：长生哥，你最近怎么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想起月黑风高，凤清浅警告他的那个眼色，顿时闭了嘴。小殿下回来了。我知道啊，这今儿一早还是我跟殿下一起去接的。正要开口询问时，凤清浅带着明幽过来了，浅浅地看了长生一眼。长生背挺得很直，肃穆而立。等凤清浅过去了，长风道：你刚才想说什么？没事。长生抬脚就走，留下一脸懵的长风。明幽也不太懂凤清浅，走小路不是能更快到未央殿吗？
你刚吃饭了，要走动走动。哦，这回答没毛病，明优只得老老实实的跟着他走。谁叫凤清浅是皇帝，又很能打他的屁股呢？稍稍犯错，便是一顿手心揍屁股。凤七七，他们把我的鱼杀了，大鱼好可怜呐。好，是他们不好，回头朕让长风去教训他们，每人打20板子。我辛辛苦苦救的鱼，你们把它杀了。明优哭得哽咽，喘不过气儿来。凤清浅看他哭得那么认真，想着一时哄也哄不住，怕他瞧着鱼更伤心，去将菜撤下去，换其他的了。明优瞧着他们又要端走，哭得更凶了。不走，不许拿走。让他们撤进去，免得你看了伤心。朕叫他们坐到园子来给你。凤清浅安慰着他，明优还在一边擦眼泪一边哭。拿下去，大鱼也死了，回不来了。抽抽搭搭的从伤心中腾出一只手来，笨拙的拿着瓢羹往糖醋鱼里舀了一勺。还是吃了吧，别浪费。凤清浅就瞧着他哭着吃了一口。真好吃。凤清浅一口老血喷了出来，长风差点一趔趄。小祖宗，你可长点心吧。凤七七，你快点吃吧。明优还催促凤清浅快点吃。等会儿我瞧见了，更难过。明优是含着眼泪说好香，痛痛快快的吃完的。长风对此只想说：哎呀，大鱼啊，你安息着。这大鱼太可怜了，好不容易长这么大，然后就被杀了。这能不可怜吗？啊，你都是哭着吃完的，可一口没剩。都是我太馋了，没忍住。凤清浅瞪了长风一眼。这谁知盘中餐啊，粒粒皆辛苦啊。大鱼没了，能喂饱你，这也是行善积德了。凤清浅担心他哭多了对眼睛不好，所以特意带他出来御花园走走。明优倒是没哭了。以后还有大鱼吃吗？凤清浅无言以对，合着刚才是瞎担心了。没有大鱼了，不过明年可以再给你多做一道糖醋鱼。还有糖醋排骨。韩月好几天没见明优，见他回来自是寸步不离地跟着，连明优上厕所也得守着。未央殿里，明优临摹着帖子，凤清浅则是侧躺在楼阁上，时不时地威胁提点小东西一句：好好写，若写不好是要打手腕心的。不公平，为什么你闲着，我要苦命地写字？明优抗议。凤清浅轻抬眼皮。等你字能写得跟朕一样好了，你也可以休息了。你怎么不说下辈子？哼！凤清浅的字可是被慕容先生早些年间真心夸奖过的，龙飞凤舞。明优觉得他就是明里暗里的说自己丑，因为他自己个儿写的字像是狗爬。后续更加说得厉害，狗爬出来的字也比自己写的好看。明优可不这么认为，狗的脚印儿带着梅花，步步生梅，当然比自己的好看了。你这么喜欢朕，都想预定朕的下辈子了？他哪里是这个意思啊？什么时候又成了他想赖着他下辈子了？一想到下辈子还要挨揍、打手心儿、打屁股，明优幼小的心灵生无可恋了。等等，我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你不喜欢朕，不想跟朕在一起？我没有。
殿下，是南轩王府派人送来的，说是后天是南轩王妃的生日，请陛下和殿下赏脸，一起去南轩王府。那凤七七去吗？如果凤七七都必须去的场合，那么就是她也必须去的。她虽是皇后，年纪还小，料理不了什么大事。陛下已经允了，还说下午些玉秀坊会给殿下送衣裳首饰来。真麻烦。南轩王妃生辰到来，如意早早的起身去库房里挑了一柄玉如意过来。明幽则是在未央殿院里玩耍，等着凤清浅来接他。一身银白色的古纹云衫，纤长带着几分清秀的身子，将衣衫衬托的气质不凡。不知何时起，凤清浅清冷的嗓音里也开始略微带一点浅浅的磁性了。怎么，舍不得走？明幽抬头对上他的视线，脑子里忽然想起前不久看的故事里的那句极有文化的话来：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说的便是凤七七这样好看的人吧。见他不动，凤清浅快步走过来，将他提起来就走。你走得慢，朕提着你还走得快些。你放我下来。明幽可不想成为他的大腿挂件。明幽从马车里钻出来的时候，便瞧见一身绯红色的牡丹凤阳花长裙，那素白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简细的金镯子。参见陛下殿下。随后吩咐小厮道：快去请王爷。普通宾客迎不迎不要紧，可这来的是天子天后，若怠慢了，世人指不定如何指责大不敬。不用请了，本王来了。南轩王快步走出来，一身棕红色的长袍，倒是很应今日的氛围。见过陛下殿下。凤清浅从马车上下来，一把将明幽抱了下来。免礼。小皇后倒是来得早。南轩王对明幽这个小丫头倒是很感兴趣。可惜呀，明大将军似乎是不愿意来我这南轩王府，不然你们妇女还可以多说说话。明幽笑嘻嘻的：我爹不喜欢这些热闹的，不过这不是给你送礼了吗？你眼睛倒是紧。我们家送出的礼物盒子都是特制的，上面有我们明家的图案，一眼便能瞧出。其实众人都心知肚明的，不是明丽不喜欢热闹，而是他向来不喜欢奉宣，送礼只不过是客气客气而已。据说当年他娶亲之日，也是连宴席都未大摆，先帝都是听闻消息不请自去的。那小皇后是否给我夫人带了贺礼？要是不带，你不给吃饭怎么办？这一玩笑逗得南轩王妃也笑出声来。如意将玉如意送上，长风也将凤清浅给南轩王妃的礼送上，竟然都是如意，只不过明幽送的是玉如意，凤清浅送的是金如意。多谢陛下殿下，想不到咱们的陛下和殿下竟这般心有灵犀。明幽嘴一直很甜，希望王妃婶婶事事如意。谢殿下吉言了，这可谓是金玉满堂了。殿下这么招人喜欢，聪颖又机灵，难怪明将军宝贝得紧。若是妾身能有福气，有个一儿半女，能有殿下3分聪颖，便是无憾了。正如王爷所说，醉心于小皇后，那是云泥之别。最近刚进来，听到这话，脸立刻白了下去。不过是一柄破玉如意，为什么一母开心的嘴都合不拢了？阿离洛瞧见了，在他身后，毕竟不是亲生的，你再怎么热脸贴冷屁股也没用。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还是因为你觉得实话刺耳？这南轩王府可是他的地盘。阿离洛，你自己找死，可别怨我。别人叫了你几年公主，还真当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公主了，也不想想自己什么身份。你再巴结南轩王爷，不过是不得宠的，他不是期盼着嫁给大王爷或者3王爷吗？若他今晚当着众人失身了，瞧他还有什么脸嫁人？好坏哟，我好喜欢。
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嘛？是谁敢在南轩王府放肆，惊扰圣驾？树丛里顿了一下。啊，你干什么？青绿色的树丛隐约露出白皙的肌肤来。凤皎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们在打架。打架要把衣衫都脱了吗？略微思考了一下道：哦，我知道了，他们要杀人。周围陷入诡异的安静，凤清浅的眸子里一派清冷，只是嘴角疯狂抽搐。凤皎月咬着唇，细细想着他该怎么婉转地向未成年的奶娃娃解释呢？将衣裳拿给他们。奴婢低着头将衣裳递过去了，只是里面许久未动。两位出来吧，躲着也不是什么法子。许是他们不敢出来，外面的人已经伸着脑袋恨不得钻进去看了。等阿离洛出来，身后是极其狼狈，脸上还滴着热汗的凤昭敏时，醉心先懵了。啊，三王爷，怎么会是你？这和他计划的不一样啊。这话在众人耳朵里也不足为奇，这大家都知道是阿离洛了，可这陌生男人想不到却是三王爷。凤敏昭瞧见众人都在，特别是南轩王妃也在。是你设计陷害我。三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旁边的女眷瞧着他们这狼狈样，百色部这民风果真是够淳朴呢，淳朴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胆敢再胡说，分明是有人给我下了药材。哟，敢做倒是不许人说了，你胆敢在草丛里做这等不要脸的事儿，还不许人说了？阿离洛公主想嫁来我南幽，人所皆知，如今用了这等下作手段，还贼喊捉贼。胡说！你……阿离洛也是有嘴说不清。陛下，我也解释不清怎么回事，喝了2盏茶就什么都记不清了。找太医来瞧瞧。阿离洛是打架输了所以哭了吗？是的。众人陷入了兴奋的沉默。都散了吧。南轩王妃的生辰宴会就这么散了。凤清浅坐在梨花木椅子上，明幽窝在他怀里玩着他的青丝，剩下的人则是在厅里各自坐着。不一会儿，太医提着医药箱进来了。陛下，阿离洛公主身上倒是未检查出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臣也不敢断然是不是有人在公主茶水或者衣裳上动了什么手脚，但三王爷确实是被人下了不干净的东西。最新绞着帕子的手一停，竟然有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敦煌太妃应该是在场的人当中最高兴的。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陛下还是想想要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吧。凤清浅懒得关心这些琐事。那太妃觉得如何处理才妥当？阿离洛和敏昭都是门当户对的好孩子，若是联姻，对南幽和百色也是亲上加亲的事情。陛下若是觉得可行，就拟旨定亲。就这么办。这今日给阿离洛公主和三王爷端茶递水的奴才一起拉出去杖毙，胆敢谋害王爷和公主，不可轻饶。众人心知肚明，只是给阿离洛一个脸面。明幽在南轩王府未吃饱，就赶着去瞧热闹了，结果什么热闹都没瞧见，一路上都在哼哼唧唧的。早知道我还是老老实实吃饭吧，打架没瞧见，还惹得我空着肚子回来了。小祖宗啊，那可不是简单的打架。凤清浅瞧着他，还煞有其事地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你瞧，你肚子都瘪了。看到凤清浅没搭理自己，如果能吃一包热乎乎的糖炒栗子就好了。吃，你就知道吃！哼！爹爹要快点好起来，不然以后谁欺负阿优怎么办？明幽给明丽倒了热水，又一勺子一勺子的给他喂了下去。阿优长大了，懂事儿多了。父女连心，他似乎是知晓一切。你是皇后，
向来只有你欺负别人的份儿，别人哪敢欺负你呀？只要凤清浅在一天，便没人敢。凤七七也会欺负我，上个月还打了我的屁股，揍得我2天都不敢坐凳子。明幽拉着明丽粗糙的大掌，爹爹说我是你的心头肉，你可舍得你的心头肉被打？当然舍不得，可学会用筷子了。明幽自豪道：当然，我这么聪明可爱。只是他未说，他夹筷子连3岁孩童都不如。那就好，陛下来了，你去请他进来，我和他说说话。凤清浅进来的时候，明幽就乖巧地坐在桌子旁看着。你去瞧瞧太医给明将军预着的药，去看着火。明幽知道他是故意支开自己，可爹爹不说话，他只得哦了一声出去了。等小丫头出去远了，凤清浅才从袖子里掏出一方丝帕来。这是清华托太医送来的。明丽拿着怀里看了许久。好，请陛下来。是有嘱托，臣深知大限将至，躲不过了。只是家中这小女年幼，还望陛下多加看护。明丽最担心的还是她的闺女。将军放心，朕不会亏待了她一丝。我这一撒手去了，她娘下落不明，她便是孤苦无依了。还请陛下准清华入宫，也好能互相照料一二。好，还请陛下对着天地神明，各位凤家的列祖列宗发个誓言，一生善待爱护于明幽，若有违此誓言，不得善终。不知此心何寄。我凤家子孙凤清浅对天地神明、列祖列宗起誓，一生会善待爱护阿幼，若有违此誓言，不得善终。那一句句的誓言惊得偷听的明幽犹如受惊的小老鼠，转身就跑，一直到了熬药的厨房。明幽也不知道他慌乱什么。凤清浅当着爹爹的面起誓言，不是好事吗？以后他就不敢欺负他了，他应该高兴才是啊，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拿着扇子扇了半天的火，太医给明幽倒了小半碗药，基本晾温热了，这才让明幽端着去的，一口一口的给他爹喝了下去。爹，你吃块糖，药就不苦了，喝了药病就好了。你从哪里摸到的糖？我出宫前小顺子给我的，我一直没舍得吃。糖甜吗？明幽忍不住咬着下唇舔了舔。明丽看着他那馋巴巴的小模样，眼眶都湿润了。明幽将头依靠在他身上。爹吃了糖很快就会好的。傻丫头，这哪里是灵丹妙药，爹是不行了，大限将至。大限将至是什么？明幽不太理解。人要死了，就是大限将至。明丽不想骗他，他终究是要面对的。明幽哇的大哭起来。不许，不可以，爹爹不要死，不要生着阿优一个人。傻丫头，你不是还有凤七七吗？还有清华，怎么会是一个人？不，我要爹爹，爹爹不许走。傻丫头，世间万物都难逃一死，就像从前爹爹给你带回来的小红鱼，该去的时候谁也拦不住。娘不回来就算了，现在爹爹也要死了。娘是大坏人，爹爹生病了都不回来。阿优是最勇敢的孩子，要坚强。你记着爹爹现在和你说的话，
不许忘。明优擦着眼泪看着他，明丽咳嗽了2声。凤七七对阿优好不好？然后他点点头，又摇头。那阿优想保护他吗？要，他虽捉弄阿优，经常揍阿优，可对阿优也很好，天天给阿优好吃的。真是傻丫头，你可记得爹爹教你保护阿优的法子？可我打不过坏人。爹死了，你回去不许哭。谁问你爹去哪儿了，你就说你爹去学你娘了，去的腾云村。任何人都得这么说，听见没有？可阿优，你一定要记得，开开心心的，不许哭。只要爹不死，这天下还是安定的天下，这凤七七还是皇帝。明优不敢说话。还有，爹爹给你留了宝藏，偷偷藏在阿优能找到的地方，以后阿优长大了一定能用得上。明丽摸着他的头，好孩子。凤清浅常常去瞧着他的背影出神，然后又默默离开。宫里的人都觉得帝后有古怪。下学的时候，正好巧不巧地遇上了南宣王。小皇后，好巧。明优不得不站住，装作这才瞧见他的样子。皇叔，你这是干什么去啊？这不，给书院送书来了，正好撞见你。听闻太傅说上月不见你踪影，可是躲懒去了？明优看了看四周，我跟皇叔说，皇叔不许告诉别人。这是自然。去边关待了几天，去找我爹啦。如意神色里有紧张，生怕他胡乱说了。这明将军再过几日便可回朝了，这怎么还让你老远的颠簸一趟？南宣王一脸疑惑。明优摇头，我爹说他去寻娘了，找到了腾云村的位置。然后仰着小脑袋，皇叔，你可不许告诉别人呢。真的？我为什么要骗皇叔？明优水汪汪的眼睛里尽是懵懂无辜。还是阿优长得像坏人骗子？皇叔要问我爹干什么？我还以为皇叔是有什么礼物要给我呢。皇叔是给你准备了礼物，已经送去未央殿了，你回去就能瞧见。明优溜烟就跑了。谢谢皇叔，那我快点回去啦。如意，跑快点，我们去看看有什么礼物。南宣王正在原地细细回味着刚才明优的一举一动。明丽为什么一走了之呢？他真的去寻夫人了吗？可这明夫人有人传言她莫名消失了，也有人说她其实早已死了。如意看着跑出了很远，终于喘着粗气停下来的明优，我们回去吧。他心底有泪，可却当作什么也没有。如意站在阳光下，瞧着他背影从未有过的哀伤和孤寂。这大将军之职空悬太久也不好，还请陛下签订合适的人选接替明将军之职。臣觉得明丞相的嫡子明双，还有刘御史的嫡子刘金远，还有北冥世子都是不错的人选。凤清浅看在眼里，懒洋洋地瞥了众人一眼。爱卿说的有道理，那朕倒是想听听众卿的意思。臣觉得北冥世子合适，文韬武略，又是齐恩王的嫡孙。是不错，只是北冥世子尚未成年，如今远在他乡求学。那就刘金远。陛下怎么不按常理出牌？这刘金远弱得跟病猫似的，谈什么征战沙场？刘金远的半吊子水平能上什么战场？若传到附属国耳朵里，我们南幽岂不是被人笑掉大牙？
那便无合适人选了。群臣面面相觑，猜不准坐在高位上的凤清浅是何意思。明鹤儿脸都绿了。陛下，臣膝下有一犬子，算来今年也20有3了。臣不敢邀将军之职，但求给他历练的机会，让犬子出去磨练磨练。呵呵，明丞相果真是君臣爱国，朕深感欣慰呀。可明丞相也不容易，家中就这么一个独子，若有个3长2短，岂不是断子绝孙了？断子绝孙4个字在明丽的脑海里久久地回荡。明将军之前带的下属9天，虽为副将，但常年在边关戍守，跟着明将军力战无数，倒是颇为合适的人选，就定他了。还没等众人开口，小顺子便高声喊了一句：散朝。朝中所有人的心思都沉了下去。南宣王看了一眼空荡荡的皇座，这小子的4两拨千斤倒是用得风生水起，顺水推舟扶了一个自己人上位不说，还是曾经明历代的老将。过了几月，明幽才开始渐渐恢复往日的活泼。明幽便一直缠着长风，让他教自己武功，本就是后宫一霸，要是这小魔头学会武功，那便是天网都抓不住了。明幽在殿里悠哉悠哉地吃着早膳。殿下，福月宫的绿梅姑娘来了，见过殿下。明幽咬着嘴里的包子。太妃说陛下今年刚满16了，是该挑选些世家样貌好的姑娘进宫学规矩了。太妃恐殿下操持辛苦，可需要太妃帮着操持。明幽年纪小，玩心重，哪里愿意担待这些？那就让太妃选就好了。是了，奴婢就给太妃去传话。只是选秀是干什么的？明幽不太理解。宫里已经有很多伺候的人了呀，总不能告诉一个小孩子说选秀就是你亲自给你夫君挑些顺眼的妾来分你的宠，来闹你的心吧。你是皇后，陛下的嫡妻，正宫之主。所谓选秀，便是挑选一些年纪适当的女子进宫为妃为妾，受你的管束，为奴为婢。那不是和宫女姐姐们一样吗？是一样的。所谓妃为妾，妾为奴。明幽听得云里雾里。那就是他们都得听我的话，只能我欺负他们，对吧？小丫头的领土意识从小就很严重。对，孺子可教。凤清浅抬脚进来，转身瞧了绿梅一眼。皇后年纪小，可天资聪慧，如今有清华和如意帮衬，选秀也不算难。太妃年事已高，还是安心顾养天年的好。太妃也是心疼殿下，既然陛下如此思虑周全，又体恤太妃，太妃知道了一定欣慰。那奴婢先退下了。明幽见他来了，便自己下地。自己用筷子手好酸呐。凤清浅眼里有笑意，用筷子夹着藕粉糕塞到他嘴里。朕瞧着你是懒，可手里喂食的动作却没停下。明幽吃着。你让太妃选不是很好吗？多省心，她高兴我也高兴啊。可不想掺和这些事儿。若是你去选，你只管挑你高兴的就是，你觉得谁顺眼你挑便是。也是。为什么选妃要几年才选一次呢？若是每个月都选，那岂不是天下的宝贝都成我的啦？那以后有你闹心的。明幽不懂，我为什么要闹心呢？这么多的宝贝。如意哀怨地看向他，一副你不懂的样子。凤七七说了，谁不听话就打他板子，打到他听话为止。明幽说着凤清浅教他的道理。看来我担心是多余的了，估计是后宫嫔妃受他压迫，受他欺负才是。这古往今来，皇后收受贿赂这么明目张胆的，还是头一遭。敦煌太妃本就对自己不能主持选秀有意见，如今瞧明幽胡乱来，带着绿梅匆匆的就去长乐宫告状了。凤清浅瞧着他脸上掩不住的怒气，只是一味的喝着茶，并不主动理会。
陛下，皇后年纪是小，可不能由着她胡闹。这选妃本就是大事，这是朝臣们孝敬给皇后的几件东西，何来的贿赂？陛下也是这般任着皇后胡闹吗？一怒之下也顾不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了。凤清浅方才脸上还挂着的笑意全无，冷漠的眸子里尽是冰霜。敦煌太妃是老糊涂了，有些看不清自己的身份了。是，陛下，是我失言了。心里嘀咕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少年已经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了？敦煌太妃记着，这后宫只有一个主子，那便是明幽。长少嫡皇后纵然她年纪再小，这后宫也是她说了算。太妃年事高了，还是少操持些，颐养天年为好。凤清浅的话像是嘹亮的耳光，一巴掌一巴掌迅速而毫不留情地打在敦煌太妃的脸上。想来陛下事情多，我就先不打扰了。我还以为你要占我便宜呢。凤清浅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往常这小丫头睡得不是很死吗？今天倒是一改常态，突如其来的就行了。明幽胡乱选了几个，便让小顺子拿去交差了。凤清浅斜靠着，陛下，这是尚书家的五小姐，模样清秀，听说诗书礼仪都很出众。凤清浅懒洋洋的点点头。入了宫能教授些皇后诗词歌赋的也是不错。李大人家的大小姐善琵琶，听说那旋律足以绕梁3日。皇后喜欢听琵琶吗？小顺子无言以对。这是王阁老家的孙女儿，样貌出众，性格活泼。宫里皇后已经足够活泼了，就不必多养一个闲人了。是。接下来的大半个时辰里，小顺子举着画像，凤清浅愣是没看一眼。先拟指封2人，明家嫡女明月为明妃，驻韩景宫，还有齐恩王家外孙女福禄郡主封为庄妃。许是思虑了片刻，凤清浅手指动了动，抱着名册出去时，小顺子一肚子心思。也不知道这些被选中的秀女，知道陛下选中的心思，还能喜欢起来不？顺公公，这是要送花名册了吗？按照规矩去通知吧。宫里宫外都等着选秀的消息。明月，这次选秀有你的名额吗？有。那你会选中吗？不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丞相明鹤之长女明月明，淑慎性诚，勤勉柔顺，雍和纯粹，性行温良，克贤内测，淑德含章，着即册封为妃，特拟封号为明，钦此。谢主隆恩。凤清浅在未央殿干坐着，明幽在殿里荡秋千。如意，推高点儿。不许推那么高，摔下来估计成小瘸子了。如意一听便不敢用力推了。明幽哼唧了2声，不理会他。你什么时候还会学猪叫了？你才是猪呢，还找了一窝母猪，以后可以给你生一群的猪崽子。明幽还在气恼，凤清浅让明月进宫了。朕跟你说了。我不听。好，那朕不说就是。凤清浅不按套路出牌，明幽心里更恼了，气呼呼的就冲起来，不料自己起身时被秋千绊了一下，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摔倒在草地上。飞奔过去的时候已然来不及了，明幽呸的将嘴里的草吐掉。凤七七，你欺负人！殿下，摔到没有？凤清浅抢先一步将他提起来，拍了拍衣袖上的草。这可是你自己摔的。我不喜欢明月，你还非得让他进宫，我讨厌你。也不知是摔疼了还是气着了，明幽泪珠子开始往下掉，索性的将他抱起来。凤清浅给他擦着眼泪。朕也是为你好，你想他进宫了，你不就可以打着皇后的名义天天训斥他了吗？想怎么罚就怎么罚。我不信，你骗人，你就是喜欢他。手推着他从他怀里退出来，离着他有几步远。
凤清浅看了一眼两人的距离，他往前走了2步，明幽就朝着后面退。他不喜欢明幽这样戒备他。过来。明幽不理他，还迅速地往后退，一副誓要与君绝交的样子。然后凤清浅3、2步过来，将他提起来，手心发力就照着他屁股上招呼。明幽疼得扛不住了，我错了，别打了。再打屁股就不是他的了。知道错了？错哪儿了？凤清浅可没那么轻易就放过他。是老乌龟，王八蛋才是，不是狗。然后明幽的屁股受到了近1年来最疯狂的一次暴揍，凤清浅差点没被气死。寻常就是太纵着他的性子了，这般胆大妄为。等凤清浅的手有些酸了，明幽总算是逃离魔掌了，哭的声音都弱弱的，像是蚊子叫，不是被打得哭不出声来，而是嗓子喊哑了。明幽屁股疼得要死，连带着腿都麻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凤清浅又有些后悔了，早知道打慢些，吓唬吓唬他便是。如意在旁边默不出声，这陛下的心如风云变幻莫测。凤清浅起身，提着明幽，将他提回内殿的软榻上。还想挨打？明幽不想挨打，可嘴撅得能挂油壶。凤七七这个大暴君，只会抱拳专政，欺负自己。明幽一度怀疑，是不是他经常在朝堂上被欺负，所以回来只能欺负自己出气来着。不想。你盯着我看干嘛？凤清浅这才侧躺着。哼，真想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小丫头看了他一眼，将粉嘟嘟的脸转过去，不理会他。我要睡了。你若能睡，早就会周公了。心里偷藏了什么秘密？凤清浅可以说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心里有事儿才会这般郁郁寡欢的。往常这个时辰早就睡得像是一头小猪了。没有，他就是想忍不住生气。凤七七以后就不会是他一个人的了。凤清浅捏了一下他撅起的嘴来。别死鸭子嘴硬，你若是不说，明儿个午膳的时候便吃素吧。吃就吃，哼！凤七七，你个大骗子，我再也不信你了。本打算指责他2句的，可说着说着，眼泪倒是不争气的先出来了。你说过只会照顾我一辈子的，不会对其他人好。可你现在不疼我了，还要把那些讨厌鬼放进宫来。你果真是因为我爹是大将军才娶我的，现在我爹不是了，没有用了，你就去对明月还有其他人好了。凤清浅单手给他擦着眼泪，眉眼皆是冷清。谁跟你乱嚼舌根的？他还奇怪这小丫头这2日似乎憋着一肚子气。满宫的人都在传，而且我听到你跟我爹发誓了，你根本不想要我的。明幽说着越发难过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连你都不要我了。想想觉得自己好可怜，他娘不要他了，他爹走了，现在连凤七七都不打算要他了。凤清浅见他越发哭得可怜悲戚，哄道：你从哪儿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朕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了？朕说过这辈子就你一个皇后，朕什么时候说过要娶别人了？你瞧朕可给他们送了嫁衣，可给他们许了聘礼。明幽哽咽着摇头。凤七七，你说他们大清早的来我宫门口站着，多可怜呐！要不就免了吧。没事儿，让他们多站会儿，就当着锻炼身体了。凤清浅当然知道他的目的，明幽立马来了主意。不行，那他们多可怜呢！这要是到了寒冬腊月，不得冻死啊！说来说去就是他赖床不想起来。他们皮厚，要起早，臣妾做不到啊。明幽哼哼唧唧的，
这上5天课，好不容易不经受太傅的摧残了，还要我早起。凤七七，你太狠心了。明优抓着他的衣裳，要不你别让我去上学啦。做梦。哼，我还是不是你最心疼的小可爱？不是。明优气哄哄的，某人果断拒绝。凤七七，你真是有了新美人你就不爱我了。小丫头一脸怨念。是什么都没用。明优爬在他怀里，吧唧亲了一下他的脸。我好不好，凤七七？凤清浅心忍不住动了一下，眸光变得深邃起来，几乎是心一软的便要答应了。可转念一想，不成，若每次都被这小丫头吃得准准的，那还了得？哼，凤七七，你白占我便宜。这是你自己亲的，朕还没说你猥琐朕呢。明优气急，你还要点脸吗？你一个老大男人，说我一个小姑娘家的猥琐你？不要。清冷脸上带着傲娇，明优磨牙，恨不得咬死他。反正你就是白占了便宜，堂堂帝王还要不要脸？那朕索性给你便是。明优一懵，立马兴奋起来。所以是打算同意了吗？水汪汪的眼睛充满期待。凤清浅俯身，重重的在他那粉嫩的樱花唇上亲了一口。好了，扯平了。你怎么亲一下嫌不够？那朕勉为其难的多亲几下，还你便是了。你打住，不用。明优才进了店门口，欢快地哼着小歌，脚刚抬起来，便瞧见凤清浅那张怒气冲冲的脸。凤七七，哪个倒霉鬼惹你生气啦？丝毫没有，这个倒霉鬼可能是自己的自觉。好渴呀，我要喝一大杯水。见没人给自己倒水，明优想指使凤清浅的，可瞧见桌子上的东西，明优呆滞了一下，随后就想跑。别人不知道，他不可能不眼熟啊。这是他今天交的作业，这好好的怎么就到了凤七七手里了？难怪他脸色这么坏。陛下，这是国学院今年上半年考试的卷子，小殿下的，太傅们不敢阅，送进宫来。这小丫头又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自己则端着茶杯慢悠悠地饮了一口香茶，只是触目可及的字，便让凤清浅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太傅们的考试题目是君与臣，可明优卷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凤清浅最先看到的是凤七七这个老流氓总是逼迫自己给他洗澡擦背，这乍一看异常猥琐，不免的茶水喷了出来。小顺子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桌子，却不敢看明优的大逆不道之言。整篇文章不过2000字，字迹潦草不说，这其中都是对凤清浅的控诉。凤清浅看的是咬牙切齿，这小丫头将他一少年郎丑化成了一个猥琐的老流氓不说，下半段更是畅言君臣之别在于投胎的好坏。如果他有朝一日成了君王，定要让凤七七每日大喊3声女王陛下威武，女王陛下我错了。哼，这小丫头胆子肥了。明优撒腿就跑，凤清浅似乎料到一般。长风，关门。凤七七，你听我说。那小狗腿的眼神差点没给人家跪下了。凤清浅缓缓逼近，阴森的眼神盯着他。哼，女皇陛下。明优的心唰的一下子提起来。我说不是我写的，你信吗？凤清浅的目光斜视着他，明优咕叽咽了一下口水。陛下，这都是一个误会呀。你不知道我被绑架了，有妖怪绑架了我的灵魂，他残暴地践踏了我的灵魂。凤清浅还是阴沉的目光，明优编不下去了。
凤七七，你听我说，这都是误会呀，天大的误会！我在说反话呢，怎么会忍心让你为我端茶递水、捏腰捶背呢？我就是想体现一下你能文能武，文武双全，长生不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打得了妖怪。明优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要知道这些个老东西会把试卷拿给凤七七，他真的一定说反话的。凤清浅提着他，朕还真有必要让你知道一下，朕是否是文武双全。然后明优的屁股遭到了一顿来自凤七七手板心的亲热问候。明优吃饭的时候都是站着吃的，比桌子略高一些的他倒是正好可以把头搭在碗上，看了一眼桌子上一片素，清灼白菜、素炒青菜、素炒莲藕、素炒竹笋，眼睛不经意地瞟向凤清浅，瞧见他那阴沉的脸，识相地闭嘴吃饭，屁股热辣辣的肿，热辣辣的疼。哼，菜好吃吗？哎，皇帝的女人真不好当啊，做皇后好难呐。8岁的明优想，若是他找到机会出宫了，他携着那满满一屋子的宝贝，不得纵横天下吗？那得多自由自在呀！哼，站着多不好吃，不如你坐着吧。明优差点没被他气死。凤七七，你过分了！正打算怒吼2嗓子控诉他的，瞧见了他那诡异的冷笑。不了，我觉得站着好吃，有助于消化。既然皇后喜欢，那以后便撤了皇后的位置，站着吃饭吧。明优听到他下的噩耗，呆若木鸡，心里的小爪子已经疯狂挠了凤七七不下800遍了。凤七七，你还是不是人啊？这么惨无人道的虐待一个小孩子？你好。这声好是冲着疼得发麻的屁股说的。明优磨牙，凤七七，这个梁子结大了，他要在小本本上记一辈子。显然凤清浅没有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的常识，这个月的肉菜也不必上了。明优气吼吼地看着他。好。凤清浅有些惊讶，对于肉食动物的明优来说，不给吃肉简直要他的命。凤七七，你这个暴君，我跟你拼啦！朝着凤清浅撞上去，小脑袋噌地撞在凤清浅的胸口。凤清浅则是一声闷哼，胸口有些疼。更主要的是，他想低头去瞧明优的脑袋有事儿没有。巧的是，凤清浅一低头，明优正好头晕目眩地直起来，就这么磕在凤清浅的下巴处。你这么狠，竟然用下巴暗算我！凤清浅无话可说了，真想拆开他这个小脑袋看看，里面装的是稻草吗？他至于这么损人不利己吗？两人这一番，把小顺子吓得看凤清浅也不是，看明优也不是，只得向外面的长风求救。陛下，殿下，这块传太医，长风侍卫。不必了。我屁股疼。那朕再给你擦点药。凤七七，熬夜了人会老得很快，你要是老了，我可是会有很多法子欺负你的，所以你快点睡吧，早睡晚起就会长生不老啦。凤清浅的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眼里带着浅浅的柔光，将烛火灭了，打算休息。这么些年，可明优还是和他很亲昵，从一开始的陌生讨厌，到后来的能和他爹相提并论，凤清浅觉得这些年的老妈子没白做。好，朕知道。明优觉得怪怪的，周围的气氛好像软了下来，忍不住顺着凤清浅的手。凤清浅有一堆不好，可他仍旧很愿意待在凤清浅的身边。太医署内，长风还在月色下捣着药，那石杵一下一下的狠狠砸着药。陛下也真是的，
若真心疼小皇后，那就别打就是了。这打了又舍不得，非得让她大半夜磨药，她容易吗？这要成粉，估计要到天亮。哎，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长生嗑着瓜子儿，坐在树上悠闲自在。谁让你在陛下下巴被小皇后磕到时笑得跟花似的？哎呀，这不是如意跟我讲笑话，那小顺那家伙突然叫我进来的时候笑意没来得及收吗？他简直比窦娥还冤，这好巧不巧的让他碰上陛下的狼狈样。哼，你已经够幸运了。上个月被派去做卧底的长春，被那如狼似虎的老女人折腾的腿儿都颤了，现在看到雌性啊都害怕。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玉皇大帝，感谢他师傅，若不是武功数一数二的好，估计去的就是他了。明幽屁股被揍得有些严重，凤清浅只好让小顺子去给他请了假，在未央殿里多休息一日。清华瞧着他带韩月四处乱窜，我看你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要是陛下瞧见你现在生龙活虎的呀，保准把你下午就送书院去。我这是内伤，要真是动都动不了了，那就是死了。凤七七去上朝了，最近忙，他没空管我。说着一溜烟就跑了。韩月见小主子跑了，3两步窜了出去跟上。明幽在花丛里摘着花，韩月则是滚来滚去的压倒了花草，大半个花圃被一人一狼给祸害得不成形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毁坏御花园的花草，不要命了吧？明幽从花丛里抬起头来，他的东西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愣着干什么？见到我们明妃娘娘还不行礼？唉，原来是堂妹呀，我当是谁？小宫女听见他喊出一句堂妹来，参见殿下，是奴婢眼拙，有眼无珠，求殿下宽恕。明幽不想和这些捧高踩低的人说话，他是初来宫里，不识得堂妹身份，堂妹大度定不会与他计较的。谁是你的堂妹？我奶奶可只有我爹一个儿子，哪里来的什么叔叔伯伯？哼，你不愿认我便罢了，我只不过是可怜你孤苦无依罢了。你爹丢了大将军的官职，闲云野鹤一只。要知道这宫里没有家世撑腰，皇后又如何？你这个老乌鸦怎么这么讨厌？你再胡说八道，我对你可不客气了。哼，莫不是说中了事实，皇后生气了？我听闻陛下对你也不怎么样吧？可他忘记了明幽是谁，后宫一霸，向来在宫里都是做螃蟹的，横着走的。哼，我爹说能动手的绝不要嚷嚷这些废话。还没等明月反应过来，韩月，咬死这老乌鸦！听到明幽的命令，突然起身窜了出来。恶龙咆哮，嗷呜嗷呜嗷嗷嗷！你放韩月咬人？我叫韩月咬的可不是人，是讨厌的乌鸦。明月差点没被气死，凤清浅气得脑瓜疼。他自然对明月的话不是全信的，可这小丫头养得越来越无法无天，还敢狡辩，不认错？我没错，谁叫她讨厌来着？谁是她堂妹？谁让她胡说八道来着？陛下，是臣妾不好，不该说是皇后的堂姐的，这才惹皇后生气的。凤清浅实在嫌他。闭嘴，出去！哼！明幽拔腿就跑。明月看凤清浅凶明幽，简直心花怒放。陛下，皇后妹妹她年纪小，您别……滚！明月一呆，陛下说的是自己，狼狈的起身出去了。凤清浅瞧了一眼门外，无奈的起身。这小丫头跑得倒是快。他又没说他，倒是自己对号入座了。摆驾未央殿。明幽一路气呼呼地跑回来的，将所有人赶出去了，把未央殿主殿的门锁起来。清华问了半天，也不知道这小丫头怎么了。清华敲了敲脑门，殿下，不许敲我门。清华想着，这宫里唯一能惹他、敢惹他的，那就是长乐宫那位了。都散了，让他自己静会儿。
小孩子的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臭凤七七，你不信我就算了，还凶我！明优气得牙痒痒，明明就是明月先招惹他的。凤清浅过来的时候，未央店门口连个人都没有，伸手推门，却发现门被锁了。哎呦，开门！明优趴在软榻上，隐约听到凤清浅的声音，装作没听见。他再也不要理凤七七了，想伸脚踢门，可想到小丫头知道了，那还不得炸了？于是乎来到窗外，翻身进去了。瞧陛下这行云流水的动作，这得翻了多少次才能这么熟练？凤清浅过去时，明优似一只小乌龟趴在床榻上。出去，我不要看见你。朕是帝王，这天下都是朕的，朕喜欢在哪儿就在哪儿。你若是不想瞧见朕，那可得把眼珠子抠了，眼睛才能清静。这话差点没把明优气疯。这个老流氓以为是皇帝就了不起吗？可事实上做皇帝还真了不起，故意将他被子掀开，伸着脸在他面前晃悠，带着几分幼稚，想让他好好瞧着自己就在这儿，堂堂正正的在这儿。明优充满怨气的小眼神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也不知道是不是玩了一早累了，索性闭着眼睛睡了。凤清浅碰了碰他的脸，那绵长稳定的呼吸声还真不是装的，索性将他轻轻抱起，挪了个地方，自己也合衣躺了下去，看着小丫头暖暖的睡颜，心情也好了起来。眯了一小会儿，便听到小顺子在窗外小声地喊：陛下，有要紧事儿。凤清浅睁开眼来，缓缓地起身，轻手轻脚地从窗外跃出来。亲娘啊，瞧着陛下翻窗偷摸的，这会儿会被戳瞎眼睛吗？何事？小顺子小声地嘀咕了几句。凤清浅脸色一变：奴才听见这个消息便赶着来了，可送了太医过去？送了，奴才已经悄悄的送宫中2位可靠的太医过去瞧了。凤清浅一路快步走回了长乐宫，于是找了长风进来。你带些可靠的人去，将梁生姑娘接到宫里来诊治一段时间。凤清浅知道皇陵苦寒，虽是常让人过去接济，可梁生姑姑的身子本就不好，常年累月在那儿，自然是好不了。明优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仿佛刚才见到凤清浅一般，撅着嘴自己起了床。清华又送了晚膳过来，明优想问凤清浅来过没有，可又觉得有些别扭。最近好几天，也不知是凤清浅太忙还是巧合，连晚膳都是他独自吃的。明明是他不问缘由的为了老乌鸦凶自己，休想让他认错，反正自己一个人更自由，无拘无束的。去哪了？去六郎啊。有理有据，还有物证，可凤清浅还是有些疑惑。明优后知后觉地想起了自己还在生他的气，凤清浅忍不住捏捏他嫩滑的小脸蛋。不许碰我，我还在生你气呢。不想说话，这嘴巴用来干嘛？不如朕替你给他缝起来。小顺子很会接话。陛下，这玉绣坊的绣娘针法都很好，活儿也细致，铁定能缝的就像原来没长嘴巴。凤七七，你好无人性，大变态！我嘴巴要是缝起来了，那吃什么？不得饿死吗？明优也不敢捂着嘴巴了，老老实实的吃饭，只是死活不要凤清浅喂。哇，好酸！凤清浅有些心软，夹起一个圆子到他嘴边。明优不领情，躲开了。我自己有手。小顺子算是见识了，什么才叫真正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无论凤清浅怎么样，明优就是不领情。前脚迈进自己的寝宫，便有寒景宫里的人来到。陛下，娘娘说最近陛下操劳，特意亲自炖了银耳汤来给陛下。凤清浅脸色不好看，小顺子有一种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感觉。哼，怪不得你家娘娘倒是天天念着朕。既然如此，那就请她过来，朕有话和她说。宫女欢喜，出去
通传明妃了。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明妃穿着紫红色的宫装，参见陛下。凤清浅瞥了一眼，这汤你炖的？是。陛下这是要夸奖他了吗？不错，心灵手巧。谢陛下夸奖。明妃心里快要乐开花了。既然如此心灵手巧，朕觉得朕这长乐宫灰尘多，你便帮着打扫打扫。明月一愣，不太懂凤清浅的用意。怎么不愿意？臣妾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很好，明丞相果真是交了个好女儿，让朕很欣慰。朕希望你亲手将这大殿擦得一尘不染。凤七七，清华给了我一杯长生不老茶，我特意端来给你喝。这明幽走过的路线，好巧不巧的，正是明月千辛万苦擦出来的。凤清浅瞧见那小狐狸似的奸诈眼神，怎么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将茶端过来，一口喝完了。明幽端着茶杯，十分快乐的又跑了出去。明月刚擦好的另一半地砖更脏了。哎呀，明妃娘娘再重新擦擦吧。凤清浅的心情倒是好了很多，轻看了小顺子一眼，这明摆着是小顺子告诉长风他们，明妃在长乐宫擦地呢。依着明幽这小性子，怎么会放过出气的机会呢？这什么长生不老茶，分明是杯白开水。没多久，明幽这小祸害又来了，这次都没在门口试探，直接冲着进来的，又是胡乱擦了一圈，才奔到凤清浅的旁边，献宝似的递出一串黑玛瑙似的葡萄来。谁给你拿的？御膳房的胖头鱼。这里没装皮的盘子，你吐地上吧。凤清浅眯眼，随后真的听他的话，吐在地上了。果真是最毒妇人心，殿下这小小年纪，可却将这一天赋掌握得娴熟得很。明幽抱着剩下的一大串葡萄，一边吃一边走。明妃脸都气青了。明妃这是不是劳累过度了，脸色都青了？明月的脸难看得不像话，不敢怒更不敢言。还是明妃娘娘在生本宫的气呢？怎么会？臣妾不敢。明幽满意的点点头，然后继续吃着葡萄，悠哉悠哉的吐着皮儿。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夜已经深了，这才似一阵风一样又回去了。吩咐长风跟着。糟了，是有人发现这里了。是长生吗？不是，若是韩月熟悉的气味，他不会这般警戒的。梁生心里一惊，想起书中的话来，巫灵一族能御百兽，这是巧合吗？韩月一直往里头走，一直在挠倚着墙角的破旧桌子。韩月，你干什么呢？韩月拼命地过去嗅地砖，然后不小心碰到了最里面的桌角处，吱一声，四角的方桌下出现了空洞。姑姑，你过来瞧，有暗道。明幽小声道。梁生一惊，瞧着空旷的样子，许是一条很长的密道来着。梁生突然想起先辈一个很受宠的公主，凤栖宫走水，葬身火海，难不成她其实是走了密道？姑姑，你躲起来，我看看是什么人。等梁生进去后，明幽有些急了，摸不到开关在哪里，小手一直拍呀拍的。韩月歪着头看了一下，伸出爪子，一巴掌按在了原来的地方，密室又关上了。明幽瞪着水汪汪的眼睛，哼，他被一只狗狼鄙视了。快进去里面仔仔细细的查，若漏了刺客，要你们的命。紧接着门就被推开了。明幽踮着脚尖，手里拿着东西，不知所措。你们愣着干什么？抓刺客呀！明幽手里拿着糕点，嚎啕大哭。
明月则是站在明幽面前，龇牙咧嘴的吓唬人。侍卫们都愣了，举着剑相互大眼瞪小眼。你们，皇后，玉皇太妃，他们把我的小松鼠吓走了。皇后怎么在这儿？你们还不仔细搜？有什么刺客惊扰了凤体，你们担当得起吗？侍卫们搜了一通，启禀太妃，未见什么可疑的活物。你确定没跑了？太妃娘娘，这里外都有人守着，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那本宫的小松鼠呢？属下也不见有什么松鼠啊。你们把松鼠吓丢了，本宫要狠狠地打你们的板子，叫风亲戚砍了你们的狗头。他们腿都软了，这要是惹怒了陛下，脑袋搬家轻而易举呀。殿下饶命，属下也是奉太妃娘娘的意思来搜寻刺客的。皇后，你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敦煌太妃搜不到人，可还是觉得十分诡异。明幽老半天都没回答敦煌太妃，只是在哭。别哭了，抽抽搭搭的看向敦煌太妃，还忍不住咬了一口糕点。哎，哭真的是力气活，嗓子干肚子饿，需要补充点好吃的。皇后，这发生什么事了？好好说，不哭了啊，等会儿嗓子哑了。我小松鼠被你们吓跑了。敦煌太妃都崩溃了。长生瞧见动向，立刻让人去请凤清浅了，自己则是先赶了过来。冲进来瞧见店里的人，明幽跟着韩月也在时，一头雾水。他难道走错了？这不是凤栖宫？明月瞧见长风，哒哒哒地冲过去，抱着他的腿。长风，我的小松鼠被他们吓走了。哎呀，这好好的怎么就没了？他们进来就吓跑了，他从窗子跑了，侍卫说没见到小松鼠。明幽拿着长风的衣衫擦了擦他的眼泪，长风不着痕迹地推开他。你在嫌弃我？明幽仰着头，一脸的委屈。他哭容易吗？还不是为了他们这群没良心的。没有。信你个鬼！你这个脏老头子，坏得很。风七七，你看我这次多聪明啊！你是不是应该多多奖励我呀？朕等会儿准你多吃一碗。明幽的白眼都快从眼睛里翻出来了。不用你说，我也能多吃一碗，这算什么奖励赏赐啊？那朕许你少吃一碗肉。明幽觉得牙痒痒，恨不得咬死这货。我说的是那种，比如许我出宫玩一天，吃10串糖葫芦的那种。凤清浅使劲捏了一把他那水嘟嘟的脸。小孩子不可以吃那么多甜食，长蛀牙。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啊？等你长大，不像一口气吃10串糖葫芦的时候。明幽愣在原地，许久后才追上他的步伐。凤七七，你这个老狐狸，老奸巨猾的家伙！他都不想吃糖葫芦了，还要糖葫芦干嘛？凤清浅提着他就回去了，明幽还自己的半抱着他，像是挂在他的身上一样。福月宫里一阵子乒乒乓乓的声音出现。太妃，朕是来奉旨给太妃瞧眼疾的，这要等臣望闻问切之后才能决定。我说了，我眼睛好得很，我瞧着倒是你这庸医眼睛不好使了。越想越怒，越怒越控制不住情绪，将太医医药箱砸得乱七八糟的。太妃最近可是精神不大正常，易喜易怒。你脑子才有病呢！太妃想必是年纪到了，心浮气躁，臣给太妃开几平心静气的良药。话刚落，
敦煌太妃的茶水就泼到了他的脸上。滚出去！只见一身朱红色的官袍，背着一个医药箱的安太医，摇着头回太医院了。这病他还真治不了。凤清浅坐在内殿里，看着明幽练字，长风则是在一旁听令。你注意福月宫的动向，敦煌太妃必然是会派一些人去打探虚实的，你找人拖住打听的，直到明日下午再放行。等人到的时候，姑姑已经回皇陵了。长风眨眼消失在夜里，明幽甩着手，企图偷懒一会儿。手好酸，我休息一会儿。凤清浅倒是无所谓，反正你今晚写不完是别想睡觉。明幽立刻老老实实的写字了。现在手不酸了？明幽撅着嘴，这凤七七讨厌起来要人命，若不是冲着他这张忒好看的脸，他一定将他揍成猪头，让他跪着叫女王陛下。瞧了他一眼，好吧，他就是因为怂，打不过凤七七，所以才这般百般忍受的。凤清浅出其意外的耐性好，一直等他写完了，凤清浅起身走了出去。你要去哪？汤泉沐浴。明幽想了想，我也要去。想到那温暖带着芬香的汤泉，自己也忍不住有些心动。你不怕水淹了？想起上次扑通滑下水来，有些害怕的，可想到是凤清浅将他捉起来的，那你会拉着我吗？你若好好的给朕擦背，定不会落入水里。明幽屁颠儿屁颠儿的跟着去了。反正去了，他就死死地抓着凤清浅。刚到宫院门口，参见陛下，参见殿下。凤清浅没做理会，提着他便进去了，准备了干净柔软的帕子和沐浴的衣衫来。陛下，奴婢伺候您宽衣。天哪，他马上就要脱了陛下的衣裳，瞧见他那白若之玉的肌肤，那骨瘦紧致的臂弯，宫女都忍不住要流口水了。纳兰太送折子，说让大女儿纳兰东珠去。长风苦不堪言，恨不得去锤爆纳兰大小姐的脑袋。陛下放心啊，保证成功，不然提头来见。来见什么呀？刚下学回来的小丫头步伐翩跹。你们刚才要提头干什么？长风说把他的脑袋割下来给你做藤球。明幽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要。还是小殿下心疼我。你的脑袋做藤球不经踢，要来做什么？长风绝望。凤清浅倒是对他的回答很满意，他养的小丫头自然不能心疼别的人，将她捞入自己的怀里。朕带你去吃好吃的。长风愣在原地。怎么，真要割下你脑袋做藤球，还不去办正事儿？长风立马闪人，一边走一边吐槽。这算是哪门子正事儿啊？这也不知道陛下怎么想的，只要报复纳兰家有的是法子，非得按着来。明幽捏着筷子，没吃几口就道：手好酸呐。凤清浅睨了他一眼：是给你惯的。如意，给他用勺子。明幽却不接过，目光悠悠地看向凤清浅：要不你喂我吧。凤清浅轻扫了他一眼，并未说话。如意喂我也行。陛下这不喂小殿下吃饭，是因为今年小殿下马上就满9岁了，可拿筷子依旧是笨拙得很。若让他自己多练习用筷子，便灵活许多了。小殿下，奴婢想起来还没有喂寒月呢，别先去了啊。凤清浅修长的手指抓着筷子，将菜缓缓放入自己的口中。自己吃。我手疼。小丫头可娇气着呢，顿时撒娇起来。我的手都受伤了。纵使是凤清浅鹰眼如炬，也是瞧了许久才看见那一丝丝伤痕，并不严重。凤清浅眯起眸子：小顺子，既然皇后受伤吃不动了，那就撤走吧。长风，你去哪？昨天一天都没瞧见你。我就是在你宫里随便溜达溜达。
长风活动了一下手臂，只见肩胛骨处发出轻微的咯吱声来。你该不是没完成任务，怕凤七七找你麻烦吧？真把你脑袋当藤球，这才躲起来的吧？明幽笑着凑到他身边问。长风挺直腰背，双眼紧紧地盯着。笑话，还有我长风完不成任务？这天下第一刺客都是败在我手里，我这不是去盯了一夜吗？以防有变吗？话落下，长风突然意识到了，这小骗子估计是来套自己话的。哦，这么累呀？那你快点休息休息。凤七七已经和我说了，任务完不成也不会真的割了你的脑袋的，只会让你变成太监。明幽狐狸般的小眼神儿，长风心里吐槽：嘿，最毒妇人心呐，无毒不丈夫啊！这陛下和小皇后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心思如此之歹毒。哎，你知道什么是太监吗？这小皇后这么点年纪，知道什么是太监吗？知道啊，穿上小顺子的衣服就是太监了呀。长风恍若五雷轰顶，他就知道小丫头什么都不懂，胡说的。明幽再去上学的时候，发现纳兰东会居然没在。慕容太傅将纳兰东会去佛寺诵经祈福的事情跟他说了。奇怪，这怎么都喜欢去佛寺敲木鱼呀？小殿下为何这么说？以前明妃不是也去了，敲了1年2年的木鱼才回来的。纳兰东会本就是他不喜欢的人，在不在的与他也没多大的关系。正午的时候日头好，清华将明幽从寝殿赶了出来，让如意带着宫女将明幽的被褥拿去偏殿向阳的地方多晒晒。小孩子的东西经常给太阳晒晒，要干净些。哼，如了你的意，你倒是高兴了。我是为了你着想。那真亲你一口。明幽哒哒哒地逃离了狼爪，这才做了个鬼脸道：做梦，我才不要亲你呢。然后撒欢地跑出了长乐宫。凤清浅瞧着他远去的背影，下午些的时候，凤清浅不知去了何处。小顺子急急忙忙地跑来禀告：小殿下，这三王妃突然病重，王府里说想请2位太医过去瞧瞧。明幽正在给黑儿喂白菜，这怎么不找凤七七去呀？奴才转了好几圈，这没瞧见陛下，长风也不知陛下去了何处，这奴才就只能来找您了。小顺子急得抓耳挠腮，让许太医一起跟着去。你先去通知太医，让如意去准备马车。虽说不喜欢阿离洛，可这毕竟人命关天，明幽也不能看着他死吧。小顺子接过明幽的令牌，拿着转头便去了。明幽继续喂着自己的兔子。想到了，前不久见三王妃的时候还好好的，也不见像是得了什么重病啊。起身跑着就奔着出去了。长风从墙头跃下，以为他出了什么急事儿，陛下出去办要紧事儿了，这他可要看好小丫头才是，否则回来陛下真会剥了他的皮。阿离洛病重，你偷偷去打听打听。打听什么啊？趁他没死我补他一刀，这不是小顺子叫了太医去了吗？明幽踢了他一脚：你这头猪！你这头猪，脑子怎么这么笨呢？前几日我见到他到宫里的嘉贵太妃处请安，还活蹦乱跳的，能有什么大病啊？你是说嘉贵太妃对他下了毒手？这宫里的人都知道嘉贵太妃不满意阿离洛这个儿媳，外面又传言是阿离洛用了计，这才爆出2人的丑事来。我怎么知道啊？你快去瞧瞧，那些太医就只会瞧病。你可别瞎捣乱啊，不然就把你倒吊起来。自己转身也去了。到傍晚些，太医一直没回来，反倒是长风先回来了。那太医还不回来呢？明幽不知道为何心里总是有隐隐的担心。去看了，还真是病了，高热不散，整个人都在说胡话。这府里府外的都打听了一遍，还真是自己病的。凤清浅不在，
明优吃的也没往日的香了，只是一个劲儿地问长风：凤清浅什么时候回来？长风当然知道凤清浅的动向，明优知道凤清浅有些时候神神秘秘的，他也不感兴趣，没有等到凤清浅，倒是等来了着急忙慌的小太监。殿下，去三王府的太医命人回来禀告，说三皇妃的病不简单，怕是疫病。什么？他没见过瘟疫，只是从前清华说自己的家乡便是在战火中碰上了瘟疫。怎么好好的又成疫病了？奴才也不知道，只是来禀的人这么说。你可有碰过送信的人？奴才离这远远的，下去换了衣衫烧了，去艾草熏一熏。长风自己立刻往屋外退。如意，你将这茶杯、茶桌上的东西全都给烧了，一件都不许留。想了想，哎呀，这屋子里也得都用艾草熏熏。长风如此惊慌失措，是怕自己身上也沾染上了，传染了小皇后。长风，殿下，你年纪小，还是谨慎些好。小殿下，你快点去让清华写了书信，印上你的皇后印，命三王府的人不得外出，外面的人无照不得随意进去，另外将三王妃单独在王府中隔离开。明优点点头，赶紧去找清华了。明优睡到午膳的时候才起床的，听到凤清浅的消息，草草地洗漱了一番，奔着去找凤清浅。小脑袋照例在书房门口一探一探的，那嘴角的笑意却比糖果甜上3分。凤清浅从他到门口便知道了。明优打探了许久，发现没人理会自己，这才进去了。凤七七，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下半夜，你睡得和猪一样的时候。凤清浅只有对他的时候才会语气刻意轻缓一些。才没有呢，昨天忙了大半个下午，直到很晚才休息的。你不知道，昨天我狠狠地吓唬了嘉贵太妃一次。明优迫不及待地邀功。朕听长风说了，做得很好，很像皇后。明优被这一顿夸打心底里美起来了。那当然了，我可是最聪明的皇后。将脑袋伸到他面前，撒娇卖萌道：那有什么奖励呀？眼里小星星疯狂涌动。糖葫芦，糖葫芦，一束的糖葫芦。奖励便是朕亲你一口。明优将脑袋缩了回去，速度贼快。这算什么奖励呀？那你亲朕一口。不要。红果果的嫌弃。凤清浅嘴角勾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是了，那朕给了你奖励，你不要，便是怨不得朕小气了。明优咬唇，觉得不要又亏得慌，可要了也不划算，于是小脑袋一转。太妃倒是宁愿背负着千古骂名，也没勇气去王府探视自己的亲儿子，真是感人肺腑的母子亲情。凤清浅，你是故意的，你就是想害死我儿子。若是嘉贵太妃还眷顾着母子亲情，那便强行成全了她的心意；若是有人还敢这般扰乱宫闱，便割了舌头。要不你亲韩月一口，或者韩月亲你一口，这样我也不吃亏了。气氛突然变得低沉诡异了。明优迅速反应过来，哒哒的跑着出去了。算了，不要啦。先溜为快，按着往常，指不定又多挨一顿揍。凤清浅想到这小丫头清奇的脑回路，古灵精怪的性子，头都有些大了，想拐骗过来亲亲抱抱也没办法。转念便想到小丫头的弱点。小顺子，陛下，去准备2串糖葫芦。小顺子点点头去了。腹黑大灰狼又打算用糖骗又可怜又可爱的小兔子了。未央殿内，明优刚躺在软榻上准备小憩一会儿，听到有人推门，以为是清华进来检查了，索性闭着眼睛装睡了。只是淡淡的闻见些酸酸甜甜的味道，咕叽咽了一下口水。好好闻，好熟悉的味道啊！糖葫芦一滚而起，
朝着他飞奔而去。瞧着凤清浅手里端着2串糖葫芦，那诱人的甜香和剔透无比的红令人垂涎欲滴。明幽觉得自己口水都要飞流直下3000尺了。快给我！明幽两眼放光，倒是与韩月瞧见骨头一般了。嘿，这又没说是拿给你的，你激动什么？凤清浅吊足了他的胃口，明幽就馋巴巴地看着他。你若是哄朕高兴了，便是你的。哦，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明幽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若不是从小和他在一起，凤清浅还指不定真会被他给骗了。这不算，天天听，朕都腻了。凤七七是整个天下最好看的人，比神仙还好看。明幽喂着糖葫芦，努力地拍着马屁。换一个。凤七七你最好了，给我吃嘛！明幽抓着他的袖子，像只撒娇讨好主人的小狗崽子。那让他们狗咬狗多好啊！明幽在一旁给长寿认真地刷着壳。小殿下，你知道什么呀？这若是百色借机联合其他山洞闹了事儿。明幽没回他，只是催促凤清浅。凤七七，你快点给长寿龟壳上撒点水。凤清浅用他的小葫芦瓢浇了一些清水上去。多了，你把它淹死怎么办？只差没有跳脚抗议了。凤清浅无语了。乌龟能淹死？明幽这才反应过来。你水浇多恶劣，他害怕，吓死的。凤清浅看着这在太湖里待了近100年的长寿。放心，他活得可比你长久。明幽嘟着嘴。凤七七，你能不能有点耐心啊？给一只破乌龟刷壳能用1炷香的时间，这水多点少点能有什么影响啊？平时让他给自己擦个背捏个肩什么的，没捏2下便哭着喊着手酸了。给乌龟刷壳手就不酸了，就有用不尽的力气啦。你帮我把长寿的小池子洗干净了，我就告诉你一个法子。什么法子？明幽笑得古灵精怪。就是让百色害怕不敢乱来的。你眼里就差露出活生生的鄙视来了。我爹跟我说的，当然灵了。长风果然一听是他爹说的，即刻诚诚恳恳地去给乌龟洗池子去了。长寿看着明幽齐活停手了，很自觉地从乌龟壳里伸出脑袋来。长风觉得这乌龟一定是成精了，这时不时的跟着小丫头散步就算了，居然还主动的去晒太阳了。这个小丫头一定有毒，养的东西好像都能成精。那个黑耳朵的兔子也是，还有那狼养的比狗还听话，只要明幽喊一声关门放寒月，这货二话不说就冲过来了。明幽一跳一蹦的跟着去吃西瓜了。好好干，记得洗干净了把长寿放回去啊。好好干，记得洗干净了把长寿放回去啊。明幽坐着小板凳，专心地啃着冰镇的西瓜。难道西瓜太冰了？这大夏天的，竟然觉得有些悠悠的冷意。死爷，不是你敢骗人？琢磨了半天，他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陛下当时不发一言的。明幽瞧见他那一脸的怨念，长风，你洗得真快。你今天若是说不出主意来，你就死定了。稍微拔了一下手中的剑，明幽跑到桌子后面。我可是皇后。长风觉得自己居然被一个小丫头骗子给骗得团团转，这还要脸吗？啊，陛下一定觉得他蠢透了。明幽滋溜麻溜的便跑了。长风又从店里追了出来，没跑多远还是被抓住了。长风提着他，长风哥哥，你放了我吧，我就和你开玩笑的，你抓着我手多累呀，你下来歇歇。明幽软萌的声音刻意比寻常更软了一些，可长风例外，他深知这小魔头的性子。明幽见这招不管用，长风，你要捉我做什么？去磨菜刀。干什么？
明幽不解的小眼神里带着好奇。磨刀霍霍向猪羊，和你同归于尽。明幽见他不吃软的，只好来硬的了。救命啊！有刺客，刺客来啦！然后10几个御林军小分队冲着过来了。瞧见长风提着明幽，长风侍卫，你提着殿下做什么？快救我呀！他要剥我皮，抽我筋！殿下说的太调皮了，所以抓回去管教。御林军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率领一干人又回去了。宫里常在跟前的人都知道，小殿下从小调皮异常，这隔三差五的被陛下收拾一顿是常有的事儿。真的吗？明幽一听，倒是多了2分兴奋。我爹说的，他说只要明历再一日，便无人敢逾越一步南幽。凤清浅点头，朕不是信你，朕是相信明将军。明幽扯了扯嘴角，无奈的翻了一个白眼。我有点想爹爹了，一点点。他伸出小爪子比了比，其实他是很想很想，只是他一直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和任何人都是。明将军刚走时，天下流言四起，一股股不安分的势力在涌动，他们蓄势待发，却又不敢轻举妄动，而小丫头变成了他们试探的对象。凤清浅还记得长生跟他说，凤九心还特意来向明幽试探明丽是真死还是假死。明幽觉得眼眶有些酸，凤清浅未低头，却感觉到了凉凉的，感觉爹爹走了很久，却又像是刚走了。凤清浅拍着他的背，一下又一下，话却如鲠在喉。当时凤九心故意撺掇了明早来试探他，明早拿着小布偶在明幽面前得意洋洋地说是自己的爹给自己买的，不像是他没了娘死了爹，成了一个没人要的野皇后。明幽当时穿着一身红裙子，听着明早用最尖锐的笑声讽刺他，你爹才死了呢，我爹活得好好的，哼！仿佛明将军的走真的只是一个谣传。长生说，属下从未见过一个小孩能恶毒到这般模样，也从未见过同样是小孩，他却能坚强到这般模样。心里苦得要死，委屈得要死，依旧能风淡云轻，眼里带着阳光，不带一点阴霾，笑着去骂别人，再转身去和那些虚伪的人说话。凤清浅当时心里梗得难以呼吸，他能想象得到小丫头在阳光里孤立无援，却依旧笑着。若不是他转身时眼睛里那一抹滋艳，都会以为明幽很讨厌明早手中那个布偶。后来凤清浅总会有意无意地亲手给他刻许多的木偶，12生肖，他的模样，他爹娘的模样，还有他自己。好了，我要睡觉了。凤清浅盯着他的背影，一言不发。见他睡熟了，这才轻轻拭去他的泪痕，在他额头上浅浅地啄了一下。凤清浅可以放弃整个凤家，放弃江山，但唯一不会放弃他，生死与共，都会陪着他一起爱。早膳的时候，听到殿门窸窸窣窣的动静。是凤七七回来了吗？殿下，是庄妃娘娘，之前陛下交代过，凡是来未央殿的，须得经过殿下同意才可以进来。让她进来吧。穿了一件水红色的宫裙，那樱桃小嘴倒是衬着她越发文弱秀气。北冥然来信中提到过自己的这位表姐，在家中常常受欺负。庄妃娘娘请坐，娘娘可曾用了早膳了？谢殿下，已经用过了。明幽听他吃过了，便想着快些吃了，许是他来找自己有事儿，于是端着碗咕噜咕噜将剩下的粥一口喝了。殿下慢些，等会儿呛到了。庄妃怎么会不知道？于是笑笑，也不敢多说话。你是有事来找我吗？是，表弟前些日子来信，说了嘱咐殿下照顾的事情，承蒙殿下照顾，臣妾这才住了锦绣宫。臣妾笨拙，比不得御膳房的菜式精巧，但唯有一道山楂糕是乳娘的拿手菜，传承给臣妾的。
臣妾想着殿下这个年纪，想必喜好是酸甜的，就给殿下送来了。哇，好好看呐！忍不住用那白嫩嫩的小手指戳了那山楂膏鱼一下。呀，还真是栩栩如生，放进水里能活一般。明幽继续打开食盒的下层，除了那栩栩如生的红锦鲤，还有乌龟、兔子样式的，小心翼翼地捧着小乌龟。如意，快瞧，像不像长寿？这天下乌龟都长得差不多。老实说，若是把长寿丢在一堆身形大小差不多的乌龟里，他是真瞧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的。明幽难得的在树下看书，韩月则是十分乖巧的躺在草地上，让明幽枕着他的背。长风进来的时候，他也没抬眼皮儿一下。这小仙儿今儿来是转了性子还是换了脑子呀？居然看起书来了。明幽淡淡的看了他一眼，还是没理会。要不我带你去抓蝈蝈啊？趁着一会儿天色刚晚，好方便下手。不去，明天太傅教的还没背完呢。长风一怔，愣是不敢相信是他，于是问在给花浇水的如意：小殿下今儿摔着脑子了，还掉水里了？哐当，明幽一书扔过去。你脑子才进水了呢！打量了他一眼，你什么东西都没带，还想骗我去抓蛐蛐？长风也就是随口一说。怎么你想去啊？不想。长风哼了一声便准备走，走出几步后，突地想起来自己可是过来说正事儿的。你不想知道我教你的法子有用吗？明幽耸耸小肩膀。有用没用，反正挨揍挨骂的都是你，我怕什么呢？长风觉得自己还是给坑了，果真是他胡说八道的，打不得骂不得，也只能吓唬两句。你个小丫头啊，你居然敢坑我！然后就将蒙幽提起来了。就算你逼迫我，我也不说凤七七半个不好的。凤七七才不是大暴君，才不是阎罗王，才不猥琐呢。长风被他的转变弄得猝不及防，明幽趁着他没来得及开口：你死心吧，我是不会屈服的，你尽管打死我吧。长风脑子一炸，似蹿上天的火焰，胆战心惊地朝后一看，瞧见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手一松，明幽掉在草地上。他感觉现在需要去扶墙，陛下的眼神那是看死人的眼神。他感觉没活路了。凤七七，你终于来了。长风打算把我扔到屋顶上挂着，他说要报仇，因为你罚了他1年的俸禄。陛下，你听我解释。你瞧瞧，我生死关头对你立场都这么坚定。说着还用头蹭蹭他的胸口。长风呆若木鸡，他说他没有陛下信吗？这俸禄明明是输给他半年，他霸王硬上弓，强制要了1年的。那你想怎么惩治他？明幽看着他，咬唇认真思虑了片刻。你就让他金鸡独立1个时辰吧。他这一肚子的馊主意是哪里来的呢？天赋异禀吗？凤清浅看了他一眼，长风不情愿地接受了，摆好了金鸡独立的姿势。他怎么摊上这么一大一小的俩妖孽呢？明幽朝着长风做了一个鬼脸，小声地说了一句话。长风瞧着他的唇形，听懂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长风得到了一个最深刻的领悟，永远不要轻易得罪女人。他如何招你了？不许说谎，不然朕扒了你的皮。明幽下意识地捂住屁股。他上次提了我1路的事情，我还没算账呢。我可是皇后，很需要面子的。凤清浅便笑了，年纪小，自尊心倒是强。又连着过了2日，明幽在夜里突然烧了起来。清华发现烛火还亮着，听到明幽说梦话，一直在叫着爹。
起初以为他做梦了，可转身却发现明幽的呼吸声有些重，过去借着烛火一瞧，发现他那小脸格外的红，似胭脂抹多了，手放在他额头上，发现已经很烫了。没事，不怕，一会儿就不冷了。风七七，风七七。不知道小丫头是半醒还是糊涂了，一个劲儿地说话。她自己养的丫头如今遭了病，她如何能忍着袖手旁观呢？小丫头身上凉得可怕，似是一块寒冰。凤清浅将她的手握着，反复地搓，一直给她喝气。不哭，我在这儿呢，没事儿，都会好起来的。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安慰小丫头，还是在安慰自己。臣见过陛下。许太医开口：免礼，你快过来给皇后瞧瞧，可是三王妃当时染过的癔症。许太医探了脉后：小殿下这热可是突然发起来的，忽而体寒，忽而体热。是，先前一会儿还吐了2次，吐出的东西可还在，让我去瞧下。许太医回来的时候面色忧虑，叹了口气：这殿下病症和三王妃所染上的都是同一种疫病，只是小殿下病症轻一些，就医有及时，所以没先莫已故的三王妃病重。这小殿下是如何突然得疫病？清华听见时腿一软：许太医，您可一定要救他，明将军府就他这一个血脉了。听到他得的是疫病，清华想死的心都有了。明丽走的时候特意送了信来嘱咐，千般万般的祈求，一定要照顾好明幽。陛下，臣斗胆，请陛下移驾，小殿下需单独移开治疗，免得再和宫里其他贵人传染。长风，你命人将未央殿周围住的人暂时挪开，宫里众人除太医不得随意靠近未央殿。那殿下呢？朕就在这儿守着他。掷地有声，不带丝毫的犹豫。长风想劝他的，可深知他的性子，便不敢开口了。清华也知道事情紧要，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陛下不可逞一时之气呀，殿下奴婢们来照顾就是了。若明一早传到朝堂里，怕是朝堂得翻天了呀。凤清浅眉头紧蹙，抱着明幽。他生，朕陪着他；他死，朕也一块陪着。现在不只是皇后的命在你手里，朕的命也压在你身上。若朕出了事儿，你等便是这天下的罪人。许太医腿一哆嗦，吓得跪在地上。臣惶恐，必将平生所学，保殿下和陛下的安康。清华看了看那明晃晃的烛火，作为阿优的夫君，凤清浅这般他是欢喜的。可阿优的夫君又是君王，干系着千万人的幸福安康，他不知道该欣慰还是叹气。未央殿一如往日的三王府被隔离了起来，只留下了清华和如意照拂，长生和长风便守在外面，小顺子则是负责传递每日朝中宫中的消息。皇城宫内惶恐不已，已是傍晚，明幽的烧还是没有退下去，时不时的还出现呕吐。凤清浅就在旁边守着，若他吐了给他擦脸换床褥，若他冷了又给他添柴。许太医薄纱遮着脸，看了一眼他吐在盆中的药汁，若如此下去，为什么药都能吐出来，更是药石无医了。清华白纱遮面，拿着艾草过来熏时，在门口当值的小宫女一直远远地站着，避如蛇蝎。红芝，你在那里站着干什么？今天不是你当值吗？你不在门口守着，若许太医或者陛下有什么吩咐，怎么能听见？低着头过来，忍了许久，终于开口：清华姑姑，我不敢过去，我怕死。早先我听宫外的朋友说，三王妃府死的2个丫鬟里都是跟着近身伺候的。那你换去别院吧。红芝不敢置信，没想到清华这么好说话。谢姑姑，谢姑姑。
然后飞快地去了。做奴婢便要有做奴婢的本分，整日想着偷奸耍滑，不情愿跟着的不如不要。长生，你要吗？我去给你顺一块来。抱着半块西瓜来了，扑哧扑哧的在他们面前一顿啃。是冰镇的吗？不冰镇的不要。瓜瓤不红，不是心尖那一块不要。长生问得很仔细，一边问一边观察众人。有一个耿直的武将，玫瑰晕倒，是被他们2个人给气晕了。你们太过分了！说着就要站起来，然后一个趔趄又倒了下去。哎呦，正好，那我可以顺带捎过去，少跑一趟。然后淡定且厚脸皮的在人家官服上擦了擦西瓜水。周围的大臣那是敢怒不敢言的，这完全是无赖呀，流氓！哎呀，可还有要晕的啊！我能一次拖俩。哎，谁会希望自己给地砖擦灰尘呢？明鹤看不下去了。你们敢这么对待朝中重臣，谁给你们的胆子？长风慢悠悠地拖着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是我们陛下给的，加上天生雄心豹子胆自带的，没办法。一脸本人很优秀的样子，小顺子躲在远处，差点没笑出心肌梗塞来。他觉得这些大臣不是体力不支晕倒的，是活活被这2位折腾晕的。没过多久，长风不仅拿着西瓜回来了，还将最先晕倒过去的大臣送了回来。哎呦，得嘞，这您的位置还得给您留着啊，张大人，您慢慢跪。张大人不情不愿的，若不是太医非坚称他身子骨好得很，他实在没法子。哎呀，属下这不是怕大人跪得久头晕吗？这一来二去的也麻烦。将西瓜递给长生。哟，这眼见着太阳要下山了，日头也不毒了，想必这晕倒的大人也会少了。哎，太医们说他们先回去了，留下值班的2名太医，怕我们忙不过来，耽误大人们的救治。瞟了众人一眼，所以啊，特意给了属下这个。长生摸出一枚有手指长的细针。哎呀，这大人们也别担心啊，太医特意教了属下，就扎大腿根儿，又疼又容易清醒，相信每位来10几针，那提神醒脑。凤清浅刚给明幽喂了药出来，自己在院里漱口。如意脸色难看，这陛下还在担忧殿下的病，这些大臣还来添乱。有道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凤清浅垂眸，他们喜欢跪就让他们跪好了，吩咐下去，给他们准备几口金丝楠木棺材，晕过去的也不必救了，直接送入棺材拉出去葬了。你再吩咐长风，将安长公弄晕了，带下去告诉他，封他女儿为夫人。如意点头，满心的佩服。陛下这是要诛心呢。传旨下去，今晚跪死的一律算为国捐躯，封国公爵衔，享后世敬仰。长风听了旨意，兴高采烈的去了。告诉陛下，这事儿一定办好。因文武百官都跪着，所以太和殿四周的宫灯都被点起来了，恍若白日。一阵锣鼓喧天，长风敲着锣走近。你这是什么意思？抬棺材来巡会去？传陛下旨意，今晚跪死一律算为国捐躯，封国公爵衔，享后世敬仰。这是要让他们长跪不起了？哦，差点忘了，陛下的另外一个意思。这大人们闲来无事就喜欢跪着吧。陛下说了，若是再有晕厥的，也就不必再治了，直接装入这上等的金丝楠木棺材算了。在跪着的脸色都臭了。大人们加把劲儿啊！陛下虽说用金丝楠木棺材下葬，可属下担心大人们这么多，怕是不够用，所以这先到先得吧。后面的人也不必要这么讲究了。安长公一听是最先倒下去的，当然他不是被跪晕的，而是被吓晕的。长风坏笑着将安长公拖到了后面去，众人以为真是要把安长公拖入棺材里去的，吓得冷汗涔涔，大气儿不敢出。长风兴奋是因为老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将安长弓拖到后面，长风捂住他的嘴，朝着他的大腿根部就是狠狠一扎。嘘，不想死就别出手，给你一活命的机会。陛下降旨，封安雨燕小姐为夫人。你是想住金丝楠木棺材，还是让你女儿有地位？说话！长生拍了他手一下，安长弓这才反应过来。知道了。安优，跟我回去。明幽擦着眼泪，瞧瞧身后空无一人，慢吞吞地走过去。风七七，我瞧见爹爹了。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了。未央殿内，凤清浅在软榻侧旁守着他，隐约听到他的话，小丫头是在叫他。转头看去，只是软榻上的人依旧面色如白，静静地躺着，伸手摸了摸他瘦得不成形的小脸，无意间指尖沾染上他眼角的泪。眼泪！明幽眼皮儿接着动了动，睁开一条缝，瞧见那银白色锦袍的少年，虚弱的手碰了碰，挤出一个艰难的微笑来。凤七七，终于碰到你了。凤清浅激动的眼眶隐约发红。快宣许太医！凤清浅没察觉自己的手都是微微轻颤的。睡了这么久，舍得醒了。明幽舔了舔干得开裂的唇。我梦见爹爹，梦见边关处，后来瞧见是你，我只好跟着你回来了。傻丫头，朕是你的夫君，你不许跟着别人，就算是你爹不行，这黄泉碧罗你也只能跟着朕。凤清浅心里是惧怕的，若当时小丫头梦里跟着他爹去了，是不是此刻就醒不过来了？许太医便叩门了。陛下，臣来给殿下诊脉。细细探了一番，还请殿下恕罪，臣得看看您的凤目。翻着明幽的眼皮儿仔细看了看，又看了看舌苔。小殿下的疫病是好转了，接下来臣会联合2位太医在药方里做一些改变。凤清浅点头，许太医又道：陛下，殿下的饮食务必控制在流食。明幽歪头蹙眉，疫病就是三王妃得的那种吗？明幽突然似受惊的小鹿，眼睛睁得大大的，惶恐不安。你快出去，你们快出去，不许待在屋子里。凤清浅企图俯身安慰他，明幽挣扎得更厉害了。小殿下，您别乱动，您现在要静养。许太医得了疫病要死人的，你快点跟凤七七出去。凤清浅按着他乱蹬的小腿儿。傻瓜，你不是还好好活着吗？再说，朕是天子，怕什么疫病？三王妃都说好了，可他还是死了。凤七七，你出去吧，我不想你死。明幽觉得得了疫病一定会死的，他不想连累凤清浅。说什么胡话？朕在，太医在，死不了人的。凤清浅伸手给他擦着泪。你乖乖吃药，便会好了。三王妃是因为她好些了，死活不愿意吃药，这才谋了。你将太医嘱咐的药吃了，哪里会死？骗鬼！殿下，陛下说的是真的。臣和几位太医去细细看了，王妃和他差不多的时候，将剩下的药都推了。明幽犹豫，你没骗人。殿下说笑了，医者父母，行善积德，怎么能骗人？心里却狠狠地自我安慰道：我这是行善，这是为救命的谎话，祖师爷莫怪。听得他再三保证，明幽这才勉强信了，只是自己往软榻里面挪了挪。那你挪过去，离我远一点。知道喝了药会好，明幽喝药没了往常的娇气，能自己端着碗咕叽咕叽的喝了，每天3、4碗的喝，明幽胃里有些受不了，有时呕出来又要重喝1碗，看得凤清浅心疼得紧。他宁愿喝着药，受着罪的是他。
快去拿梅子！丝毫不记得是谁刚刚坚定立场，不为2个梅子折腰的。喏，明优迫不及待地塞到自己的嘴里。哎呀，慢些，没人抢你的。吃着吃着，明优怔住，眉头紧锁，吓得清华以为他是将梅子核咽下去了。怎么了？明优张嘴，血便从口中喷了出来。梅子有毒，然后便倒了下去。清华被吓得六神无主，忽的才想起来叫人。来人，叫太医！太医！凤清浅刚准备过来瞧他，便听到了清华的声音，自己则是飞奔进来，看见清华半抱着他，嘴边和胸口处还有血迹。凤清浅身子一愣，这是怎么了？快，陛下，将他放到榻子上，这梅子有毒。许太医喘着粗气进来的，也顾不得规矩，直接诊脉了。越诊脸色越发难看。小殿下这是中毒了，食物相冲中毒，他可吃过什么？即刻给他喂了一颗解毒的丹药进去，暂时抑制住毒发。细细回想了这几日的用药，清华帕子里包着他吐出来和没吃完的梅子，方才就吃了一颗梅子，还没全数吃完，他就说梅子有毒。许太医拿到门口仔细看了看，嗅嗅，这梅子应该没毒啊。似乎是怕诊断有误，许太医只得收起来，回去研究了半日，这梅子真没毒。此刻刚醒过来不久的明优听到这个消息，看向凤清浅。我哪知道啊，我吃了梅子就吐血，就以为梅子有毒。凤清浅却望着床榻上的小人发呆，这人是从何处下毒的，又是怎么带进来的？难道未央殿里有内奸？等毒解了，是得好好查查。他一直以为只要他越来越强势，权力越来越集中，那么害他人的心思就不得不收敛一些。明优的毒暂时性的压制住了，有精神头了，伸手将他捉回被窝里，老老实实的盖上被子，乖乖的静养，身子还没好。可是我觉得自己现在能吃下一头牛了，只是你们不让我吃。本以为这日子快熬到头了，不曾想这好好的因为2颗梅子又中毒了。他至今不知道这毒从哪里来的，咂舌馋滋滋的道：那梅子我还没有尝出什么味道来，我就晕过去了。哎呀，好可惜呀！凤清浅勾唇无奈，他这是短他吃的还是缺他喝的了？这总是馋的没边儿，宫里来的小野猫都没他这么馋。命都没了，还记着这2个梅子。哎，今年好背呀，做什么都能倒霉。等我好了，要去摸摸长寿的乌龟壳，让我事事如意，天天长寿。偏殿里，许太医捣鼓了半天，可没想到哪里有投毒的机会。所幸疫病已经过去，若是不知道根源，毒这么多，岂不是要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吗？时间已经过去1天半了，许太医忧心忡忡的。偶尔瞧见草丛旁有成堆的蚂蚁来来回回的运东西，这附近有甜食。瞧见某只小蚂蚁身上举着一块黑漆漆的小碎屑，这看着不像是甜食或者肉类。伸着树枝拨弄一番，于是便顺着蚂蚁的方向去看。来回蚂蚁搬运的都是草丛树下，朝着树下挖了挖，将蚂蚁驱赶开来。见有些眼熟的药渣，这不是他开的药方吗？难道这些动物嗅到了自己嗅不到的味道？许太医似乎想验证什么，想了想，索性将药渣带回去了。软榻上躺得久了，腰杆都酸麻了。凤清浅为了吓唬他，让他安分老实些，便说这中毒太深，需得静养，若是加速了血液循环，那么死得更快。明优有些不信，可又不得不信，他才这么大点儿，还没来得及长大，欺负凤七七，怎么能挂了呢？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
我不要，我不要出去！风七七，你个乌龟老王八蛋，你变心了！负心汉，以前有秘密都会让我听了，你果真是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凤清浅听到他对自己的爱称，满意的半眯着眼睛。长风，捂住他的嘴，若再敢胡说，把嘴缝起来。哎呀，这缝起来以后吃饭可怎么办？长风一脸认真的担忧。吃饭的时候拆了就是，吃了再缝起来。明优就被捂嘴提出去了。老王八蛋，乌龟王八蛋，太坏了，竟然打算把他的嘴巴缝起来。清华说的对，无毒不丈夫，男人心海底针呐。见他出去了，凤清浅才示意许太医继续说。臣昨日偶然发现，这树底下的药渣引得蚂蚁疯狂搬运，可这药渣不属甜食，即使是蚂蚁搬运，也不会这成千上万的搬运。臣斗胆揣测，应该是有人特意在药材上加了什么，所以朕斗胆猜测，是否有人将这毒液浸染着药上，通过熬煮，这毒素便混着药进去了。凤清浅的脸阴沉沉的，带着不同于往日的严肃，看来是有必要好好查查太医署的人了。药渣你先存着，别打草惊蛇。药方重新交一份给长生，朕命他单独出去取药。是。许太医将药渣存好便出去了。在小院子鼓捣小风车的明优听到一阵很轻的说话声，却异常熟悉，鼓着腮帮子努力深深呼吸了一口气，气儿还没吹出去，只听得有人道：小丫头，恶人自有天收，听说你都被毒死了。鼓着腮帮子转过头去，原来是南天那家伙。几年不见，你越来越老，越来越丑了。哎呦，你这胆子倒是越发的大了，惹到老子不高兴了，就不给你配药了。反正我死了，你也跑不了。南天单手将手支撑在他的脑袋上。你说你这么些年，你心思怎么还这么恶毒？对你这种毒王，用什么都算是善良的。明优将他的手推开。怎么，想念老鼠夹子啦？南天莫名其妙的手一抖，想起上次这小丫头怎么对付自己的，心里更加不愿意给她医治了。哎呀，你说你怎么长这么讨厌呢？一肚子坏主意，小小年纪不学好。那你还将我毒成丑八怪了呢？哎呀，这不给你解毒了吗？哼，还有脸说呢？那是我们千辛万苦拿回来的洗眼草，腿都跑断了。都是这祸害的，还有脸说？那你这折腾我一通，算是扯平了。明优瞪了他一眼，他可是非常记仇的，之所以不将他往死里整，只不过是因为顾及这货用毒厉害，自己防不住。南天给他号了脉，又去找许太医要了药渣，仔细的看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的。这确实闻不见，这蚂蚁一类的却能闻见。南天一惊，闪过一丝不可置信。劳烦许太医去给我找一些长尾草。许太医疑惑，既然是陛下出面请来的，一定是有过人的本事在的。南公子，抱歉，这长尾草虽不名贵，可却也不好找。太医署为避免人多眼杂，南天未说话，找了些清水来，将长尾草泡入水中，又将干药渣倒进去，放在火上熬。南公子，这是……我再看他到底和我猜的一不一样。约么半个时辰，药罐子里的稍微浅色的药开始出现赤色，虽看不清楚，可隐约有些印记。徐太医，你再去取一些新的未熬过的药来，将这剩下的长尾草汁水倒进去一试。两人又折腾了半天，还是如之前的药渣一般。确实是下毒了，而且还是1等1的用毒高手。南天神情严肃，径直去找了凤清浅。那不是白费功夫吗？等你找到药，我都挂了。他是太医，
能和我这毒公子相提并论吗？那是一个救人的，一个毒死人的，当然不能比。你不说能死啊？只要这小丫头在，准保能气死他。南天觉得上辈子他这一定是挖了人家的祖坟，才会有此现世报。明幽朝着他做了一个鬼脸。将来谁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邪门。这年纪小小的，满脑子坏主意不说，还特别能损人。他没有发现来自旁边的幽怨之气。你忘记了，我有夫君了，我夫君可是皇帝。南天无语了。倒是你，如今都这么老了，连个媳妇都找不到一个，一定是你长得太丑了。南天越发想掐死他。这小丫头3番2次的说他丑，他能忍吗？能的，能忍，只是迫于某人的淫威不敢动手。瞧着他比臭豆腐臭鸭蛋还难看的脸色，凤七七，你看他还不服气。被那句傲娇无比得意洋洋的我夫君可是皇帝收买的凤清浅，宠妻更加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等会儿朕把他眼睛抠出来给你踩。南天生出一种仰天咆哮的冲动来。苍天哪，收了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吧。心里咽不下这口怨气。南天瞪着两人时，忽然来了主意，装模作样的看了小丫头半天。你说说你啊，非得找这么小的丫头娶来做嫡妻，青涩的小伙子也不嫌涩口。这宫里有成熟的风情美貌的后妃，你怎么不都去看两眼？明幽听得懵懵懂懂的。南天这是嫌他不好看，年纪小。反正狗嘴里吐不出来象牙，说的一定不是什么好话。明幽伸手朝着他的眼睛便是狠狠一拳，然后气哼哼地走了。南天捂着眼睛，鬼哭狼嚎的。这个死丫头！凤清浅抑制不住的上扬的嘴角，活该。好吃吗？南天恨不得将她揍成猪头。这小丫头鬼主意太多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喜欢成熟的，不喜欢小的。那菜也给你做足以成熟的。一想到自己3番5次的被一只不到10岁的小丫头耍了，可他就是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有大靠山呢？凤清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连个小丫头都能欺负你，还有脸说？若不是瞧着你的面子，本公子早就将他给毒哑了。你敢？你还有没有王法了？朕就是王法。他的小丫头，别人怎么能欺负？凤清浅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护短儿。眼见着药一日一日的送去，可不见未央殿那边有消息传来。明妃娘娘，张妃是去瞧陛下的。陛下近日劳累，怕是不喜欢见到讨厌的人来。明妃说笑了，我不过是出来走走而已，没明妃这么厚的脸和心思，旁人不知道也就算了，真当天下有不透风的墙？哼，以为去了长乐宫就能夜夜笙歌受皇恩吗？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提醒明妃娘娘，这戏演得再好，终究是浮生一梦，只怕后来连自己都骗进去了。贱人！就这么被扇了一巴掌。你猖狂，不过是因为你爹是丞相，而你进宫做了妃妾，那便是与我们一样，纵使你再清高，也摆脱不了妾的身份。你给我闭嘴！即使你千方百计得到蝗虫也无用，这蝗虫便是沧海一粟，岂能抓住的？你只会机关算尽。我不怕你，并不是我依靠家世，而是我没蝗虫，也不奢望雨露均恩。张飞话说完，即刻跑了，走远了。突然转身看他，哼，我会一步一步看着你走向深渊悬崖。你又没什么好法子，留着你的胳膊也没用，还是卸下来算了。小丫头，你认识这采花贼？他莫不是占了你便宜了？
还没等南天开口，你居然敢调戏皇帝的女人啊！四公主，她不是采花贼啊！一声惨叫，南天的胳膊折了。明幽哒哒的往后挪了2步，这可不是我动的手。以前他是和明幽犯冲，现在好了，又多了一个8字不合的女人，他后悔了，不该说士可杀不可辱，要辱就辱吧。你说什么？没什么，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明幽吃力地将他扶起来，胳膊软塌塌的，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你还有脸笑？你还敢凶他啊！凤皎月一气之下，又将他另一只胳膊给撅折了。哎呦！明幽都忍不住的心疼他了。四公主，她真的不是采花贼，是凤七七的朋友。你确定？明幽点点头。那他偷我帕子，变态！凤皎月立刻窜出去2步。本公子再说一次，那是捡的，风吹过来啊，天地我心，日月可见。那对不起。哼。那要不我帮你接上？我可是认真学过接骨的。说着，趁着南天不备，迅速地将他手给接了上去，随后是绝望的杀猪声。四公主，你给他接歪了。这就是学过的我有些手生，重来。然后在南天的百般拒绝之下，凤皎月又强行给他接了2次。还没好，要不我们还是找许太医看看吧。南天发誓，他此生都不想见到这死女人的手，还有脸。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江，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个脱臼至于吗？看到南天吃人的眼神有必要。四公主，折了胳膊是不需要2个月的，可您都给人折腾到骨膜了。那她会不会废了？这女人就不能盼她点好？陛下驾到！小皇后，你会救我吧？陛下来了，你可要见凤清浅来了。南天有一种见了亲人的错觉。凤清浅，我上辈子一定是敲了你们凤家的祖坟，你们凤家1个2个都是找我来寻仇的。审视了屋子里的人一圈，凤清浅凤眸微动，坐下来。四皇姐身子骨倒是好，这刚回皇城就开始闹腾，苏太妃瞧着你这样，恐怕欢喜不起来。小皇后，你倒是帮我说说话呀。明幽懵懵懂懂地走过去，你要告诉苏太妃，那四公主的皮会被太妃打爆的。没事，她皮厚。也是。陛下，我不是故意的。见明幽指望不上了，小皇后可以给我作证，我起初以为他是坏人才动手的，后来真想帮他接胳膊的。明幽眨巴眨巴眼睛，哎呀，四公主都说不是故意的啦，南天皮也厚，养养就好了。凤清浅哪里还说得出半个不字？就罚你将南天接到公主府，照顾到痊愈为止。南天一惊，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刚想开口拒绝，明幽朝着南天很快地看了一眼。凤皎月难得机灵，明白了明幽的意思，冲过去捂着南天的嘴。那就不打扰陛下亲近了，谢陛下开恩。明幽看着南天挣扎的背影，有些犹豫，看向凤清浅。有话就说，别藏着掖着。南天的手去了四公主府，还能好吗？明幽也是觉得凤七七故意将南天往火坑里推。凤清浅眸光深邃，他当然是故意的，这样南天就没有机会整日来缠着小丫头了。你承认是你做的？啊？芳妃娘娘，您承认芙蓉是你锦绣宫的奴婢，那就是认了您用疫病谋害殿下呢。什么？芳妃跪在地上。今晚奴在刚换班的时候，
刚好抓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发现是娘娘您宫里的奴婢。他说是您指使用三王妃疫病所用之物传人给殿下的，用的便是那道山楂糕。芙蓉，你胡说什么？好端端的，你为何要说谎？对不起娘娘，奴婢出卖您是不忠，可是您先对奴婢下狠手的，这害殿下是您自己的主意，您就认了吧。这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本宫害皇后做什么？本宫与她又没有仇。你老实说，是谁教导你这么说的？陛下，奴婢真的没有说谎，那包袱里的簪花就是娘娘赏给奴婢的。庄妃娘娘，您自个儿瞧瞧。不用瞧，确实是本宫送给芙蓉的，本宫还赏过一个镯子给芙蓉。娘娘赏赐也该是芙蕖等贴身伺候的。本宫真是瞎了眼，瞧上你这种东西。陛下，这珠花是臣妾给芙蓉的，与其说赏赐，不如说是赠送。数月前瞧见她偷偷在哭，臣妾见她可怜，安慰于她，便将珠花赠送于她。没有，是娘娘赏的，还有其他东西。小顺子，带下去，天牢关押，择日再审。庄妃起身，她现在算是有嘴说不清了。娘娘，您自己做的事，您自己心知肚明。噌的跑向柱子，撞了上去。瞧见芙蓉满头的鲜血在地上横流，吓得庄妃惊叫了一声，便晕了过去。凤清浅是见惯了的，眸里依旧冰冷。将人拖下去乱葬岗，那庄妃娘娘先送去天牢严加看管。朕倒是想瞧瞧，谁安排的这出好戏？陛下这是相信庄妃娘娘了，可信怎么还将她送去大牢了？这山楂糕朕也吃过。这言下之意便是山楂糕根本没毒。会不会是小殿下年纪小，体弱容易传染？哼，这宫女见了朕连话都说不明白，一直在哆嗦。可问他每一件事，他答的倒是清清楚楚。这定是有人悉心教他背过的。陛下英明。你把庄妃抓起来了。你这消息倒是灵通。明柔撅嘴，我不是起得晚吗？你明知道庄妃不是害我的，那山楂糕里没有不干净的东西，你还吃了呢。这倘若是朕身子好，就感染了你一个人。明柔想了片刻，可庄妃平时待我也很好啊，很恭敬的，而且北明然说她表姐心地很好，只是以前在家里容易受欺负虐待，所以懦弱了些。这话听到凤清浅的耳朵里，却已经变了味儿了。什么时候那小子在他心里这么重要了啊？朕说他有罪，便是有罪。凤清浅阴着脸，就差在脸上写着“朕很生气”4个大字了。你是皇帝，又不是阎罗王，说有罪就有罪，说砍头就砍头啊！这么喜欢杀人，你干脆别做皇帝了，去做阎王。就因为是北明然的表姐，你就信他？目光盯着明幽，凭什么要凶他呀？这凤七七这个老流氓，就是仗着自己是皇帝，总是欺负自己，于是挺着小胸脯与他对抗。就是。凤清浅的目光里闪过一丝阴冷。朕是皇帝，要谁死谁就死。凤清浅话里带着气恼，这小丫头怎么还能向着外人呢？你这个大暴君、大坏蛋，你要杀了庄妃，我就不跟你好了。自己没办法，只能哼哼两句吓唬他。这北明然果真就是个祸害，当初就应该想法子除了。明幽从小被娇惯着，向来是凤清浅顺着他的性子的。如今听见庄妃要被砍头了，都是因为给自己送东西害的，于是更加愧疚。不行，不准砍庄妃的头。小顺子，吩咐下去，将庄妃拖出去砍了。凤七七，你个大坏蛋！哼，朕再坏，你也是朕的皇后，改变不了的事实。还有，你若服了朕的意，死的不止庄妃一人了。我不要做你皇后了。无人去不知此心何去。凤七七，是我不好，不该气你的，都把你气
了。哼，大不了我就以后不晒菊花茶了，反正我又不喝。明幽从未告诉凤清浅，他摘菊花茶晾晒是给凤清浅喝的，多喝些菊花枸杞茶能清肝明目。凤七七要砍就砍了，反正疼的不是他的眼睛。凤七七太坏了，欺负自己都没底线了。殿下不好了，陛下身子不舒服，这早朝都去不了了。小顺子扑到他脚下，明幽脑袋嗡的一下就懵了。是被我气的吗？明幽撒腿就跑。如意，等会儿我会把小殿下送回来的，你们忙。连小殿下你也敢骗，闹得不要了。陛下这2天别扭的，屋子都快拆了，可小殿下也是倔的，也不肯低头。这长乐宫都成冷宫了。小顺子，你可真是深明大义。所谓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去吧，陛下不会记住你的。小顺子忍不住腿一哆嗦，慌了，大步向外跑。小殿下，你快回来，你听我说，我后悔了。明幽推门进去，瞧见软榻上的男子一身白衣，哇的一声哭出来，冲着过去，抱着凤清浅的头。凤七七，是我不好，不该气你的，都把你气死了。你不要死。长风听到他的哭声冲进来，便看见凤清浅无奈地睁着眸子，看着一个劲儿依着自己胸口哭的小丫头。她哭得太专心了，根本没发现自己醒了。片刻的功夫，凤清浅胸膛的衣裳都湿了。长风嘴长得老大，一脸的不解。长风缩在角落里不敢出声，明幽还继续的哭着。万年，把时针握在说再见之前。凤七七，你别死，你死了我就一个人了，没人要我了。时不时伸手擦擦眼泪。我以后不说你坏话了，也不做皇帝了，你快点活过来吧。长风被他的大逆不道之言吓到了。这小丫头初入宫之时，就当着满朝文武和他爹说自己想做皇帝。这都7年过去了，他还挺倔强。明幽听到他的咳嗽声，被惊醒过来，发现那双深沉的眸子紧紧盯着他，眼里的那抹情深似是要将他穿透一般，一把抱着他的脖子。凤七七，你个大坏蛋，还好你没死。凤清浅只得先安慰他了，等他情绪稳定下来，又开始生气了。凤七七，你竟然装死骗人！早知道我还是当女皇帝算了。朕什么时候说朕死？这2日他单独睡，没和小丫头在一起，久久不能入眠。明幽自己给自己擦眼泪。小顺子说的，他说你突然要死了。小顺子是胆儿肥了，敢这么说，真是舍己为人呢，太令人感动了。2人说上话，气氛也缓和了许多。前几日不还准备和我老死不相往来吗？这怎么倒是哭得要断气儿似的？那是你先欺负人的，还先凶我的。你知道庄妃不是坏人，你还要砍她的头。凤清浅心都揪住了。好，是小顺子不好，等会儿朕就去罚他去洗马桶。陛下，你还要点脸吗？啊，陛下，属下这就把小顺子抓去洗马。一溜烟没了。陛下，人抓到了，长风侍卫请您出去一趟。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凤清浅看着小丫头的目光一软。你不用去，早到休息。这怎么能行呢？抓着她的袖子不让走。不行，凤七七，我不想离开你，一刻都不想。你怎么能忍心让我一个人独守空房呢？说的好像凤清浅就是他的命一般，离开一刻都活不了。
小殿下，你这才几岁就独守空房了？凤清浅捏了捏他的小脸，低声道：“小骗子。”然后轻轻地在他面上啄了一口。带你去就是。小丫头是被凤清浅用袍子包着，悄悄跃出宫墙去的。等她钻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一座宅子里。南天，小尾巴，你怎么也来了？南天看到他，有一刻的欢喜的。明幽翻了一个白眼：“你都说我是尾巴啦，我自然得跟着啦。”长风可回来了？没，他单独去追蒙面人了。凤清浅略微点头，牵着明幽的手。南天围着被捆成粽子的老头子看了半天。哎呦，不知道是否该叫你一声师叔。师叔这些年躲得也够辛苦的。你是梅长的弟子？梅长便是南天师傅的名字。你来这儿干什么？自然是清理门户。师叔为何要明知故问呢？难道师叔老了，这脑子不好使了？这些年师叔闯下的祸都忘记了吗？你一个小辈儿，还轮得着来教训我？师叔这些年躲得好，也仇家太多的缘故吧？可不是，狡兔三姑的，光是这2月他便挪了3窝。明幽凑过去揪住他的胡子细细看了看。他就是那个老毒？就是他卖的黄泉丹。明幽的手很利索的便将他的胡子揪下几根来。啊，我手太滑了。说话的功夫又故意拽了几根下来。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啊，还天天想着祸害人。黄泉丹的解药呢？中毒的是你，你们是如何发现的？明幽每揪下一根胡子就和他说一句话：那药我没喝完，一小口就喝了那么一小口，巧得很。那天我喝下去，我就吃了梅子，与黄泉丹冲撞了，就吐血了。黄泉丹和话梅有药性冲突？天底下还有这么凑巧的事儿？明幽似乎想起了什么。你该不会和南天这个笨蛋一样，你真不知怎么研制解药吧？这话差点没把老头子气死。什么叫和南天一样的笨蛋呢？你师傅那老东西解不出来，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你再来一句试试啊，看看你的年纪。若不是长生拖着，南天非得狠狠地揍他一顿不可。我就知道比不过我，比不过。笑得太急，猛地咳嗽起来。这黄泉丹不是你研制出来的，说到底你还是不如你师兄。你这么多年都是靠着逍遥派禁术绝学来压制梅前辈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梅前派斗的是逍遥派的祖先，而不是你。你胡说，胡说！我怎么可能不如我师兄？突然一滞，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吓得明幽立刻躲在他的怀里。他中毒了吗？哼，气急攻心。你师傅来了吗？叫他滚出来见我。这老乌龟就知道缩头躲着。然后向四周看。没成，老子知道你在，滚出来，出来！这老东西莫不是疯了？他师傅在不远千里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在此地呢？这么多年，还是老师弟如此记挂。师傅。梅长点头，凤清浅起身，微微点头。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小云进来了。吴公子，老朽就知道吴公子一定有本事将他带回来。你来干什么？清理门户。还记着师傅临终前的遗言，若敢作恶，肝胆俱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敢说你这双手是干净的吗，师兄？南天，将他身上的绳索解开吧。可他跑了怎么办？梅长俯身掏出匕首，快准狠的活生生的将他右脚脚筋给挑断。这还你欺师灭祖，背叛师门。明幽吓得捂住耳朵，躲在凤清浅怀里。毒王不停地向前蠕动。这是还你为研制毒药25年前毒杀朱家村，13年前毒死的25个人。这把匕首
师傅赠予你我二人，相互监督，警示所用。今日我用它废了你一手一脚，也算是实现了我对师傅的誓言。梅长，你就是因为斗不过我，少用这些虚伪的东西。你就是想让我生不如死。当时要不是师傅助幽蒙了心，今日继承衣钵的就是我，哪还轮得着你？就是因为你强胜心太强，师傅才选了我。梅长看着倒在血泊当中的师弟，吴公子，我逍遥派闯出的祸，小姑娘的毒我一定化解，求吴公子饶我师弟一命，让我带他回去。师傅，这种恶人你带回去干什么？你师尊说过，孽徒放下业孽，务必求我保他一命。不可能，不可能！可以。梅长从他衣领处撕开，从内层拿出一本书来。师弟，这么多年了，你没变的就是这一点。找到了毒王偷走的秘诀，梅长将自己关在屋子里2日，终于调出解药来了，将解药和秘诀一并交给了凤清浅。小姑娘，服用了不出3日便可无碍。这书也算是祸害，就留给公子处置。那留给你。明幽摇摇头，想了想，从他身上摸出火折子来。这害人的东西还是烧了好。南天看着书在火焰中化为灰烬，有些可惜，又有些轻松。明月坐在小凳子上，仔细地摘选着已经晒干的金丝菊。凤清浅站在门口，定定地瞧着，眼里柔情溢出来。一想到小丫头这么专心地做事是为了自己，凤清浅的心里就甜滋滋的。哎呀，如意，我手都剪酸了。这不都差不多了吗？随意抓起来就行了。殿下，您这一簸箕的金丝菊啊，已经剪了1个早上了，果茶喝了不下数10次，糕点吃了2次。照您这个速度啊，估计天黑也剪不出来。凤清浅眉头动了动，果然这小东西的性子怎么可能说转就转了呢？朕看你是一刻也坐不住。明幽听见他的声音，立刻欢喜起来。凤七七，你看，我为了给你剪菊花茶，手都破了。小顺子无语了。小殿下可真是人精啊，撒谎的功夫这张嘴就来，这都不考虑实际性。这菊花上又没刺儿，难道朕眼睛瞎了不成？他可没瞧见有什么伤口红肿的地方。小狐狸认真盯着自己的手看了许久。他疼是在心里疼的，你自然看不见。凤清浅懒洋洋地看了一眼。不让朕尝尝你千辛万苦做的茶。明幽手心攥着一小把菊花，直接放在了茶壶里，看着菊花浮起来，蹭蹭地小跑着去翻了半天，找了一小把枸杞过来，在里面搅和搅和，顺势倒了一杯，推到凤清浅的面前。这简直是黑暗料理呀！快尝尝，一定好喝。小殿下，您这满腔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呀？凤清浅端着杯子，似寻常一般的喝了。好喝吗？殿下，您这菊花茶还没洗呢。还要洗？明幽目瞪口呆，然后哦哦地点了一下脑袋，去把凤清浅的杯子拿过来放着，自己又跑去外面抓了一把菊花茶进来，打开壶盖，瞧见里面的菊花茶胀起来了。它怎么溢出来了？殿下，这金丝黄菊本就是大的，吸了水自然就活起来了。小殿下别倒，还可以喝的。可是都没味儿了。您这茶都没泡开，能有什么味道啊？如意又命人端了一个小炉子过来，特意将茶壶里的泉水烧胀了。明幽伸手去掀开盖子。殿下别，我们先让它焖一会儿，等菊花茶香的味道出来了再开。约么一小会儿的功夫，明幽倒了一小口，倒进嘴巴里，有点淡淡的苦。给凤清浅倒了一杯。很好。明幽乐不可支，比他爹打下一个江山还自豪，立刻端了其他的杯子，给小顺子也倒了一杯。小顺子，你尝尝。小顺子还没接过杯子来，
就感觉杀气蓬勃。谢殿下恩典，只是奴才今日受凉，喝不得这菊花茶，实在是没福享受了。凤清浅这才满意了，端起另一杯一饮而尽。小丫头亲自采摘晾晒泡的茶，只有她一个人能享用。其实这茶算不得顶好的，可因为是她的心意，凤清浅觉得弥足珍贵，将小丫头亲手泡起来的茶递给小顺子。喏，好好收着，别吵了，这茶只能朕自己喝。言外之意是，有人的时候不许端出来。瞧瞧这小气霸道劲儿。是。那你告诉朕，皇后是怎么感染的？臣实在不知，殿下除了未央殿，可还去过什么地方？单独吃过什么东西？许太医，殿下整日都是有人跟着的，除了未央殿，也就是长乐宫的日子多。你将这长乐宫的大小奴才都问一遍，还有这送进长乐宫的东西记录也一一核对一遍。陛下，您是怀疑那感染疫病的东西是殿下正好触碰到的？奴才立刻去查。如果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想错了方向，其实这疫病想要的不是明幽的命，而是他的命，正好被明幽给碰上了。大半夜的不好好睡觉，泡什么温泉呢？明幽故意放轻了脚步，想捉弄一下凤清浅，隐约闻到一股甜香，只觉得要升天了，晕头转向，怪怪的，猫着腰继续前进。瞧见忽明忽暗的烛火，青丝垂落，一袭轻逸的身影，明幽冲过去。凤七七，周围的气息沉默了下来。明幽入眼见到一个极妖娆多情的身影侧躺在地上，那呼之欲出的魂元还在轻颤。凤清浅披着一件睡衣，眸色渐深。啊！明幽立刻捂着眼，却从指缝的缝隙悄咪咪地看了一眼这香艳无比的一幕。凤清浅抬眸，见小丫头捂着眼睛，欲盖弥彰，鲜红色的鼻血从鼻子里不断地喷涌而出。女子纤纤玉指轻轻地摸着自己的胸口。陛下来吃了奴家。明幽看着地上的女子，鼻血流得更严重了。凤七七，你还会吃人？凤七浅看着从地上挣扎着扑过来的女子，一脚踢出去，飞快地来到她身边，用衣衫给她擦鼻血。哦，缓了片刻，明幽的鼻血这才没流了。明幽看了看女子那白花花鼓鼓的地方，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呀？瞧见凤清浅，陛下，那声音惊得明幽直起鸡皮疙瘩。你居然要吃了他！往后戒备地挪了两步。你把所有人支开，你就是想偷偷吃人！凤七七，你是妖怪！凤清浅恨不得拧下他小脑袋来。朕不是妖怪。小丫头单纯的小脸上带着纠结。他中毒了，所以胡说八道。那你怎么回事？凤清浅瞧着他，不自觉的又将脑袋转过去。不许看，看看女人都能流鼻血，你想流血而死？人强行被他拖走。凤清浅身子僵硬，他没中这幻情香，导致这小丫头不经意的撩拨。凤清浅眸底带着一丝暗红。明幽凑近他，你耳朵为什么红？难不成告诉他因为自己吸食了部分幻情散吗？那我们快去找太医救那个中毒的人吧。毒是他自己下的，他有解药。凤清浅还真怕这小丫头一直倔着。他为什么要给自己下这么痛苦的毒药啊？我看他都快要疼哭了。他该如何和明幽解释，说那女人为了得到他，不惜买通了人，悄悄潜进来，放了幻情香，想迷惑自己。可没想到明幽又刚好进来了，打乱了一切吗？凤清浅双手挤着他的小脸，让他没了说话的机会，目光忍不住悄悄打量他小耳垂，想亲亲他的小耳垂。凤清浅提醒自己，她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她的小果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带着明幽回去，小丫头倒是睡得很快。等凤清浅给她拉被子的时候，已经去孟州宫了。漆黑的夜里，凤清浅听着她那轻弱绵长的呼吸声，要不她浅浅的亲一口，还是老老实实的睡觉算了。脑子似不受控制的猛地低头吻了下去，浅浅的啄了好几遍。你干什么？凤清浅尴尬的抬起头来，明幽一脸戒备的盯着他。难道凤清浅真是妖怪变的？你耳朵被蚊子咬了，朕帮你抓蚊子。明幽哼唧了一声。真的？凤清浅的目光沉沉的盯着他，没说话。我还以为你要吃人呢，我刚才又梦见大灰狼了，它张着血盆大口来咬我的耳朵。凤清浅心虚的松了一口气，手心儿攥着小丫头的手。快点长大吧，小东西。凤清浅用午膳时，忽然想起昨夜他偷亲小丫头的事儿，还好小丫头现在什么都不懂。陛下，事情眉目了，继续吃你的。不经意扫了一眼小丫头，明幽老实的吃着饭。凤清浅有时候总是很神秘。下午些，明幽就听到庄妃被放回来的事情。如意，我们准备些礼物去锦绣宫看看庄妃。殿下，快里面请。如意说这红绳带着能去霉运，将倒霉的东西赶走，所以就给你送了这个。殿下，感谢您还能和锦绣宫走动。宫里的人都说是臣妾害您染上疫病的。那真是你害本宫吗？当然不是，臣妾没有害殿下的理由。臣妾和殿下无冤无仇的，臣妾只想安安稳稳的待在宫里度日，更不会想着去争抢什么。那不就结了？明幽虽小，可还不傻。凤七七，你说过今儿给我2串糖葫芦的。明幽就因为2串糖葫芦，便和他磨叽了一路。可前提是你得把字贴亮。这天底下还有比你更变态的吗？你居然让我临摹你的字！陛下，凤九心含笑打招呼。明幽顿住。大皇兄此去边关路途遥远，一路都要当心。多谢陛下关心，整个天下还有比陛下更想让我死的吗？有啊，凤小三不就是吗？他说的凤小三便是凤昭敏。不许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凤九九难道看不出来吗？凤九心阴沉着脸拂袖而去。凤九九，骑马去的时候慢些，免得闪了你的老腰。凤九九，骑马去的时候慢些，一把老骨头了，别逞强。明幽在宫里一日，宫里就鸡飞狗跳一日。15岁前，趁着他去上学的时候，宫里还能安静几刻。明幽越长，胆子越大，敢爬树上去翻墙，敢寻了野马，骑着满宫乱窜。御花园里的植物都被践踏了大半。小些的时候，长风还能稍稍制住一点，可现在长风见了明幽，犹如老鼠见了猫。明幽死活抓着长风的衣袖。你今天必须带着我出去。哎呦，陛下说了，谁再敢私自带你出去，就割了谁脑袋。殿下你可别坑我了，上次被打那20个板子，我这屁股还疼呢。谁来救救他呀？反正打的不是我，你皮糙肉厚的扛揍。你还是不是人呐？有没有点人性？反正你敢走，我就叫非礼。若是凤七七知道你占我便宜，摸我的脸……哎，等等，他什么时候摸他的脸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啦。哎，你可别乱说，我可良家做人，你少诋毁我。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明幽深吸了一口气，张口准备喊时，长风怂了，抬手：“嘘，别出声，带着你去就是了。”嘿嘿，你早这么听话不就完了？为了避嫌，一路扯着明幽的袖子，生怕他跑了，停住脚步。我说，你可给我省点心啊！怎么会是你？公子，你都牵着人家一路了。长风眨眼就逃逸了，一边嘀咕着，一边去放烟雾弹。这有妖魔鬼怪，他一个人是对付不了了。可随后想到明幽的性子，这宫里的人都要吃他的亏，
更何况这宫外的呢？如此一想，便淡定地去办事了。这不是换狗的方式吗？星眸黑脸，明幽识相地住了嘴。好，我记住了。他怕说慢些就被灭口了。等他抬起眼皮，只见一抹黑色的身影从窗外跃出，屋子里便空荡荡的，留下他一个。糟了，回去又准备挨揍，只是刚出去就碰到屋子的主人回来了。啊！抓贼呀！我不是贼。明幽有些慌乱。抓贼呀！抓女贼呀！明幽一路朝着后院跑。真是倒霉催的。明幽刚想求饶，就感受到一阵熟悉的温暖，仰着头看去是凤清浅，激动的像是见到了亲人。吓死我了，还以为被抓住了。凤清浅跃上屋顶，明幽瞧见他阴沉着脸。你拉着我一点，瓦片滑，等会儿我掉下去了。那倒是省心了。一红楼里追贼的大队人马追到院子里。这哪里来的贼呀？翠儿，你不是看错了吧？怎么会？我刚巧碰见他从我屋子里钻出来。2楼烛火弱，可依稀瞧着倒是个极漂亮的女人。这我们院里是女人多，可都是熟门熟眼的，陌生女人又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呢？你该不是撞见女鬼了吧？然后追贼的人一哄而散。明幽坐在屋顶上。我哪里像鬼啦？瞧见凤清浅清冷的目光，朕倒是看你越来越大胆子了，敢跑出宫了。明幽摸着膝盖。哪里有？我和长风一起来，我和你说了。何时说的？在心底和你说的，你同意了的。明幽眼睛弯成月牙。反正你自己没收到，可不怪我。朕决定取消你1个月的婚菜，以作惩戒。为什么呀？朕在心里通知了，你自己答应的。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凤七七，你太坏了，欺负人。正是月朗风清之时，明幽听到一阵极其特殊的声音，伸着头四处打量，往前小心翼翼地爬过去，发现屋顶不远处有片瓦漏了，声音正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凤七七，有人在打架，还脱光了衣服。明幽小声的惊呼。那个5大3粗长得像老鼠的在欺负一个女人，哎呀，他还咬人家胸口，真是太过分了，大变态。凤清浅一脸尴尬，明幽越发气愤，顺手摸索了一个小石头就扔下去。叫你欺负人，臭老鼠啊！什么人？吓得他身上的男人哆嗦着就往床尾爬。什么人？明幽还没来得及看清，凤清浅便提着他跃到长街上了。凤七七，我们做回大英雄，去救救那个女的吧。明幽挺着胸脯，一副女侠样。凤清浅拍了他一下脑袋。你没人去这种地方？酒楼我为什么去不得呀？我方才听人说的呀，去了这个酒楼比神仙还快活，我就想去看看，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找到比神仙还快活的东西，就被人抓到了。酒楼、青楼，傻傻分不清楚。听到他说是酒楼，凤清浅眼角动了动，提着他回去了。七七，我都这么大个姑娘了，你还提着我，我还要不要面子啦？凤清浅看了他一眼，将他顺势扛起来，一跃上屋顶。混蛋，他就不能乖乖的抱着吗？凤清浅内心表示，不将他扔下去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这几十号人在城中折腾的人仰马翻，他却在逛青楼，还偷看人家打架。我又不是牲畜，你还有点人性吗？连自己的媳妇都扛，难道扛别人的吗？是痒痒了。明幽便老老实实的像一只小猪崽儿。吃的这么少？嘴巴里淡，这菜更淡，没一点辣。拿走拿走。殿下，您现在特殊时期，吃不得辣。
等再过2日，朕让他们在菜里适当放些。你不会就是特意来监督我吃药的吧？朕恰巧路过。真当他蠢啊？这分明就是来监督他的。下午些，小顺子将碧荷院封赐的名单送过来了。明幽随意看了一眼，知道了。殿下，陛下说了，您瞧着顺眼的嫔妃，就送2个过来给您伺候。我不想要他们伺候。陛下说了，殿下喜欢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那我要明妃来伺候我。什么？陛下真这么说的？本宫是皇妃，不是他的什么奴婢。他入宫也有7年了，可真正意义上算起来，他一次皇恩语录都没有。圣公公，这是有什么急事儿吗？叫明妃娘娘准备，今晚侍寝，这是陛下赏赐给明妃娘娘的。奴婢这就送去给娘娘。恭喜娘娘，贺喜娘娘！陛下今晚召见娘娘，还给娘娘送了衣裙。本宫换上试试，陛下可说了什么？圣公公转达说，陛下请娘娘候着，晚上去长乐宫侍寝。这陛下好端端的赐本宫衣裳做什么？娘娘放心便是。若皇后说了，陛下生气的话，便不会亲自命圣公公送裙子过来给您，送了就表明陛下不生您的气。伺候本宫换衣裳。陛下不喜欢胭脂香粉，用无香的便行。是，臣妾参见陛下，参见殿下。明幽没搭理他。起身，皇后最近在习字，一时未有长进。朕猜测，该是奴才研的墨不好。听闻你自小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便给皇后研墨吧。陛下，臣妾不才，虽然略懂诗书，可从未研过墨，研出的墨未必能得殿下欢心。好，是朕考虑不周。既然不会研墨，那就给皇后捧墨。瞧见明月一脸不情愿。想抗旨，还是明妃不情愿伺候皇后？臣妾不敢。你这纸还没写完2张，茶水倒是喝了不少。跑得比兔子还快。凤清浅自然知道他的招数。明月跪得全身发麻，晕头转向的。明妃，朕有没有警告过你？明妃半低着头，不敢吭声。看来是你在这宫里待太久了，记性便不大好了。朕与你说过，你若敢生出1分对他不恭敬的心思来，朕有的是法子折磨你。臣妾不敢，臣妾是身子不舒服，这才……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赏在他的脸上。哼，不敢你背地里故意挑拨嫔妃来针对皇后。陛下，臣妾冤枉，臣妾真的没有，臣妾确实是去了各处，但都是规规矩矩的，只是给各位妹妹们送了些贺礼。你真将这宫里当成丞相府，还是你觉得朕眼睛瞎还是耳朵聋？陛下，你就在此捧墨跪着。明月看着那身金色龙纹远去，心里的怒意更甚。都是明幽夺走了他的一切。钻进被窝没多久，明幽感觉到身边窸窸窣窣的，迷糊着睁眼瞧去，见是凤清浅那清朗的身影。你怎么来了？凤清浅躺下。你在哪儿？朕自然就在哪儿。明幽向来入睡得很快。凤清浅侧身，趁着烛火的光亮看向他，长长的睫毛垂落。凤清浅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脸。凤清浅眸子一动，这小丫头是什么时候长大的？以前还和干瘪的四季豆差不多。凤清浅强迫自己将视线转移开。明幽睡觉不老实，凤清浅的视线刚挪开，朝着他的方向挪过来。凤清浅觉得全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摩挲的指尖，梦里嘟嘟嘴吹了一个泡泡，继续睡熟了。凤清浅默念了10几遍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朕倒是不知道，这后宫里奴婢敢议论皇后的不是了。奴才服侍主子是本分，朕让你们进宫来不是养老等死，而是来听皇后使唤的。雪贵人被凤清浅的话吓得瑟瑟发抖。若不愿意的，大可滚出宫去。众人道：臣妾不敢。朕瞧着你倒是伶俐，以后就每天凌晨来未央殿伺候皇后，日落后再回去。啊，陛下，臣妾
瞧见凤清浅的神色，是，陛下。凤清浅去殿内休息了。明幽从凳子上起身，过来围着雪贵人转了一圈。啊，雪贵人这般白白净净的，本宫倒是不忍心使唤了。如意，你给雪贵人捡些清闲的差事来做，劈柴打水的倒是很适合。雪贵人想反驳的，可想起方才凤清浅的厉色，低着头不敢说话。如意对他没什么好脸色，都瞧着殿下年纪小，寻常也不会拿他们立威，一个个的想来欺负人。雪贵人可以尽快批完，这晚上殿下和陛下的洗漱用水还等着柴火。明幽拿着苹果，远远地坐在树底下，看着他劈柴，还没有举起来，柴火便倒下去了。明幽笑得前俯后仰的，看着他狼狈地劈了半个时辰的柴，眨巴眨巴有些瞌睡的眼睛。如意，算了，看他这个样子也劈不了什么柴，不如让他去打水吧。然后雪贵人又被安排上打水，咣叽一声，提上来的便是一只破碎的水桶。明幽看了看桶，十分痛心疾首。雪贵人，本宫这只桶可名贵得很，上等的数百年陈木做的，你弄坏了得赔500两银子。如意，记账，等会儿跟着雪贵人去清凉殿要银子。雪贵人手一抖，瞪着这破桶，这哪里值得了500两银子了？去给雪贵人再换些简单的事情。折腾到太阳下山时，然后雪贵人依次打翻了盘子、碗筷、几个杯盏。如意划拉着算盘一算，这一共是1520两银子。明幽看着快要被气疯的雪贵人，雪贵人，本宫提醒你一句，本宫从小脾气不好，容不得别人像疯狗一样乱咬人。你那些难听的话，最好是躲在心里说，别让本宫听到了，不然呢，本宫可是很记仇的。握着双手，雪贵人低着头不敢说话。晚上的时候，从清凉殿坑来的银子都被明幽摆在紫檀木圆桌上。明幽乐得像只小老鼠，捂着嘴偷笑。凤清浅睨了他一眼，捏了捏他的脸，这点银子就把你高兴坏了？你懂什么？这是我自己个儿努力赚来的银子。忍不住抱了一下。如意，如意，快来帮我藏起来。正欲抱着出去的时候，藏好了，不许给他们知道。他们包括的是凤清浅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凤清浅的脸就带着不悦了。他是外人，小丫头可要防着他。连朕都不许知道。等明儿个我再坑一笔，得找个隐蔽的地方藏住，谁都不告诉。你若是知道了，把我的银子偷走了怎么办？哼，朕还稀罕你那点银子。明幽做了个鬼脸，哼，等他攒了银子，理直气壮了，可以偷偷溜出宫去闯荡江湖，买无数的糖葫芦、桂花糕、糖炒栗子，哈，想想就心花怒放。谁拿着银子，谁有钱，谁是大爷。他也要做大爷，他想吃肉吃肉，想干嘛干嘛。凤清浅只觉得这东西越长越财迷。凤清浅看着卧在软榻上这小丫头在偷偷想什么自己不能知道的，故意大力地扯了扯她的脸，笑得太蠢了。韩月，你干嘛呢？只见桃花树上伸出半个身影来。韩月听到他的声音，急急地窜了过去，瞧着韩月来了，便专心地摘桃花了。凤昭敏看了许久，瞧见他的正红色衣裙和他旁边的狼，这才反应过来他的身份，凤清浅的皇后，那个3岁的小奶娃娃。凤昭敏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才回去。明幽一路走出桃园的时候，只瞧见他一个人。你刚才鬼叫什么？韩月盯着四周看了一圈，有些委屈，是有人在这儿的。他回去的时候，凤清浅正在院子里小憩。明幽本不嫌热的，可瞧见他这般惬意，便是觉得身上火辣辣的热，俯入他的怀抱。韩月喜欢跟着明幽，有样学样的，嚎叫着就俯冲过来，前腿急刹，屁股撅得老高，似乎在说：看，我没扑你身上，把你的狗头拿下去。
韩月默默地挪开了，自己寻个阴凉的地方卧着了。韩月可是最聪明的狼了。是啊，一只狼硬是给你教成一只狗。明优忍不住伸脚踢他一下。狗怎么啦？多可爱呀！扑通一声便落地了。明优立马闭眼装死。我睡着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在远处乘凉的长风忍不住笑出声来。然后长风成功的倒霉了。凤清浅从地上淡然地爬起来。长风，凤清浅舍不得折腾自己的小媳妇，只能将火将气甩在某些倒霉蛋身上。不公平啊！这是殿下闯的祸，怎么到他头上来了呢？陛下，这可不是我踢的您呐！在家使拳。周围轻扫过一阵风，长风便不见了。明优躺在软榻上，闭着眼睛忍着笑，小肩膀一耸一耸的。凤清浅无语了。明优悄悄地掀开眼皮子看。我不是故意的，许是我长大了，力气大了控制不住，或者是你老了力气。哼，朕今年才20有余。是啊，凤七七是天底下最好看、最年轻的君主，怎么会老呢？说你老的一定是胡说八道。明优识相地转了话题。凤清浅阴沉地看了他一眼。老不老，等你16就知道了。为什么要等到16岁？16岁和15岁不是一样的吗？就差着1年。凤清浅半眯着眸子。是，就1年，该死的1年。晚些的时候，明优瞧见如意，瞧见长风正在和如意说话。腿都这样了，还不去太医院拿药？哎呀，无碍，不是什么大事。然后拖着腿走了2步，哼唧了一声，吓得如意一慌，忙过去扶住他。长风，你腿瘸了？殿下。哼，我这腿好好的，不过就围着皇宫跑10圈嘛，就是皇城也不在话下。哼，有的人表面光鲜亮丽，背地里腿呀，指不定瘸成什么样子呢。长风无语了，这小丫头的嘴真毒啊，也不知是跟谁学的。转身便瞥见微微低着头的如意。明优细细地看了他一眼。如意，这又不热，你脸为什么这么红啊？奴婢腮红涂多了。哦，长风，你也是腮红涂多了吗？明优看着两人怪怪的。这跑步热的。哦，如意端着桃花先回店里去了。早晨出去的时候时间还早，看着凤清浅早朝还未散，明优就走得慢些，听到宫墙处有时大时小的尖锐声，一路走着过去，瞧见2个穿绿色裙裳的宫女跪在地上，长侍的姑姑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的。贱婢，偷东西敢偷到我身上来了啊！姑姑，我们没有。你还敢瞪我？贱婢，看今日我不打死你！姑姑，你别打他了，真的不是我们拿的。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没什么恶意的。我的意思是，外面多好玩啊，自由自在的，你为什么偏想不通要来宫里呢？你还去过外面？很小的时候出去过2次，如果不算皇城的话。要不你跟着我偷偷带你去闯荡江湖吧。明优眸子一亮，生出一丝向往来，随后想到凤清浅，眼神暗了下来。若他走了，偌大的皇宫，凤七七岂不是真的孤单一人了吗？我不想去了。星眸有些看不懂这女人，听到有侍卫的脚步声过来，拉着她躲在远处的树丛后。你大晚去干什么？该不是你那小皇后虐待你了吧？明优闪了他一个白眼。什么叫虐待她了啊？呸！她可是心善人美的小皇后。星眸挑眉看了他一眼。宫里的事儿少管，免得哪天梦里被人害死都不知道。吓得明优心里一慌。不会吧，我就是随便救救人。这个死女人在宫里待了这么久，半分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难道真当自己是皇后，天天有人护着？我有皇后罩着。真出了事儿，你一个奴才会不会？明优捂着脑袋。
你还说不是刺客？谁见过这般没有杀伤力的刺客呀？明幽快准狠地踢了他一脚。你再胆敢行刺我一下试一试。这一脚的力道可不轻，可星谋只是淡淡地动了一下眉头。不想要脑袋了？明幽立刻老实了。星谋看了一眼周围，想不想偷偷前去浣衣局查查？怎么去呀？星谋趁着夜色将他提在怀里，悄悄地跃上宫墙去了。明幽害怕，只得紧紧地抓着他的衣袖。你不会趁机把我扔下去吧？若是摔得脑浆子都出来了，明天必然成为整个皇宫里吃瓜八卦事件。你若伸手抱着我就掉不下去了。那你还是把我扔下去吧。可还是将他老实的放上了屋顶，小心翼翼的看了四周一眼。走，我们去那边看看。星谋又将他提起越过去。明幽偷偷看了看李姑姑的屋子，李姑姑正坐在妆台前数着掌心里的铜钱。星谋好奇她在认认真真的瞧什么。喂，非礼勿视！你难道想偷看人家脱衣服啊？星谋立刻将脑袋转开了。这货色，亏银子给我也不要。明幽仔细地看着，试图听清他嘴里在念叨什么。非礼勿视你还看？我是女子，有什么看不得的？李姑姑的门突然敲响了。李姑姑打开门，你怎么来了？听说今日皇后来了，为难你了，没事吧？这群小妖精，当着面倒是不敢胡作非为，背地里都喜欢欺负我。你不是不知道，特别是那个韩欢，他就是想要我的命。你若真是对我好，就帮我弄死他。你疯了不成？这若是被发现了，就是死罪一条。让你平时别狗对他们，你隔三差五的扣他们俩月例，这他们自然不会与你和睦。不如你将银子还给他们。李成，你疯了吗？你不帮着我就算了，还合伙着那些贱婢来对付我？难不成花枝那贱婢勾引你来为他求情了？我一心对你连带着我也要怀疑。我是看这花枝可怜，那镯子是他娘留给他的遗物，这值不了多少钱，我还的就是。做梦！他做错了事就要挨罚，不打他20鞭子就是我仁慈了。有他一个破镯子抵了那顿打，还是看他可怜呢。这个给你吧，你把那镯子还人家。素素啊，你这般迟早得闯出大祸来。东西我已经变卖了，你这银子我替你收着，省得你被哪个女妖精迷了心智。要拿回去，除非我死。这银子有一半是我凑来的，还要还给人家的。你还敢胡诌？殿下，奴婢不敢，奴婢哪里有这么大的胆子？哦，没有，没有你将花枝的镯子强取豪夺了，没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来的？殿下明鉴，那是花枝偷懒做错事，奴婢训斥他，他才拿来讨好奴婢的，怎么就成了奴婢强取豪夺了？那这坠子上的柳绿又是谁？殿下，奴婢记得在浣衣局里便有一个宫女叫柳绿的。浣衣局的地方比不得各宫殿，新来的宫女太监大多是由主子赐名，除非太粗俗的，才会由登记造册的人改上一改。去，把绿柳叫来。奴婢说，这些东西都是奴婢从浣衣局宫女们手里想法讨来的。殿下，是奴婢鬼迷心窍，求殿下饶恕。怨不得这浣衣局里的人都很恨你，你自己日子不好过，便去苛待别人。这些年浣衣局里的月例也该被你克扣了不少，将他拖下去，杖责20，罚俸1年，免去浣衣局掌事，罚做普通宫婢。殿下，奴婢知道错了，不要免去奴婢掌事，奴婢会将东西还给他们的。明幽未搭理他，让如意去带花枝进来。奴婢见过殿下，你这手腕里的镯子倒是不错。殿下，奴婢知罪，该罚该杀，奴婢听命。你将东西偷走就算了，为何还要陷害韩欢？据闻韩欢和你无仇，且对你是不错的呀。奴婢
没有害韩欢姐姐，奴婢也不知那簪子是如何来的。是李姑姑欺人太甚，整日欺压我们。奴婢这手镯是村里的青梅竹马送的，这些年奴婢就剩这么个念想了。可李姑姑非得强要了去，还故意趁着奴婢病了责罚。奴婢不想作恶的，娘说过，人在做，天在看。你若只是想拿回你的镯子，何必将剩下的东西一并拿了呢？奴婢恨李姑姑，若奴婢只是拿了镯子，李姑姑一定会怀疑奴婢的。那你后来为何将东西给扔了？来和本宫说，你见过李姑姑拿着包袱。奴婢怕殿下查到奴婢身上，那簪子根本原是李姑姑没有放在里面的，她就是想再害人。奴婢知道欺瞒殿下是大罪，就是被杖毙也无话可说。你偷窃宫中东西，又嫁祸给宫人，但念着你情有可原，本宫给你2个选择：一是你继续回宫做你的浣衣局婢女，罚俸1年；2是杖责20，放你出宫。殿下可以让奴婢出宫，还不谢谢殿下？奴婢谢殿下大恩，谢殿下大恩，奴婢愿领受杖责出宫。将事情解决完了，明幽从凳子上爬起来。哦，饭点到了吗？禀陛下，韩欢和韩喜已经送过来了，殿下可有想过让他们干什么？你看着安排些粗活便是。是，你为什么将他们送来？瞧着你院子里的人少，忙活不过来。未央殿里里里外外加起来不过10个人。哦，我觉得够用啊。那朕派人将他们赶回去。哎，别呀，他们也挺苦的，就让他们留下吧，总比浣衣局好多了。想了想，我把花枝放了，就是浣衣局里偷东西的那个宫女。凤清浅眼皮都没抬一下，他早就知道的一清二楚了。他还知道明幽故意让打板子的下手轻了很多，不然那20板子非得让那个宫女2个月动弹不了。歇息了5、6天，收了东西便出宫去了。花枝，你伤口还疼不疼啊？你走了以后要保重。对呀，好好过日子。好，你们都回去吧，等会儿活干不完会挨骂的。我们也没什么送你的，这2两银子是我们姐妹凑给你的盘缠，你拿着。花枝松开手来，不肯接。你帮了我们，我们都很感激你，不要嫌弃少，你就拿着吧。好，谢谢。明幽高高地站在城墙上，瞧着花枝和春儿他们告别。等春儿他们走远了，花枝往未央殿的方向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回头看了一眼，便转身离去了。明幽看着生出伤感来。你说他还能找到他的青梅竹马吗？宫里的宫女有的是主动愿意进宫，可有一部分是家里穷或者被卖身进宫的，而那被迫进宫的那部分很可能是家里还有从小定亲的，或者有喜欢的人，而出宫在25岁以后再嫁也难找到好姻缘。如意不忍让他伤心，肯定会的。其实哪里有这么多的天长地久，情比金坚呢？明幽攥着荷包，兴冲冲地跑去了长乐宫。见他来了，凤清浅一如往常将议事的大臣赶出去了。哎，每次都这般巧，我一来你们事情便说完了。哼，红颜祸水，这事哪里完了？分明是陛下不想说了。你看，只见一个紫色的荷包，上面皱巴巴的绣着五彩斑斓的石头。我亲手做的，好看吗？你这石头为什么要绣得五彩斑斓的？这是凤凰！任凭凤清浅眼神再好，也瞧不出这石头有半分凤凰的形状。No， 这是凤凰的头冠，这是它的翅。说着说着，不对，这才是它的尾巴。凤清浅一脸怀疑，连他自己都认不出了。好，我还是拿回去吧。果真像清华说的，别人绣的那是4不像，他绣的那是18不像。凤清浅伸手一把夺过，送出去的东西
哪里还有要回来的规矩？等我重新给你绣一个吧。他这耐心呢，等他再绣一个出来，估计他们的孩子都会满地跑了。果断地将荷包戴在自己的身上。等你绣好了再说。凤清浅从不惧别人的目光。长风外出回来，瞧见凤清浅身上的荷包。陛下，不是你这身上丑东西是什么？长风这眼睛是白长的吗？这么讨厌。朕书房有封信，你送出去一趟。陛下，属下刚回来。凤清浅冷清的目光看着他。长风摸摸头，小跑着去了。是。明幽小声嘀咕：“你拿下来吧。”朕觉得好看就行。凤清浅的丑荷包可谓赚尽了风头，妃嫔瞧见了，都认为凤清浅喜欢荷包，于是争先恐后的绣了一大批上去。陛下，您瞧瞧，可有您顺眼的？扔出去。荷包没扔出去多久，有个别胆子大的便来闹事了，在长乐宫门口与小顺子吵了起来。本宫就还不信了，陛下为什么就收得皇后的荷包，收不得我们的？皇后的荷包那么丑。启嫔娘娘，您声音小些，小心陛下听见了。本宫就是要陛下听见，本宫能将心掏出来给陛下看看。启嫔娘娘疯了，将她送回去。本宫不去，本宫要见陛下，本宫说的都是实话。冷漠的声音从正方传过来。你愿意将心掏出来给朕瞧瞧？臣妾愿意，只要是为了陛下，臣妾做什么都愿意。哼，那朕倒是要看看，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朕动手？什么？你不是要将心掏出来给朕看？陛下，臣妾只是比喻。话还未说完，便一剑刺中了他的心脉，迅速地抽了回来，扔在了地上。拖下去，乱葬岗埋了。小顺子大气儿不敢出，小跑着找人来清理血渍了。各位姐姐妹妹可是运气好，不像齐嫔那么倒霉，这皇恩没攀上，竟然给陛下一剑剜了心。哼，还真应了他那句要把心掏出来给陛下看看。明月瞧见他们这般，心情更加烦躁。要吵，回你们自己宫里吵去，别在本宫这里闹事，扰了大家的兴致。人人都是嫉妒明幽，可是凤清浅护妻狂魔，下手狠厉，愣是没人敢说一句，只有将所有的怒和妒压抑在心里，任由黑暗腐蚀继续生长。凤清浅能听天下人说他不好，可却听不得别人说明幽半个不是。整个宫里的人都人心惶惶的，也唯有明幽一人像往常一般肆无忌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手感如何？明幽回神，我不是我摸的，我不知道，这还是自己吗？天哪，他一定是入魔成色狼了吧？竟然会去占凤七七的便宜。那朕许你再摸一次。明幽的脸红的要爆炸，心跳的有些眩晕。我没什么感觉。明幽慌忙从水中爬出来，披着外伤就想跑。凤清浅暗自用力，便到了他旁边。明幽转身就瞧见他赤裸裸的半身。明幽动了动鼻子，热热的感觉。明幽默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像是小贼一般仓皇而逃。阿幽要去哪里？伸手将他勾过来，岂料明幽脚下一滑，径直往下压倒了。而此时外面乱糟糟的声音是明妃的：这对奸夫淫妇就在里面，快去将他们拿下！明幽急了，有人来了，他得爬起来。凤清浅坏心眼的一勾他的手，他又扑了上去，而这次更加凶狠。门被推开时，周围寂静了下来。门外10几个妃嫔，20来个侍卫宫婢，直勾勾地盯着汤泉殿中的2个人。明幽一身白衣压着凤清浅，好巧不巧地碰到了他的嘴角。门外的人发出轻微的吸气声，扭头过去，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恶霸抢占了良家妇女。很不巧，那个抢占良家妇女的恶霸就是他。你们听本宫说，本宫什么都没发生。
明幽觉得他越说嘴越笨，凤清浅则是悠然地躺在地上，目光淡淡地扫了门口的人一眼。众人做鸟兽状，只剩下明妃。哎，你们别走啊，听本宫说。他这下真的说不清了。明妃，你在这愣着干什么？瞪了明幽一眼，六神无主地走了。明幽这一刻知道他的形象名声全见鬼了。哦，他跳水里都洗不清了，叫得奸猾。你故意的。故意什么？明幽狠狠地捶了他，爬起来，他都没脸出去了。凤清浅悠悠地起身，怎么能说是朕故意的？朕可没叫他们闯进来。你看着他白嫩的手指，低头轻轻啄了一口。这耍流氓的行径惊得明幽连着向后退了几步。你故意让我再一次摔倒在你身上的，不然他们也不会瞧见。哼，那是朕手滑了。明幽连着跺了好几下脚，却又拿他无可奈何，打又打不过，骂又骂不得，只得咬牙去了。凤清浅缓步跟在他身后，明幽回去直接钻被窝了。凤清浅过来，他将自己的被子裹紧，凤清浅侧躺着，轻轻地摸着他的脸。是他们不好，他们不肯让，要不朕去挖了他们眼睛。明幽恨不得生出猫爪来给凤清浅挠死，明明就是他故意的，故意让他出丑。第二天一早，昨晚去的妃嫔都跪在长乐宫门口，见凤清浅不说话。陛下，臣妾真的不是故意的，臣妾听闻有人悄悄潜入了汤泉宫，且是一个女子和一个黑影，便想着是不是哪个妃嫔或者宫女胆大，私会侍卫，不曾想是陛下。明幽啃着苹果，哼，你那声奸夫淫妇喊的倒是气势磅礴，你所指的奸夫是凤七七吗？臣妾不敢，当时店里可就只有我们2个人，不是凤七七是谁呀？都是因为明月这个搅屎棍，才会让自己受尽天下人的嘲笑，此仇不报不是人。在干什么？走过来，瞥见书名皇后在上，皇帝在下。这是什么？哦，今日抢回来的书。见凤清浅过来了，这些人胡说八道也就算了，还敢胡话，我就只是扑在你身上，什么时候脱你衣裳了？然后又翻开另一页道，为什么画上的人都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呢？凤清浅定睛一看，不淡定了，一把将书扯过来。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根本就是春宫图。我也不知道，从小贩的手里抢来的。明幽看了几页，可都是一男一女相拥，或者奇奇怪怪的。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许要。哦，无意瞥见凤清浅耳根子有些红。哎，你耳朵怎么红啦？刚才沐浴水有些烫。他总不能说是因为瞧见那小册子忍不住浮想联翩吧？算了，自己辛苦养大的小白菜，还是让他多单纯2年吧。凤清浅瞧见小册子便知道，这拿来说书也就罢了，竟敢拿它们来偷天换柱。长风吩咐人去皇城中搜了好几日，抓了10几个画画的，这才勉强将大部分清干净了。嘿，这些人脑子可够大的，天下年纪这么小，陛下哪里来的这么激烈的？你活扭歪了，连陛下也敢胡说？不敢。长风瞥见书的外壳，殿下不会是将这书给陛下看了吧？他总算是知道陛下的怒火哪里来的了。这些乱七八糟的，险些将殿下给教坏了。明幽在屋子里小憩，瞌睡的掀开眼皮，瞧见一抹蓝衣身影越过来，是4公主凤皎月。你还真在睡觉啊？这辈子我只见过一个比你能睡的。谁？明幽脑子还一片浆糊。凤七七。哎，我错了，别喊了。明幽转了转身子，继续躺着。我只见过一个比你能睡的。谁？凤七七。小皇后，你知不知道南天住哪里？逍遥派在哪里？在一个山里。什么山？
不知道，你特意跑来宫里就是问我这些废话的。唉，谁知道你一问三不知啊。哦，问题问完了，你可以走了。明幽开感人，凤皎月不死心。那你帮我向陛下套套话。套话干什么？帮我问问南天，我好去寻他。这个南天说走就走了，情面都不留一点，找到了本公主非杀了他不可。你确定是我套凤七七的话，不是他套我的？明幽觉得没睡醒的是凤皎月吧，这种老狐狸能骗到他啊？那怎么办呢？等他下次来呀。你是不是喜欢上南天了？不然整日缠着他干嘛？谁喜欢他了？明幽打了个哈欠，还没来得及说话，小皇后，你这么瞌睡，不是怀孕了吧？怀孕？对呀，你们都在一起睡了这么多年了，有孩子也不奇怪呀。睡在一起就会有小孩子？你除了还能睡，能吃吗？那喜欢吃酸的吗？凤皎月更加激动了，我去给你找太医。明幽卧在软榻上，许太医一脸尴尬，收起丝帕来。许太医，你确定小皇后真的没有怀孕？她怎么是睡是吃，而且喜欢吃酸的呢？凤清浅睨了他一眼，她从小都是能吃能睡的，喜欢吃酸的。凤皎月知道自己闯祸了，迈着心虚的步子跑了。殿下，陛下，臣告退了。明幽对上凤清浅的眸子，我不是故意的，谁知道四公主说的跟真的似的。她说我们睡在一起就会有小孩子的。若敦煌太妃再找你过去，不必理会。没事儿，她也不敢为难我，我可是皇后。朕不想让你做不喜欢的事儿。对于凤清浅来说，只要明幽不出宫，不离开他，干什么都行。晚膳过后，明幽带着韩月出去溜达的时候，正好碰见长风。怎么了？皇陵那边来信，说是凉生姑姑不行了，我跟着你去。知道他要去找凤清浅。韩月，长乐宫。韩月从树丛中钻出来，眨眼就不见身影了。我们快去。凤清浅接到书信的时候，想也没想。长风，准备马车，让长生来代替朕守着。陛下，万不能啊！这凉生姑娘身子不好，能接到消息的不只有我们，姑姑还是戴罪之身。这南宣王和大王爷他们都紧盯着呢，出不得半点岔子。你想想，姑姑这么多年的苦心，在那清苦的地方待了10几年，不就是想护着你，让他们寻不到半点机会吗？凤清浅握紧的手又突然松开了，眼里有悲凉，片刻之后恢复了冷清。下去吧，此事便当作不知。长风将信烧了，便退了下去。明幽站在店里，有些疑惑：为什么不能去看姑姑？当年凤清浅登基的时候，明幽还是只会嗷嗷哭和吃的小丫头，有些事情凤清浅也只是浅浅提了几句。因为姑姑是一辈子的戴罪之身，和朕去瞧了，便是大逆不道。什么？前些年凉生姑姑进宫来，也是偷偷摸摸的，敦煌太妃还来抓过呢。当年朕的上位并不是什么先帝遗旨，先帝死得很仓促，根本来不及拟旨。可听他们说当时是有圣旨的，那是假的。是，当年那道圣旨是姑姑找人造假的，事后圣旨存入太皇太后处时，被皇太后察觉，想要翻看时，被姑姑铤而走险的将圣旨一同烧了。姑姑本想着一起随着大火走的，奈何救火的人及时将她给救了出去。明幽听着都有些紧张。等众人有疑惑之时，圣旨早已随着太皇太后宫里走水的事情烟消云散了。朕对不起姑姑，明知道姑姑是为了朕，可朕却只能将她作为罪人处理，送去一同为太皇太后守灵。这不是你的错，若你做不成皇帝，现在去给你守灵的便是我了。凤九九他们能放过你吗？即便是凤七七做了12年的皇帝，
南宣王凤九心和凤昭敏依旧从未放弃过皇位之争，他们会想出无数的办法明争暗斗。他努力地踮着脚尖，像是凤清浅小时候安慰他一样，拍拍他的背。想必姑姑也不希望你去的。凤清浅沉默不语。要不我替你去吧。凤清浅眸子垂下，看着他。你不是从小就说帝后同为一体吗？我们是夫妻，我去不是和你去一样吗？我是皇后，这后宫我想去哪里我说了算。凤清浅蹙眉。你前儿还说我长大了是大人要自己吃饭的。明幽嘟嘴。你们男人果真是不能信，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相信你们这张嘴。凤清浅不想让他卷入这些肮脏的斗争中去。那你当时不娶我不是更好？你3岁就将我拖入这场斗争里了，现在能让我置身事外吗？明幽未等他做出决定，将桌子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扔向店门口，一边扔凤七七，你个大暴君王八蛋，又跑过去将墙边的花瓶举起来。不行，这个很值钱。然后四周溜达了一圈，捡了一些相对不值钱的砸了，小声地向凤清浅抱怨，你这店里就不能放点不值钱的吗？凤清浅又气又好笑。别和我说话，心疼得紧巴巴的。然后自己个儿转身就跑了。凤清浅宣了小顺子进来打扫，凤清浅给小顺子一个眼色，小顺子立刻就懂了。陛下放心，殿下在冥府很好，属下差人悄悄去看了，连殿下也没发觉。谁说真要说这个？瞪了他一眼。自作主张。长风摸了摸鼻子。他可有想真？不是刚才说好他不听这些的吗？瞧见长风没吭声，凤清浅将书砸向他。属下不是殿下肚子里蛔虫吗？这确实便不知道了。找2个轻功不错的，画工又好的，悄悄藏在明将军府，将殿下的一举一动每日画下来汇报，告诉他们不该看的不该画的不许看，否则这活剜了他们眼睛，若画的不传神，那就废了他们的手。长风听到这差事的时候吓得一趔趄，这还是人做的差事吗？还不去办？长风哦了一声，人影便不见了，一路都在想着凤清浅的要求。陛下这是疯了还是走火入魔了？这一举一动都要画下来，那岂不是累死画画的兄弟啊？脑子突然涌现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陛下不废了他们的手，他们也得自个儿废了呀。过了半日，凤清浅抬头看了无数次，都没有瞧见长风的身影，便问长生：怎么还不送画来？陛下确实是病了，得的是相思病。陛下，他们才去了半日。片刻后，让他们半日送一回。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不食人间烟火、不近男女之情的陛下吗？这整个一个陷入爱河里的毛头小子啊！陛下，这一日送2次，怕是来不及画呀，且目标太大，容易被发现。你下去吧。明将军府里，明幽将宫里送来的女德女戒，还有一股脑的诗书礼仪，全给扔了出去。殿下，抱着这些破书滚回去！小太监无奈，女人可真是心狠得紧啊，特别是像殿下这种一肚子坏水又记仇的女人。明幽回去瞧瞧，看了凤清浅的书信，一整页纸里就那么一句，有没有想朕？明幽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儿，想了想，舍不得丢，却放在软榻上了。凤清浅瞧见小太监扛着书回来，急切地站了起来。陛下，殿下不肯要，这发了好大的火。凤清浅在书里急切地找了一遍，死亡凝视。他立刻就将书信给扔出来了。是。凤清浅的眉头都能夹起苍蝇了。什么话都没带给朕？是。凤清浅踢了一脚书堆。来人，将这办事不力的奴才拖下去打20大板。小太监连句冤枉都没来得及喊，小顺子和长风他们几个熟络的整齐的一排排站着，围观着小太监被打。
陛下这明显是发泄个人怒火呀。小顺子点头，是啊，太委屈了。然后两人异口同声道：还好不是打在我身上。哎呦，陛下，哎呦，奴才，哎呦，真是冤枉啊！并未是奴才办事不力。杖责的侍卫听不下去了：你在这边嚎下去，免得陛下龙须大怒，就不是两板子的事儿了。躲在院子里的侍卫有些着急了：这殿下怎么去屋子里了？这还关门，这怎么画呀？要不我们偷摸去屋顶掀瓦看看？另一个黑衣人推了他一把：你脑子里装的是水吗？啊，大半天的，被冥府人发现了怎么办？亦或者这殿下在里面换衣裳怎么办？那要不我们随便画，就如殿下在宫里做的事情一样，睡觉、吃东西、浇花、浇水、遛狼，这还差不多。两人埋头苦画，明幽则是在屋子里将信看了，知道凤清浅不悦，长风一整天都没去他身边晃悠，免得惹祸上身。吩咐他们明日继续，只要皇后在府里都画。是。凤清浅看得意犹未尽，明幽闲着无事，便打算去府外转转。殿下，等等，奴婢腾出手来跟着您去。哦，不用，我就在附近转转，衣裳都是换普通的穿着。那殿下下午些便回来，天黑了不安全。明幽点点头，用链子牵着韩月出门了。一路上的人都会看明幽，不仅是因为他容颜绝色，而且他还牵着一只气势汹汹的狗。明幽走得慢，刻意照顾韩月什么都想看看的心情。你别好，吓到别人可没吃的了。韩月似懂非懂，小心地哼唧了一声。只是地瓜还未找到，先碰上了几个地痞流氓了，不轻不重地撞了明幽肩膀一下。哎呦，你撞到我了，得赔！这讹人敢讹到他身上来了。他明幽会讹人的时候才3岁，论辈分，这些小流氓都得叫他一声祖宗。喂，给你2个选择，一是滚，2是给你20两银子买你狗命。哎呦呵，这小丫头细皮嫩肉的还敢猖狂啊！你是不认识我们皇城3霸？小姑娘，你别与他们计较，他们是这儿的地痞流氓，恶得很，你给点银子就算了。人群里有看不过眼的中年人出声道：你们就是靠这丑样子称霸的吗？大哥，这娘们说我们丑。躺在地上的小痞子忍无可忍：我耳朵不聋，不用重复。不是你撞了我3弟还有理了？哎呀，这本来瞧着你可怜，只要你愿出这几百两银子的医药费，我们便不和你一个弱女子计较。可如今这我3弟受伤严重，你还敢去吓唬他，那就只能用你的身体来抵债了。看着看着就要伸手去摸了，明幽白皙的手臂拧着他的手，灵活一翻，咔嚓一声便折断了。你最好别动，这针啊不过是废你一只胳膊，你若一动呢，毒扩入到心脉，必死无疑。毒，快把毒针拔出来！哼，好你个恶毒的女人，快把解药交出来！老二扑过来，坐在明幽旁边乖巧的韩月一招将他扑倒，恶狠狠地朝着他的肩膀便是一口咬下去。韩月本是狼，瞬间狼嚎了一声：嗷！韩月听到声音，将牙收起来，踩着他的胸口过去明幽旁边站着了。怎么这就怂了？二哥，你没事吧？谁敢再闹事行凶，抓起来！声音里透着威严。明幽抬眸看去，对上一抹深蓝色的眸子。南轩王身后的侍卫涌过来，将3个地痞流氓扣起来。王爷饶命啊！饶命！是这妖女将我们害成这样了。这妖女有毒，还敢养狼！南轩王看了他一眼，抬脚将老大踢了出去。哼，你们也别动他！瞧见带头的地痞流氓身上那根银针，小丫头，什么时候学会藏毒了？
还学会分筋错骨。早知道有人来管，来的还是南宣王，他就不动手了。就是把胳膊弄折了嘛。这毒针是从南天那里抢过来的。他倒是肯教你这些。不肯教我，还不会偷偷拿嘛？地痞流氓瞧见他们认识。王爷，小民知错了，王爷。南宣王交代了一句，将他们处理了，不必留活口。明幽看他们在说话，便打算偷偷溜了。怎么，这英雄救美连句感谢都没有啊？皇叔说的这是哪里话？你救自家侄媳妇还需要感谢吗？这倒是，还是如小时候一般伶牙俐齿。你说，你爹本是动手能力强的，可到你这儿倒成了动嘴能力强的了。既然都叫了一声皇叔，那出宫了，这皇叔自然应该尽尽地主之谊，就去皇城里这星月楼吃顿饭好了。皇叔，我没钱。可要用午膳？不，南宣王带我吃过了。南宣王来找你做什么？无非就是想知道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东西呗。这南宣王从小就喜欢拿他开刀，不知道他为难你没有啊？我又不是皇帝，要为难也是为难凤七七，难不成他还想做皇后不成？他算是明白了，同性总是相互为难，男人为难男人，想要君临天下，女人互掐，不过是想要飞上高枝做凤凰。总归来说，不管男女，都想争权夺利。在冥府晃悠了2日，明幽终于决定行动了，将自己常穿的衣裳交给他，又让韩欢洗了个冷水澡，换了一身男儿装，便从后院的小门趁着天色暗出去了。要不奴婢让人跟着您，您一个人去，奴婢始终有些不放心呢。没事儿，我找我朋友一起，他武功还不赖，宫里的人去了显眼，跑得像只小老鼠。明幽故意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少掺和，越少人掺和，这事儿也越隐蔽。明幽离着将军府很远，这才停下脚步，拿出脖子上的小哨子，鼓着劲儿吹了吹，拿下来摇晃。不是星谋那小子骗我吧？什么声音都没有啊？难道是他吹的方式不对吗？明幽捣鼓了半天，吹得晕头转向的。他竟然这般蠢，会信了他的话？你随便啊，就不能停一刻歇歇吗？不累吗？明幽转头，先是一愣，你还真来了？难不成还真能听见？当着他的面吹了吹。星谋默默举着手中的2颗小铃铛，只有这铃铛才能感应得到，寻常东西听不见，哪怕是猫犬。明幽好奇，伸手想去碰他的小铃铛，星谋很快地收起来了。小气鬼，碰都碰不得。这铃铛有5对，这哨子只有1只，这5对铃铛只能听见你这个哨子，所以你只要对哨子。有铃铛的人特别顺着信号为劲，你叫来不会是就想试试这哨子能不能响？我像是这么无聊的人吗？你就是。有正事未做，明幽也不敢多耽搁。我想让你带我去个地方。何处？该不是什么刀山火海、人间地狱吧？皇陵。你想去挖凤家的祖坟？和你有什么仇什么怨？我不过偷偷去看个故人，他在皇陵守灵病重，我想去见他最后一面。认识路吗？算是应承了。2人赶了一夜的路，直到天亮时，才趁着陵园外的侍卫不注意混进去了。明幽虽大致看过皇陵历代帝王的埋葬点，可乍进来一走，像是无头苍蝇一般的乱窜。你要找的是给谁守皇陵呢？先太皇太后的，我的一位远亲姑姑，以前在先太皇太后的宫里做过一段宫女，后来太皇太后薨了，姑姑就在此守灵了。星谋查看了一下附近的地势，将它塞在了一个树丛里。你窝着，我先去探探情况，若有了发现再来寻你。自己不放心，怕他出了事儿，可又实在走不动了。他从未来过皇陵，更不知道这皇陵分布这么广。那你小心些，别被人抓住了。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起初还控制着睡意，头一点一点的梦周公去了。星谋顶着烈日回来的时候，瞧见明幽缩在树丛里睡得很熟，
他可从未见过这般心大的，伸手敲了敲他的头。明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哦，你回来了，你找的如何了？许是在那边的山头。哦，好远啊！你判断是我没跟着这么多。明幽顿时气短了。哎，也不知道凤家的祖先怎么想的，占山为陵就算了，这还连占着好几个山头。姑姑，睡一会儿，我在这看着你。不了，这一睡恐怕就是一辈子了。皇后可去藏书阁看书了没有？皇后要记着，这命数凡事讲究一个缘分，不可强求。书里虽有记载，可那多于传说。忽然声音弱了下去，明幽急了，叫了2声。2声又迷迷糊糊地转醒，瞧着门口的地方。皇后娘娘，您来看奴婢了。他说的是已故的太后凤清浅的母亲，突然转头握着明幽的手。殿下，殿下，你要记着给皇后娘娘报仇，是有人害死了她，他死得好惨，满身都是血，是血。陛下信不得，信不得！若不是他冷血，娘娘不会死。奴婢是奴婢将你从他肚子里刨出来的。殿下，殿下，你这辈子你不只是要做皇帝，更是要让皇后沉冤得雪。明幽点头。2声姑姑这是将他当做了少年时候的凤清浅呢。好，姑姑记住了，我记住了。激动了一会儿就耗尽元气了，不过脑子却清醒了。皇后，麻烦你转告长生，记着每年都去给故人上坟。还有，请你告诉他，我不知道带他进宫是好是坏，这些年终归是我对不起他。将几年的话一股脑说了，2声觉得自己身子从未有过的轻松。皇后娘娘，您来了。手艰难地抬起来，举在空中，刹那又重重地落了下去。姑姑，星谋有时候想，人为什么总是要经历生离死别呢？瞧着2声姑姑的遗体，若是由着姑姑在此，凭着敦煌太妃与姑姑的仇怨，想必这遗体不是被拖去乱葬岗扔了，就是被羞辱。凤七七知道了，还不得疯了吗？对，指不定南宣王他们还会用此事大做文章。抬眸一直盯着星谋不吭声。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啊，别打我主意。星谋，你帮我偷一句差不多的女诗吧。不是这死女人疯了，就是她自己脑子进水了，偷尸体。星谋，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姑姑已经够可怜了，我想带她回去，你要什么条件都答应你。星谋打量着他，除了不以身相许。你这么能吃，我要你来干什么？与其养你，还不如养头猪呢。听说南雍皇宫里有一株神芝草，你若帮我做到了，你将它找来给我。哦，原来你之前是想偷神芝草。别说这么难听，这不是我偷，是你。可我在这宫里10几年，从未听过什么神芝草啊。好了，别废话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成不成？好，那你快去扫尸体。明幽在屋子里捣鼓着，星谋还真拖着一个身形差不多的女人回来了。哦，怎么这么久啊？废话，没死人我不得现杀一个呀？现杀一个不得好好找个目标啊？你杀人了？明幽看着地上的人有些眼熟。我是刺客，不杀人难道杀鸡吗？这话说的明幽哑口无言。哦，这个人好眼熟啊。下午跟着过来的人。
明幽这才想起来，是那些跟着欺负姑姑的人。我看了一番，也就这个人的身形和你姑姑差不多，住的也比较偏远，又是欺负你姑姑的人，这最合适不过了。这不会有人发现了吧？不会，我偷将他的财物收了，等会儿将你姑姑看着值钱又显眼的东西一起拿走，他们便会以为是这个女人偷了东西逃跑，将这个人当作你姑姑。好，事不宜迟，我们快行动，争取天亮前走。明幽躲在被子里吱吱笑个不停，一袭黑影出现在软榻边。大半夜的抓什么老鼠啊？你怎么来了？你倒是胆子大，敢让一个宫婢躺在你软榻上。你如何发现了？是韩欢没躲在被子里吗？明幽有些奇怪。凤清浅提着他的被子，朕还未走近，就抖得如筛子。若真是你，朕不得怀疑你得赢巅峰了。明幽撅嘴，都是因为他胆子太小了。我本来打算让他吓一吓你的。你知道朕要来？如何不知啊？如果我找个胆子大的，你一定会被吓一跳。明幽本打算让韩欢躲在被子里，等凤清浅靠近的时候，便窜出来吓他一下。他身上的味道和你不一样，朕远远的就能闻见。明幽疑惑又惊奇地看向他。你是狗鼻子？瞧见凤清浅危险的凤眸，明幽立刻将脑袋缩回被子里装死了。凤清浅将他从被窝里提出来，去给我打水来洗漱。你虐待小孩。随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如今自己也算不得小孩子了。走到门口，有些痛恨自己不争气，干嘛要受大暴君的迫害呀？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冥府的规矩，热水过时不候的。可想到若真自己这么说了，估计会迎来凤七七的一顿暴揍。屁股疼不疼是其次，这么大的人了还被揍屁股，生出一股羞耻感来。见他端了热水进来，起身去洗漱了。明幽躺在软榻上，想着皇陵里梁生姑姑所遭遇的，他答应过姑姑的，不会将这些事情说与凤七七听。凤七七背负的太多，已经过得够苦了。你在想什么？凤清浅将他揽入怀里，明幽白了他一眼。喂，我可还在禁足期间呢，任何人不得探视的。朕可不是来探望你的，这宫里的床睡腻了，今晚换一个环境。哼，冥府虽比不得皇宫，可软榻少说也有几十张，我可以命人给你安排。凤清浅因为捏着他的脸，3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几天不见你，这胆子倒是大了许多。明幽侧身躺着，凤清浅问：为何不带朕跟你的人去？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吗？你这人太扎眼了。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朋友？朕怎么不知道？白眼一翻，无奈，果真还是又绕到这个话题上了。不告诉你，哼！然后怕他追问，迅速转身去睡了。凤清浅眉头都能动。这小丫头刚出生的第1天就与自己相识，3岁后的命运就已经和自己扭在了一起，忍不住伸手推了推她，可也不知道这丫头是不是故意的，轻轻推了2下都没反应。凤清浅只好暂时作罢。一大早，等明幽起来的时候，身边已经没了凤清浅的影子。明幽躺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听到外面的人来报：大小姐，明妃娘娘来了，我们要不要赶出去？这不欢迎的从来不让迈进府里一步，这还是从明将军身上传承下来的习惯。他来干什么？我又不与他相熟。如意道：说是奉旨而来的。明幽动了动眉：那就先晾他半个时辰再进来。正午的时候，太阳热辣得很，明月虽站在门口阴凉处，可也觉得炎热难耐。你们明将军府可是好大的规矩，敢将主子拦在门外。我们将军府规矩一向如此，若明妃娘娘不喜欢，大可回去和陛下说呀。清华迈步过来，看了他一眼：本宫可是皇妃。清华笑笑：哈哈，这整个天下都知道你是皇妃，可是整个天下都知道我们将军府的规矩是从先帝便沿袭下来的。明妃娘娘若是觉得委屈，回去便是啊。
明妃攥着手，本宫是奉旨而来的，所以将军府这才没赶人呢，只是让明妃娘娘等候。若没陛下的谕旨，恐怕娘娘已经被赶出去了，而不是站在这烈日之下了。明妃娘娘这就不耐烦了。清华可和其他的奴才不一样，能随便任凭他拿捏吗？明月冷着脸，只能压抑着。算了，等会儿进去有他好受的，等会儿看明幽还能怎么张狂得起来。等明月头昏脑胀的时候，明妃娘娘殿下请。才迈出一步，明月就眼前一黑。娘娘，不碍事。明月小脸煞白，咬牙坚持进去了。臣妾参见殿下。明幽都懒得理他，将桌子上的瓜子摆成一排一排的，然后摆了半桌子。明月瞧着不由来了气。殿下，是陛下让臣妾来看殿下的。明幽敷衍的点头。看过了，你可以走了。明幽便打算赶人了，这大好时光，他不想浪费在这么一个人身上。明月气不打一处来，这就像你愤怒地挥起了小拳头，狠狠地捶在了棉花上。这陛下和臣妾说了一些梯级话，有些话臣妾也不知当说不当说。明幽抬起眼来看了他一眼，不当说就别说了。明月想暴走，强忍着喷薄而出的怒意，提起艰难的笑容。这帝后同心，臣妾觉得让殿下明白陛下的心意还是很重要的。臣妾今早送了糕点过去，陛下觉得大好，连着吃了许多，就念起殿下来，说殿下千般好万般好，就是性子太倔，不能体会陛下的难处。看了一眼明幽的神色，继续道：当然，这都是陛下的气话。这陛下让臣妾来看殿下，便是希望殿下好好悔过静思。明幽倒是没心没肺，趴在桌子上。那本宫这不是正在反思吗？殿下也不必过于伤心。陛下说的什么永远不要回来了，当时娶殿下是权宜之计，不过是气话而已。明幽看着他说了半天，实在没耐心了。你说了这么久，就是想告诉我凤七七生我气，让我不要回去，对吧？怎么会呀？臣妾是真心实意的在劝殿下呀。臣妾也希望殿下早日回宫。话音才落，明月便听到吱吱的声音，似乎有毛茸茸的东西在碰他的指甲。低眼瞧去，尖叫了一声：外面干什么呀？好热闹！明幽在院子里荡秋千，都是去看惠嫔的。韩欢从外面进来：殿下，你干嘛又便宜了惠嫔呢？惠嫔是谁呀？就是明早，您那天和明妃娘娘说的那个明家三小姐。韩欢气恼的，仿佛明早抢走的是他的夫君一般。来，给我推秋千。殿下！明幽倒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这宫里有多少个女人呢？若是要吃醋，我不得被醋酸死啊！可您不动手，这陛下就是别人的了。这后宫的女人可坏着呢，她们想方设法地勾引陛下，若诞下皇子皇女，岂不是要抢殿下的皇后之位吗？哼！凤七七若是能这么轻易的就被抢走，那本宫就去找别人。想去找谁？炎炎夏日的气息突然就冷了下来，吓得韩欢一哆嗦。明幽冷不防的听到声音，吓得哆嗦，放！没及时的拉住秋千绳子，就飞了出去。闭眼准备死扛，许久都未感觉到疼痛。他这是摔死了？打算赖朕身上？明幽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是熊在凤清浅身上的。明幽与他四目相对，他双手双脚都是趴在凤清浅身上的，讪讪的下来。你怎么来了？不来朕还不知道，你还有胆子和别人私奔？凤清浅阴阳怪气的。明幽心一虚，怎么好巧不巧的让他听到了这句呢？我这不是胡说两句玩笑话吗？我这么能吃，
除了你，谁愿意养我呀？凤清浅抬眸看了他一眼，不出声，自己先进了店里。明幽只得哒哒地跟上了，遇上了一个小心眼的皇帝，像是小狗似的，一路跟着他。跟着朕干什么？不是要和别人私奔吗？可看着他跟过来的动作，心里的气散了一分。我就想和你私奔呐！凤清浅将自己的手掌抽出来，明幽却使出吃奶的劲儿拽着。凤清浅瞧着他那执着的小模样，使劲儿，脸都给撑红了，却也没放手。既然喜欢，就给你抓着。明幽脸上笑嘻嘻，心里却翻了100个白眼。哼，傲娇鬼，这么老了还这么幼稚。他才不想真抓着呢，为了他可爱的小脑袋，他只好没脸没皮的抓着了。我就是随口一说你就生气了，你后宫那么多小妾我都没生气。胡说八道，朕就只有你一个妻子，哪里来的什么妻妾啊？哼，还说没有，这满宫的不都是吗？明幽撅嘴不服气。在朕眼里，他们只不过是些侍候你的奴婢罢了，可不是朕自己的女人。明幽翻了一个白眼，他可不想要这么多每天花枝招展、香氛扑鼻的人来伺候，一个两个的比他还娇气。明早去了芳华殿，明早看见明月，哎，大姐，你宫里真是太漂亮了，比我的大了数倍不止啊！明月没动。啊，荣嫔娘娘，这是宫里，有宫里的规矩。明妃娘娘是您长姐不错，可明妃娘娘是妃位，您是嫔位，按着宫里的规矩，您应该先给娘娘请安行礼。想发脾气，可又找不到理由。眸光看向明月时，明月刚好低头喝茶了。臣妾参见明妃娘娘。素叶，你这是干什么？荣嫔是本宫的亲妹妹，不是外人。起来吧，你我姐妹不用这些虚礼。明早眼里闪过一丝不快。不用你还故意装看不见。大姐，你找我来是有事儿？父亲说了，让我多教教你宫里的规矩，免得闯祸捅了娄子。心里却巴不得明早立刻被杖责拖入冷宫。是，多谢大姐。反正他有脑子，自己会分好坏。明月小口喝着茶，这宫里呀，比不得家里，都是极讲究规矩的，除了一个人不用。谁？陛下吗？不，皇后娘娘。就是那个小丫头片子。你呀，可得躲着她走，她向来最讨厌你。还有雪贵人和顺妃他们，一向不喜欢庶女，你初入宫来，可别轻易得罪他们。庶女怎么了？那个雪贵人还有脸说，她不就是个贵人吗？哼，这话你说与我听便行了，可别传了出去。今日是明早进宫的头日，将那晌午就开始准备的晚膳送上来吧。啊，荣嫔娘娘先吃些葡萄，这可是新进贡的黑玛瑙，外面吃不到的。两人吃了饭，明月又送了他一些衣裳首饰。三妹呀，你初进宫，想必缺的东西多，我这倒是有很多先前陛下还有各宫嫔妃送的东西，就给你拿去用好了。那谢谢大姐。欢喜的眉开眼笑的，拿着便欢天喜地的回去了。娘娘素来不喜欢二小姐和三小姐，何必将自己都舍不得带的东西送与他们呢？哼，本宫这三妹呀，就和她娘一样，喜欢这些小恩小惠。这不管是做了姨娘还是皇妃，都是这般的市井模样。本宫给她，她喜欢。爹爹知道了，也只会夸本宫懂事。这里的人见不惯他这派头，本宫故意告诉他雪贵人等人不喜欢庶女，他自然会明里暗里的去针对他们。哼，这明早虽蠢，可坏主意可是一肚子。这他们若是争起来，那便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比起葡萄，朕更想吃你。呀，明幽只觉得他舌尖烫得惊人，立刻缩回来。喂，我是人，不能吃的，你还是吃葡萄吧。然后小脸上莫名其妙地晕染上一层红晕。凤清浅瞧着，眸子越发暗了。再等等，正是夏日，四处都是热得人头晕眼花的。
明优只好靠在店里，靠着冰块度过这暑气。这是唯一一点微弱的凉气了。明优巴不得整个人都趴在冰块上。殿下，咱们这算是凉快的啦。这整个宫里呀，冰块都是优先供殿下用的，脚下则是来免费蹭凉的寒月。觉得无聊，只好扯着自己的纱衣作弄。忽然来了主意，咬着笔杆细细地画了小半日。好看吗？这是殿下画的衣裳样式。这是雀翎裳。我记得宫里不是还存着一些之前进贡来的孔雀羽线吗？这正好可以用来做裙摆处的孔雀羽，再将祖母绿的宝石敲碎嵌上去，一定栩栩如生。如意手巧，连着2个御绣房的绣娘，用了10来日便绣好了。没用的东西，你弄疼本宫了。奴才知错，娘娘息怒，这淤青得用药揉开才会好得快。这不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你若早跟本宫说了，本宫用得着受罚吗？本宫就是看你不安好心，不存好意。奴婢冤枉，奴婢原先给娘娘提醒过的。你这意思是说本宫不听劝了？一巴掌扇过去，云香的脸肿得高高的。云香不敢反抗，是奴婢不好，请娘娘息怒。你给本宫滚下去！笨手笨脚的，要你们干什么？若不是你们，本宫能受罚吗？将所有的东西都怪罪到别人身上，自己则是推得一干二净的。坐在院子的台阶上，云香抱着腿默默地哭。明优换上的时候，如意都看呆了。殿下，这可比画上的好看多了。明优仔细看了看镜中的自己，我总觉得还是差了点什么呢。清华进来道：“我倒觉得差一根高雅的簪子。”明优眼神一亮，立刻跑着去画了。长乐宫里，凤清浅看着气喘吁吁的明优：“你这火急火燎的，就是为了让朕帮你找人操这簪子？”凤清浅不乐意了，这正事儿他怎么就没这么积极的自觉性呢？想他便是正事儿。你不愿意？等会儿朕让长生去办便是。凤七七，你说我在皇城里开一个店，专卖这些衣服首饰，如何？凤清浅看着他兴冲冲的折腾。你银子不够用？不是，可是谁会嫌银子多呀？你若是将这心思花一半在朕身上，国库里的银子随便你搬。这东西还能比他有趣？你有什么好研究的呀？难道让他每日数数凤七七有多少根头发？让长生去订了样板，自己又连着画了好几日的东西，都是一些极其精致的首饰衣裳。凤清浅来未央殿，发现人未见时，众人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明优不在宫里了。凤清浅拿着那张牙舞爪留下的狂草：“有事出宫，速去速回，尽量不要告诉凤七七，不告诉他。”人不见了，你们都发现不了。是奴婢失职。凤清浅忍着滔天的怒意，若不是怕这小丫头回来哭鼻子，他早就下令处理这一干奴才了。命人去查了，才知道约莫他散朝的功夫，小丫头从正门出去了。陛下，不是属下不想拦着殿下，可是殿下说了，只要属下不让他走，他就叫非礼，属下这才不敢拦呢。非礼皇后，那可是灭九族的罪呀！这不放出去他要死，放出去他也要死，这里外都不是人。陛下不必动怒，殿下这性子欢脱，也拘束不住。只要他想出去，这未央殿里的奴才哪里能束得住他呀？凤清浅凝着清华，滚下去。如意从地上站起来，陛下可要去寻？派长风出去跟着。原本想将这小丫头直接捉回来的，可想到她回来一定会胡搅蛮缠闹一番嫌弃的，便由着她的性子了。等如意出去后，清华才道：“陛下也无需过于忧虑了，殿下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想去外面的天高地阔看看也正常。”这才是让凤清浅觉得最糟心的。他还记得许多年前明将军和他说过，明优是一只天空里翱翔的鹰，不属于这四方的天地。
这不能困住他一辈子。凤清浅害怕他有一日如手心攥着的水，无论如何都是要流逝的。等他回过神来，发现店里空荡荡的。朕告诉你，以后若再敢不老实，朕就办了你。明幽试图沉下自己混乱的呼吸，他脸一热，然后迅速地跑了。糟了，他心里住着的小鹿要自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凤清浅只要一亲他一碰他，他心里便会生出一只暴躁的小鹿来。明幽算着日子，起得早早的，就去散朝的必经之路等凤清浅了。凤清浅散朝过来的时候，等了你好久，脚都蹲麻了。想干什么？哼，我不就来接你吗？当然是想你了。凤清浅他深邃的眸子睨了他一眼。这早朝不过才1个半时辰，我们去个地方吧。也不管凤清浅有没有跟上来，自己先走了。小顺子一路跟着出来，站在他几步之外。陛下，几位大人还等着您呢。凤清浅看了一眼，告诉他们改日再议。不等小顺子开口，提步就跟了上去。许在陛下看来，殿下的事情比国家大事重要多了。几人站在商铺前，程峰左看右看，不可置信。哎呦，你确定这就是值5万两的店？之前不值，从今天起就值当了。明幽将破旧的门推开，让他们进去。程峰一路打探着四周的环境。你这多少钱买的？3000两。明幽寻了茶壶，先到后院去烧水了。程峰则是擦了擦板凳上的灰尘，让凤清浅先坐下来，伸手晃了晃桌子，瞧着那老旧掉漆的桌子晃动得像是老奶奶的牙齿。哼，这你这是从垃圾堆里寻来的吧？凤清浅眉头动了动。明幽，喂，你可小心些，碰坏了唯你是问。明幽将两人赶去后院。茶水在后院，你们过去喝吧，等会儿不到关键时候不许出来。见凤清浅起身，自己也跟着去了。去了后院，才发现别有洞天。前厅破旧寒酸，后院里却处处透着精致和华贵。瞧瞧他干什么去了？正巧遇到捂着耳朵飞速跑进来的明幽，紧接着便是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唉，感情他怕得要死，就像后面有人要追杀他似的，结果竟是鞭炮。你不捂耳朵吗？紧接着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将长生的话淹没了。你刚才说什么？明幽捂着耳朵。没什么，不是你这银子都花在鞭炮响上了。明幽白了他一眼。你知道什么？这都是能换来5万两银子的东西。鞭炮完了，明幽早先便雇佣10几个人在皇城中做托了，自己则是很迅速地穿了一身男装出来。虽没有寻常男子的阳刚之气，倒是多了几分清朗少年的气息。凤清浅眸子一眯，第一次见他女扮男装，倒像是一只从深山野林里跑出来的狐狸精。明幽并未找伙计，只是临时在门口拉了一个看着像是跑堂算账的来应付。胆子大不大？大。你帮我守着这店1个时辰，我给你1两银子。等会儿有人进来巡视，你只管让他们砸就是。来的不是些土匪吧？喂，这皇城里土匪敢来闹事儿，我一个弱女子都不怕，你怕什么？他们要砸，尽管让他们砸便是，又不是你的东西。这1个时辰1两银子，去哪儿找这么好的事情啊？明幽便去后院吩咐长风和凤清浅了。喂，先说好，你们可不许出来，不然我这5万两银子没了，可要找你们赔的。便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哼，大鱼上钩了，我得去瞧瞧。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活像是搬银子去。你们是来买东西的？你瞎吗？啊，就你这破凳子破椅子的，能让我们公子踏足吗？哼，说我瞎？难道你瞎了，连我瞎没瞎都看不出来？不来买东西就滚出去，本店恕不接待。明霜虽为男子，可也不得不感叹，这个娘娘腔确实是长着一张极精致的脸，若换在女人身上，那不得倾城倾国，名艳天下吗？
啊，本公只看中的地盘你也敢抢？哦，这店房契地契都在我手里，我倒是不知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东西。这话呛得明霜脸色一青，这跟他装傻充愣？你可知我们公子是谁？不知。这可是我们明公子，明丞相的嫡大公子，怕了吧？啊，这皇城可还没有敢得罪我们明丞相府的。明幽讶然，原来你就是丞相府那不成器的公子，这皇城里倒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听闻明公子不是在军营吗？哦，我差点忘了，明公子前几年去参军，这边关还没到，自己先逃了回来，现如今自然是在皇城里了。还望明公子见谅，我们这些市井小民的消息不是那么灵通。哼，我看你给人找屎，给我砸，统统砸！我倒是看看啊，谁敢动我看中的东西。明霜一声令下，跟着的小厮便四处打砸。明幽一副看戏的样子，明公子，我这话虽然不好听，可说的却是大实话，你确实是个逃兵啊。连着娘娘腔一起的给我打，往死里打！只是那面目狰狞的小厮还没冲过来，就被一道黑影踢翻了。长生一袭黑衣，霸气侧漏。哇，长生，你实在是太帅了！要不我们先划他两刀子？你敢？我可是朝廷命臣。哼，我还是你祖宗呢！朝廷命臣还做这种不要脸的事情，都不知道你背地里做了多少偷鸡摸狗、欺压百姓的事儿。明幽险些被气到昏厥。明公子，陛下说了，你还老实一下，等着明丞相拿了银子来赎人，不要再惹是生非了。明霜便不敢说话了，明幽倒是像没事人一样。你帮我看着他，要是他敢轻举妄动，就砍了他的手。这5万两我也不要了，自己便往后院去了。凤清潜在，明霜就是再借几个胆子，他也不敢走。还知道回来？看了一眼明幽，醋意越发难掩。什么时候你和他们倒是比朕熟了？虽然知道长风和长生对他的爱护不过是出于主子和从小看他长大的，可他心里就是不舒服。哪有？这明明是我和你最熟，可谁让自己需要人家才能讹到5万两呢？于是明幽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心，挨个儿将长风和长生批评了一顿。这个长生呢，就是个木头人，除了你，谁和他能熟得起来呀？这长风更不用说了，长得猥琐就不说了，办事还抽风，比姑娘家的还八卦，总爱欺负弱小，全身没一个优点，也就武功能过得去。那朕呢？朕和他们比呢？只要他敢说他半个不好，估计天都要塌了。你当然是天底下最好的啦，全天下长得最好看的人，武功又厉害又聪明，这整个皇城的女子有谁不喜欢你的呀？那你呢？凤清浅俯身逼近他，明幽吓得往后一退，却坠了下去。凤清浅迅速捞住他，他半躺在凤清浅的臂弯里，神情霸道的眸子紧紧地盯着他，似乎要想将他吞没一般。我也喜欢呐。我也喜欢呐。俯身轻轻啄了他的唇一下。你记着，生生世世，你都只能喜欢朕一个人，只能亲近朕一个。若让朕发现你敢有其他的心思，装了别人，朕就把你的心剜出来。你又不是吃人的老妖怪，要人心干嘛呀？凤清浅听到他的形容，嘴角动了动。这最让凤清浅头疼的事情便是，小丫头对他的喜欢和爱意似乎没那么深。凤清浅想要的是他也如他一般炙热浓烈的深爱。陛下，苏丞相来了。这老家伙倒是来得快。苏丞相才到店门口，就瞧见明幽，不由得蹙眉。这皇后来干什么呀？
这一个女子却身着男儿装。爹，就这娘来敲诈我5万两银子的。可瞧这场景，双儿似乎是不认识皇后，他倒未敢戳穿明幽。小公子，这5万两银子都在这箱子里，剩下的不能变换成现银的，都是些值钱的物件，少说也是千8两的银子了。看了一眼站在明鹤旁边的明霜，明公子说笑了，这哪里是敲诈呀？你索人到我地盘上来闹事，砸坏了我这一屋子的古董，自然是得赔。我倒未告你欺霸别人的家产，还滋事挑衅。不料明鹤狠狠的一巴掌，你这个不孝子，干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看我不打死你，还不给公子道歉！明鹤不只是惧于他皇后的身份，更是因为他知道凤清浅在里面，若惹怒了凤清浅，绝不是银子和几个耳光能够解决的事情了。明丞相，陛下有请。你给我老实些。向着明幽躬身之后进去了。公子，估计下来差不多5万两银子多一点，出入不是很大。收起来吧。他自然是知道明鹤心里百般不愿，也不敢欠那么一丁点儿。这有凤七七就是好用，谁都不敢来砸场子。朕好好教教你什么是吻。凤清浅贪婪地含住他的唇，由浅入深，霸道而浓烈。明幽脑子一片浆糊，只得被迫承受他的缠绵。凤清浅的呼吸越发急促起来。殿下，这东西都准备好了。是程峰的声音。明幽听见声音，突然清醒过来，慌张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落荒而逃。明幽暗骂自己不争气，不就是亲亲碰碰吗？又不是第一次主动了，每次胸口的小鹿哟都寻死觅活的。这东西都弄来了，您看一下放哪儿啊？我去瞧瞧。明幽企图顺一顺这慌乱的心情。很热吗？你这脸怎么红红的？热，心里燥热。凤清浅倚在枕头上，听到长风的话，眼睛一眯，露出一丝邪魅来。站在门口的长风不由得打了2个冷战。你之前就知道明霜会过来闹事儿啊？那些鞭炮都是故意引他过来的？自然，没有冤大头来，这哪里来的银子啊？明幽搓搓小手，这连带着他的3000两银子都回本了。你买这铺子用了多少钱？3000两。他都有些同情明霜了，这不是上赶着给他送银子吗？这可比明抢暗偷利润来的高多了。真是应了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些破家具用了多少钱呢？明幽挑眉一笑，伸出一只巴掌比了比。500两银子？不，5两，连带运输费。眼里闪烁着小星星。哎呦喂，你呀可真是黑心肝的奸商啊！这明府的人知道还不得气疯了呀。你是如何知道明霜看上这儿的？只要有人过来买，便会来闹事砸场子的？原先的老板告诉我的呀，这还得感谢明家那个大废物。原本来卖5000两银子的，可他一来二去的闹事，便让我劫了个机会低价买了。听到他放了狠话说来一个砸一个的时候，我便知道机会来了。这简直和天上掉银子没区别。走，我们去星月楼大吃一顿吧。毕竟不是自己的钱，挖起来不心疼。难得能从金娃娃身上抠下来金子，不多吃点对不起自己呀！我去叫长风。星月楼的小二别的本事没有，记性倒是1等1的。这位姑娘可是去上次的雅间儿。凤清浅脸色沉沉，叫她夫人。他已经成亲这么些年了，可不是什么姑娘。长风、长生和如意互相看了一眼，沉默不语。这幼稚的行为还是一个帝王该做的吗？是，请公子恕罪，小的眼拙。公子、夫人，几位客官2楼请。明幽入座，烤鸭、红酥手、翡翠肉圆子、虫草鸡汤。客官一看就是会吃的，这都是我们家必点的招牌菜。这几位贵客，您再瞧瞧这其他的菜。
你们自己想吃什么自己添。长风一听，脑袋似长颈鹿一般伸了过去。啊，这几个都要，还有这个甜点，还有这酸梅汤。喂，长风，你一个大男人居然喝酸梅汤？你管我呢，反正又不是花我的银子，我就任性，怎么着了？这个死丫头，看不出这酸梅汤是给她点的吗？哼，撑死你！反正也不是我的银子。你什么时候成熟客了？来吃过一次。和谁？凤清浅醋意大发，脑子里正寻思着有什么借口。这是星月楼，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来的人若不是有特殊身份，可是要预约的。言外之意便是警告明幽，他说谎都会漏，只能坦白从宽。出来遇上南轩王，他请我吃的，心里懊恼的紧。我吃了饭就立刻走了。你和他单独吃的？凤清浅的脸色难看，长风等人十分默契地低着头，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胡说，那不还有韩月在吗？凤清浅听着他伶牙俐齿，又瞧着他笑得乖觉，哪里还有半分气在。忙到傍晚的时候，明幽才回宫去了。凤清浅早已经在未央殿了，瞧见他，脸色这才好了一些。传膳。明幽忙活了一天，狼吞虎咽的。吃慢些，又没人跟你抢。吃的差不多了。明日我店铺便开张了，城中的店铺开张都兴送一些贺礼，图个好意头。不如朕送你一副墨宝。明幽立刻摇头。朕的墨宝不好。小顺子立刻心领神会。殿下，这您可能就有所不知了，这陛下的墨宝还是真正算得上是价值连城的，这可不是什么俗物能比的。哼，马屁精。他实话实说，怎么还成马屁精了呢？陛下的山水图早年间就被人高价收藏了，出了25万两银子呢。我需要那种能镇住场子的宝贝，全皇城店里都没有的。你那字画若不盖玉印，多数人以为是假画；若盖了玉印，岂不是让别人知道了我和你的关系？这礼物不好，这天下间也唯有他敢这般和帝王说话。朕瞧着你店里的那颗头大的夜明珠倒是不错。不行，拿去被偷了怎么办？明幽立刻摇头，这怎么能拿自己的东西撑场子呢？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我瞧着你宫里那株玉树兰枝倒是很好。朕瞧着你啊，就是想寻这个理由从朕这儿骗些东西去。难道七七哥哥不愿意给了吗？这七七哥哥都叫了，能不给吗？他吃的是什么呀？哪里来了这么大的力气？公子，奴婢吃的不多。韩欢忍不住笑了。公子是夸你呢，并不是打趣你。只得感叹，人和人真的不一样，别人是吃的少干得多，而他则是吃得多干得少。奴婢家以前父母年迈，哥哥是书生，文弱得很，所以奴婢自小干得多，力气自然就大些。难道七七哥哥不愿意给了吗？来，先把汤喝了，等会儿朕叫长风给你送过去。吃撑了，不想再吃了。最近吃的这番少啊，营养不足，那这汤给你热着，晚上喝。凤清浅让小顺子将汤撤走了。明幽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哪里营养不良了？他觉得自己胖了好几斤了。凤清浅瞟了一眼他的身体，若有所思。明幽的目光正好瞥见他打量自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是自己的胸口方向。老流氓！明幽又羞又臊的，他多为自己谋些福利，怎么了？天经地义。小顺子进来，陛下，明妃娘娘求见。现在尺寸让你满意的来了。小顺子懵了。明幽出门的时候，正好碰见精心打扮而来的明月。参见殿下。明幽顺着视线瞧去，瞧见他那丰盈似乎压不住要跳出来，冷着脸便去了。皇后这是怎么了？一脸不快。这天下有哪个女人希望别人来分了她的夫君的宠呢？凤清浅见明月进来，瞧见他脖子以下
半遮半露的胸口，便想起方才明幽生气时可爱的小模样，忍不住嘴角上扬。陛下，凤清浅微点头，又恢复了往常的清冷。明幽手心里握着星谋给他送来的糖葫芦，满足地坐在冷宫的屋顶上。许久未见你了，以为你以后再也不会回宫里来了。怎会？我还等着你给我寻神之草呢。一听到这话，明幽一颤，从脚底生出一股虚来。星谋看他不搭话，会是给我忘了吧？当然不会，我是这么不靠谱的人吗？其实他还真是这么不靠谱的人，他怕星谋一怒就将他自己扔了下去。那就好。面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可明幽脊背却一凉，忽然想起这货是刺客来着。有钥匙，走快些。夏夏，帮本公子把扇子收好了，这扇子可是好几千两银子。立刻将扇子捡起来。到底是什么急事啊？现在没有了。你耍我呢？我这店里有一堆事情要做呢。凤清浅扯着他直接回了宫，杜绝了他想回去的念头。有如意跟着你看，出不了什么问题。回了宫，明幽还没坐下喝一口茶，凤清浅便盯着他身上的衣裳。去换了，以后请女装去。为什么？明幽自己慢悠悠的倒茶，刚倒好，凤清浅便喝了起来。丑。明幽很认真的摸了摸自己。不丑吧？清华还说我像极了小白脸书生呢。可对上凤清浅清冷的目光，明幽便没敢再说下去了。出宫去穿女装多有不便呢。能有什么不便？万一遇到猥琐调戏良家妇女的怎么办？凤清浅冷眼看着他。你忍着性子，不调戏猥琐别人就好了，普通人还能吃你的亏？明幽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这话算是夸奖吗？我也算良家妇女，柔弱小女子一枚。不过凤清浅瞧见他气鼓鼓的，眼睛里有星辰，又担忧另一个问题：若是他穿女装去，引的桃花岂不是更多？恨不得将你这双勾人的眼睛藏起来，不叫别人看见才好。这天下不是只有明幽一个美人，许有比她美的，可从未见谁的眼睛似她一般，似最璀璨的星辰。你这老变态，还要挖我眼睛，那我以后看什么？你给朕老实些，若再敢沾花惹草的，朕就将你禁足。明幽委屈，我哪里拈花惹草了？凤清浅走向殿外，那到底穿男装还是女装啊？若是女装，被这些该死的吃饱撑着没事干的女人知道了，我还怎么赚他们的钱啊？穿男装，记得在脸上抹玫瑰。不公平，我这喝的是果茶，你这可是价值连城的琼浆玉液。要你喝了，今晚费心经营的恐怕就没有了。听了这话，明幽便收住了禅意。臣妾参见陛下。殿下，入座吧。庄妃这身衣裙倒是极好看。雪贵人看得眼热，庄妃倒是不咬人的狗，平时看着一不打扮，二不争宠，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哎，她肌肤怎么如此通透，细嫩无比呀？宫宴没开始多久，雪贵人便大着胆子道：陛下，臣妾为陛下和殿下排了一曲舞，虽不才，可愿博陛下殿下一笑。凤清浅点头。朕听闻庄妃扑通音律，不如就此拂一曲，为雪贵人伴奏。是。听陛下头次提到了庄妃，众人都很意外。琴音拨开，手指忽起忽落，琴音开始倾泻出来，伴着雪贵人的妙舞逐渐大了起来，将舞曲与女子的柔媚融合得恰到好处。一曲舞毕，凤清浅眼里依旧平静如水。庄妃今日这妆容倒是很别致啊。谢陛下夸奖。明幽不动声色地看了妃嫔们的脸色，看来效果确实很好，目的达到了。从今日起，晋容嬷为容妃，雪贵人为雪妃。
明妃若不是要尽自己为贵妃，明妃入宫未有多久，这宫里的礼仪知道的不是特别清楚。明妃，容嬷又是你亲妹妹，你一定要好好教导。谢陛下，谢殿下皇恩。明妃脸色难看到极点，这凤七七太坏了，这不是故意戏耍明月吗？趁着凤清浅不注意，明幽偷偷挪过他的酒杯来，咕叽咕叽喝了一盏。你倒是贫嘴。果真很好喝，像是天上的琼浆玉露。凤清浅瞧见他没事儿，这才放心了一点。要不再给我喝一口？底下的妃嫔只能瞧见他们在干什么，却听不清两人的话，只是瞧见两人动作有些暧昧。凤清浅抵不住他的央求，又分了一小杯给他。只是明幽喝下去片刻，脸上的红晕便开始上来了。这菜好滑，怎么夹不起来呀？这个小猪蹄子怎么这么小呀，还这么白？嚼吧嚼吧，这猪蹄子怎么有牛肉味儿啊？才喝了一杯就醉了。这筷子坏了。撒娇似的看向凤清浅，你竟然生出好几个头来！真瞧你这小脑袋瓜坏了。突然起身，将他拦腰抱起来，大步走出了殿外。妃嫔们都看着凤清浅拦腰抱着明幽。殿下不舒服，陛下先行送殿下回宫，各位娘娘慢用。明幽下午回宫时，发现自己月事来了。明幽烦躁不安，心里似筑了一只喷火龙，想将周围烧得一干二净，提着枕头狠狠地砸了出去。烦死了！眸光瞥见凤清浅，明幽扭头转过去，继续侧身躺着。肚子疼，真让许太医过来给你瞧瞧。不要！似一只嗷嗷嗷的小妖怪。凤清浅侧身躺过来，轻轻拍着他的背做安抚。明幽觉得心里的喷火龙嗷嗷的，索性将头伸进被子里躲起来。我不要和你说话，你出去吧。就是想无缘无故莫名的想发火，纵然他知道是不对的，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要碰我！片刻后，明幽又恢复了平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低着头不说话。他不想吼人的。凤七七，你出去吧。凤清浅倒是未介意。我爱，朕陪着你。你若觉得想发火，便朝着朕发就是。明幽只觉得更委屈了，心里难过的要命。他有些讨厌他自己，可偏偏控制不住，大掌轻轻地给他顺着背。半个时辰后，明幽才浅浅地睡着了。凤清浅这才起身出去了，让小顺子找了太医来。陛下，这是身体有不适。莫不是陛下身体有难言之隐，说不出咽不下？想到此处，不由得紧张起来。他妇科男科都不是很擅长，只是略有所懂啊。女子在月事时心情郁郁烦躁，像是换了一个人，可是病了。陛下怎么问到女子身上去了？臣斗胆问，可是殿下？许太医抓了抓胡子道：是，这就不奇怪了。殿下体寒肺热，原本中气不足，这女子又大多带着血气不和之症，在月事期间更容易心情烦躁，难于控制情绪。凤清浅道：可有对症之药？臣等会儿开2副方子，温热些之后给殿下调理调理。跟你们说了，本宫不要喝这么烫的茶。如意听到动静又赶了过来，你们先把这些收拾好。明幽觉得胸口的怒意一阵一阵的在翻滚，怒扫了地上的碎片一眼，起身便去了。如意在传午膳的时候便备了酸汤鸡，可明幽倒是吃得大快朵颐，足足吃了2个小碗的饭。殿下可还有想吃的？吃饱了都撤了吧。可到下午时，如意姐姐，殿下正在发好大的火，在店里砸东西呢。韩欢让我请你过去看看。还未走近，如意便听到瓷器摔落的声音。滚出去！殿下息怒。殿下火气可消了些了，要不奴婢再搬些东西过来给殿下砸。
只是殿下不要随意走动，免得瓷器割到您啊。明幽似乎没听见一般，噼里啪啦将东西都砸了一圈，看着满地的东西，眼里闪过一丝迷茫，怔了许久，直接坐在地毯上。殿下怎么坐地上了？仔细被瓷片割到。这都是我砸的吗？如意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将他扶着出去了，让一干宫女尽快打扫干净了。瞧见自己最爱的白玉花瓶都碎了啊！我居然把小白都砸了，这可是8000两银子呢！殿下这是不是魔怔了，还是脑子磕了呀？这刚才都是他砸的，这会儿倒是心疼起来了。喂，不想活了！这话要是传到陛下耳朵里，你有几个脑袋被砍呢？可殿下如今真的像是疯了一样啊！以前殿下发火也不会砸东西的，你说殿下是不是被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回来呀？连着几日，明幽的性子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了，像是一串被引燃的炮仗，随时能炸。凤清浅看着他发怒后又彷徨无措，心疼得厉害。无奈之下，凤清浅只得吩咐未央殿的工人看顾好他，尽量少惹他不开心。你不要过来啊！陛下，各位大人都在外面候着呢，叫他们先回去，朕没工夫理会。小顺子去了一炷香，又泱泱的进来了。陛下，明丞相带头在外面闹事儿，说皇后将容妃打成了重伤，请陛下为他们做主。哼，他们爱站站便让他们站着，喜欢跪就由着他们跪着。立刻将旨意传出去了。大人们听到凤清浅这番说，便准备挥袖子走人了。明鹤立马将他们制止住了。诸位同僚，你们的女儿、妹妹，甚至是孙女，也有在宫为妃的吗？今日出事的是我明某人的女儿，可明日会出事的就是你们的家人。诸位还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小顺子忍不住低咳嗽了一声。哼，这老东西还挺会套路人的，谁家闺女会有你们家那么缺德讨人厌呢？一个两个的仗势欺人，当着一套背着一套来。容妃娘娘也是可怜之人呐，我们不妨等皇后醒来后，听听陛下怎么说。这群老不休的还要点脸吗？装出一副清高舍己为人的样子来，其实心里啊，有哪个不是为自己打算的？抬腿便直接回去了，他们爱守就守着。许太医诊了脉，殿下最近可受过什么刺激？并未，殿下最近是火气大了些，可是不曾像是今日这般大。陛下，臣检查了，殿下的身体一切都正常，微臣猜想该是今日受到了什么刺激，引起殿下暴怒异常。臣稍后为殿下开一副平心静气的方子。凤清浅将工人都屏退了，自己坐在软榻边，看着睡得一脸无害的明幽，伸手摸了摸他粉嫩的脸颊。那么古灵精怪的小丫头怎么会是病了？一定是朕没照顾好你，才让你生气的。不到小半日，皇后疯魔的事情便传得人尽皆知了。你们这是作何？臣等想为容妃娘娘讨一公道。皇后作为一国之后，不能为女子表率，今日还出手伤人，作为一国之君，断不能亲纵此番，挟风魔刀啊！陛下，臣妾妹妹虽不得殿下凤体高贵，可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如今被殿下伤成这个样子。只是如今殿下生病，精神异常，若是伤到陛下，这可如何是好？所以臣妾等人斗胆请陛下以大局为重，将殿下隔开来治疗。哼，你们都是这样以为的啊？朕还要感谢诸位爱卿嫔妃的苦心了。是谁说皇后疯魔？明丞相，你是亲眼看见皇后莫名打容妃了？没有，只是有宫婢刘月为证。回陛下，确实是殿下伤的容妃娘娘。皇后是如何袭击容妃的？你细细与我说一遍。当时容妃娘娘在闲逛御花园，正在与奴婢们说闲话，不曾想
殿下是在花丛里，径直从花丛里冲了出来，不由分说的就拧折了容妃娘娘的胳膊。娘娘与他争辩，殿下越发疯狂的打容妃娘娘。柳月低着头，不敢直视凤清浅。如意，你可看见了？奴婢确实见了，可和柳月的说法大为不同，是容妃娘娘先欺负我们殿下在先，殿下多番忍让，她却仗着年长一再逼迫，殿下这才与容妃娘娘翻脸的。陛下，这如意姑娘是皇后的亲信，这话做不了证。那柳月也是容妃的贴身婢女，她的话自然也信不得。凤清浅杀意浮现，既然诸位爱卿觉得皇后在宫里不安全，那便正好，朕晚些遣了安家费，你们各自回家就是。这宫里不是少了你们就活不下去。求陛下三思，陛下，求陛下不要赶臣妾们走啊！若再有胆小贪生怕死之人，便来找朕这回禀的，朕命人送你们回去便是。看了一眼伏在地上的柳月，这贱婢安排皇后拖下去杖毙。陛下饶命！陛下饶命！陛下是容妃。传旨下去，以后各宫奴才管事的若敢纵着自己家主子胡闹、犯作乱的，统统杖毙。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凤清浅坐在铜镜前，用玉梳给他梳着青丝。明幽忽然猛地窜起来，手里的簪子突然刺向他。凤清浅不设防，狼狈地向后一退，还是被他划到了肩膀。明幽未停手，凤清浅立刻挡住他的手，将他簪子撤了，按住他的手，却舍不得用力。明幽似一只张牙舞爪的小兽。长风冲进来的时候，瞧见凤清浅的白衫上沾染着鲜红的血迹。陛下，这看来是小丫头又发病了。退出去，别吓到她。用力地抱紧她，单手抚摸着她的脑袋。哎呦，是我，别怕。明幽不住地挣扎着，凤清浅越发用力，心都快碎了。哎呦，是我，我是凤七七。长风退在店门口，嗅到气息里的血腥味儿，看着明幽癫狂的厉害，只得默默去拿伤药了。许久，明幽开始平静了下来。凤清浅感受到温热的泪从他眼角划过，明幽看着鲜红的血色在他白衣上绽放。明幽伸手过去，颤抖着：“对不起，凤七七，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凤清浅单手摸着他的手：“也就破了点皮，你表现得很好，这次控制住了情绪。”明幽没敢去看他的伤口，凤清浅也刻意避开了他。长风将他衣衫撕开，瞥见簪子划过大片的皮肉。许太医将伤口做了简单消毒之后：“陛下，这几日这伤口绝不能碰水，太过辛辣的食物啊，需要忌口。朕受伤这事儿绝不能传出去，如皇后问起，便说是蹭破了皮。”长风忧心忡忡：“许太爷，这小殿下最近的病情越发严重了，现如今都开始自己人都分不清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殿下这是得了失心疯，这病情也不罕见，一般这种病大多是带着遗传或者是受外界因素使其性情大变。可小殿下一向是活泼的，这宫里也未曾发生过什么大事儿。敢问陛下，殿下祖上几代可有这种失心疯的病症？啊，不可能，这明将军府上往前数3、4代，那都是南幽朝中重臣。至于明夫人那一脉，之前清华也说了，从未出现过此等怪异现象。那便还请陛下让小殿下再睡个半个时辰，待微臣仔细再检查检查，可能是中了什么毒。哎，陛下，您放心，这次不会有偏差了。凤清浅眉头一动，却并没有说话。长风将分量严格分好，混在杯子里。你在干什么？清脆的声音里带着戒备。长风转身，他要怎么解释？我这给您晾茶呢。我怎么不认识你？
神色戒备。淡定啊，放轻松，我们可是好朋友，都认识10几年了。你忘了你小时候我是如何费心费力的保护你吗？比如将他胳膊弄折了，偷他的零食吃了，将他故意挂在树上了，这真的都是他做的？明优看了看这茶，你刚才往里面放什么了？没有啊。长风打算死不承认，你把它喝下去。哎，它太烫了。明优将杯子里的水端起来吹了吹，递给他。再凉一会儿。又将杯子放了下去。你要是不喝，我就不客气了。长风很怂地将手伸出去。哎，等等，他好像忘记了刚才哪个杯子里放了迷魂药了。你怎么还不喝呀？明优已经不耐烦地催促了，眼里杀意骤起。长风咬牙道了一声阿弥陀佛，这2选1的总不至于这么倒霉吧？端起一杯茶，一口气儿就喝了。早知道就不作死了，非得多倒一杯茶做下对比。现在好了，也不知道这满天的神佛会不会保佑我。明优这才端起另一杯茶喝了。你说你认识我，可我似乎不太认识你。你不会是这宫里的太监吧？长风内心喷出一口老血来，他满身的阳刚之气没有闪瞎他的眼吗？他是如何看出他长着太监脸的呢？忽然脑子一滞，糟了，他喝到了有迷魂药的那杯了，跌倒在地。凤清浅过来的时候，看见五花大绑挂在树上的长风。明优不认识他了。凤清浅似乎懂他的意思一般，摸了摸他的头。他会想起来的。韩月似乎想起了什么，转头冲着出去了。眨眼的功夫，嘴里叼着一只黑白色的毛绒团子。明优大惊，啊，他要杀生了！看来这小丫头的病真的很重，智商都下降了。韩月将黑耳叼到他面前，张口一松，黑耳滚落在地。是兔子，他想干什么？黑耳瞧见他，也不住地在他脚边窜来窜去。他叫黑耳，是你从御膳房里救出来的。韩月想让你也记住黑耳，所以把黑耳带来了。凤清浅将兔子提到明优怀里，明优抱着摸了摸他肥肥的肉，好肥呀，红烧一定好。凤清浅无奈，他不能吃，若他动手吃了，以后想起来天还不得塌了吗？明优觉得自己以前是养动物的，什么奇奇怪怪的动物都有。凤清浅跟他说，还有时不时神出鬼没的仓鼠黄胖子，以及每年都会来未央殿古树上做窝孵蛋的喜鹊。明优觉得有些困了，凤清浅守了一会儿，看他睡熟了，这才出去吩咐如意让许太医过来了，用银针刺入他的手指，验了血，无毒。犹豫了许久，陛下，还恕微臣医术不精。这殿下身体正常，体内并未查出有毒。凤清浅应了一声，将身上的令牌拿与他。明优还在睡得很沉，凤清浅温柔拂面，在他额头上浅浅落下一个吻。长风悠悠转醒，他本来打算将明优弄晕的，只是后来被套路了。哎呀，这丫头趁我昏迷对我做了啥呀？她不会是故意装失忆来捉弄我吧？哼，若她还真记着，这下手便不会这么轻了。长风醒了。长风，你没事吧？怎地就晕了？原本打算将迷魂药放在茶水中给殿下的，结果阴差阳错，我将那杯药给喝了。嘿，你可真优秀。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长风没说话，他哪里知道这丫头这么能干呢？只是喝了迷魂药还好，是我刚进来的时候就瞧见殿下将你给五花大绑给挂树上了，还以为出啥事儿了呢。最近几日啊，你少去殿下面前晃悠啊，他现在记不住往前的事儿，免得看见了又闹什么鸡飞狗跳的。他不是昨日的事情今日就忘记了吗？等我明日去，他是不是已经记不得今天发生的事儿？记忆力这么不好，他有什么好怕的？若是记得，你就死定了。吓得长风肩膀一颤，他不会这么招人记恨吧？自明优疯了以后，后宫妃嫔的心思倒是活络了起来。
这谁能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一个疯女人呢？只要陛下有了一丝不耐，便是他们进宫的最后时机。凤清浅立在长乐宫，看着明丞相跪在地上。明丞相是想让明妃取代皇后？臣不敢，未有这大逆不道的想法，只是想现在天下纷纷传言，陛下是帝王命数不够，福薄无嗣，这才导致这帝星不稳，后星坠落。若是这些后妃里能有一儿半女，这也是整个南幽的福气，谣言自然不攻而破。说到底，明赫尔急的是明月入宫多年，可一直未有子嗣。明丞相果真是好国丈，连朕生孩子的事也要管了。臣不敢，陛下登基数年，可朝中还有小半朝堂势力掌握在南宣王手里。若陛下失了民心，导致这民心不稳，南宣王自然会再三生事的。朕知晓了，你先退下吧。孤寂的背影站在月下，微风拂起他的衣袖。陛下，女尊国的郡主到了。凤清浅随意地道了一声，便出去了。殿下，臣妾骆雪梅见过殿下。她倒是不像其他妃嫔，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起身。陛下，臣妾以前也听闻过皇后这样的状况，大夫说需要带着病人多走走看看，多说说话，有助于病情恢复。陛下若是忙，可召臣妾来，臣妾陪着殿下说说话。他怎么能放心将小丫头交给别人？小丫头现在病了，苦甜不分，若是被人欺负了，连说都不会说。他的情绪便开始失控了，挥着拳头捶向凤清浅，口中依旧发出小兽的怒吼声。梅妃一惊，脸色失常。哎呦，不怕不怕，挣扎着便想跑。梅妃一惊，伸手扑了过去。殿下，小心！梅妃用自己垫底，凤清浅伸手却错失了她。明幽带着戒备，迅速地爬起来，转头就跑了。凤清浅看了他一眼，可有事？毕竟他是为了救明幽的。不碍事，陛下，快去看看殿下。凤清浅早已不见了人影，一路追了出去。梅妃一瘸一拐地站了起来，陶律，陶律！凤清浅顺着他走的方向找了一圈，也未发现他的踪影，最后是在花丛中发现他的，身子蜷缩起来，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凤清浅眼热，心疼得要紧，伸手去拉他。过来。明幽往后退了一下，被小树枝戳到了后脑勺。凤清浅想笑又想哭，强硬地将他从树丛里扯出来，低头张嘴便去咬人。凤清浅灵活的手一翻，虎口捏住他的腮帮子，将他的嘴巴挤成嘟嘟嘴。以后你若咬人，就只能咬朕一个，听明白没有？眼里闪过浓烈的霸道。你若敢咬了其他男人，朕就把你的牙齿给撸下来。小丫头咬人只是出于防备，那就意味着若是别人碰她，她同样会去咬别人的手。她怎么能让她柔嫩的娇唇去碰别人呢？朕来吧。沾染了热水的温度，这才帮他擦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攻击宫女了。是不是换了新人不适应？这都是常照顾他的老人儿，新来的宫女不敢靠近，奴婢们也不放心。凤清浅看着越发瘦弱的小脸，恨不得将他时时带在身边。看他相安无事，特意去了趟云来宫。娘娘，快准备接驾，陛下来了。瞧你这模样，皇后病中，什么大事都算不上喜。凤清浅抬脚便进来了。参见。既然脚有伤，便免了。是。他的风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不是那种刻意的伪装或者后天的磨练。可照太医来看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只是轻微扭到一下。臣妾下午已经冰敷过了，劳陛下费心。娘娘，这是陛下命奴才去太医署拿的，此药对扭伤和淤青都格外有效。谢陛下。凤清浅只是呆了片刻，
连茶水都未喝便去了。娘娘，这可是陛下第一次来云来宫，你就应该像各宫娘娘一样，使劲的喊疼撒娇，惹得陛下垂怜。您长得这么美，天下间有哪个男人不动心的呀？陛下的心思不在我这儿，留着也是勉强。陛下来看本宫，只是因为本宫当时舍身救了皇后，仅此而已。可连着好几日，他的脚伤不见好。凤清浅听闻，又去看了一次，瞧见他脚踝肿得像馒头。这些太医，这医学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啊，陛下莫生气，原是怪臣妾自己身体好得慢，这日日擦药，可效果来得慢。小顺子，找个按摩的嬷嬷过来，事后没飞2日，按摩配合药，想必会好得快一些。陛下不用，臣妾本身就懂药理，不必劳烦。朕每日命人送燕窝过来，你好好养伤。梅妃只得应承了，不敢多说什么。过了2日，梅妃的脚踝已经好利索了。凤清浅让人赏了20两的银子给他。药都是用之前的啊？是的，都是太医开的药膏，这药膏金贵是好东西。下去吧。嬷嬷俯身退下，小顺子摇头。陛下什么时候关心起这些妃子的细节来了？明幽轻轻抬起眼皮来，突然从软榻上爬起来，就往外跑。他这是要干什么？凤清浅起身跟着。该不会是要去拿山茶花？明幽赤脚，一路朝着院里的山茶花奔去，双手疯狂地撸着山茶花往嘴里塞。他这样多久了？今天下午才这样的。长风过去迅速地将他拉住。明幽瞧见，张牙舞爪地扑向他了。等他扑过来时，又故意退开，一路将他引到店里。长风寻了沾了药的帕子来，然后将他嘴一捂，吓得深呼吸，大力挣扎，便彻底的晕了过去。凤清浅单手将他打横抱起，长风摘了一朵塞进嘴里。这苦得不像话，他为什么还吃？难道他病得失去了味觉？本来花就有涩涩的苦味，可这花不只是涩呀，还苦。凤清浅出来，目光扫过山茶花。这东西很苦，是比那黄连还苦。去御花园里再找2株山茶花进来。一小会儿的功夫，他便回来了。漱漱口，谢陛下。陛下这是良心发现了吗？凤清浅将新鲜的山茶花递给他，趁着新鲜，仔细尝尝。长风张大了嘴巴，愣愣地看着他。是不是他耳朵不好使，听错了什么呀？你尝尝这2株山茶花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情是拉他来做小白鼠的。长风勉为其难地塞进嘴里。哎，这明显涩味更重一些，可是有花的清香。凤清浅越发确定这先前的红白山茶上被抹了东西，可原先殿下发病时可未碰过这红白山茶花呀。再者，这未央殿的花常常浇水，下雨这也不该有这么久啊。之前是我们疏忽大意，这下毒的人一定还有其他方法，只是我们不曾发觉。他常常换着东西下毒，让阿优吸食过量的毒药水，而这东西其他人都很少有机会碰到，自然就发觉不了了。这2晚我便好好守着，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狗奴才敢暗中动这种手脚。长风一直蹲在附近的树上，几乎都要熬成猫头鹰了。终于在午夜时分抓到了一个形色可疑的小太监。陛下，长风成了，正在等您发话呢。这大晚上的，你偷偷摸摸干啥呢？奴才前几日将这山茶花水浇多了，怕这山茶有个好歹，不放心，所以特意偷偷来看看。哼，你这瞎话编得还挺好的啊！我是脑子有问题才信了你的邪。长风又是毫不留情地踹了他几脚。都快把老子熬成猫头鹰了啊！总算抓你个龟孙儿啊！你以为胡说2句老子就能放了你啊？这长风大人，奴才说的是实话。凤清浅进来。陛下，守了2日，抓到的就是他，是未央殿的人，瞧着眼生。是，奴才只是新来的，不过半年有余，该是派来做粗活的。说吧，谁指使你做的呀？
可要将他的嘴勒住了，免得咬舌或者是咬毒自尽了。无妨，都是虾兵蟹将，没用的东西，死了顺藤摸瓜便是。只是他若敢自尽，就将他的九族剥皮抽筋，无论男女老幼。昏君毒害皇后，可是意图逆谋之罪，当诛九族。你连宫里的规矩都不知道，还入宫当什么太监？你还不老实交代是谁吩咐你的？若老实说了，你活不了，你家人还能活。我可没什么家人，你要杀便杀。他的家人早就死了。那就从亲戚朋友下手，下去给朕查是哪里人，若找不到，便将他的远亲近邻一起凌迟处死。你疯了！你个暴君，他们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恨？怪就怪他们认识了你。小太监受不住，奴才说，求陛下饶过奴才的乡亲邻居，这都是芳华殿的主子安排奴才的，说只要放了，就给奴才2000两白银，不管事成不成。容妃，奴才不知道是不是的，只是芳华殿的葡萄和奴才接手的。他们什么时候找着你的？前几日，这药奴才刚刚放了3、4日，还不给朕说实话？奴才不敢，确实这几日才找上奴才的。奴才来的这段时间不久，认识的人也不多。他说只要奴才照着办，其他事儿不用管。柳香在未央殿附近站了大半夜，也不见侍弄花草的小太监出来。这明早被拖去冷宫了。是，看来柳香这个贱奴比我们想象的有用，竟然想到利用葡萄，活活将药量加重了往常的10倍，这才让人容易发觉。哦，葡萄也是他杀的，为了荣华富贵，胆子倒是不小。只是可惜了，药量加重，发现的早，也不知道明幽能不能有活命的机会。是，呵呵呵，他倒是有2分本事啊，可他知道咱们的秘密，这可留不住。本宫已经布了局了，你耐心稳住他几日便是，伸手将白鹦鹉身上的羽毛拔下来。有些东西感到疼，已经晚了。明鹤接到信，赶到宫里的第一件事不是去看女儿，而是忙着去请罪。明妃似乎是知道他要来一般，早早的便守在了宫门口了。父亲总算是来了，女儿还等着父亲拿主意呢。索儿女儿去求了陛下，可陛下发了好大的火，说谁敢给三妹求情，便一并论罪。事情可真是你三妹做的？哎，三妹是鬼迷了心窍，竟想出这般胆大的主意来。父亲，你说此事要如何才好啊？若是和陛下求情，陛下一定会降罪于明家；若不求情，这三妹恐怕一生都得在冷宫守着了。明鹤极其有心机，花大价钱培养儿女，为的就是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给祖宗脸上添彩的。这帮不了自己就算了，还连累明家。月儿啊，你要明哲保身才是，此事爹会处理的，你先行回宫吧。其实他根本未去向凤清浅求情，他知道任何人求情都是无用的。明鹤来到长乐宫主殿的时候，并未敢多言，自己在骄阳下便跪着了。丞相这是何故？臣教女无方，特来请罪。哎呀，这丞相来的不巧，那殿下好像刚刚睡了，恐怕这一时半会儿起不了了。您看，是奴才特意去叫陛下一声，还是丞相等着陛下醒来再跪？明鹤虽不想跪，却不得不跪。那就让陛下休息，本官在这跪着便行。好嘞，您放心，陛下这醒了，奴才一定会给您转达。长风可接到人了。凤清浅急的是明幽的病，还未，倒是明丞相来了，在外面跪着请罪呢。奴才知道陛下不相见，因此和丞相说了，陛下在午睡。爱跪就让他跪着吧。跪得头晕眼花的，眼前天旋地转，两眼一黑就晕过去了。将明丞相抬回去。其实凤清浅早就从窗户出去了未央殿，明鹤在这儿瞎跪了一下午。明早是被人强行拖进冷宫的，现在唯一的指望便是他爹来救他了。他好歹也是皇妃，丞相的亲生女儿，他爹不会不管他才是。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从地上爬起来，以为救他的人来了，可瞧见的是明月。大姐，大姐，你是来接我出去的吗？是不是爹说服陛下了？我的好妹妹，该说你蠢还是单纯呢？谋害皇后，你以为这是捏死蚂蚁的小事儿吗？爹是丞相，可这丞相也是要看君王脸色行事的。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爹真的会冒着犯上的名义去给你求情吧？我没杀他，那他不也没死成吗？我的好妹妹，你真是蠢呐，蠢的大姐想笑。你随便说皇后没死就有用了？要是这天底下的事儿那么简单，还需要人费心而为吗？我可是爹的女儿，爹怎么能不救我？大姐，我是你的亲妹妹，你快去给爹和陛下求求情，说我知道错了，我会改的，放我出去！
你呀，哼，白活了这么多年，脑子长哪里去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没用的废棋。你认为爹还会管你吗？你脑子还不清醒吗？我来帮你清醒清醒。紧接着另一个耳光反手过来，大姐，你现在清醒了没有啊？你怎么会异想天开让我来救你？我可是你亲妹！哼，亲妹！你娘是一个青楼女子，你是庶女，就凭你也配说是我的亲妹？明早你要怪呢，就只能怪你自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不，我不信，我也是皇妃，凭什么爹不救我？随着明月的离开，外面的门再次被重新锁上。你这跑到不叫大夫，这像是床上要饭呢。这指破这头发乱了，哎，活了。您可得小声些，这老头性格古怪的很，说不定这殿下的病还要得依仗他呢。入了宫，你们几个将他洗刷干净了，换一身干净的衣裳再过来。等老头被送回来的时候，长风等得直打瞌睡。你们几个小子就敢偷懒了？洗澡用得着2个时辰吗？这老头实在是太脏了，这都半年没洗澡了，洗澡水就换了3次，花瓣都放了2次才干净啊。这还有点大夫的样子吗？见他过来。林大夫，这边请。苗喜怎么走了啊？许太医先回太医署准备东西了，我带您过去。林老头瞧见许太医，带我瞧瞧病人。林大夫，这是陛下啊，我是来看病的，不是看什么皇帝君王的。人底下戴高贵的人也是一双眼睛、一鼻子、一嘴巴，能有什么不一样？陛下，林大夫常年游走于山野，总宫中之礼数，还望陛下降罪。吾皇先带他去看皇后。等他探脉之后，又看了瞳孔，又将之前搜到的药拿了出来。林老头嗅了嗅，用手指捡了一点塞在嘴里。这里面的药居然被掺了面粉，这可是有人故意而为。这东西本来纯度极高，这10几斤的罗铃花便只能提出10几克重了。每次只要撒在这其他物件上，哪怕是一星半点，都不容易被人发觉。可是这效果却很明显。可是这送药的人也不知道是为了赚钱造假，还是故意露出真相了，竟然将面粉掺和在中间，又故意每次交代用料多了10倍，这才会引得人注意。可若是循着味道来的，未央殿的人却只有皇后有事。这便是下药人的高明之处了。只要把握住机会，将罗铃花的根儿给毒害的人吃了，再将这罗铃花提取的粉末撒在食用罗铃花根的受害人身上，受害人一开始情绪失常，易躁易怒，后来便会记忆失常，失去心性，癫狂而死。好歹多的东西啊！凤清浅的眸色越发深了起来。多谢林大夫解惑了，若不是林大夫来了，恐怕皇后的病情真的要耽误了。许太医谦虚了，这是皇后造化的，若不是掺和了面粉的量加重了数10倍，那是根本察觉不出来的。今日我这糟老头子来了，也只能给皇后诊治精神失常啊。若真是要感谢，那便感谢那个刻意掺入面粉之人吧。明知此药有效，却故意此举，明显的是有人发现的。给明优施针。陛下，这宫里可有一株神之草？不错，这不是秘闻，只有历代君王才知晓的。他这么一个平民百姓是如何知晓的呢？那便请陛下想法子取出来，烘干磨成粉末给皇后服用了，再连着10几日的针，吃几副去除淤毒的药，便会无事了。凤清浅毫无二话，转身便出去了。外面的奴才来报，柳香死了，得了急症。哼，看来这丫头命不好啊。是呢，三小姐不如娘娘，容不得人。小堂姐，明妃，我也不会放过她的。柳香在这场报复里，唯一心慈手软放过的就只有皇后一个。但是只因为小堂姐活着的时候受过皇后的恩惠。小堂姐说，这天底下最漂亮最可爱的女子，有菩萨心肠，老天爷都舍不得，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命。边走着边觉得头晕的厉害，呼吸急促了起来。他控制不住身子往后倒了下去，忽然想起了那天明妃为自己簪上簪子，划破了头皮。终究是算不过的，漏了这一步。明妃，终有一日，老天不会放过恶人。未央殿里，按理说今天是第3日，也该醒了。凤清浅心急如焚，可却未说半字，只是手指不住地摩挲着明幽的手。这惶惶不安的举动终是出卖了他的内心。明幽眼睛突然睁开了，水汪汪的眼睛似狼，目露凶光，
你是刺客！吓得长风一哆嗦，还没来得及多言，明幽眼睛又闭了下去。与长风相互看了一眼，明幽的眼睛又突然睁开了。哎呀，腰酸背痛，实在不舒服得很。凤清浅紧紧地盯着他，眸子里窃喜。明幽从被子里爬起来，还未来得及说话，便被凤清浅一把揽入了怀里。凤七七，你这是怎么了？凤清浅的力道有些大，勒得明幽的呼吸有些压抑了。长风不敢打扰，欢喜地跑了出去，将这个消息通知了众人。你终于醒了。我睡了很久吗？未央店里欢喜的似过年一般，如意吩咐小厨房里熬上了人参鸡汤。这鸡呀，一定是要野鸡，去将库房里最大的那根人参切几片下来，小火慢慢煨着，晚上给殿下喝。明幽整个的窝在凤清浅怀里，听着他说最近发生的事情。你说我店里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砸的？凤清浅点点头。明幽僵成苦瓜脸。哼，我的青花瓶，我的青玉杯，我的酒醉琉璃碗，为什么我发疯砸的是自己的东西，不是别人的呀？越想越发懊悔，为什么没人阻止我？谁敢阻止你？岂是不要命了？我有那么凶吗？醒了便坐不住了，直直地伸了一个懒腰，蹭蹭的就往外跑，深深嗅了一口外面的空气。哇，还是醒着好。林老头听说他醒了，特意又过来给他诊了脉。皇后盯我一糟老头子看干什么呀？我总觉得你长得有些熟悉，好像见过一般。天下老头子不都长得一般吗？老头子平生没进过宫里哎。毒解的差不多了，林老头也准备回去了。林大夫，这是陛下为感谢林大夫医治皇后的功劳，给林大夫的谢礼。哎呦，谢陛下了。老头子倒是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林老头，听说你喜欢喝酒，就从库存里寻出了这个来。哎呦，这确实是好物件，用来配美酒倒是不错。哎呀，如此便谢过皇后娘娘好意了。走了几步，许太医就别送了，就此别过。林老头出了宫，径直去了皇城外的寺庙。去的这么晚才回呀？陛下都命人催了好几次了。不是我回的晚，是这天色晚得快。哼，就属你能言善道，口齿伶俐。那么在陛下面前，你的灵牙都去了哪里啦？那不是暴政下无真话吗？我要是这番说，估计凤七七都能把我打残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身体还未好，不许到处瞎晃悠。是了，清华长得好看，说什么都是对的。明幽抱着他的胳膊往未央殿走，清华自小疼他，哪里还舍得说半句。凤清浅过来用晚膳的时候，刻意问了他回宫的时辰。我回来的早着呢，都回来1个多时辰了，不信你可以问清华。是，所以哪怕凤清浅知道这个小丫头很可能说谎，看在清华的面上也不好计较。你若敢天天这么野，朕便将你的腿打折了，省得关不住你。明幽恨恨地用筷子戳着碗里的东西，磨牙。你这个大暴君！来人，把肉菜撤下去。不要，我听话，别带走我的肉。凤清浅这才开始用玉筷夹起肉来。明幽立刻伸嘴过来，睨了他一眼，将肉塞到他的嘴边，立刻又转回来放在自己的嘴里。明幽无语了。晚膳过后，明幽跟着韩月出去散步，隐约看见人影在周围。韩月听到动静，立刻跑着去了。韩月，回来！转头看了看，哼唧了一声，意思是告诉明幽有人跟着他要追出去。回来，我们回去。韩月哼哼唧唧的，很不愿意的回来了，一路都塌着尾巴。明幽眼睛滴溜溜转了一圈，回去了，在韩欢面前说了几句，韩欢点点头就去了。
将明月送回去，去了个偏僻的地方，一身黑影将他掠到房顶上。我不是让韩焕告诉你多穿点了吗？他就让我穿着夜行衣来了。哦，应该是我忘记了。长风恨不得将他踹下去。那傻子才在这吹冷风。长风哥哥，你这么舍得让我一个人吹冷风吗？哎，祖宗啊，您别认坑我行吗？啊，我和你可没什么深仇大恨。你还给我杯子里下毒呢。上次你偷了我的鸡腿，我还没揍你呢。长风的腿更加迈不开了。哎呦，祖宗哎，我错了，我愿意站一夜。为什么这小丫头总是记着他给她下迷魂药？这罗灵草药性这么霸道，怎么没给她这点洗干净了呢？你现在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能不那么猥琐吗？废话，你要是穿的那么一单件儿，这脸都吹麻了，还能有什么感情不感情的？现在让她做孙子都行。长风一脸痴怨地看着她，这个死丫头就没半点良心吗？良心就不会有那么一丁点的痛吗？哆嗦了半个时辰，长风鼻涕连连的，脑子都冻僵了。忽然才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这大晚上的还挺热闹的。皇后私通刺客，将刺客围上了。长风看了一圈黑压压的人群，看着明幽，不是，他们说的刺客是我？这只有我一个皇后，你不是私通的刺客，难不成是我吗？长风这才知道自己被明幽坑了，欲哭无泪。不许出声，不然我把你的眉毛头发全都给剃光了。来人，将他们看顾好了。那刺客武功高强，可别让他跑了。长风，只要你敢跑一步，就会被捅成马蜂窝，不要轻举妄动哦。一身素净的衣裙站立在琉璃瓦上，裙摆和青丝随着清风吹拂。哟，明妃娘娘兴致倒是好啊。哼，还不及殿下，这大半夜的竟然与宫外刺客私会，是想谋害陛下，还是与刺客谈情说爱呀？顺妃瞧见，讥讽道：哎呀，明妃娘娘还是不要冤枉了殿下，说不定啊，是殿下像以前一样一时贪玩上去了，这刺客好心的想送殿下下来呢。林幽气得差点将瓦掀下来砸向那张讨厌的脸。这群死女人！你认为本宫会信吗？本宫可不是傻子。雪嫔不是喜欢凑热闹吗？不如本宫送你去浣衣局，那儿人多也热闹，什么八卦都能听得到。不要，殿下，臣妾是陛下的妃嫔，怎么能去浣衣局这种地方呢？贬你为罪人，不就能去了吗？雪嫔只好向凤清浅求饶。陛下，臣妾也不是主谋，臣妾不能去浣衣局的。臣妾父亲可是一向对陛下忠心耿耿，是有功之臣呐。既然是有功之臣之女，不妨便褫夺，便连将雪鬓的父亲一起贬了，这样雪鬓就可以入浣衣局了。雪嫔哪里知道自己求情还连带了家人。陛下，陛下，臣妾父亲是有功之臣，陛下怎么能为一个女人如此荒唐褫夺有功之人呢？这样天下人怎么想？陛下，小顺子很有眼力劲儿的将雪鬓送入浣衣局，做粗丫头使。雪嫔硬生生被拖走了。奴婢愿意去浣衣局，求陛下收回成命，不要褫夺父亲官职。陛下，这陛下是诚心告诉众人，只要谁敢动皇后，都是死路一条。他们家里都是有功之臣，可都比不上庄妃和明妃家的势力大。臣妾知错，臣妾知错，求陛下恕罪。瞧你们，都害怕成一朵朵风中娇弱的小花了，本宫有那么可怕吗？长风心里不确定。你是魔鬼，别人能不害怕吗？他堂堂七尺男儿都怕了。剩下的人也通通杖责20以作惩戒吧。还好没雪嫔那么倒霉，他本还打算吓吓这些妃嫔的，可凤清浅似乎是不想等他废话了，伸手将他抱起来，大步流星的去了，留下心情复杂的众人。
凤七七，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走。手太凉了，搭在朕脖子上给你捂着。原来他方才发现了自己的小心思，用他脖子捂手。你不会生气吧？明幽觉得自己还是先确定一下，不然他找自己秋后算账怎么办？你就是踮脚，陛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凤清浅将明幽塞进被窝里，就让如意去给他准备捂脚的热水了。将明妃身旁跟着那个奴才打残扔出宫去，告诉明妃，以后他若敢针对皇后兴风作浪，朕废的就是他的腿。朕不介意多一个双腿残废的嫔妃。凤清浅不介意养一窝人在宫里，可前提是他们别碍眼，不然他可以将他们挪去皇陵里养。是素红？凤清浅点了点头，听到明幽在店里说话的声音，转身进去了。这陛下是不是双面人，还是有2个灵魂转换自如啊？外表冷漠，骨子更冷漠，可这对上小殿下，那这简直是换了一个人。景寒宫外的长街发出一阵阵极凄厉的惨叫，侍卫拖着被打成残废的素红，一直拖出了皇宫。明妃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素夜守着她。娘娘，您醒了，奴婢去给您端些水来。今日不是素红当值吗？素红被赶出宫去了。陛下说素红爱搬弄是非，诬陷皇后，就让她代主子受过，将她双腿打残废，赶出宫了。方才顺公公来，他来说什么？你只管说就是，本宫还有什么是听不了的？顺公公说，传陛下口谕，若娘娘以后再敢针对皇后兴风作浪，陛下废的就是娘娘的腿。陛下说不介意多一个双腿残废的妃嫔。明幽，你敢算计本宫，本宫不会放过你，不会。凤清浅推门而入的时候，明幽已经吃着饭了，听见他的动静都忙得抬不起头来。朕都没来，你就敢动筷子？你不是去别的地方吃了吗？若是傻等着，岂不是要挨饿？谁跟你说朕与别人吃饭了？坐下来，就着他的筷子吃起了东西。这满宫都传遍了，说你去了云来宫、未央殿，这都快成冷宫了。说这都是报应，别人是春天要来了，本宫是寒冬腊月。明幽没好气儿的道，男人都是大猪蹄子，看见好看的都走不动道。凤清浅将肉塞到他的嘴里，少听这些胡说八道的。吃了饭，天气冷，明幽就往软榻上爬。吃了饭不许直接躺着，外面冷。言外之意便是不能去外面活动了。凤清浅看了一眼店内，你在店里运动？这么1亩3分地儿，能做什么运动啊？当然能。明幽的水眸汪汪地看着他，是打滚吗？是打滚吗？凤清浅如遭雷劈，他该点头还是摇头呢？若是点头，明幽会不会很认真地拉着他卷着被子滚几十次？若是摇头，明幽继续问他该怎么说。凤清浅眯着眼睛，眸色暗沉了下来，俯身按着他的脸直接吻了下去。下一刻，面如猪肝，使劲儿地将凤清浅推开，自己起身急匆匆地跑去隔壁的小偏店了。凤清浅起身去外面端了汤婆子给他，又出去让人熬了红糖当归汤进来。明幽脸红红的，被褥还是有血渍呢。朕已经换过了，无碍，你老实躺着，不然朕真的对你不客气了。凤清浅侧身躺着，怕他不舒服，低声给他讲着小时候的故事。你小时候长牙特别慢，下门牙别的孩子都是6、7个月便长出来，而你却都1岁了才慢悠悠地长出来。小门牙如雨后春笋，才露出一个牙，你便开始什么都往嘴里咬了。偶尔一次咬了朕的手，你却上瘾了，每每看见朕都要将朕的手往你嘴里塞，若顺了你的意，你便一直哭个没完没了了。我咬你手干什么啊？磨牙，你是不知道啊，朕每次见你都是满手的口水。明幽听着，嘴角也忍不住上扬。
我小时候很可爱吗？像是个奶糖。这什么形容啊？奶香软萌，眼睛像是星辰。只是他未说像个奶糖，他想一口吞下去都来不及嚼。他说自己小时候，明优便想起来了。清华说，我小时候总是喜欢去拖爹爹的长剑，那时候人还没有长剑高，根本拿不动，死活坐在剑上哇哇大哭，却不让人帮忙。我爹实在没办法了，只得找来冰蚕丝，将剑挂着，命人悄悄地躲在高处。随着我的喜好移动，我便真以为是我能舞剑了。唉，我以前呢，还指望做一个除暴安良的大侠呢，后来提剑都提不动，就放弃了。朕觉得你做的是大侠，除暴安良的对象，你不祸害这苍生便是行善积德了。有他在的地方，皇宫里都是鸡飞狗跳的。若不是体虚，明优恨不得捶死他，这还是人说的话吗？凤清浅又乱七八糟的和他说了一些，明优迷迷糊糊的闭眼睡去了，一夜好梦。殿下，容妃没了。何时的事情？昨夜夜里。这昨天三夫人刚来过，可要查查？唉，算了，人都死了，也没什么好查的。听外面的人回禀，昨儿夜里也是下半夜，明丞相的四姨娘也死了。你命人将明早的尸体收好，送出宫外去，让明丞相府的人将他和四姨娘一块葬了。明理事听到管家回报，蔑视道：哼，便宜那对贱人了，若不是要做表面功夫，就活该曝尸荒野。是夫人，奴才原来也是这么做的，您放心啊，奴才找地方最差的。哼，做得好，下去领赏。他就是要让这群贱人永远都是贱奴，永远被踩在脚下。天冷了好几日，好不容易暖和了些，起了床，明优就直奔三生花了。姐妹们快来，公子来了，公子来了。柳夏夏给他泡着茶。公子好些日子没来店里了，徐老伯都来了好几日了，每日都来问一问公子什么时候来。这些日子太忙了，公子应该少操劳一些，多保重身子。看着他们天真的面庞，明优心里悄悄道：哎，还是宫外的人好啊，单纯善良，好骗，不像宫里的那个一个个大尾巴狼，腹黑得很，一句话都能拆了细细的分析，细细的研磨。徐老伯瞧见明优，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哎呦，公子啊，公子，老头子多谢公子的礼遇了，给我们孙爷儿俩找了这么好的宅子，还给我孙儿送去城里去念书学习了，谢谢公子啊。哎，老伯客气了，这原本就是我答应你们的条件，况且我也不是免费的，只要老伯愿意留在店里帮忙，这些都是不打紧的事情。这算起来，店里倒是不缺什么人手了。粗略地看了一眼账本，上月赚了5000两银子，上月则是赚了4万两，这几乎都是宫里的妃嫔掏的银子。他这生意也该扩大了。这皇城里可是有不少的王公贵族、商贾富人，他得想法子将这些银子也变成他的。从这个月起，你们7人的月钱每人涨到2两银子。若你们能将东西卖出去，谁卖出去的提成算谁头上，可提成5两银子。几位研究护肤方子的师傅则是依旧按着10两银子的月钱给，每瓶卖出去的东西可以给他们提成100两。做衣裳首饰的师傅现在也按10两银子给，若能做出新花样的首饰衣裳来，每样可以提50两银子。柳夏听得热血沸腾。哇，多谢公子，奴婢这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去。有奖便有惩罚，若是店里的客人有投诉态度不好的，一次罚银3个月，取消提成。若客人投诉东西质量不好的，对各位师傅也是如此。是，奴婢知道了。柳夏躬身便去和各位说了。明优跟在他后面，看见他将几个一起看店的丫头召集起来，将事情一一说了。
特意强调了奖惩制度。公子说了，友好大家分，谁都和银子没仇，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店里生意好了，大家的银子自然多了。来了都是贵客，想必都是有些脾气的，大家一定要耐心数倍，多加忍让，让顾客将咱们的东西高高兴兴地带走。明优提高他们的月钱，不只是为了让他们努力卖店里的东西，更是因为月钱高了，他们才更有耐心去和客人周旋。想着，脑子里有了主意。这皇城里的女人最嫉妒羡慕的女人是谁？皇后啊，而她就是皇后。若是让他们瞧见自己用什么穿什么喜欢什么，必然能争先恐后的引起购买。嘿嘿嘿，他仿佛已经能瞧见无数的金子银子长腿向他飞奔而来。公子，公子，公子，你怎么了？我突然想起有些正经事要办，自己埋头就往后院钻了，拿出纸笔就开始构思年宴的时候自己所穿的衣裳首饰了。画到傍晚的时候，抬眸便瞧见不远处早已坐在凳子上喝茶的某人。你怎么来了？凤七七是什么时候来的？他怎么不知道？朕瞧见你是找不到回去的路了，特意来抓你的。父王，他是妖怪，我们快跑吧！明优无奈地翻了个白眼，你才妖怪呢！皇后可有什么好的建议？今日刚好明优在场，反正以后都是要经历的，以后自己家的名字不会取得太差。你不会想不出来吧？这个小讨厌鬼！明优张着手吓唬吓唬他，让他又重新躲回了凤九心身后。就叫凤祈如何？祈祷的祈，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还好，取名字还算靠谱，以后他们家的小崽子们应该不会太难听才是。就叫凤祈。谢皇后，谢陛下。凤双一直躲在凤九心身后，这大老虎为什么长得这么可爱呢？他好想伸手摸一摸，他身上似乎还有很好闻的香味儿。等凤九心走出去后，凤双跟在他后面，还悄悄地回头看明优。这小丫头为什么一直看我？大概是好奇母老虎为什么长你这样。明优无语了，恨不得捶死凤清浅。都是你那些长舌妇造谣编排我的。那朕让他们过来宫门口跪雪地。算了，那我就不是大老虎，而是黑山千年老妖了。这大冷天的，冻死人可不好。他们爱说就由着他们说就是，我又不会掉块肉。梅妃回了宫里，捡了一套金碧辉煌的步摇出来，昨儿陛下差人送来的。臣妾瞧着这步摇富丽堂皇，姿态万千，想着配殿下的身份正好。谢梅妃好意了，本宫这东西不算少，殿下可是嫌弃臣妾的东西不好？自然不是。那就请殿下收着吧，臣妾是妃子，也用不上这样华贵的首饰。这首饰若配得上殿下，也是物尽其用了。陛下赏赐的东西多，适合臣妾用的也不少，便请殿下收下臣妾这一分心意。与他闲聊了一会儿，梅妃去了。快来给我揉揉，这肩膀都僵了。哎呀，也难为殿下和梅妃娘娘说了这么久的话。哎呀，这哪里是能躲得掉的呀？再说梅妃也是一片好心，伸手不打笑脸人。这宫里讨厌本宫的多了去了，本宫总不能真的做个恶毒的皇后吧？那是他们嫉妒，总是私下诋毁殿下来着。这庄妃和梅妃就从不说殿下的坏话，明明是他们自己心思龌龊，还来诬陷殿下。哼！宫外大担的礼物一排排的涌进宫门口，素叶看着这排得如长龙的队伍，这是各国进贡的礼物？是啊，今早才刚刚到的。听说这些都是万里挑一的宝贝，这些东西都是送去长乐宫的。才不是呢！我听顺公公吩咐侍卫，都是送去未央殿的。他顿时知道了，为什么前几日各宫赏赐都下来了，唯独没有皇后的？合着陛下早就决定了，将今年各国进贡的东西都送给皇后了。
明幽搓着小手，兴奋地打开箱子。哇，凤七七真的没有骗我，都是些好东西哎！凤清浅早早的就和他说了，今年将各国进贡的东西都赏给未央殿，一件不留。这好东西都是留在最后的。长乐宫里，梅妃沏着茶水，凤清浅则是一身红衣。陛下似乎很喜欢正红色。朕喜欢，是因为皇后喜欢。是啊，殿下美好又可爱，想必天下的人都会喜欢他。臣妾也很喜欢殿下。正在说话的功夫，小顺子便来报：陛下，明妃娘娘来了，说是天冷了，给陛下送了羊汤来。那便让明妃姐姐将汤送进来，不要浪费了姐姐的一番心意。看向凤清浅，凤清浅点头才去了。明幽站在高台上，看着满目繁华的宫殿，黑夜红烛竟然生出一丝凄凉来。回想起10几年前，当时觉得这皇宫一城一墙，一砖一瓦，高的越不过去。长大了才知道，这皇宫一城一墙，一砖一瓦，不只是高，更是孤冷无际。手里的红丝被风一卷，便随着风飘飘扬扬去了。长风站在很远的地方，酒香四溢，越过来，远远的瞧见一身红衣金步摇的时候，便知道是谁了。寻思这小丫头大晚上的竟然跑到城墙上看夜景，莫不是在等天灯？瞧见一缕红丝飘在漆黑的夜空里，他才明了，这是明将军走的第7个年头。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个名震天下的战神已经开始渐渐在人们心中淡忘，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传说。也只有小丫头默默将它藏在心里最深处，时不时的偷偷拿出来想念，却不能让人发现。长风记得小丫头入宫的时候还是个奶团子，全身肉乎乎的，养在未央殿里更像是养了一只宠物。震天下的战神在战场上被人扎了10几个窟窿眼儿，眼睛都没红一下。此时因为心疼宝贝女儿，竟然眼睛都红了，让他骑在自己脖子上，整整哄了一个早上。北冥世子捉弄了小丫头，他愣是追着，差点没把人家胳膊给砍了，最后把人家腿打折了，走得鼻青脸肿。堂堂战神竟然欺负一个毛头小孩子。那时候小丫头的杀伤力还未显现出来，宫里人对她的恐惧不是对皇后，而是来自于战神明利。只要有谁敢欺负了她的闺女，她必定是要了谁的狗命的。此时此刻，长风也生出一种感慨来，有些理解了这种奇怪的血脉之亲。他想，倘若有一天他也有一个奶团子，也像他这般，也必定是疼在心里去了。纵使这个天下忘却了他，总归是他的血脉之亲，依旧会在默默想念。人这一辈子，权力富贵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能带走留下的，不就是这深深的眷恋吗？一身红衣，凤群曳地而行，外衫上绣着展翅翱翔的凤凰，像是从9重天上而来。店里的人无一不为他夺目璀璨的光华所倾倒。凤清浅的目光里带着自豪和暖意，这样别致的小丫头是他一个人的。伸手接过她来，手这样冷。不是我手冷，是你的手太热了。待帝后坐下，臣女恭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起身，将杯盏中的酒水饮尽。明幽跟着喝了一口，他的是茶水。凤清浅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竟然给他装了一壶茶水。凤清浅开始了老规矩，今日是年宴，也是家宴，诸位皆可开怀畅饮，谢陛下。群臣和后妃附和着，可没一个人敢放肆的。歌舞开始，
明优拖着下巴便开始发呆，将菜慢悠悠地往嘴里送。凤七七，还有多久才结束啊？好无聊啊！你才进来一盏茶的功夫，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多睡会儿。明优无聊，只得默默地吃东西消磨时间。凤九心则是盯着明优的方向发呆。在昏昏欲睡中，终于是结束了晚宴。明优恨不得第一个冲出去了，他只得缓步牵着凤清浅的手走出去，才出了店门。我们快些，不如用轻功回未央殿吧，我们换了衣裳就走。凤清浅受不住他的央求，揽着他的腰跃身去了。殿下，您今日玉叶的，有活吩咐奴婢们来就是了。这厨房油烟太重，免得熏了您。我打算做个长寿面。瞧见烧火的奴才，你手抖什么啊？怕死。奴才冷。可眼里都是紧张兮兮的盯着他，生怕他一个不留神，大家就同归于尽了。殿下，水多了。明优又开始加面，然后面又干了，水不够。哎呀，殿下呀，这奴才来给您涨工量吧。明优发现揉面是个力气活，面太多，他力气太小，翻面都艰难。殿下，奴才给您揪一小块啊，这大块的奴才来弄，您跟着奴才的步骤就好了。看了看比脸盆大的面盆，明优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殿下，要不您用奴才刚才揉的面来？若不靠着别人帮忙，估计这面凤七七是吃不了了。殿下，您放砧板上，用手慢慢的一小段一小段扯。明优只好放在砧板上，细细的搓着。殿下，等会儿放点青菜，红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点缀一下就行。明优又兴冲冲的去小锅里将方才宫女放进去的青菜捞起来。这殿下少放些，放多了就不好看了。殿下，这面得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了。明优很呆萌的点点头，端着小食盒赶紧去了。看着他走远了，厨房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苍天呐，苍天呐，这算是钱事儿吧？若不及时叫住啊，这陛下得吃一碗胡萝卜条啊！你怎么知道是陛下吃的呀？这主动做的。哎呀，除了陛下，还能有谁有这天大的福气？小厨房里，众人默默地为凤清浅洒了一把同情的泪水。这福气太厚重了，厚重的他们都热泪盈眶了。头一次觉得当皇帝，也不容易呀。去看看皇后来了没有？喝了口热茶。小顺子早早的就在宫门口候着了，这许是天冷起晚了。每年初一是凤清浅的生辰，可也是先皇后的忌日，所以凤清浅从小到大都没有过生辰。明优从小入宫，也不知她生辰的缘由。3岁刚入宫的时候，送了一颗梅子糖，小丫头奶声奶气地告诉她，这是她爹给的，她都没舍得吃一口。4岁的时候，小丫头给她的是一颗苹果，说是清华给的。凤清浅问过她，她那时候小，很认真地告诉她说是他们家的习俗，而这习俗一送便是13年，他们将这默契维持了13年。明优进来的时候手都冻僵了，将食盒放下。你今天起这么早啊？长风在心里吐槽道。可不是，恨不得赶着去接你了。凤清浅感受到他身上的凉气，立刻接过他的手，捂在手心里。长风，去将炭盆端过来。片刻的功夫，炭盆也来了，先给明优暖暖手，这才开始烤火。你看，我今年给你带了面。你亲手做的？凤清浅瞧见那红色绿色的条状物，这黄瓜条切得不错呀。长风似长颈鹿，伸着脖子张望点评了一番。你给我闭嘴！他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长风眼尖的发现是长寿面。原来这么多年，小丫头初一来送东西，还当真是给陛下庆生。面条是一根不错，可都快成面皮儿了。凤清浅将面条夹起来放入口中。好吃吗？好吃。继续将剩下的东西吃了。
我第一次做呢。长风窥探着凤清浅的神情，冷热冰霜的脸上，嘴角微微上浮。难道这东西看着丑还真好吃？陛下此刻这仿佛好像吃了什么不得了的美味似的。据他所知，这陛下就算是神厨做的菜，也不会露出这愉悦的样子吧。哎呀，清华还给我热着早膳呢，我得快回去吃。等会儿雪大了，我们去堆雪人吧。凤清浅轻点头，明幽和他约好，便赶回未央殿吃早膳了。陛下，殿下落水了，现在人在未央殿呢。人未看清，凤清浅已经一阵风一样的走了。明幽醒来的时候，眼前是模模糊糊的。吓死我了！我以为又有人将我推水里去了。你可看清是谁推你的？我是背着的，看不清，只是感觉这力气像是女人的力气，手也不是太大。殿下，先将姜汤喝了，暖暖身子啊！出来的时候才问长风，可问了附近来往的人？问了，可太湖前面就2条道，来往的工人不算少，一时半会儿也查不清啊。继续查，蛛丝马迹都不许放过。清华听见他出事，穿了衣裳就赶紧来了。哎呀，小姑奶奶可有事？清华，你怎么来了？明幽爬起来想下地，不许下来，仔细受了凉风寒。你说好好的，你去湖边干什么？我以为有人落水才过去瞧瞧的，谁知竟然是有人故意要我死。明幽想起这个，不禁有些咬牙切齿，居然还提前设局引诱他过去，倒是为难这些人了，千方百计的算计。以后别一个人出去啊，去哪里都叫上如意和长风。好。其实明幽想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有害人的心思是哪里能防得住的呢？大约傍晚的时候，明幽发了低烧，虽不是要紧的事儿，可惊得凤清浅一夜未眠，整整守了他一夜。明幽梦里又梦见自己坠湖的事情。凤清浅抬眸，这丫头在梦里游泳，看见似曾相识的旱鸭子游泳动作，凤清浅眉头动了动，轻轻按着他的手，将他拍醒。做噩梦了吗？我梦见在水底坠了好久，一直没人来救我。明幽将脑袋依偎在他的怀里，却未将梦里看见的事情与他说。到底这梦是回想了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是只是他太恐惧了，自己在梦里想象的？到底他有没有看清那抹身影？朕在，不怕。凤清浅拍着他的背。第二日一早的时候，明幽特意找了长风问调查的进展。那日过去的人有些什么身份的？宫女太监，这宫女大多都是扫尘的呀，以及浣衣局送衣裳的。太监则是搬送东西的。人太多了，也不知漏没漏可疑的人。这宫里宫女的衣裳都是粉色或者紫色的吗？长风点头。哦，这么说，昨日推他入水的人有可能是干粗活的宫女？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没事，只是觉得宫女的衣裳不是太好看，就问问。目前这事儿也没个眉目，贸然说了也不太好。明幽觉得他还是得自己私底下查查。对了，那日的衣裳捞上来了吗？拿去了，就是一件普通的宫女衣裳，上面没什么特别的，无法认领。这也是让长风头疼的地方。皇后落水的事情不胫而走，明幽觉得最可能的地方便是浣衣局，一路到浣衣局附近，故意将藤球朝着浣衣局的方向一扔，便假意去找藤球了。明幽细细地观察了他们的衣裳，这材料款式越发像他当日落水的时候模糊瞥见的材料。看你的样子不是浣衣局的吧？你是来找人的？我是锦绣宫的。今日我们主子在附近玩藤球，可是藤球丢了，我远远瞧见是掉在了浣衣局附近这后院角落我倒是没见什么藤球进来。还是你们做掌事宫女的好，锦衣玉食的，都快赶上主子了，不似我们。你们活儿很多吗？可不是，天不亮就起床，
常年累月手泡在水里，天黑才能休息。若是得罪了管事的，饭都吃不饱。小宫女见有人听她抱怨，免不得话多了起来。哎，我那有瓶防裂的护手霜，效果极好。这手若是干裂或者发肿起皮了，用上2、3日便好了。等我明儿送来给你吧。啊，这不太好吧？哎，反正我也没什么用，留着也是废了。我在宫里没什么朋友，也没个说话的，便送给你算了。小宫女眉开眼笑的点头。啊，那便多谢你了。明幽看了看这竹竿上晾晒的衣裳，你们每日洗这么多的衣裳，那什么时候可以自由活动啊？自由活动就别想了，我们每日的活儿多得要死，哪里还有闲逛的心思啊？这我还有2、3盆的衣服要洗呢。那你们什么时候有机会休息啊？1个月休2天，轮着来的。哎，那你知道前日轮到休息的是哪几个吗？有春花、夏莲，剩下的几个我也不清楚了，你得去问管事的姑姑。李姑姑吗？不，现在李姑姑倒是没有做长食姑姑了，现在当值的是范姑姑，住在东屋。好了，我得去找藤球了，明日我一定记着将东西送来给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福。明幽一溜烟便走了。宁可错杀3千，不可放过1人。就知道你会这样啦，所以我才悄悄让长风去试探试探的。况且宫里耳目众多，这样悄悄去查也不会过于显眼。若这次打草惊蛇，折了机会，以后这害我的人岂不是更难抓出来了吗？他会躲在草丛里，无时无刻不窥探着算计着下一次害我，那我不得裹得像蚕宝宝一样躲着他，岂不是委屈死了？凤琪琪，你忍心我这样吗？朕同意就是，可干什么不许胡来，以身涉险。若是被朕知道了，就把你的腿打折，圈起来养。你忍心吗？他的腿怎么那么可怜呢？从小便被吓大的。凤清浅的目光划过他白得似玉的小腿，喉结一动。他的小果子等开春就可以拆吃入腹了。想着，心情愉悦起来。明幽仔细翻了翻，这他落水的那日，浣衣局休息的宫婢一共有7个。突然想起韩欢和韩喜以前是在浣衣局的，该是认识许多浣衣局的宫女来着，于是叫了韩欢过来。本宫想让你悄悄去浣衣局打听些事情来。韩欢听了吩咐。第2日一早，浣衣局里老一波的人许多都认识他。韩欢，你是来送衣裳的吗？是啊，这都是殿下心爱的衣裳，姑姑不放心，非要我来盯着洗干净拿回去。范姑姑见几个人围着说话，还不干活去，在这儿偷懒，仔细活干不完，晚上饿肚子。韩欢过去，哎呦，原来是殿下身边的姑娘啊，这是殿下要清洗的衣裳吗？正是，这都是殿下平日极喜欢穿的衣裳，容不得一点马虎的，所以叫我亲自送过来，看着洗干净了再拿回去。应当的，应当的，皇后主子的东西马虎不得。转身便叫人来接手了。你们2个仔细殿下的衣裳，一定要谨慎小心的洗，记住了。姑姑，这看样子是新来的吧？依着我说，还是选2个以前常给殿下洗衣裳的老人儿。我以前在浣衣局做过事情，看花田洗衣裳谨慎小心，不妨就让花田来吧。凤清浅仔细地给他手臂和腿上擦着药。吓死奴婢了，还好没出事儿，可别和清华说啊，他非吓死不可。他吃了药，睡得早，奴婢也没敢惊动他。药膏碰到他的伤口，凤清浅拉着他的手臂，给他吹了吹。吹吹就不疼了。许太医早已等候在宫门口。老臣来给殿下诊脉。我就受了点皮外伤，这若是不诊，凤七七一整夜都不会安心的。陛下，殿下并无什么大碍，只是身体里有少量的迷魂药，等明日自然就散了。第2天一早，林御史一家被抄家，满门抄斩了。明幽出去的时候，正好遇上顺妃和安贵人等人正在亭子里说话。你说这皇后也太狠心了，小小年纪指使自己的狼咬死了人就算了，如今还撺掇着陛下斩了雪嫔全家。
你小声些，我就说了，他敢做，还不许说了。本宫敢做，当然敢让你们说。只是慎妃，本宫可以让林雪死得快，同样也可以让你死得快，而且更惨。顺妃这仗义的性格，本宫倒是很喜欢。要不要本宫成全你，为你的好朋友插你2刀啊？顺妃跪着不敢出声，求殿下恕罪。你们又没有说错，本宫恕你们什么罪呀？伸手勾了勾顺妃的下巴，哼，以后见了本宫，就如同老鼠见了猫，给本宫绕着走。得罪了本宫啊，你们便是下一个林雪。安夫人吓得瑟瑟发抖，知道了吗？臣妾知道了。明幽的眼里带着冷漠的杀意，就像是森林里的猎豹，在寻觅属于他的食物一般。好好记着，本宫可是个小心眼的人，最喜欢报复的。好看。是人好看还是花好看？凤清浅伸手挑着他的下巴道。花因为人才好看。俯身便吻住了他娇嫩的唇瓣，梨香浮动，红衣交缠。凤清浅抵着他的额头，声音里带着粗乱。准备好了吗，朕的皇后？我们不是常常都同榻而眠吗？为什么要问他准备好了没有？明幽的声音连带慌乱，接下来的话被凤清浅一同噙入口中，化身为轻微的低男声，慢吞吞地爬起来，脚刚落地一软，径直落了下去，刚好被进来的凤清浅伸手捞入怀里。凤清浅勾唇轻笑，哼，你还有脸笑？凤清浅抱着他，是我不好，让朕的小媳妇受累了。随后摸了摸他的肚子，哼，你说里面会不会有个小豆芽了？你怎么能这么快就有啦？哦，是吗？看来夫人对为夫昨晚的作为还不够满意。然后迅速打横抱起，没有，我不是，我没说，你听我说，凤七七，你要冷静，保重身体。阿尤，就这么不看好为夫吗？那为夫得好好的用实力说话了。回宫瞧见宫墙琉璃瓦，扶着腰，他总算是知道什么叫洞房了，那可不是单纯的睡觉就那么简单。殿下，您腰扭到了吗？明幽脸一爆红，无话可说。殿下，你脖子上怎么有红点儿？是被蚊子咬了吗？这问题，他这养的都是敌人的婢女吧？专门来拆台的吧？哎呀，殿下，你脸怎么红成这样？是不是发热了？明幽无言以对。凤七七，朕仿佛听见有人在心里叫我。明幽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到寝殿里。凤清浅也不拆穿他，他是这么如狼似虎、不懂心疼自己家媳妇的皇帝吗？哼，当然不是。小丫头第一次也折腾得够呛，就让她休息2天，不，休息1天就好了。某人的腰在瑟瑟发抖，整个皇宫都知道梅妃被陛下宠幸了。第2天一早，梅妃是满含春水，娇弱的从长乐宫的偏殿走出来的。下午些的时候，明幽去长乐宫的路上，正好遇上了他。臣妾参见殿下。起身吧。明幽点点头，继续往长乐宫去。梅妃跟着他身后。殿下也是去长乐宫？昨夜陛下劳累，臣妾想送些参汤给陛下补补。他可记着梅妃被宠幸的那晚，凤清浅是带着他出去了3天。昨晚某人也是厚颜无耻的钻了他的被窝的。那么宠幸梅妃的是，宫里还有另一个凤清浅？淡淡的看了梅妃一眼，是臣妾失言，惹得殿下不高兴了。本宫为何要不高兴啊？梅妃便说不出话来了。到长乐宫的时候，明幽招呼都未打便进去了，反而是梅妃被拦了下来。小顺子躬身，娘娘，陛下有要事商议，恐怕没时间见娘娘。梅妃看了一眼顺通无阻的明幽，心里有不悦。殿下是皇后，从小这宫里啊，何处都能去，
奴才自然是没有敢拦着皇后的胆子。哦，娘娘是想送东西给陛下，那奴才给您送进去吧。明妃点点头，自己去了软榻上，将自己的外裳脱了。哦，她把衣裳脱了。明幽眼睛看得直勾勾的，明月看着还挺白嫩嫩的哦。转头过去，发现长风依旧将目光移开。我一个女的，看她又不会掉块肉。你们要知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们在墙上挖洞干什么呀？这可不是他弄的。摸了摸鼻子，转到一旁。明幽倒是津津有味地看着。哎，有人进来了！哎，进来了！呀，他怎么穿着凤七七的衣服啊？明幽回头特意看了一眼凤清浅，又将头转回去了。正好另一个凤清浅对着他的距离似乎不太远。殿内的视线很昏暗，明幽仔细看了看，发现他长得真的很像凤七七，几乎是一模一样。参见陛下。淡粉色的抹胸裹着娇嫩的身躯，明妃脸上有淡淡的红晕。起身吧。目光直视她娇嫩的容颜。快看快看，凤七七，你的替身要给你戴绿帽子了。看着另一个凤清浅将明妃扑倒，吱呀一声，机关被关上。明幽转头去看长风，他也是听命行事。哼，不给看，你叫我来做什么？要看，朕等会儿亲自脱了给你看。凤清浅耍起流氓来，依旧是一本正经，就仿佛在说杯子里的茶水很不错一样。对上他炙热的眸子，明幽想起昨晚上的事情，从来没见过这样耍流氓耍得如此理直气壮之人。长风目光里带着惊恐，想不到陛下是这样的人。喂，那个假的凤七七是易容的吗？可她背影和你好像，说话的声音也好像，若不是你在，我都会认错。他是朕的胞弟，叫凤清深，只是当年他被抱走了。啊，真的啊？明幽瞪着圆溜溜的目光，唇角一动。假的。哦，凤七七，你太恶劣了。明幽气得磨牙，可却拿他没法子。这打又打不过，骂了还要被揍，他能有什么法子呀？他是朕的胞弟，叫凤清深。啊，真的啊？假的。凤七七，你太恶劣了。隔壁的凤清浅行使完他的使命便出来了，敲了敲他们所在的店门，长风便将门打开。见过主子。明幽立刻围了上去。哇塞，真是一模一样啊！说着还上手扯了扯他的脸，竟然没有丝毫的差别。黑衣服的凤清浅显然被吓了一跳。凤清浅吃人的目光杀过来，明幽的手才老实了。喂，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个神仙啊？死人堆里救回来的。哼，难道他真人还不够他看，非得去看一个仿制品？长风看着凤清浅的醋意越来越大，估计等会儿要遭殃。陛下，天色不早了，属下先带他下去了，属下告退。随着长风一起退下，店里明妃悠悠转醒，看着榻上那一抹嫣红，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终于是给他盼到了，摸了摸他的肚子，希望这些年的坐胎药没白吃。娘娘，这是陛下赏赐给您的，娘娘趁热喝了，这补药效果才好。本宫不爱喝这些苦药，就劳烦陛下的好意了。娘娘还是喝了吧，奴才好回去交差。若娘娘没喝，陛下知道娘娘抗旨，以后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有这般恩宠的机会。明妃思量再三，端着碗将药一口气喝了。药苦，娘娘喝些茶。看着明妃正常将茶喝了，奴才送娘娘出去。明妃回景寒宫的时候，凤清浅让人照着梅妃的例子赏了很多东西。啊，娘娘辛苦了。梅妃看了她一眼，娘娘是有事要吩咐奴婢吗？陛下让侍寝的妃嫔都喝了避孕汤，虽是打着补药的名义，如此一来，本宫费心喝的有助于受孕的药，那岂不是白喝了？你去帮本宫递个口信儿，跟本宫母亲说一声，让她想想法子，可能找到些什么药解了这避孕汤。昨日心血来潮，尝个新鲜。嘿嘿嘿。以后不是朕给的东西不准喝。夏夏是好意送来的，
他也不算是外人。哼，除了朕以外，所有的人都不是你的外人。凤清浅说话阴阳怪气的，想起连女人都惦记他的女人，心里更加不爽了。明幽大大的翻了一个白眼儿，喂，她一个姑娘还能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不成？保不准你没瞧见他那花痴的眼神。他的女人怎么能让别人窥探了去呢？即便是女人也不行。你现在可是男扮女装，你瞧他那勤快劲儿，每次见到你都是满目桃花，眼含春水。应该不会吧？凤清浅咬牙，将他抓在怀里，仔细将你的狐狸尾巴收着，若敢让朕发现你沾花惹草，红杏出墙，朕便将你的狐狸尾巴给砍了，看你还怎么闹腾。我可管不住别人的眼睛和心思，这他总不至于在自己脸上贴一排大字名花有主。柳夏夏出来小声地问店里的姐妹几个，哎，你们说那个七公子和咱们公子是什么关系啊？朋友吧？我看可不像，我前儿见七公子还和咱们公子拉小手呢，你说两个大男人拉手，那不是那啥段秀似是受到了什么重大的打击，他一心一意仰慕的小公子居然是个段秀。夏夏，你怎么啦？哦，可能是有点贫血，头晕。苍天哪！哦，你的眼睛长到头顶上了吗？居然将他心爱的小公子变成段秀了，这一定是那个七公子，每回瞧见他们家公子，眼睛都恨不得粘到公子身上去，一定是这个大变态将他们家可爱又无辜的公子掰弯了。哦，越想越发心碎，他得想法子让公子感受到段秀是不对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夏夏，你干嘛一直在弄蚂蚁？奴婢在教训他们呢。这两只蚂蚁做了什么？这蚂蚁还能得罪他不成？这只蚂蚁舍弃了他的同伴，和兄弟私奔了，还是和他的好兄弟私奔？这让他父母兄弟朋友怎么看啊？就是这个坏蚂蚁诱惑了他。哼，我要让他知道错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么说，不知道公子能不能听得懂？这孩子受什么刺激了？这蚂蚁他是如何分出公母的呢？他是怎么知道人家蚂蚁想私奔的？说不定人家就是去觅食了。哦，那你好好教训吧啊！我先将账本收起来。唉，这公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听出来。想了想，自己还是换了个法子。这小公子一定是被七公子这个大野狼拐骗了，一看他就是腹黑邪魅。小公子天真单纯，说不定都没遇见过温柔恭顺貌美的女孩，就被拐弯了，迅速跟着去了前厅。哎，公子，奴婢想问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当然是长得越美越好。明幽可是十足的颜控，可对上柳夏夏真挚的目光，又想起了凤清浅和他说的，柳夏夏许是将他当成男人。我呢，没接触过什么女子，不过要数最喜欢的，应该是我这样的。这话没毛病吧？喜欢自己没什么问题吧？哎呀，小公子真是太可怜了，从小没接触过什么女孩子，这宛若一张白纸，所以就轻而易举的被这只给掰弯啦，心里更加仇视凤清浅了。哼，都怨他。凤清浅带着他回去的时候，几个店里的姑娘都远远的围观。哇，公子和七公子一起回去了，这样看着他们好相配呀。喂，这哪里相配了？公子与娇滴滴的贵女更配。哎，你们说是七公子去公子家，还是公子去七公子家？哦，若是没我们在，他们岂不是更肆无忌惮？哇，我觉得男男也很相配呀。明幽来十字路口的时候，觉得今日街上的人格外的热闹。哎，看看那有位极品的公子，这要是成了，恐怕数千两银子都不是问题呀。从未见过这般好看的少年呐，与张家小姐好般配呀。
明幽还未踏进店里，就被一群红娘给围住了。哎，公子是哪家的？竟然生得如此好模样！哎，公子尊姓大名，家住何处？今年几岁了？可议亲了？若是没有，我这有大把的好姑娘，或清秀娇媚，或高贵动人，有家世有才华，一定与公子相配。哎，公子，我这儿也有，你喜欢什么样的啊？9天玄女我也保证给你找来。他什么时候成了抢手货了？我成亲了啊！多谢各位厚爱，多谢啊！哎，没事儿，公子娶了正妻，也可以多纳2房美妾呀，多几个妾室，开枝散叶也是好的。明幽吓得转身就跑。柳夏夏和小红几人见了，忙出来将人隔离，立刻将门给关了。啊，这群如狼似虎的女人！公子还是你行情好啊，这若是开着门槛都得给踏破了。好啊，你们敢取笑你们东家了啊？看我这个月不扣你们的月钱。哎呀，冤枉啊公子，我们哪里敢取笑你呀，这是夸你受欢迎。这我们在这儿一早上的了，也不见红娘们一拥而上的疯抢。凤清浅才到门口，就瞧见大堆的女子围着门口，起初以为是买首饰的，可听到争吵声，公子是人家先来的，公子应该先听人家说。胡说，我在这等了1个多时辰了呢。李红娘我可是给了100两银子的。说的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出得起银子似的，我们也是花了大价钱来的。自从看了公子的画像，奴家便一见倾心了，认定了此生非公子不嫁。凤清浅的脸都黑了，看着这些个庸脂俗粉占着明幽的便宜，还敢拉明幽的小手，他女人的手是这些人能拉的吗？长风看到失控的场面，这是什么骚操作呀？他不是让红娘捣鼓个有缘人给那个柳夏夏吗？怎么成了给小皇后介绍了呀？默默的脚底抹油，掀开溜了。滚！人群里的争吵戛然而止，全都齐刷刷的看着凤清浅。凤清浅不耐的扫了一眼，缓步走过去。再说一遍，滚出去！转身争先恐后的跑了。明幽理了理狼狈的衣裙，哎，还是你说话有用。你让他们碰你。凤清浅逆着他的手，越发不高兴，伸手将他的手默默牵起，仔细的用帕子擦了擦。明幽看着他阴沉的脸，无奈，我可没法子，他们像是疯了一样，腐女的八卦之心早将他的害怕击散得一干二净。哇塞，他们在拉手啊，拉手！哎，老夫的少女心呢，都爆炸了。明幽察觉到柳夏夏和小红目光的异样，努力地将自己的手缩回来。这光天化日之下，2个大男人拉手确实是不太好。凤清浅瞧见他挣脱了自己的手，更加不高兴了。明幽看着，生怕他一怒之下便不管不顾拆了自己的身份，或者来个强制火爆的印象，那他觉得真的没脸活下去了。你来，我有很要紧的事情说。凤清浅跟着他进了屋子，朕要将那些该死的庸俗脂粉脑袋给割了，妄想碰朕的女人。他们不知道我是女的，女人还能占女人的便宜啊？是你太担心啦。养了10几年的肉，你不得好好护着，一不小心被抢了。某只大灰狼理所当然地反驳道，这话让明幽无法反驳。得嘞，昨儿一群红娘将我恨不得撕成几瓣，今天又是一群姑娘恨不得将我拆吃入腹。凤清浅听了他的话，眉头微动，长风的小腿一直在打哆嗦。长生，我死了一定得记着给我收尸啊！我这次怕是有去无回了，帮我照顾如意，跟他说我下辈子再跟他打水吧。这话还是留着你亲自跟他说吧。陛下。皇后不来，我们等着就是。都等了这么久了，岂能浪费了姐妹们的一片心意呀？明妃，本宫才几日不见你，你又不长记性了。众人抬眸看向顺妃，顺妃立刻不敢出声了，缓步走进来，将每个人的脸色都打量了一遍，坐在正位上。参见殿下，这茶水有些烫，还需得凉上一凉才是。
众人只得依旧跪着。既然各位喜欢向本宫请安，本宫就全了你们的心愿。等着茶水凉了，你们便可以起身了。看了一眼外面，对了，好好记着本宫让他们跪了多久，等会儿他们下去才好向陛下叫委屈。若跪少了，岂不是委屈不起来？就是想故意让整个天下都知道他有多懒，多苛待宫人，多不适合做皇后。也好，他本就没打算做什么贤德皇后。众人的脸色都很难看。约莫跪了半个时辰，茶都凉透了，再添些热茶来，正好凑成温热的喝了。起身吧。明妃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的，起身时都是歪歪斜斜的。看来明妃是年纪大了，身子骨不好了，得多锻炼锻炼。既然明妃喜欢请安，那每日便来多请几次安吧。眼见众人走了，殿下，您快去吃点早饭，吃了早饭就去陛下那边，以防这些妖精都去陛下那儿告状。让他们去就是了，他才懒得去装委屈，有这功夫他可以赚几千两银子回来。明幽觉得凤七七多找些妃子入宫也不是坏事，至少充足了他的小金库。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若是陛下不打算为臣妾们做主，臣妾们便没脸活了。听到各位娘娘的话了吗？听到了，是要将他们赶出去的意思吗？那还不快去全了他们不想活的心愿，毒药、白绫、匕首全给准备全了，让他们挑些称心如意的。然后小跑着出去了，片刻的功夫就回来了。明妃娘娘，您身份尊贵，您先挑吧。明妃看了一眼，青着脸不吭声。顺妃娘娘，要不您先来，这是穿肠毒，毒性极其猛烈，保证片刻的功夫人就已经香消玉殒了，不会有丝毫后悔的机会，更不会持续疼痛。这话不是本宫说的，谁说的找谁去。小顺子心里偷着笑，可脸上装着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安夫人，请吧。安玉燕脸色极其难看，可怜巴巴地看向凤清浅。凤清浅冷漠相看，安玉燕索性白眼一翻，晕死了过去。陛下，安夫人被吓晕了，还不滚下去！明妃等人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大殿里顿时空了起来，就安夫人一身蓝衣躺在地上。安玉燕想起身却又不敢，心急如焚，却只得咬牙装死。扔出去。是。哈哈，陛下真是个心狠手辣的魔鬼。此事被有心人传得很快，顿时朝堂上下也听闻了。陛下，这不合理啊！这从古至今哪有像殿下这般做皇后的？没有丝毫的仁德，这实在是有违祖训呐！陛下，臣等请求加以惩治皇后，以示天下。若皇后再如此不听规劝，臣等请求陛下废除皇后。是，朝中大臣也觉得皇后行为不妥，这都是大家的联名书。凤清浅粗略了看了一遍，将奏折扔在一旁的桌子上。来人，去传朕谕旨，皇后行为懒惰。今日皇后晚膳的乌鸡汤换成冬瓜猪蹄汤，将皇后喜欢的茭白炒猪肉换成油炸酥排骨，以示惩戒。三位作为代表的大臣，一副你仿佛在逗我的样子。好了，惩戒也惩戒了，朕去用午膳了，你们自行告退。我不用举碗了吗？陛下说了，让殿下别偷懒，把手举高高，若是再偷懒，就往殿下碗里加水。凤七七这个大魔头真是太坏了，他有千里眼吗？他都知道他在偷懒，认命的将手举了起来。他这苦命的皇后啊，举着碗有些头晕脑胀的，手酸麻的厉害。明幽索性单手举着碗，两只手轮流更换。长生看了他一眼，我这是老老实实的举着的，凤七七可没说要两只手同时举着，我这一只手。长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明幽昏昏欲睡的时候，听到明妃和明鹤说话的声音。爹，你怎么来了？老臣参见各位娘娘。明妃娘娘，明霜出了事儿，惹了些麻烦，这才进宫来的。
明霜那老小子回去了，哼，也不知道那副丑模样有没有将他爹娘吓得半死。明鹤进来未央殿的时候，瞧见明幽，我现在在受罚，既然明丞相要找本宫理论，本宫理论总不能举着个碗吧？长风立刻进去禀告凤清浅了，见他一走，立刻将碗扔在地上，活动了一下酸麻的手臂。我大哥出事，是他害的。明妃，本宫劝你慎言，小心祸从口出。你得找明丞相好好问问，你家那老小子做了什么混账事？怎么真以为这南幽天下姓明了？还未等两人吵起来，陛下宣丞相进去，直接抬腿迈入了殿里。这未央殿的是本宫的地盘，本宫还不能做主了。人家都还告本宫的状了，还不许本宫进去说上两句。小顺子便不敢再拦了。明妃娘娘，这是未央殿，陛下也未召见，闲杂人等不得入内，请明妃娘娘见谅。意在委婉提醒他，你是妃嫔，可不是什么皇后，容不得你这般放肆。臣是来请罪的，小儿今日是被人送回来的。老臣和夫人若不是靠着那衣衫，都快认不出来了，鼻青脸肿的，身上还带着破皮。明丞相是来请太医的，老臣是来请罪的，顺带着想问问殿下，明霜是如何得罪了殿下，以至于殿下将他折磨成这般鬼样子。明幽也不慌，哎，难道明公子为何明丞相解释？哦，也是，许是明公子觉得本宫穿着男装，又是平民，随意摸两下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凤清浅的目光冷了下来，眼里的杀意凝聚。明丞相一慌，老臣。明鹤想解释，许是明丞相觉得只是碰了碰本宫的肩膀，推了本宫两下，也不算什么大事儿。看向明丞相，突然正经了起来。哼，明丞相，本宫是你呀，可没脸进宫来叫委屈。丞相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自己儿子做的那些荒唐事啊？本宫今日确实是给他下了毒，那也是该的。上次本宫放他一马，完全是看在丞相的面子上。明鹤不屑，我看你是看在5万两银子的面子上吧。他追着本宫2条街，企图打断结果了本宫，本宫自然不能等死。你来进宫是想告诉本宫，本宫应该一动不动，任由你儿子打得落花流水吗？臣不敢，臣知道小儿惹了殿下生气，所以才来请罪的。可他的请罪里似乎没有半点愧疚。陛下，小儿虽然胡闹，可从未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之前与殿下无意结仇，想必今日也是将这恩怨给了结清楚了。旁边的狐朋狗友撺掇的，与殿下产生了误会。看来明丞相确实该来请罪，意味深长。小儿如今重伤的昏迷不醒，恐有生命之危呀。要不怎么说明丞相府的人都是出了名的没脸没皮，都快要了他的命了，还说是误会。哼，他急匆匆的来是怕他回宫告状，所以先赶来，半是请罪，半是解释。明鹤当真是会做事的很呐。凤清浅听到明霜敢朝明幽动手，本就不悦，听到他的咸猪手还敢碰明幽，眼里已经是杀气沉沉了。明幽扶着清华，好些日子不见这么好的太阳了。那是你天天躺着不常出来，所以才觉得许久不见的太阳这般好。明幽端了白水给他喝，以后啊，常出来走走，多晒晒太阳也好。最近精气神好了些，倒是想多走动走动了。今年身子一直病着，趁着这2日天气好，我想去宝华寺烧个香，去把去年的愿还了。好啊，不如就今日去。明幽印象里的清华似乎鲜少去做什么自己的事情，都是守着他，守着将军府，命人套了马车，准备了银票和琐碎银子，便出去了。清华，你每年来许的是什么愿呢？傻丫头，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明幽知道他这是在转移话题，不想告诉自己罢了。宝华寺离着皇城不远，但香火还算鼎盛。清华举着香，在佛像前认真的恭敬地磕了3个头。明幽
没听见他在嘀咕什么。这里挂满的都是每个人求不到却苦苦想得到的东西。写了愿望就会实现吗？既然得不到，为什么还要苦苦欺骗自己呢？两人回去的时候，清华便半闭着眼睛，很少说话了。突然马车一簇，整个马车急急地向前摔，明幽一个趔趄从马车里掉了出来。清华，你没事吧？没事。小姐，你快带着清华先走。另外跟着保护明幽的2个人出来应战，拖住10几个黑衣人。这些人冲着他来的，他要是走了，他们也绝不会恋战。清华身体不行了，一边努力地跟着明幽的步伐，一边哎呦，你快跑吧，不要让我拖累了你。清华，你跑快点。他不能将清华扔在这里。车夫被几个黑衣人缠住，剩下的3个朝着2人追去。清华只觉得气短，脑子有些懵，侧身的时候发现剑朝着明幽飞了过来，他来不及喊，扑在了明幽的身后，人倒了下去。清华！清华用尽全身的力气挤出一个微笑，快跑！明幽看了他一眼，又看着追上来的人，咬着牙起身就朝着前面拼命跑。哎呦，不要回头，你要勇敢下去。清华很高兴，在最后还能替你挡一剑。许是跑得太急，还是眼里的泪水太厚，模糊了视线，一歪便跌了下去。3个黑衣人追了上来，明幽转身一挥袖，白雾侵入3人。这东西有毒！明幽将毒针又甩了出去，含泪起身继续跑着，隐隐压抑着自己的哭声，终于是拉住了马匹，翻身上马，一路策马长奔，抓着缰绳在马背上放声大哭。他不想跑，可他又必须不顾一切地逃。他不能放弃那些保护他的人和清华用命换来的机会。明幽想起星谋给自己的哨子，跑了半天，就在他筋疲力尽吹不动的时候，突然从前面跃出2个黑色衣衫的少年，他们腰间的铃铛跳跃的厉害。我说少主在哪儿？这都寻了一圈了，总感觉就在附近。徐大吹的，少主什么时候变成女的了？虽说这姑娘长得美若天仙，颜值和他们少主差不多，可他们少主却是男的，他们还一同在河里洗过澡来着呀。少废话，先将人救了再说，谁拿着勺子就救谁。别说你认识啊，你杀不仇人也得救。2、3不过10来招，将剩下的3人一同立马杀了。明幽这才停住马。你们是星谋的朋友？星谋？2人相互看了一眼。算是吧。星谋给我的，说是我要找他的时候吹哨子，他就能感受得到。明幽擦擦眼泪，谢谢，只是我现在要回去找我的家人，改日我一定报答救命之恩。原来他哨子在你身上，我们跟着你去，万一前面还有刺客，那岂不是白救你了？走吧，你策马，我们跟着你。等赶回原地的时候，明幽从马背上下来。清华，清华！凤清浅知道他在偷偷祭奠清华，所以自己也换了一身月光白的衣裳。如果这种方式能让他好受一些，他愿意陪着。几日未央殿里的气氛都很压抑，明幽闷闷不乐的，如意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殿下，韩月都好几日未出去转悠了，要不您带着出去转悠转悠吧。其实韩月自己溜自己比任何人都勤快，幸好这个小戏精见他主子不开心，表现的也不是那么开心。韩月还哼唧了好几声，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明幽看了看一直在拱他手的韩月，带着韩月就出去了。明月似乎是嗅到了什么东西，一直拱着明幽往凤栖宫的方向走去。星谋？明幽很惊讶，从袖子里掏出油纸包的鸡腿来。
韩月轻车熟路地叼着过去一旁啃了。明幽扫了一眼不争气的狼，想起从前和星谋说他的狼可忠心耿耿了，从不听别人的话，从不吃别人的东西，现在这打脸，啪啪啪的，好疼。我来附近转悠了好几日，看见傻狗跟过你，所以让他过来找你。可为了3、4日，他肉倒是熟了，就是不做事儿。明幽眼皮抽了抽，哼，这倒是很符合韩月的性子。抱歉，前段时间有事出去了，所以没赶过来。可是你的朋友救了我。明幽似乎想起了什么。啊，你等着我，我一下就来。自己带着韩月急匆匆地回去了。片刻之后又急匆匆地回来了。你帮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你的2个朋友吧，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上次他们走得太急了。为何没有我的？我不是你朋友吗？那啥，我跟你说件事儿。何事？你让我帮你找神之草，我找到了，可是却被我吃了。我昏迷的时候别人给我吃的，等我醒了，神之草的影子都没见到。我若是醒着，我一定不会给你吃的。我若是醒着，我一定不会给你吃的。算了，没了就没了。还有，星谋，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当时是怕你说了我是皇后，你就杀我灭口，后来没说，是怕你知道了就不和我做朋友了。原谅你了。感受到额头的疼痛，明幽摸着脑门睁开眼睛来。那算扯平了吗？不算。啊，那我不是白白挨揍了？以后我若骗了你，你原谅一次我们就扯平了。那我也要敲你的栗子头。用了你便是。躲在不远处的2个黑衣少年偷偷摸摸地围观着。要不你再开口其他的礼物吧，只要我有，或者男友有，我都舍得送你。我店里有一颗头这么大的夜明珠，要不我送你吧。这夜明珠是他所有宝物里最喜欢的。烈焰很激动，好像说到送什么定情信物了，还说送头大的夜明珠。韩冰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看着他，头大的夜明珠就是定情信物了。星谋蹙眉，伸手暗暗地将2块碎银子弹过去。烈焰手被击中，然后就掉了下去。刚好长生和长风在附近，便将烈焰擒住。韩冰一看，立刻拿着银色宝剑。好兄弟，还是兄弟好。这可是救你们家皇后主子的人，你们看着办吧。然后钻入夜色里了。烈焰，这就是有情有义的好兄弟。韩冰，你是臭不要脸的。韩冰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韩冰，他们也跟着来了。好了，你救人去吧。若是以后有事儿，吹哨子，只要我在皇城里就会赶过来。我若不来，他们在皇城里也会来的。还没等明幽说话，便消失在夜色中了。这可是你的人，你就这么放心？若救不下来，岂不是只有死的份儿吗？你们的心都这么大吗？大师，清华每年来许愿都是同一样的吗？施主若是想知道，可随贫僧来。这祈愿树就1棵，来往的香客太多，愿望执念太深。2人跟着去。明幽接过书，翻到清华的黄泉漫漫，漫珠沙华，唯愿来生一世情长。明幽有些疑惑，看向风清浅。清华在等谁呢？他从未听过清华提过这个神秘的人。我们出去找住持问问。带着明幽出去了。大师，我们想知道清华这句黄泉漫漫，漫珠沙华，唯愿来生一世情长是给谁的？贫僧不知，但贫僧有这个故事，不知施主想不想听？有位女子在战场上救了一位敌国的男子人，她对这男子一见倾心，将男子带回了自己的国家，2人相互爱慕。男子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种来自黄泉的曼珠沙华，终有一日他会带着她去看满地的曼珠沙华。2个人打算逃离世俗红尘，归隐山林。只是在某日，
男子忽然消失了，连同消失的还有周边的防守图。不到2日，敌军便攻破了边城。男子在城楼上发现，率领敌军攻破边城的便是这心爱的男子。边城破时，女子从战火中走去，借着与男子相迎的机会，用匕首杀了心爱的男子。男子在爱人之间选择了国家，女子在背叛的爱人和国家之间也选择了国家。他终究是没等到爱人归隐山林，更没有等到曼珠沙华。后来他才知道，世上本无曼珠沙华，唯在冥界黄泉才有曼珠沙华。有花无叶，有叶无花，花叶生生，世世不见。他开始信仰有来生，他希望死后踏过黄泉漫漫，走过曼珠沙华，与那个男子有来生，互不辜负，无国仇家恨，一世情长。所以清华心里始终偷偷在想念着他，在无人的角落里，凤清浅牵着他的手。你爹娘才将此事隐瞒了下去，是想保护清华，不想让他成为罪人。清华一直不说，是因为他觉得他不该再想念，所以压抑在心里，等来生。住持所说的故事该是多年前，南幽在与已经覆灭的北玄国战争当中，名利唯一的惨败的一次。当时眼看着被节节败退的北玄国，突然之间如有神助，连着将南幽50万军队逼得弃了边城退守，边城中数万人惨遭不幸。数十年来，世人一直都不知道北玄为何能够反败为胜。凤清浅理解了为何这些年来，不管明夫人生死不明，清华对明幽是拼了命的护着的。明幽心里梗得难受，国仇情爱向来两难全，爹娘假装不曾发生，清华假装早已忘记。他不能说，也不敢说，他在心底里是恨极了北玄大将军，可也爱极了他。明幽后来常常想，若是家国天下数万人，和心爱的人又该如何选，自己才能保证不犯错呢？明妃在宫里听到有人在查皇后遇刺一事时，难免有不安，传话出去，这些不必要的人便不要留着了。若是事情真捅出篓子来，你务必将本宫摘干净，若是再不行，就推到大哥头上去，反正我们就装得不知情。若是陛下不知道，我们知晓那日与大哥动手的是皇后，势必只会怀疑到府里的大哥头上。娘娘的心狠起来，可比整个丞相府狠多了，连自己的亲哥哥都能下得去手。明妃的精明和算计并不比别人差，早早的便做了万全的打算。凤清浅派人查去，到明府时便断了线索。昨天还叫人家小甜心、心肝宝贝，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凤清浅一听这话，如同吃了苍蝇一般，瞪了一眼长风。这话又不是他说的，这是小殿下钻去长乐宫的偏殿听见的。小甜心凤清浅的脸色更沉了。长风一看风向不对，立刻扯着如意跑了。小甜心，小宝儿，既然阿优都开口了，臣怎么好拒绝呢？拦腰抱起明幽入了殿，将门一脚登上了。明幽这才意识到这货想干什么，可是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将他往软榻上一放。哎呀，陛下不会动怒惩罚小殿下吧？我们这么跑了，是不是太没义气了？自己挖的坑自己填，自己选的路，双腿打颤也要走完。放心，顶多一次妖精打架就没事了。晚上依旧被赵姓的还是梅妃，这半个月来，夜里几乎赵姓的都是梅妃一人。殿内浅香阵阵，凤清浅的眼里带着欲火，梅妃的手朝着他勾上了。陛下，昨儿还叫臣妾小甜心的，今儿白天就对臣妾冷淡得很，臣妾心里可伤透了。凤清浅笑笑，摸了摸他的下巴。她是皇后，
明面上朕自然要顾着她的面子，朕对你不够好吗？这明妃三番五次的说朕偏心，应该冷落你的，朕都没有。梅妃眼里闪过一丝恨意，还是按着以往的规矩，到下半夜时，凤清浅便出去了。这长乐宫的规矩，凤清浅从不许他们共榻而眠，将今日和梅妃的话一一禀告了长生。这假的凤清浅才退了下去。长风忍着坏笑，梅妃生的是魅惑，可做事儿却向来是温柔大方，没想到这私底下也是能魅惑勾人的性子。这三分皮相看性格，这骨子里的性子倒是装不了一辈子的。他这人前人后和善的挑不出毛病了，可这完美无缺的人就越发有问题。什么？你让我找星谋来？惊得站了起来。找他来干什么？总不会是找来喝茶聊天的吧？两人坐一起，想想都觉得诡异。他不是想要神之草吗？朕连根都给他，能不能开花结果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照着往常的惯例，吹了哨子，约莫半个时辰，一袭黑影屹立于屋顶。明幽摆摆手：“星谋，这里。”星谋瞧见是他，从屋顶跃下来，将油纸包塞到了明幽的手里。诺。什么啊？明幽立刻将手伸到袋子里。哇，好大的糖葫芦！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星谋，你从哪里买了这么大的糖葫芦呀？你若喜欢，每次吹哨子找我，我都给你带。长风躲在暗处，一脸的义愤填膺。这小白脸还故意笑着勾引人，这都能忍？长风，快拉住我！而我上去非打死这孙子不可，你可打不过他。然后一脚将长风踢了出去。我送你一程好了。长风踉跄几步站稳。我刚好路过啊，一时狡猾，狡猾。你路过的？哼，真巧。可不是，这天色晚了，宫里安全刻不容缓呢，我得到处溜达溜达，维护宫里的治安。长生投了一个鄙视的目光，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哼，那你们慢慢聊。长生这孙子蔫坏的。明幽的记仇和别人不一样，有的人记仇是当场就报了，有的是奉行君子报仇10年不晚。明幽呢，则是小人报仇，随时随地，只要他抓着机会他就报仇，哪怕芝麻堆儿大点仇，都在他心里的小本本上记得清清楚楚的，丝毫不会觉得重复麻烦。殿下，奴婢有事儿，想请几天探亲假。如意，你这是怎么了？奴婢只是想起多少年来都未好好的去给已故的人上炷香了，所以想回乡瞧瞧。路上小心些，去库房里取300两银子带着，记得换些零碎的分开带。如意点点头便下去了。奇怪，今天如意怎么怪怪的？不知道如意姐姐是不是和人吵架了，还是想家了。早上我就看到她在那里抹眼泪，眼睛红红的。可如意姐姐是长氏姑姑，这未央殿上下哪里有人敢欺负她呀？她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你快找长风来，得找个人跟着才是，不然路上被劫色了怎么办？长风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时候了。殿下。明幽看着他，这2天一个两个的都不太正常。这长风不是和如意吵架气的吧？他这几年看着他们俩眉来眼去的就不正常。如意回老家探亲了，你悄悄跟着去。他回老家探什么亲啊？远亲近亲都死绝了。也未忙的李明幽转身就冲着出去了。这下他坚信这2人背后一定有点什么猫腻了，不然长风这么紧张干什么？不过若是长风和如意在一起也算是好姻缘，更主要的是以后他们成亲生了小孩子可以给他玩。在寻思什么呢？凤清浅进来，瞧见他一脸猥琐的笑容，在想长风和如意的事。你看他们有可能吗？个人有个人的缘分，感情的事情强求不来。明幽瞪了他一眼，若不是了解这厮，还真信了他的邪。那我3岁入宫，你答应我爹说，若将来不喜欢你或者想离开皇宫，你会让我走，那你是不是也不会强求啊？你做梦，别说门窗都没有，
你若敢有别的心思，朕就打折了你的腿，绝了你的心思。一只不行，就2只，2只腿没用，朕干脆连你的眼也给剜了。你若敢有别的心思，朕就打折了你的腿。是谁说强扭的瓜不甜的？是不甜，但解渴，朕喜欢。明幽被气得牙痒痒，可却又无可奈何。凤清浅看着他那炸毛的小模样，不由得心花怒放。你知道长风为什么把如意气走了吗？那是他的私事，你应该把心思放在该放的地方。什么？比如朕身上，朕觉得有必要让你肚子里多生几个小豆芽了。凤清浅眸子里带着斜斜的暗火，他这么说，让明幽竟生出了一丝期待。这个小崽子会是男还是女呢？若是生了儿子，就得命苦的继承你家的皇位；若生个软糯的女儿，可你家的皇位让谁去继承啊？你从前不就是想着做皇帝吗？若生了小太子，岂不是如了你的意？那若是女儿呢？凤清浅伸手将她勾入自己的腿上。女儿也可以做皇帝，那女尊国的帝君不就是向来传女再传男？咱们男优也大可先传男再传女，反正都是你肚子里的小崽子，以后都是你说了算。若是个不成器的，可怎么办呢？阿优何苦纠结这些？咱们有的是功夫生，以后有的是日子选。啊？你还打算生几个不成？朕打算生一窝。凤清浅提着他便去造人了。可我不是猪。店里一片春水，小顺子来的时候便知道这晚膳又得延后了。等明幽起身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肚子饿得咕咕叫。饭菜端上来，他扑了过去，抓着筷子先夹了一块肉在嘴里，吃东西的感觉真幸福哈。凤清浅瞧着他那宛若一只晒太阳吃到小鱼干的猫咪，惬意满足。小馋猫，吃慢些。凤清浅先给他端了汤过来。还不是怨你，若不是你非要我能饿到大半夜才吃饭吗？好，今晚让你多吃半盘子肉。你不怕我吃撑了？因为他从小到大贪嘴得很，可肠胃又不太争气，比如太冷、太辣、太酸、太硬，比如不能多吃，多吃了几口就撑，饿了就受不住。下毒的人故意想让所有人看见此毒爆发，并引起注意，这比茎叶草强烈数百倍。你个悄无声息置人于死地的毒多的是。既然皇后害人，要大规模的，为何要选这么明显的？是皇后蠢，还是你们蠢？陛下，恕臣妾说两句犯上的话，若殿下就是看中了这点，反其道而行呢？哼，我若是妃嫔，将你们毒死了，本宫好做皇后。可本宫是皇后，毒死你们做什么？好好的皇后做腻了，去做妃嫔。看着满地的妃嫔，也真是难为他们。陛下，殿下是不是下毒不成，打算来杀人灭口的？这英贵人的脑子是长在嘴上了吧？唱歌还挺好听的，脑子跟没长一样。俯身靠近英贵人，伸手打算拍拍他的脸蛋的。你干什么？当然是杀你灭口了！英国人吓得白眼一翻，晕倒了。真没用，这么一下也能晕了过去。凤清浅看了他一眼，却未生气。不许调皮。他冤枉我，我就不能还回去呀？殿下是否有些过分了？英贵人虽说只是小小的贵人，但也是陛下的妾室，殿下怎么能这么欺负英贵人呢？那本宫欺负你？明妃冷着脸，本宫真想让你们死，直接杖责便是。哪里来的这么多花花肠子啊？看了一眼那地上堆积的布料，这布料是本宫赏赐的不错，可却也是进贡给陛下的。陛下命本宫分发赏赐的，若真有嫌疑，你们的意思是陛下也有嫌疑？他想将你们毒死了，好在广纳妃嫔。百色部落进贡了些东西，珠宝首饰送去了各位太妃、各位王妃手里，这剩下的料子里也没有明幽喜欢的，所以凤清浅便说按着以往的惯例赏赐给各宫了。
然后明优看都没看，按着等级规格就将赏赐发下去了。所以他真的是无辜的很，也不知道那个杀千刀的怎么这么看不惯他。你怎么就确定是本宫做的？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这都是殿下送的，都有毒。除了殿下有这个本事，谁还能？说你蠢呐！你还真以为是夸奖你？这来往的东西，想要动手的机会多的是。这进宫前、进宫分发前，想要动手脚，不是一次就能搞定的吗？为何要等赏赐后再动啊？去将接手的奴才都一一查验一遍。明优将凤清浅面前的茶盏端了过去，自己坐着去旁边的小桌上喝茶，而众人还在地上跪着，就他一个人悠哉悠哉地喝着茶。小顺子去了半个时辰，将当时接手分发前的奴才婢女都找来了。英贵人中了毒，太医说是这布料都染了毒，这下毒之人一定在你们这些统一接触过料子的人当中。这水里有药，凡是沾染过的，只要手伸进去，手就会染了颜色。将水一一给地上的奴才沾湿了手，再逐一命人去摸布料。明优就在侧面静静地看着，突然站起来，鬼鬼祟祟的，就是他了。殿下，这是干什么？哼，干什么？不做亏心事，怕什么鬼敲门呐？你是怕手上的水渍真的让手染了颜色吧？他这么一说，宫女也知道上当了，反手一抓，立刻将明优擒住了。别过来！明优无辜，他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挟持了，真是太给他爹丢脸了。目光哀怨地看向凤清浅，哼，陛下倒是很聪明，只是再聪明也得顾及顾及我手里的东西，这可是你的宝贝皇后。让我出去，准备好马车干粮，不然小心她的狗命。明妃立刻站了出来，这可是皇后娘娘，你以为你能逃出去？现在松手，至少你还能落个全尸，你以为出去就能逃得了？明优蹙眉，听着这话，人家更想撕片儿吧？你可别听他们胡说，有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没我你就真的完了。哼，我当然知道，我可不是这些蠢女人。你若真聪明，还会被我们抓？少废话，小嘴巴巴巴，你不要命了？哦，那你能不能换个姿势，这样我脖子不好受。这小祖宗都这时候了，还能巴巴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去准备？你还想不想要这皇后了？哦，那你杀了吧，这天下难不成还缺一个皇后？没了她，朕再换一个就是。谁做皇后有什么不一样？皇后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你身子一僵硬，瞳孔放大，紧接着便倒地了。长风从后面窜出来，下次别跟人质废话那么多。为什么？容易分神。奴才参见殿下，殿下是来寻陛下的。陛下若是见了殿下，一定得高兴。殿下，里面请。可本宫听说陛下似乎有要事，抽不出空来。哎呦，哪能啊！您是皇后，陛下哪里能不见您？躬身将明优迎了进去。明优进去，瞧见他便笑。听说某些人很忙。凤清浅看他一眼，去给殿下端去爱喝的果茶去。是。最近明妃梅妃就像约好了一样，事事都能想一起去。许是心有灵犀。明优心想，你仿佛是在逗我。两个女人心有灵犀一点通。朕让人故意挑拨的。你挑拨他们干什么？嫌后宫生活太平淡了？明优一副看神经病的样子。凤清浅捏着他的脸，不识好人心，朕若不让他们针锋相对，他们便会联手抵御外敌。再者，明家这些年来大树的根基也该松松了。果真是超级无敌腹黑老狐狸，狡猾得很。他当真是有些同情后宫的这些女人，整天勾心斗角，算计来算计去，殊不知自己也活在别人的算计里。正是月黑风高的夜晚，凤清浅带着明优在宫里四处转转。凤清浅停住脚步，等下有人。紧跟着10多个蒙面黑衣人就窜了出来。凤清浅蹙眉，在宫里晃悠2圈也能遇上刺客。明优躲在他身后，
凤七七，你说他们是来要你的命还是我的？狗皇帝，拿命来！啊，还好，不是要我的命。你躲后边去。话才刚落，人早没影了。凤清浅没说话，挑了挑眉，没见过怕死这么明显的。明幽像一只鸵鸟，钻在树丛里躲着，直勾勾地看着凤清浅。片刻的功夫，已经反杀了好几个刺客，那速度快的比胖头鱼切白菜还要利索。握着小拳头，默默地给凤清浅加油。凤七七，白菜又来了，快，后面还有！哎呀，这个刺客真笨，做猪算了，做什么刺客呀？哎呀，这个刺客真笨，做猪算了，做什么刺客呀？等玉林精听到动静过来时，地上已经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了。明幽从树丛里钻出来，太血腥了，太残暴了，你都不留个活口，好好折磨拷问一番，好抓到他们的幕后指使啊！自己看。明幽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这个歪歪斜斜的鬼画符是什么字啊？这是女尊国才惯用的一种极古老的文字，能看懂这些文字的人极少数。你也看得懂？看不懂，只是见过。哦，传说中的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小星星到半空中急速的坠落了，摇摇晃晃的栽倒在地上，炸了。明幽一路上都想不明白，你干嘛叫那群猪脑袋去查？等过2日长风和长生回来了，不就可以查了吗？这事儿就得找看不明白的人去查。有人想浑水摸鱼，朕自然得成全他。你可真是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想了半久，明幽只得说了这么一句。回去了，明幽才小声问：你知道是谁派来的？哼，朕不知道这挑事的是谁，可朕知道这些人不是女尊来的死士。为什么？侧目扫了一眼茶杯，明幽却懂了他的意思，默默地将他的茶杯里的茶水添上。那些废物的武功远远配不上那木牌的身份，只能说挑事之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明幽翻了一个白眼，我看是你想铲除异己吧。宫里刺客行刺了陛下的消息一下子炸开了锅，妃嫔们乌泱泱地涌到了长乐宫的门口。平日能撕能怼的妃嫔们，现在宛若一个个娇滴滴的小寡妇，哭得像是没了夫君似的。我说这些人倒是知道的以为你遇刺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挂了，哭得一个比一个伤心。若真出了事儿，哭有用吗？哼，真是的。凤清浅听他这话黑了脸，将他们赶出去，就说朕没事。陛下，臣妾来看您了。臣妾听说陛下遇刺，实在担心得很。陛下让臣妾们看你一眼，臣妾们才安心呢。陛下，你倒是好，躲在这里喝汤。巫蛊邪术找到了没有？若找到了，这个时辰就别想吃饭了。依着明妃这嚣张样，不把顺妃差吃入腹才怪。咕叽咕叽喝了半碗汤。你说是谁捷足先登了，把顺妃的巫蛊娃娃给拿走了呢？你怎么能确定巫蛊娃娃真的在顺妃宫里？凤清浅捡了一块白切鸡塞在他嘴里，多给我蘸点辣椒。美滋滋的将肉吃了。我在宫里等着人搜宫的时候，这地皮都快挖起来了。顺妃一直鬼鬼祟祟的盯着他殿门前的那棵树看，典型的此地无银300两，不做贼能心虚吗？你倒是心善，无形的居然帮了他一把。才不是，我是不想让那明月如了意，不然我才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凤清浅将素菜加了一些在他碗里，明幽立马嫌弃的看了一眼绿油油的东西，若无其事的吃其他的东西。凤清浅眉头动了动，我先吃其他的，伸出筷子将他碗里的肉全部给夹走了，留下角落里的青菜。明幽急了，凤七七，你过分了啊！皇后想多吃口肉都不行吗？你将我饿瘦了，营养不良，等朝贺的使臣来了，看天下人怎么笑话你。哪里有面黄肌瘦的皇后？你多吃些蔬菜，便不会面黄肌瘦了。明幽将青菜杆子咬在嘴里，恨恨地吃着，将它当做了凤清浅。你若再敢偷偷骂朕，以后便和黑儿一样，他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明幽已经在想，这兔子是从远古时代就吃素呢，还是从肉食变成的素呢？若是黑尔吃的是肉，那么他也……摇摇头，将不切实际的幻想打碎，老老实实的吃着自己的青菜。凤清浅的耐心出奇的好，一直等着他将这毒药吃了，这才将他的肉还给了他。这巫蛊的事情过了好几天，顺妃都快将此事淡忘了。明幽躲在店里，殿下今日怎么了？无精打采的，像是有话要说。如意，你说如果你有一个女儿，没多久你就扔下她走了，10多年过去了，你会不会想偷偷回去看看她？当然啦，孩子可是为娘的心头肉，哪里舍得呀？明幽拖着下巴道。可我娘呢？我都长了10几年了，她也不回来看看我。如意听着才懂了他今日不高兴的原因，原来是想他娘了。其实当年的事大家都有疑惑，但谁也说不清。我相信明夫人一定有她的理由。听说当年明夫人中了毒，本不适合受孕的，但还是强行冒着生命的危险将你生下来的。你出生的那日，天空红霞漫天，天空里有火凤，天下人都说你是凤凰降生，大吉大利。可听清华说，你娘生了你足足1日，你才出生的。天底下做娘的，有哪个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分开？明幽点点头，是啊，再怎么样，他也应该找到他娘，当面问问为什么这么些年一直都不回来看看。我知道了，我先去用晚膳。明幽哒哒哒的小跑着进去，匆匆的吃了饭，然后带着很多排骨去喂韩月了。你可真能吃，怪不得这么胖。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别瘦了。接着又去看了长寿和黑尔。明幽趁着凤清浅忙早早的洗干净，便假装睡觉了。等如意他们退出去了，自己则是悄悄地将包袱收好，趁着夜色偷摸去了。等凤清浅早朝回来，未央殿才发现人没了。凤清浅看着那书信，凤七七，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一定在生气。我先说好，这算是告知你了，可不是我偷偷跑出去的。我去找我娘，2个月为期，找到找不到我都会赶回来的。你不许生气，生气也没用，反正你现在也找不到我。亲亲夫君，你就娶了我吧，你长得这么好看，我可喜欢你了，我会乖乖听话的。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要不婉言给你做妾也行，只要你别虐待她，常常护着她一些就行。这丫头不大不小的，听不进去劝，这万一晚了有性命之忧，可怎么办？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苏老爷，我能体会你爱女心切，可这事儿是强求不得的。夫君，你忍心我这么小就被妖怪吃掉吗？忍心？你又不是我闺女，吃的又不是我，你自己都不怕，怕了你还敢这么多要求？那林家小姐可不像你这般呢，一个小屁孩要求还怪多的。这人再丑还能比妖怪丑啊？我当然不。惠子老半天说不出口来。不光是我，总有一日你也会老，会丑，会白发苍苍。你若只是一味追求容貌好看，你老了别人也该会这般嫌弃你，你是不是也不要活了？不会的，我爹老了，我也不觉得丑。夫君，你就娶了我吧。明幽翻了一个白眼，合着刚才的话白说了啊，这简直是对牛弹琴，还是头小牛。老爷呀，咱就先别管这么多了，这拜堂成了亲再说，顶多就这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和离，这总好没命强吧。准备东西，给大小姐换上嫁衣，拜堂成亲。那这新姑爷的衣裳给他挂着红绸子就行，别讲究那么多了，先拜了天地再说。我说你们是听不懂人话呀，我什么时候答应娶她啦？小丫头似乎比她还心急。夫君，我们快点拜天地吧。你个小丫头片子，你知道什么？可我喜欢你，一见就很喜欢你的。我不喜欢你，先说好，我揍孩子可更是手不留情。他其实想大喊一声，他不是男人的，可想到城里的人都说
这妖怪吸血都吸女子，于是便怂了。他还是做男人比较安全一些。没事，我跑得快，我爹打我从来打不着。新人拜天地，一拜天地。要弯腰拜的，否则是对神明不敬。哼，谁要跟你拜天地的？我可不喜欢你，我有喜欢的人了。管家使了一个眼色，2个小厮立刻按着他的肩膀。喂，你们还要点脸吗？竟然强行逼人家嫁娶！忽然嚎叫了一声，吓得另外的小厮立刻松开他的肩膀，退出好远。谁？爹，是老妖怪来了吗？明幽欢喜，以为长风他们来了。太好了，你看清门口的人来了呀！凤七七来了，他好日子结束了。管家瞧见一身黑衣的男子，来者何人？抢亲的。看了一眼明幽，身上带着君临天下的高贵。苏婉言看见凤清浅，眼里尽数是绽放的桃花。哇，神仙哥哥！说着就扑了过去。不许你碰他！苏婉言回头看着他，你敢碰他，我就剁了你的爪子！似是护食的小狮子，还真吓住了苏婉言。凤清浅瞧见他那蒙凶的小模样，心一软，连日的疲惫和生气一扫而光，没理会苏婉言，径直走过去，将他身上的绳子一扯，扛到了肩膀上。神仙哥哥，你不理会我，倒是把天仙夫君给我留下呀！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立刻追了出去。明幽被扛在身上，感觉自己似乎跟个小猪崽似的。放我下来！凤清浅朝着他屁股招呼了一巴掌，他便老是不敢多动了，狠狠踢了一脚高家的大门，大门抖了3抖，歪歪斜斜的颤了2颤，砰一声倒在地上。凤清浅肆意扬长而去，高府里的人无一敢出声阻止。这踢门显然吓到了苏婉言。我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好看的都没有。苏老爷莫名的松了一口气，走了也好。爹，你说天仙夫君是不是喜欢神仙哥哥？不然神仙哥哥怎么会来抢亲呢？哎呀，这缘分强求不得呀。这闹剧以抢亲开始，也以抢亲结束。